神州大地，诸国林立，大秦、大隋、大明、黎阳、南宋、北宋、北黎、北元、北莽9大帝国并存于世。帝国之外，还有西夏、吐蕃、辽国、高丽、突厥、大黎等小国，在夹缝中求存，如履薄冰。9大帝国野心勃勃，一心想要谋夺天下，统一神州。大秦帝国，咸阳城，这里是大秦帝国的京都，也是大秦帝国最为繁华兴盛的城市。这一日，咸阳城的街道上，如往常一般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轰隆隆，突然苍穹响起一道惊雷，惊雷声中风云变幻，迎风起云涌间，一道震动九霄的龙吟响起。紧接着，一条浑身闪着耀眼光芒的五爪金龙，龙爪挥动，悍然撕裂风云，从九霄云层猛地朝着神州大地俯冲而下。咸阳宫中，秦皇嬴政原本正在批阅文读，从窗口看到天空中的异象，不由得豁然起身，大步走出殿外，仰头凝视苍穹。嬴政身后，一男一女2道身影彼此对视一眼，义士紧随其后出了宫殿。那男子剑眉星目，长发披肩，身穿雪白长袍，充满洒脱气质，正是诸子百家中鬼谷纵横一脉的传人剑圣概念。那女子身形曼妙，一头浅紫色的长发高高盘起，绝美的双眸被一张天蓝色眼纱半遮，颇有几分神秘气息。此女却是诸子百家中阴阳家的右护法月神，精通占星推演之术。概念和月神正是代表鬼谷纵横一脉和阴阳家一脉，与秦国皇室合作，分别充当着嬴政的贴身护卫以及秦国护国法师的职位。嬴政凝视苍穹半晌，确认不会再有新的异象出现，这才对身侧的概念和月神问道：两位可能看出刚才的异象是什么情况？概念道：在下一届武夫对天地异象并无研究，请陛下恕罪。月神则是微微垂首，柔声道：陛下，月神本领不济，只知道方才那金龙异象应是朝着中州黑水城方向降落而下，至于其他的却也推算不出。嬴政闻言，眼神微微一凝，沉声道：既如此，寡人便派人往黑水城去，将此事查个清楚。大明帝国皇宫御花园，将奏折扔给太监处理。正在放松心情的少年皇帝朱厚照，见到苍穹之中的异象，顿时面露惊色，朝着身后喝道：来人！朱厚照一声令下，立刻有2道身穿锦衣的身影快速出现，单膝跪倒在他跟前。这正是大明帝国的天子亲军侍卫锦衣卫。朱厚照看了一眼眼前的锦衣卫，口中吩咐出声：去查查外面发生了何事。诺！2名锦衣卫恭敬答应一声，当即快速退下去查探情况了。朱厚照也是没有了欣赏御花园美景的心情，直接转身返回了养心殿。片刻之后，一名面白无须、唇红齿白的太监快步进入养心殿，脸上带着笑容，朝朱厚照躬身行礼：奴婢曹正纯参见陛下。来人却正是大明帝国东厂督主曹正纯。朱厚照道：曹正纯，你来得正好，不久前天穹之上出现的景象，想必你也见到了，可曾查出到底是天降异象，还是有人在装神弄鬼？不等曹正纯回话，又有2人从殿外迈步走了进来。其中一人面容方正，身穿蟒袍，身上带着一种威严的贵气，他正是大明帝国护龙山庄的庄主，也是少年皇帝朱厚照的叔叔铁胆神猴朱无事。另有一人与曹正纯一般，一身太监装束，身材稍显发福，却是大明帝国西厂督主刘喜。东厂、西厂、护龙山庄，正是大明帝国之中分量最重的3大势力。皇叔，刘喜，你们也是因为天空之中的异象而来的吗？朱厚照见到2人到来，眼神微微一闪，接着出声问道。2人对视一眼，朱无事上前一步，抱拳道：回禀陛下，臣等正是因此而来。朱厚照道：可曾查明
那异象的来源。刘喜满脸堆笑道：陛下，奴婢以为那定是上天庆贺陛下执掌乾坤，特意表达恭贺之意的。一条真龙从天而降，指的不正是陛下吗？朱厚照听到刘喜的话，心中颇为受用。不过他心中知道刘喜拍马屁的成分居多，于是转向朱无事，再次问道：皇叔以为呢？朱无事沉声道：天象寓意为何，臣目前尚不得而知。不过那五爪金龙从天而降，落下的方向似乎是中州黑水城方向，臣已经派海棠前往黑水城查探了，不日定有消息传回。朱厚照点头道：还是皇叔老成持重。大隋帝国东都洛阳紫微宫，数十名后宫妃嫔以及宫中婢女全都穿着透明的薄衫，雪白肌肤清晰可见，山川峰峦若隐若现。隋皇杨广的双眼之上正蒙着一张黑布，双臂张开，满脸荡漾笑容，朝着众女扑过去，时不时的上下其手。陛下快看，天上出现了金龙异象。见到天空中突然出现的异象之时，众女纷纷神色大变，皇后萧美娘则是朝着杨广娇声喊了出来。杨广大笑道：管他什么异象呢，与我们何干？爱妃，来，我们继续快活。说完，杨广再次张开双臂，循声朝萧美娘的位置扑了过去。萧美娘和一众后宫嫔妃见状，也是纷纷收敛心神，再次陪着杨广戏耍了起来。同一时间，黎阳、南宋、北宋、北黎、北元、北莽六大帝国也全都见到了那突然出现在天穹的金龙异象，并分别派人往中州黑水城赶去，想要对那苍穹异象一探究竟。如此惊人异象，不仅引起了神州各国的关注，江湖各大势力同样是大受震动。少陵、武当、龙虎山、武帝城、宜花宫、雪月城、日月神教、慈航净斋等江湖势力同时闻风而动，向中州黑水城汇聚而去。因为突如其来的天地异象，中州黑水城这座本就鱼龙混杂的城池，一时间成为了天下焦点，吸引了神州大地所有势力的瞩目。中州黑水城，这里是九大帝国默认的无主之城，也被江湖人士称之为混乱之城。在这里几乎没有秩序可言，完全是实力为尊，每天都有不少人血溅当场。但即使如此，这里依旧是无数江湖人士推崇之地，因为在这里没有律法的约束，自由到了极致。不知何时，黑水城中一座6层客栈耸立而起，它一夜之间突兀出现，却又给人一种在这里很久了的感觉，很是奇异。客栈的门头之上悬挂着一副牌匾，上面铁画银钩的刻着4个大字：龙门客栈。客栈门口竖着一块不明材质的牌子，上面写着几排字：客栈规则1，客栈之中禁止动武；客栈规则2，消费满10两银子可挑战跃龙门，成功越过龙门者可向客栈提出一个要求，无论任何要求客栈都能满足。客栈规则3，客栈老板的话就是规则。黑水城来往的行人看着那突然冒出来的龙门客栈，尤其是客栈门口的3条规则，顿时一阵议论纷纷。这里什么时候冒出来了一座客栈？客栈之中禁止动武，这里可是黑水城，连9大帝国都管不着，他一个客栈还想给人立规矩，这客栈老板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没看到后面2条，那才更牛呢。我看看，可以满足别人任何要求，客栈老板的话就是规则。啧，这客栈老板怕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的，在黑水城还这么嚣张。几乎所有人对这龙门客栈都是充满了质疑，不过倒也没有人贸然到客栈生事，毕竟能够在黑水城中无声无息的建立这么一座规模庞大的客栈，显然也是有些手段的。大家都等着其他人做出头鸟，去试探龙门客栈的虚实。龙门客栈之中，一个看上去20岁左右，和屏幕前读者一般帅气的青年男子，正懒洋洋地躺在一张摇椅上，
神色悠然自在。青年名叫苏晨，是一个穿越者，刚穿越就出现在了黑水城，而这座龙门客栈是他穿越后系统显化的一部分。只要在客栈方圆100米之内，苏晨便拥有着绝对无敌的实力，哪怕是神州所有巅峰高手全部对他发出至强攻击，也休想伤他一根头发毛。此外，客栈内有着一座神异龙门，任何人来到客栈皆可挑战越龙门，成功越过龙门者可向客栈提出一个要求，无论任何要求客栈都能满足。同时有人越龙门成功的话，苏晨则能够获取1到3份随机奖励。至于那个消费满10两银子的门槛，则是苏晨自己设置的，因为苏晨不想浪费时间在一些没有价值的人身上。至于那些有身份实力的人物，10两银子还不是小意思。当然，若是遇到特殊情况，一切还不是苏晨说了算吗？面对众人的质疑，苏晨丝毫不慌，反正只要他在龙门客栈方圆100米之内，便是绝对无敌的。对于获取奖励倒也不是特别急切，趁着现在客栈的名声还没传开，他倒是刚好可以偷懒休息休息。穿越之前，苏晨是一个妥妥的996社畜，打了一辈子工，每天累得要死。如今好不容易获得新生，还不能享受享受了吗？心中这样想着，苏晨便躺在一张摇椅上闭目养神，身体随着摇椅的晃动而轻轻摇摆。也因此，他没有见到那惊雷声中龙饮九霄风云变幻的一幕，更不知道那浑身闪着耀眼光芒的五爪金龙，最后竟是从天而降，张牙舞爪地盘旋在了客栈内神异龙门的顶部，化成了龙门上的浮雕。明明是庞然大物的五爪金龙，盘旋在龙门顶部之后，竟是自动缩小了比例，显得分外协调。突然，一道倩影从客栈大门口飞掠而入，砸落到了苏晨怀中。哎呦我去，他奶白奶白的，真好看！苏晨被人砸中，下意识就想要咒骂，不过当他睁开眼看到怀中女子绝世容颜时，到嘴边的话顿时就变了。只见那女子青丝如瀑，肌肤胜雪，灿若明霞，宝润如玉，恍如神妃仙子。只是瞧上一眼，苏晨便心跳加速，精神大振。苏晨不得不承认，他恋爱了。这时，苏晨发现怀中女子呼吸急促，小手在他身上乱动，眼神之中带着丝丝迷离。就我，女子口中艰难吐出2个字，接着眼中最后一丝清明也是消失不见。姑娘，你别乱来，这未免有点太快了吧？苏晨有些得了便宜，还卖乖地嘀咕着，手上却是扶起女子，准备往后堂卧室去。因为他已经看出来，眼前的女子明显是中了魅毒。苏晨打算自我牺牲一下，救救眼前这位可怜的女子。嗖嗖嗖！就在这时，客栈门口突然传来几道破空声，声音落下之际，6道气息强大的身影齐刷刷地冲了进来。当他们看到苏晨怀中女子时，狰狞的面容上露出了邪恶的笑意。李寒一，这下看你还往哪里跑！李寒一听到这个名字，苏晨不由得一愣。苏晨是个武侠迷，穿越之前看过不少武侠小说，无论是金谷黄良温几位的经典武侠，还是近些年冒头的新派武侠，他都十分熟悉李寒一这个名字，对他来说可是如雷贯耳。李寒一出自《少年歌行》，乃是北离第1城雪月城的2城主，也是少年歌行世界当世5大剑仙中唯一的女性剑仙。她那最惊艳的月溪花尘，堪称绝世一剑，令无数男子汗颜。这样一位实力强大无比的女剑仙，怎么会落得被人追杀，并且还中了魅毒的地步？难道是重名？龙门客栈开启探查功能，任何进入客栈方圆100米范围之人，均可探查其基本信息。就在这时，苏晨的脑海中突然响起了一道机械的提示音。苏晨下意识地看向怀中女子，只见她的头顶之上出现了一道虚幻的金色荧幕，荧幕之上
则是显示着他的基本信息：姓名李寒一，性别女，身份雪月城2城主，修为逍遥天境巅峰，目的身中魅毒，希望宿主相救。竟然真的是那位雪月剑仙！看完李寒一的信息，苏晨心中顿时一惊，同时还有几分莫名窃喜。这一切说来话长，实际上苏晨念头转换不过是瞬息之间的事情罢了。小子，快将李寒一交出来，不然的话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苏晨正在想着美事儿，入门之后站在右侧那名男子却是嚣张出声，打断了他的想象，同时看向李寒一的眼神中充满了淫邪之色。苏晨脸色微寒，抬眼看向了6名不速之客，顿时6人的信息也是显现在了他的眼前。姓名唐英，性别男，身份唐门大长老，修为逍遥天境中期，目的杀死李寒一，姓名唐烈，性别男，身份唐门2长老，修为逍遥天境中期，目的杀死李寒一，姓名唐月落，性别男，身份唐门3长老，修为逍遥天境初期，目的占有并杀死李寒一，姓名谢七刀，性别男，身份暗河谢家家主，修为逍遥天境后期，目的杀死李寒一，姓名苏沐雨，性别男，身份暗河苏家家主，修为逍遥天境后期，目的杀死李寒一，姓名苏昌河，性别男，身份暗河大家长，修为逍遥天境巅峰，目的杀死李寒一。刚才出言不逊之人正是唐3长老唐月落，而对李寒一使用魅毒的显然也是他。看完6个人的信息，苏晨顿时心中了然。苏晨记得原著之中就有李寒一被劫杀的情节，劫杀李寒一的正是唐门3大长老和暗河2大家主以及暗河大家长6人。也正是因为有着和李寒一实力相当的苏昌河，再加上其他5人从旁协助，才重伤了李寒一。看什么看，给老子死开！就在苏晨思绪飞扬之时，唐3长老唐月落口中不耐烦的怒骂出声，怒骂的同时脚下一步踏出，一掌朝着苏晨脑门狠狠拍下，另一只手则是猥琐地伸向了李寒一胸前。唐英和唐烈看着唐月落的动作，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笑容，似乎已经见到了苏晨被唐月落一掌拍死的场景。苏昌河、谢七刀和苏沐雨则是神色淡漠，丝毫没有将苏晨放在眼里。然而下一瞬间，刚才还嚣张不已的唐3长老身体竟像是断线风筝一般，嗖的一声倒飞了出去。砰！当他的身体飞出龙门客栈大门之后，更是宛如烟花一般猛地爆炸开来，漫天碎肉四散飘飞。见到这一幕，苏昌河、唐英、唐烈、谢七刀和苏沐雨5人顿时惊呆了。虽然在6人之中，唐月落的实力是最差的，但好歹也是逍遥天境的高手，竟然被苏晨一招打得死无全尸了。而且他们根本没有看清对方是如何出手的，这让他们如何不震惊？震惊之余则是浓浓的忌惮。苏晨杀死唐月落只用了1招，就算他们比唐月落稍强一点，杀他们任何一人最多2招也足够了。这么不抗揍，我只是挥挥手，你人都没了。苏晨看到刚才还嚣张不已的唐3长老，现在变成了漫天碎肉，不由得眉头微挑，口中吐槽出声。他前世只是一个普通社畜，没有什么战斗经验，见到唐月落向他袭来，下意识的挥手格挡，却是没想到不等2人有任何身体接触，唐月落就被碎尸万段了。
不过在出生的同时，苏晨心中已经明白，这定是龙门客栈赋予他的绝对无敌发挥了威力。他初次使用，还没有掌握好力度。苏晨的声音也惊醒了陷入呆滞状态的苏昌和五人。退！五人没有任何迟疑，也没有任何言语交流，不约而同的全力施展轻功，朝着客栈外面飞速逃窜而去。回来！苏晨见状，口中轻喝一声，同时右手五指张开，做出抓捕动作。轰！下一瞬间，空气之中骤然出现了一只虚幻大手，猛地抓向了苏昌和五人。见到空气之中突然抓向他们的大手，苏昌和五人脸色再次一阵大变。研魔掌！苏昌和凝聚全身真气于右掌之上，瞬息之间，整个右掌上便是布满了森冷冰寒的狂暴气息，猛地朝着苏晨胸膛位置拍去。18剑阵！苏沐雨左手一挥，手中的长伞瞬间化作了18道利刃。咻咻咻！18道利刃旋转着，风驰电掣般朝那虚幻大手急刺而去，想要将那大手撕开一条口子。杀神之刀！谢七刀则是手握七环大刀，直接施展出了自己的必杀绝技，狠狠斩向了客栈大门佛怒唐莲、暴雨梨花针。至于唐英和唐烈，则是分别施展出了唐门的最强暗器，朝着苏晨笼罩而去。在这关键时刻，五人虽然没有任何交流，但却是配合得无比默契，想要联手对敌，冲出龙门客栈，徒劳挣扎。苏晨见状微微摇头，口中轻笑出声：回去。下一瞬间，苏昌河就感觉自己的一掌似乎击中了万年玄铁一般，手掌直接被震到麻木，失去了知觉。砰！不等苏昌河做出反应，就感应到一股强大的反震之力从苏晨胸膛传出，猛地将他震飞出去，重重砸落到了客栈墙壁之上。与此同时，苏沐雨施展的18剑阵中的18道利刃竟是陡然倒转方向，全部插在了他自己的身体要害位置。谢七刀的杀神之刀砍在客栈大门上，直接长刀崩断，反弹回来刺入了他的心脏。而唐英和唐烈更是被他们自己的佛怒唐莲和暴雨梨花针给射成了筛子。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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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五人便是毫无反抗之力地被那虚幻大手抓起，宛如下饺子一般被重重扔在客栈地板上。嗨嗨，你到底是谁？苏昌和强提最后一口气朝苏晨询问出声。死人没必要知道那么多。苏晨微微一笑，口中淡淡出声：灭。声落，苏昌和五人脖子上同时出现了一只虚幻大手，捏断了他们的喉管。转瞬之间，五人双眼一突，彻底失去了生命气息。就在这时，苏晨突然身体一僵，却是李寒一那不老实的小手抓到了他脐下痛处。苏晨当即也顾不得清理客栈内的尸体，抱起李寒一便是往客栈后堂卧室而去。不多时，苏晨便带着李寒一到了客栈后堂卧室之中。此时李寒一身上的温度已经烫得吓人，双眼迷离，脸色酡红，不停在苏晨身上亲吻抚摸，还伸手扒拉着苏晨的衣服。李姑娘，我来了。不是，李姑娘，得罪了。苏晨当即也不再忍耐，对李寒一说着话的同时，直接将他放到了床上，自己也怀抱家人顺势躺下。半个时辰之后，苏晨终于替李寒一解毒完毕。李寒一本就身受重伤，由于解毒过程太过劳累，直接晕了过去。苏晨则是穿戴整齐，检查了一下李寒一的身体情况。如今的李寒一体内真气早已消耗一空，身体五脏六腑都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内伤，全身经脉也是堵塞严重，并且还有唐门暗器梨花针潜藏在脏腑深处，若是没有外力施救，可以说已经是离死不远了。伤势还真是严重呢，不过有我在，
自当保你平安。检查完毕之后，苏晨不由得眉头微皱，口中低语出声：“生落。”苏晨当即施展出了龙门客栈赋予他的无敌实力，逼出了李寒衣体内的梨花针，并为他治疗脏腑和经脉的损伤。1刻钟之后，苏晨从李寒衣身上收回手，看着已经痊愈的李寒衣，满意的点了点头。就在这时，李寒衣醒了。恢复清醒的李寒衣穿戴整齐之后，清冷的目光看向苏晨，神色很是复杂。苏晨道：“李姑娘，刚才情势所迫，当以你性命为重，在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李寒衣闻言，眼神闪烁了一阵，口中清冷出声：“刚才的事情并不怪你，只怪卑鄙的唐门3长老。他日我定要将他碎尸万段。说起来，我还要感谢公子替我解毒治伤，不过我希望这件事公子还是烂在肚子里，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李寒衣本想出言威胁警告苏晨一番，但不知为何话到嘴边又变得委婉了许多。苏晨看着李寒衣的眼睛，郑重道：“我自然不会对外人提及我们的私房事，不过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自会对你负责到底。你记住了，从现在起，你就是我苏晨的女人。”有位女作家说过，通往女人心灵的通道是那啥道，还是很有道理的。此时的李寒衣或许是因为和苏晨有了亲密关系的原因，心中对他不禁有了几分特别的感觉。听着苏晨的话，看着他的眼神，李寒衣不由得一阵心跳加快，有些慌乱地移开了视线，低声道：“我不用你负责。”说完，李寒衣起身下床，有些局促地想要逃离苏晨身边，却在此时，他感觉小腹阵酥麻疼痛，身体顿时一个踉跄，似要摔倒。苏晨连忙伸出手，一把拦住李寒衣的腰肢。于是，刚刚和苏晨拉开距离的李寒衣再次靠到了苏晨怀中，感受着苏晨胸膛的温度。李寒衣的脸颊再次出现了酡红之色。“放开我，我该走了，不然恐怕会给你带来麻烦。”李寒衣口中发出蚊蝇般低语，同时柔弱无力的手推着苏晨的手臂。苏晨的手并没有松开，口中微笑出声：“若你口中的麻烦指的是唐门和暗河高手的追杀，那就大可不必了。”李寒衣不解道：“为什么？”苏晨笑道：“你随我来，一看便知。”说完，苏晨便揽着李寒衣的腰肢，在李寒衣疑惑的眼神中，往客栈大堂走去。不多时，两人便到了客栈大堂之中。首先映入李寒衣视线的，正是苏昌和几人的尸体。之前李寒衣神志迷糊，对苏晨灭杀苏昌和几人的过程不甚了解，见到将自己逼入绝境的苏昌和几人，竟然全部惨死当场。再想到苏晨刚才的话，李寒衣不由得看向苏晨，口中惊疑出声：“他们都是你杀的？”苏晨微笑点头：“不错，尤其是那个唐3长老，你不是想要将他碎尸万段吗？我已经替你完成了，谢谢。”李寒衣听到苏晨的话，心中升起一股暖意，口中轻柔出声：“追杀他的6人之中，李寒衣最痛恨的，毫无疑问正是给他下魅毒的唐门3长老唐月洛。见到此人被苏晨碎尸万段，心气顿时顺畅了不少。苏晨笑着道：“以你我之间的关系，说谢谢岂不是见外了？”李寒衣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而是提醒道：“虽然苏昌和几人已经死了，不过暗河之中还有不少高手，还有唐门也不可小觑，你还是要小心一些为好。”苏晨没有辩驳李寒衣的好意，点头道：“多谢提醒，我会留神的。”李寒衣沉默了一阵，接着看向苏晨，认真道：“我还有事情要办，必须要离开了，希望你不要让我为难。”苏晨见此，微笑道：“我怎会忍心让你为难呢？不过在你离开之前，还要做一件小事。”李寒衣道：“什么事情？”苏晨不答反问：“你可知我这家客栈为何叫龙门客栈？”李寒衣配合地问道：“为什么？”苏晨道：“因为在我这家客栈之中，有一座神异龙门，任何人只要能越过龙门，就可以向客栈提出一个要求，无论任何要求
客栈都能满足。李寒衣闻言神情微凝，接着道：你是客栈的主人，别人向客栈提出要求，岂不正是向你提要求？若是有人故意提出过分的要求，那你岂不左右为难？苏晨微笑道：寒衣你能替我着想，我很高兴。不过你想错了，我这家客栈乃是一件至宝，十分神异，无论客人提出任何要求，客栈都会自行处理，并不会影响到我。世上竟有如此宝物。李寒衣听到苏晨的话，放下了对他的担心，心中却是颇为惊异。苏晨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拉着李寒衣来到了客栈中龙门所在位置。只见那龙门不知是何材质制成，乃是一个固定在客栈地板上的3尺来宽的拱形门洞，门洞顶部两侧有8角飞檐往外面延伸而出，顶部中间则是刻着龙门2字，龙门两侧立柱之上分别雕绘着几只灵动的金鲤鱼，似乎正在不断往龙门顶部跃升，更有一条栩栩如生的5爪金龙浮雕，双目紧闭，盘旋在龙门顶部横梁之上。龙门整体充满了一种古朴而又飘渺深邃的气息，让人目光触及后便再难以移开。见到那金龙浮雕，苏晨不由得眉头微挑。怎么了？李寒衣见苏晨神情有异，不解地询问出声。苏晨记得龙门那个位置原本似乎并没有龙形浮雕，不过很快在心底和系统沟通之后，苏晨明白了那龙形浮雕的由来，对系统的强大能力也是颇为惊叹。没什么。听到李寒衣发问，苏晨微笑摇头，接着道：这就是我刚才对你说的那座神异龙门了，只要你越过龙门，便能向客栈提出任何要求，不如你现在便上前一试吧。李寒衣凝视了一阵那神异的龙门，沉吟道：我要如何才算是越龙门成功？还有，若是越龙门失败了，又会如何？苏晨指了指龙门的位置，微笑道：很简单，你正常走路，只要能通过那道拱形门洞，就是越龙门成功。若是你越龙门失败的话，只需要满足龙门客栈一个要求即可，而这个要求乃是由我指定，所以你不用担心什么。李寒衣闻言看了苏晨一眼，口中清冷出声：你还是先说一下你的要求吧。苏晨笑道：你是我的女人，我岂会让你为难？这样吧，若你越龙门失败了，随便传我一招剑法，这总可以吧？李寒衣听到苏晨的话，心中不禁对他更多了几分好感，没有多说什么，直接迈步朝那神异龙门走去。当李寒衣一只脚刚刚迈入那拱形门洞中时，盘旋在龙门顶部的5爪金龙浮雕竟是突然睁开了双眼。与此同时，那神异龙门之上竟还传出了一道清越的龙吟，而那原本看上去古朴深邃的龙门陡然绽放出耀目金光，将李寒衣笼罩其中。龙门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李寒衣神色微变，而当他想要迈出另一只脚时，不禁感到自己的步伐变得沉重了无数倍。苏晨第一次见到有人越龙门，看到那神异龙门的变化，也不由得一阵惊异，同时紧紧注视着李寒衣，不知他是否能越龙门成功。只见李寒衣在那金光笼罩之下，整个人身上更多了一股圣洁气息，宛如下凡仙女一般，令人难以移开视线。苏晨不知道的是，就在同一时刻，那清越的龙吟瞬间传遍了整个黑水城，整个龙门客栈外围更是全部都被耀目金光笼罩，并且还有一条金龙虚影在客栈上空盘旋飞舞。黑水城中常年有大量的江湖人士逗留，之前龙吟九霄风云变幻的景象早就传遍了天下，身处黑水城的江湖人士自然也注意到了，他们全都在循着5爪金龙降落的方向追逐。可是那惊人异象来得快，去得也快，不等他们抵达龙门客栈，那异象就消失了，不少人心中都是失望不已。而此刻，当他们再次听到龙吟声，并见到龙门客栈外围的异象时，顿时就有了明确目标。转瞬之间，便有数十名武林人士
来到了龙门客栈大堂中，并且还有更多的武林人士正在从四面八方朝龙门客栈的方向急速赶来。苏晨自然也见到了进入龙门客栈大堂的江湖人士，不过并没有过多关注，他如今的心神还是集中在李寒一的身上。而那些赶到客栈的江湖人士也几乎没人把苏晨放在眼里，都是看向了李寒一和那神翼龙门。当他们看到神翼龙门上面有神龙盘旋，金光照耀，并伴随龙吟之声时，顿时忍不住面露喜色，眼神热切地议论出声。原来之前天降异象竟是这家客栈引起的。你们看，那女人身前的拱门竟是叫做龙门，说不定那龙门就是天降至宝。不错，自古以来就有跃龙门的传说，而刚才天降异象又是出现了五爪神龙，岂不正是与那龙门相呼应？天降宝物，有德者居之，不能让那个女人夺走了至宝。有人口中大叫出声，然后快速朝着李寒一和龙门的位置冲去。其他人见此也是纷纷效仿。苏晨见到这些人捣乱，不由得眉头微皱，打算出手给他们一个教训。迎！就在这时，那龙门顶部盘旋的神龙再次发出了一道龙吟之声。同一时间，一道威势无匹的金光瞬间暴涨，砰砰砰！下一瞬间，客栈大堂内顿时响起一连串沉闷的撞击声。刚才急匆匆冲向龙门的那些江湖人士，便是被那金光直接给弹飞出去，宛如断线风筝一般，不受控制地飞出了客栈之外。砰砰砰！接着，龙门客栈之外便像是放起了阵阵烟花一般，不断传出爆鸣之声，却是那些不知死活的江湖人士全部被震成了碎肉，漫天飞舞。少数没有贸然冲动的江湖人士见到这一幕，不由得脸色大变，口中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心中更是升起了一阵庆幸，同时对那神翼龙门的占有之心却更加浓烈了。不过他们倒没有贸然动手，打算先看看李寒一会有什么结果，再做下一步决定。恭喜跃龙门挑战者李寒一，跃龙门成功。就在这时，一道威严的声音在客栈内众人耳边响起，声音刚刚落下，笼罩在李寒一身上的金光便瞬间消散，龙门客栈外围的金光以及顶部的神龙虚影也同时隐匿，而那龙门顶部的五爪金龙浮雕则是再次闭上了双眼。苏晨的脑海中也响起了一连串只有他才能听到的机械提示音：音乐龙门挑战者李寒一，跃龙门成功，宿主可随机抽取奖励，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10年功力，恭喜宿主获得月息花尘，恭喜宿主获得圣心诀。温馨提示：系统奖励的功法和武技，宿主只要选择使用奖励便可自动修炼圆满，但功法只是领悟达到圆满，并不直接提升宿主修为。恭喜宿主第一次有剧情人物跃龙门成功，获得一次特殊抽奖机会，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特殊体质异性相吸，注：拥有此体质可令异性对主人的好感无限暴增，当有亲密接触时，此效果达到最大，同时可能令同性对主人产生排斥。温馨提示：当累计10个剧情人物跃龙门成功时，宿主可再次获得一次特殊抽奖。当首个气运之子跃龙门成功时，宿主亦可获得特殊抽奖，请宿主再接再厉。奖励已发放完毕，请问宿主是否使用？注：使用奖励时，系统自动限制，不会惊动宿主以外的任何人。听完系统讲述的内容，苏晨心中不由得一阵欣喜。10年功力自是不必多说，月息花尘则是李寒一自创的绝世剑法，一剑出可引来满城繁花，惊艳世间，威力无穷。此剑法在整个歌行世界都属于顶尖行列，无论威力还是卖相都颇为惊艳，苏晨自是十分喜欢了。至于最后的圣心诀，出自风云世界，乃是风云第2部中大反派帝释天花千年时间集万家武学和凤血特性所创无上神功，
它能令拥有者长生不死，令死者复活。圣心诀还有配套的圣心四节、圣心四诀等诡异强大的攻击手段。除此之外，还有轻功纵翼登仙步，以及特殊秘技纳海圣心咒和天宫幻影等。这是一门十分强大而又包含全面的功法，即使是在神功无数的风云世界，圣心诀也是足以名列前茅。此等神功，苏晨更是颇为满意。既然不会惊动其他人，苏晨当即没有任何迟疑，在心底对系统下达了使用奖励的指令下，一瞬间，苏晨就感觉到自己脑海中多出了一股信息流，正是圣心诀和月息花尘的内容。而且似乎他早就修炼了圣心诀和月息花尘多年似的，无比纯熟。与此同时，更有一股精纯的能量涌入到了苏晨的身体之中，在他的经脉之中快速游走了一遍，最终汇聚到了丹田之中。等那股能量平息下来之际，苏晨发现原本毫无修为的自己，竟是直接跨过了9品到1品5夫的境界，来到了金刚凡境初期。开挂的感觉就是爽。略微感应了一下自己体内的情况，苏晨心中颇为满意。恰在此时，跃龙门成功的李寒一迈步回到了苏晨身边来。苏晨于是收敛心神，口中微笑出声：怎么样，跃龙门的时候有什么特殊感受吗？作为龙门的主人，苏晨曾尝试过跃龙门，不过龙门没有丝毫反应，只是告诉他龙门对他无效，所以苏晨也不知道跃龙门的具体情况。李寒一稍微沉吟了一下，道：我感觉龙门顶部的那条神龙浮雕似乎在审视着我，并将我完全看透了似的。哦，这样吗？苏晨闻言眉头微挑，心中略感惊异。两位施主，小僧有礼了，不知可否赐告，你们所言的跃龙门到底是什么情况？苏晨正准备询问李寒一有什么要求，这时一个穿着黄色僧袍，宝相庄严，看上去50多岁的和尚来到两人身边，口中询问出声。客栈大堂内的其他人见状，也都是心思各异的扭头看向了苏晨，等着他的回答。苏晨闻言眉头微挑，扭头看向那和尚，他的基础信息顿时便呈现在了苏晨眼前。姓名：鸠摩智，性别：男，身份：吐蕃国师，修为：自在地境巅峰，目的：探寻天降异象缘由。虽然已经知道了鸠摩智的身份，不过表面上苏晨还是询问道：在下是这家客栈的老板苏晨，不知大师如何称呼？鸠摩智双手合十一礼，道：小僧鸠摩智，见过苏公子。苏晨微笑道：原来是吐蕃国师大轮明王，真是失敬了。所谓跃龙门其实很简单，任何人只要能顺利地穿过那道龙门，便表示跃龙门成功。苏晨朝那神异龙门的位置指了指，接着道：任何人只要跃龙门成功，就可以向本客栈提出一个要求，无论任何要求，客栈都能满足。其实这些在客栈门口的告示牌上都写得很清楚。说完，苏晨指了指门口那道写着龙门客栈规则的告示牌。鸠摩智和客栈大堂内的其他江湖人士都是下意识地看向了那告示牌中的内容，而他们最关注的毫无疑问却是客栈规则的第2条：消费满10两银子可挑战跃龙门，成功越过龙门者可向客栈提出一个要求，无论任何要求，客栈都能满足。有人直接将第2条规则读了一遍，接着朝苏晨问道：老板，成功越过龙门的话，客栈真的可以满足任何要求吗？苏晨点头道：这是自然，刚才李寒一姑娘已经跃龙门成功，我正要询问李姑娘有什么要求呢。鸠摩智这时看向李寒一，双手合十一礼，客气道：不知这位李姑娘可是北离雪月城2城主李寒一姑娘？听到鸠摩智的话，客栈内的其他人这才想起了刚才那道威严声音喊出的名字，正是李寒一。于是众人纷纷看向了李寒一的位置，眼中神色各异。
李寒衣淡淡的看了鸠摩智一眼，却并没有搭理他的意思。苏晨见状微笑道：“国师好见识，我身边这位正是名满天下的雪月剑仙。”顿了下，苏晨又对李寒衣道：“寒衣，麻烦你展露一下修为气息，免得在场的各位还以为苏某撒谎呢。”李寒衣听到苏晨的话，没有说什么，直接释放出了自身属于逍遥天境巅峰的强大气势轰。下一瞬间，那逍遥天境巅峰的强大气息便是猛地朝着鸠摩智和堂中一众江湖人士压迫而去。噔噔噔，在那恐怖的气息压迫之下，众人顿时感觉呼吸困难，身体不受控制的接连退出5、6步，才终于稳重身形。包括土方国师鸠摩智也毫不例外。苏晨见状微微一笑：“寒衣，可以了。”李寒衣闻言，则是将自身的气势瞬间收敛，静静站立于苏晨身侧。李寒衣故意用气势压迫鸠摩智等人，也是因为他看出了鸠摩智这些人都对那神翼龙门豹有一定的想法，他这是故意替苏晨出头，给众人一个警告。原本鸠摩智觉得李寒衣虽然名声响亮，但毕竟年轻，实力肯定也强不到哪里去，因此对李寒衣并没有多少重视。不过在亲自感受了一番李寒衣的强大气势之后，鸠摩智顿时老实了许多，连忙向李寒衣躬身一礼，客客气气道：“小僧见过李城主，失礼之处还请李城主海涵。”李寒衣淡淡道：“礼节什么的我并不在意，但苏公子是我的朋友，谁若是对苏公子的客栈有什么不好想法，我李寒衣定会让他知道什么是剑仙之威。”众人听到李寒衣的话，不由得对苏晨羡慕不已，不管心中如何想的，嘴上都是连连说着不敢。苏晨见状不由得笑了笑，对李寒衣道：“多谢寒衣了。对了，耽搁了这么久还没问你，跃龙门成功之后有什么要求呢？”李寒衣闻言略微沉吟了一下，却是对苏晨反问道：“你觉得我提个什么要求比较合适？”原本的李寒衣或许会想到和赵玉珍的约定，但10多年里，李寒衣和赵玉珍两人都互以为对方失约了，再加上阴差阳错之下，李寒衣已经成了苏晨的女人。而且就在苏晨获得了异性相吸这个特殊奖励之后，已经与苏晨有过亲密关系的李寒衣心中不禁对他好感暴增，也认可了自己是苏晨女人的这个事实。此刻的李寒衣对赵玉珍一事已经彻底放下了，其他的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愿望，因此才会让苏晨给他建议。客栈内的鸠摩智等人听到苏晨问李寒衣的要求，也都是紧张地看向了李寒衣，却是没想到李寒衣竟会向苏晨这个客栈老板征求意见，这不是给苏晨机会让他作弊吗？苏晨听到李寒衣的话也是愣了一下，接着道：“这样吧，若是你没有其他什么要求的话，可以让客栈提升你的修为也行，这样你以后面对唐门和暗河的时候也会更加安全一些，你觉得呢？”李寒衣闻言点头道：“好，若是可以的话，那就让客栈助我突破到神游玄境吧。”客栈内的众人听到李寒衣的话，神情顿时一变，尤其是鸠摩智这个视武如痴之人，更是心情激荡。他倒是想要看看这龙门客栈能否真的让李寒衣修为突破神游玄境。若这家龙门客栈真有让人突破神游玄境的方法，他无论如何也要弄到。其他人虽然没有鸠摩智那么痴狂，但却一个个都比李寒衣还要紧张不知多少倍。那可是神游玄境啊，整个神州大地明面上神游玄境已经是最高的武道境界了。苏晨没有理会众人的心思，对李寒衣微笑道：“如你所愿。”鸠摩智等一众江湖人士听到苏晨的话，都是紧张地注视着李寒衣和苏晨，想要看看苏晨到底如何帮助李寒衣提升修为。然而他们注定要失望了。苏晨只是在心底默默对系统沟通了一句：“系统，兑现李寒衣的要求，将他的修为提升到神游玄境巅峰。”下一瞬间，那神翼龙门之上便是陡然有一道金光涌现，将李寒衣笼罩其中。
而李寒一身上的修为气息也是在逐渐增强。逍遥天境巅峰，神游玄境初期，神游玄境中期，神游玄境后期，直到李寒一修为境界达到神游玄境巅峰，那道金光才是骤然消散。客栈内的江湖人士见到这一幕，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忍不住一片哗然。恐怖如斯，竟然是真的！客栈老板真能助人提升修为，竟然直接将李城主从逍遥天境巅峰提升到了神游玄境巅峰，这也太强了！鸠摩智也直接被惊呆了，眼中充满了火热之色，甚至就连李寒一本人此时心中也是震撼不已。其实一开始李寒一并没有抱太大希望，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苏晨说的都是真的。苏晨不仅帮他提升了修为，而且还直接提升到了神游玄境巅峰。李寒一甚至有种在做梦的感觉。他们并不知道，不是苏晨能让其他人提升修为，而是唯有跃龙门成功之人提出相应要求，苏晨才能让系统配合兑现。苏晨看着震惊的众人，不由得笑了笑。有了李寒一的广告效应，再加上客栈内这些江湖人士的传播，想必要不了多久，前来客栈跃龙门的人就会络绎不绝了吧。看来自己是不能偷懒了。老板，我也要挑战跃龙门。还有我也要跃龙门。你们滚开，让我先来。苏晨正在心中想着，客栈之内再次响起了喧闹之声，却是不少江湖人士见识了李寒一真的从逍遥天境巅峰直接提升到神游玄境巅峰之后，顿时都大为心动，迫切的想要去跃龙门，然后让苏晨和龙门客栈达成他们的心中野望。甚至有的人为了争夺先后顺序，有了出手的打算。苏晨见状脸色微寒，口中不由得一声冷哼。肃静，在客栈之中便要遵循本客栈的规则，若有人再敢放肆，客栈外面那些碎尸便是你们的榜样。同一时间直接施展出无敌的气势，猛地向客栈众人压迫而去。扑通扑通扑通，在苏晨那强大的气势压迫之下，除了李寒一之外，客栈内包括鸠摩智在内的所有人全部都是不由自主地跪倒在了客栈地板之上。突如其来的变故顿时让客栈内的众人都是脸色大变，心中屈辱惊怒的同时，更是对苏晨充满了敬畏。尤其是想到刚才死无全尸的那些人，他们此刻更是敢怒不敢言。李寒一见到众人喧闹，正打算出手替苏晨给这些人一个教训，在见到苏晨大展神威之后，顿时便打消了出手的心思，心中对苏晨的强大实力也是颇为惊讶。没想到苏晨拥有如此强大实力，也难怪包括暗河大家长在内的6大高手会全部死在他手中了。见到震慑住了众人，苏晨缓缓收敛气势，淡淡道：任何人只要按照客栈的规则办事，苏某都表示欢迎。跃龙门先后顺序并不代表什么，大家倒也不必着急。另外，我有必要提醒你们，跃龙门成功者，本客栈自然可以满足他的任何一个要求，但跃龙门失败者则需要答应本客栈一个要求。那么现在谁要做这第一个挑战者？众人听到苏晨的话，神色不由得微微一变，一时间有些迟疑不定起来。苏公子，我能不能问一下，若是跃龙门失败，客栈的要求是什么呢？半晌之后，感应到压力消失，一个身着青衫，面容俊秀，看上去充满书生气息的青年站起身来向苏晨询问出声。苏晨其实早就注意到那青年了，因为他是被鸠摩智挟持着进入客栈的，而且头顶也出现了基础信息的虚幻一幕。姓名段誉，性别男，身份大理镇南王世子，4大恶人之首段延庆之子，修为自在地境巅峰，时有时无，目的希望通过跃龙门摆脱鸠摩智的控制。苏晨看了段誉一眼，微笑道：这位公子如何称呼？段誉朝着苏晨拱手一礼，微笑回应道：小生段誉，大理人士。
原来是大理镇南王世子，失敬了。苏晨微微拱手，口中笑道：“本客栈对不同的人提出的要求也会不同。如果是段世子跃龙门失败的话，则需要提供北冥神功、凌波微步、一阳指其中一种武功的秘籍踏本。段誉之所以被鸠摩智擒下，是因为天龙寺不外传的绝技六脉神剑，而段誉宁愿死，也始终不曾摸出六脉神剑的秘籍。苏晨心中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为了不吓到段誉，故意没有把六脉神剑包含其中。毕竟其他3种武功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苏晨觉得段誉应该是能够跃龙门成功的，到时候他直接抽取奖励就是了。鸠摩智见到段誉站出来，很快就猜出了他的心思，本来想制止段誉说下去的，不过想到苏晨之前的警告，鸠摩智只好暂时忍耐，静观其变了。客栈大堂内的其他江湖人士听到苏晨和段誉的对话，既惊讶于段誉的身份，又期待着段誉能够替他们探探路。毕竟他们刚才赶来的时候，李寒一跃龙门已经进行到一半了，他们此时想要观看一场完整的跃龙门。若是段誉也跃龙门成功，并且客栈满足了他的要求，那众人对跃龙门就会更有信心了。段誉听到苏晨的话，略微迟疑了一下，接着道：“苏公子，我身上现在没有银子，这枚玉佩想必还是能值得上10两银子的，我想试试跃龙门，不知可否？”说话间，段誉取下腰间一枚精美的玉佩，向苏晨递了过去。可以，苏晨随手接过段誉递过来的玉佩，口中微笑出声：“多谢苏公子。”段誉向苏晨道谢一声，走到了那神异龙门跟前，扭头道：“我只要能够顺利的从这拱形门洞下面走过去，就表示跃龙门成功了，是吗？”苏晨点头道：“是的，那我就来试试。”段誉再次向苏晨拱手一礼，而后一步迈出，踏向了那神异龙门中间的拱形门洞。鸠摩智和客栈内的武林人士见状，都是紧紧盯着段誉，想要看看段誉能否也跃龙门成功。就连李寒一也是有些好奇的看向了挑战跃龙门的段誉。毕竟同一件事情，自己亲身经历和看别人经历的感受是不同的。在众人的紧张瞩目下，段誉一只脚迈入了那拱形门洞之中。下一瞬间，盘旋在龙门顶部的5爪金龙浮雕顿时再次睁开了双眼。银。与此同时，那神异龙门之上传出了一道清越的龙吟，而那原本看上去古朴深邃的龙门陡然绽放出耀目金光，将段誉笼罩其中。就是这样，又开始了，和之前李城主跃龙门的时候一模一样。看来这位大理段世子应该也能跃龙门成功。见到这熟悉的情景再次出现，客栈内的众人顿时兴奋激动不已，忍不住再次议论出声。他们当然不是替段誉高兴，而是觉得若是接连2人都跃龙门成功了，那么他们也就有更大的机会能够跃龙门成功了。不得不说，他们想的还是挺美好的。也就在同一时刻，那清越的龙吟声再次传遍了整个黑水城。整个龙门客栈外围更是全部都被耀目金光笼罩，并且还有一条金龙虚影在客栈上空盘旋飞舞，引起了黑水城内外无数江湖人士的瞩目。越来越多的江湖人士正在快速往龙门客栈赶来，而在客栈之中，正在跃龙门的段誉对外界的变化却是并不知晓，正在顶着压力，在金色神龙凝视之下，缓缓迈步穿过了那拱形门洞。随即笼罩在段誉身上的金光便是骤然消失不见，龙门顶部的金色神龙也再次闭上了双眼，一切都恢复到了原本的模样。恭喜跃龙门挑战者段誉跃龙门成功。与此同时，之前那道威严的声音再次在客栈内的众人耳边响起。苏晨看向脸带喜色的段誉，微笑道：“恭喜段公子跃龙门成功，不知段公子你的要求是什么呢？”没有人知道。就在这同一时刻，苏晨脑海中也再次响起了系统那机械的奖励提示音：因跃龙门挑战者段誉跃龙门成功，
宿主可随机抽取奖励，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一阳指，恭喜宿主获得六脉神剑，恭喜宿主获得解毒丹50枚。注：服用解毒丹后，可解此方世界任何毒药之毒。听到不仅抽取了六脉神剑，还抽取了一阳指和解毒丹2种奖励，苏晨心中顿时一阵欣喜。而且这份喜悦并未结束，恭喜宿主首个气运之子跃龙门成功，获得一次特殊抽奖机会，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特殊体质万毒不侵。注：拥有此体质之后，天下间任何毒药对宿主都将再无任何作用。温馨提示：当跃龙门成功的气运之子达到5个时，将再次获得特殊抽奖机会，宿主请再接再厉。奖励已发放完毕，请问宿主是否使用？是。既然知道使用系统奖励不会造成任何波动，苏晨当然是毫不迟疑地选择了使用。苏晨刚刚对系统下达完指令，脑海中顿时就多出了一阳指、六脉神剑的完整信息，似乎他已经修炼了许多年似的。至于他的体质，则是看不出有什么明显变化。同一时间，系统空间之中也多出了一个盛放解毒丹的瓷瓶。也就在这时，段誉在心中斟酌好了措辞，缓缓向苏晨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苏公子，事情是这样的，我本来在大理好好的，这个吐蕃国师为了夺取天龙寺的功法，便把我掳掠了过来。所以我的要求就是，请客栈帮我摆脱鸠摩智大师，让他以后都不要再缠着我了。段誉一边说着，一边下意识地和鸠摩智拉开了几分距离。鸠摩智听到段誉的话，眼神微微一闪，不过却是没有出声辩驳什么。苏晨对于段誉的要求倒是没有什么意外，笑着问道：你所说的摆脱鸠摩智，具体如何呢？最简单的办法，那就是我直接帮你灭掉鸠摩智，那你就再也不会被他纠缠了。鸠摩智闻言，脸色顿时一阵大变，连忙提取全身功力，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啊，不等鸠摩智开口，段誉却是连忙摆手拒绝了。苏公子，虽然鸠摩智大师把我从大理抓到这里是不对的，但也罪不至死，您还是换个办法吧。苏晨笑道：你倒是仁慈，那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客栈直接把你的修为提升到超过鸠摩智的程度，到时候你想要摆脱他的纠缠，就是轻而易举了。不过却没有杀掉他更干脆利落。段誉从小就不喜欢习武，觉得打打杀杀的不好，他自己更是十分不愿意杀人。听到苏晨的话，段誉连忙道：这个就很好，那就麻烦苏公子帮我把修为提升一下吧，只要能强过鸠摩智大师就好了。如你所愿。苏晨闻言微微颔首，接着再次在心底与系统沟通了一句，兑现段誉的要求，将他的修为提升到逍遥天境。苏晨刚刚在心底对系统下达指令，下一瞬间，那神翼龙门便是再次放出一道金光，将段誉笼罩其中。不过片刻之间，段誉的修为境界便是从原本并不稳固的自在地巅峰，直接提升到了逍遥天境初期，而那金光也是跟着隐没不见。虽然刚才已经见识到了李寒衣短时间内便被接连提升修为的景象，但再次看到段誉的修为骤然提升，在场的众人仍然是惊喜交集。多谢苏公子。段誉感应了一下自己如今的状况，也是向苏晨道谢出声。此时的段誉感觉自己体内原本不受控制的真气可以轻易的控制了，并且六脉神剑也是可以十分纯熟的运用，并不会再出现时灵时不灵的状况了。苏晨微笑道：这是你跃龙门成功的奖励，倒也不必言谢。段誉闻言不再多说什么，心中却是记下了苏晨的恩情，接着转向鸠摩智，笑嘻嘻道：国师，现在的你可不是我的对手了，不要再缠着我了，不然我可要不客气喽。鸠摩智闻言也不生气，而是双手合十一礼，皮笑肉不笑道：段公子，你似乎高兴得太早了。虽然你如今的修为超过贫僧了，但贫僧也同样可以挑战跃龙门，进而提升自己。随即鸠摩智不理会段誉那骤变的脸色，转而对苏晨道：苏公子，小僧也想挑战跃龙门，不知可否？段誉见状连忙道：
苏公子，千万不要答应他，不然的话，等下他又要对我纠缠不休了。苏晨看了段誉一眼，淡淡道：本公子如何做事，还不需要段公子指教。被苏晨看了一眼，段誉顿时生出一种窒息之感，忍不住接连倒退了几步，才稳住身形。站稳后的段誉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了，只能是满脸焦急地站在一侧想着对策。苏晨没有再理会段誉，而是看向鸠摩智道：国师想要挑战跃龙门自然是可以的，不过若是挑战失败的话，同样是需要有所付出的。鸠摩智眼神微微一闪，双手合十道：若是小僧跃龙门失败的话，不知要付出什么代价。苏晨淡淡道：小无相功或者火焰刀，2选1。鸠摩智闻言瞳孔微缩，火焰刀是他的绝技，被人所知道也罢了，但小无相功乃是他意外所得，并没有告诉过其他人，没想到苏晨竟然也知道。心中虽然震撼，鸠摩智沉吟了一下，还是点头道：好，小僧同意了。顿了下，鸠摩智取出10两银子递向苏晨，道：小僧想现在就挑战跃龙门。苏晨随手一招，将银子招到手中，点头道：国师请。鸠摩智向苏晨双手合十一礼，而后迈步朝那神翼龙门走了过去。客栈内的其他人见此，视线也是纷纷随着鸠摩智移动了起来，同时更是忍不住低声议论纷纷。你们说这个番邦和尚能跃龙门成功吗？谁知道呢？不过若是他也跃龙门成功的话，就不知道苏公子准备怎么做了。毕竟他刚才可是答应帮段誉摆脱这个和尚的。这恐怕就不是我们能够操心的了，看着就是我可不想触怒苏公子。李寒一看了一眼迈步走向那神翼龙门的鸠摩智，眉头微微皱了皱，低声对苏晨道：若是这个和尚也跃龙门成功了，并要求帮他从姓段的小子那里逼问功法，那你该怎么办？无论帮他们之中任何一人达成要求，对另外一人来说就都是失信了。苏晨微笑道：放心吧，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候自有妥善的处置之法。而此时此刻，龙门客栈内最紧张的人非段誉莫属了。那些江湖人士的低声议论，段誉自然也听到了，心中也是有着这样的担心，但他根本没办法阻止鸠摩智跃龙门，一定要失败，一定要失败。段誉只能是在心中祈祷着，鸠摩智等下跃龙门失败了。在龙门客栈内众人的瞩目之下，在段誉的提心吊胆之中，鸠摩智终于是一步踏进了那神翼龙门的拱形门洞之中。嗡！下一瞬间，那神翼龙门之上再次亮起了耀目的金光，银清越的龙吟之声也是再次响起，而龙门顶部的神龙浮雕则是再次睁开双眼，威严的眼神落在鸠摩智身上，瞬间便已将他看了个通透。当被那神龙眼神注视之时，鸠摩智顿时感觉身上产生了极大的压力，同时自己的所有心思全部都无所遁形，这让鸠摩智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鸠摩智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另一只脚抬起，缓缓朝着那拱形门洞之中踏去。嗡！突然一道嗡鸣声响起，那拱形门洞之中的金光骤然间变亮了无数倍，形成了一道虚幻的门帘。在那虚幻的光门之上，更是产生了一股恐怖的排斥力量，哪怕鸠摩智调动全身功力对抗，却依然徒劳无功。砰！下一瞬间，一道沉闷声音响起，鸠摩智整个人竟是被那虚幻的金色光门给震飞了出去，重重撞击到了客栈墙壁之上。随后那神翼龙门之上的金光消散，各种神奇异象也是同时消失。跃龙门挑战者鸠摩智跃龙门失败。与此同时，之前那道威严的声音也是再次在龙门客栈内众人耳边响起。听到这声音，龙门客栈内的众人不由得一阵议论纷纷，竟然失败了。刚才李城主和段世子都跃龙门成功了，我还以为这跃龙门很容易呢，看来也不是任何人都能成功的，不知道下一个跃龙门成功的会是谁呢？而原本还提心吊胆的段誉见到鸠摩智跃龙门失败之后，顿时欣喜不已，太好了，大和尚真的跃龙门失败了。
这下我不用怕他了。此时的鸠摩智则是脸色难看不已，他没想到连段誉那个柔弱小子都跃龙门成功了，为何他却是跃龙门失败了呢？苏公子，贫僧能否再试一次？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不甘，鸠摩智扭头看向苏晨，口中询问出声。听到鸠摩智的话，段誉不由得再次紧张了起来。苏晨闻言却是微微摇头，每个人只有一次跃龙门的机会，无论跃龙门成功还是失败，都不可以再次挑战。这倒不是苏晨自己的规定，而是系统定下的规则，并且明确表示了，若是同一个人重复跃龙门的话，龙门不会有任何反应。段誉听到苏晨的话，顿时放下了心中的担心。鸠摩智则是眼神一阵闪烁，不时地往苏晨和李寒衣的方向看去，不知在想着什么。半晌后，鸠摩智还是压下了心中那不切实际的想法，对苏晨道：既如此，那小僧就告辞了。说完，鸠摩智身形一闪，猛地伸手朝段誉脖子抓去。哼！苏晨见状，口中骤然发出一声冷哼。扑通！下一瞬间，鸠摩智的身体便是不受控制地重重跌落到了地面之上。段誉原本见到鸠摩智想要抓自己，正准备施展凌波微步避开，不过见到鸠摩智突然跌倒在地，便也停下了动作。苏晨看了一眼脸色大变的鸠摩智，口中淡漠出声：客栈之中禁止动武，看来你是没有将本客栈的规则放在心上呢。今天本公子心情不错，便饶你一命，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声落，不等鸠摩智有反应，苏晨突然隔空朝着鸠摩智一挥，顿时间鸠摩智便是感觉到自己全身的真气竟是骤然间全部消失不见。不仅如此，他感觉到自己的全身经脉也是寸寸断裂，从今而后他就只能是一个没有武功而且不能修炼的废人了。你竟然废了我的武功！感应到身体的变化，鸠摩智顿时惊怒交加。龙门客栈内的其他人原本还没有明白苏晨所谓的惩罚到底是什么，此刻听到鸠摩智的话，得知了鸠摩智的遭遇之后，顿时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心中更是加深了对苏晨的敬畏之情。就连段誉也是忍不住心头一跳，虽然他十分不喜鸠摩智，但看到鸠摩智的惨样，心中还是有些不忍。苏晨却是心如坚铁，对鸠摩智没有丝毫同情，冷声道：这已经是本公子手下留情了，不守本客栈规则之人，本客栈不欢迎，你请便吧。鸠摩智闻言，脸色一阵变幻不定，最终还是只能忍气吞声，费力地爬起身来，缓缓往客栈外面走去。等等！眼看着鸠摩智就要走出客栈大门了，苏晨突然出声叫住了他：苏公子还想如何？鸠摩智停下身形，深吸一口气，口中低沉出声：苏晨道，不如何，就是刚才忘记让你兑现跃龙门失败的条件了。鸠摩智眼神微闪，接着低头道：抱歉，小无相功和火焰刀这两门武功秘籍我没有带在身上，等我回到吐蕃之后会派人送来的。苏晨闻言一笑：你觉得本公子会相信你吗？看来你是不愿意兑现要求的了，这样的话让你誊抄一遍秘籍我也很难放心，那就只好采取非常手段了。说完，苏晨直接在心底和系统沟通了起来，系统强行从鸠摩智身上收取小无相功。嗡！苏晨刚刚和系统沟通完毕，那神异龙门之上便是陡然涌现出一道金光，瞬间将鸠摩智笼罩其中。咦，鸠摩智不是跃龙门失败了吗？这怎么和刚才客栈提升李城主和段世子修为时候的情景一模一样？是啊，这是怎么回事？苏公子该不会搞错了吧？原本众人还在想着苏晨要如何操从鸠摩智身上收取功法内容，在看到龙门的变化以及那金光笼罩鸠摩智的情景之后，顿时忍不住低声议论了起来。啊！下一瞬间，金光笼罩之中的鸠摩智口中突然发出了一道凄厉的惨叫之声，接着在鸠摩智的头顶逐渐显现出了一道金色薄片，并不断转动不休。很快，那金色薄片停止了转动，主动向苏晨飞了过去。
苏晨随手一招，便是把那金色薄片收下。在那金色薄片之上，记录着的正是小无相功的内容。与此同时，鸠摩智身上的金光也是消失不见，至于鸠摩智本人，则像是缺失了记忆一般，眼神显得颇为空洞。这什么情况？龙门客栈内的众人见此，顿时一阵惊疑不定，心中不知为何，突然冒起了一股凉气。半晌过后，鸠摩智眼中重新有了色彩，有些惊恐地看向苏晨：“你对我做了什么？”苏晨淡淡道：“只是完成事先定好的约定，取走了你大脑中关于小无相功的记忆而已。”你……鸠摩智闻言，脸色一阵大变，心中惊怒交加，但却无可奈何。苏公子好手段，小僧认栽了，告辞。口中低沉地说了一句，鸠摩智直接灰溜溜地离开了龙门客栈。客栈内的其他人见到鸠摩智的下场，听闻苏晨竟然能够强行取走别人关于武学的记忆，顿时一阵心惊肉跳。段誉也是感到有些害怕，向苏晨拱手道：“苏公子，多谢你帮我摆脱了鸠摩智大和尚的纠缠，小生还要回去向父母报平安，就先告辞了。”苏晨闻言看了段誉一眼，微笑道：“段公子请便。”段誉再次朝苏晨拱手一礼，又向李寒一和客栈内的其他人拱手示意了一下，而后也转身离开了客栈。等鸠摩智和段誉离开之后，苏晨看向客栈内剩下的江湖人士，微笑道：“在场的诸位英雄，还有要挑战跃龙门的吗？我来。”众人听到苏晨的话，彼此一阵面面相觑，迟疑了一阵之后，其中一个粗犷汉子上前大喝出声。不过很快，他便是和鸠摩智一般跃龙门失败了，但因为他始终遵守客栈的规则，倒是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其他人见状也是纷纷上前挑战起来。半个时辰之后，之前赶来龙门客栈内的江湖人士已经全部挑战完毕了，可惜却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跃龙门成功的。李寒一观看了一阵众人跃龙门的情景，渐渐的觉得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新奇了，于是便向苏晨提出了道别：“苏公子，我还有事情要做，也得离开了，等我处理完事情之后再来与你相见。”苏晨对于李寒一提出告辞倒也没有什么意外。原著之中，李寒一正是在雷无节的蒙骗之下，要赶往雷门去见雷无节的师傅雷轰一面，在半路上遭遇了唐门和暗河的劫杀。在这个世界之中，李寒一还是一样在前往雷门的路上被苏昌河等人劫杀的。不同的是，原著中是青城山的道剑仙算到李寒一有生死危机，下山救了李寒一，但道剑仙自己却是不幸惨死了。而如今或许是道剑仙算到李寒一会转危为安，所以没有下山。李寒一阴差阳错之下被苏晨所救，并成为了苏晨的女人。苏晨略微沉吟了一下，接着微笑道：“以我们之间的关系，寒一你称呼我苏公子未免太过生疏了，以后还是直接叫我名字吧，当然叫我夫君也可以。”李寒一闻言脸色微红，压下心中躁动，故作轻冷道：“那我就直接叫你苏晨吧。”“没问题。”苏晨微微点头，随即道：“你有事要办，我也就不拦你了。不过临走之前，我有一物送你。”“什么东西？”李寒一闻言好奇出声。苏晨道：“解毒丹药，我的这种解毒丹可以解除天下间任何毒药之毒，你带着以防万一。毕竟唐门和暗河都有不少用毒之人。”说话间，苏晨从系统空间里取出了3枚解毒丹，递向了李寒一。李寒一听到苏晨的话，心中顿时一阵温暖，倒也没有拒绝，直接伸手接过了丹药，口中问道：“谢谢，你自己还有吗？”苏晨微笑道：“放心吧，我这里还有。你在外行走，一切小心。”“我会的，你也保重，等我回来。”李寒一柔声回了一句，突然上前抱住苏晨吻了一下，然后身形一闪，直接出了客栈。滋味还不错。看着李寒一离去的背影，苏晨伸手摸了摸嘴唇，不由得笑了笑。此时客栈内其他的江湖人士都已经挑战过跃龙门失败了，见到似乎已经没有什么热闹可瞧，便也纷纷向苏晨告辞离开了。随着鸠摩智、段誉以及这些江湖人士的离去，
龙门客栈可以令人在短时间内提升实力，甚至可以满足跃龙门成功者任何要求的消息，便像是风一般向四面八方扩散而去。当然，龙门客栈之中，那座神异龙门也同样是声名渐长。在之前那一波离得最近的江湖人士散去之后，刚刚还喧嚣的龙门客栈却是重新恢复了静谧。苏晨见此，便是再次躺到摇椅上，拿着那金色薄片，按照上面记载的内容开始修炼起了小无相功。让苏晨有些惊喜的是，他只是随意修炼了一遍，竟是直接将小无相功修炼到了大成境界，距离圆满也已经不远了。不错嘛，看来本公子还是个修炼天才呢。有了这一发现，苏晨满意的自语出声。叮叮当当。就在这时，客栈门口突然传来了一道清脆悦耳的铃铛声音。听到声音，苏晨下意识的便被吸引了注意力，扭头朝客栈门口看去，只见一个17、18岁模样，穿着粉红衣裙，满脸笑容的美丽女子，正迈步从门口踏入客栈之中。那女子穿着粉红色无袖长裙，肩膀处的银白肌肤露在空气中，一条薄如蝉翼的红纱披在肩头，不仅没能遮挡住风景，反而更增添了几分诱惑，令人忍不住心生遐思。女子肌肤雪白晶莹，面容灵动纯真，让人一看就忍不住生出亲近之心。女子黑亮的瞳孔之中，不时闪过狡黠之色，嘴角则是带着童真笑容，整个人宛如一只活泼的精灵。她一双晶莹剔透的小脚，毫无遮挡地露在空气之中，双脚脚踝之上分别绑着一只铃铛。苏晨刚才听到的清脆悦耳的铃铛声，正是由此而来。见到那精灵一般的女子，苏晨顿时忍不住从躺椅上坐起身来，不经意之间调整了一下仪态。看到眼前女子的模样，就算不使用客栈的探查功能，苏晨也已经能判断出她的身份，定是阴鬼派圣女婉婉无疑。而当苏晨开启客栈探查功能之后，也的确证实了他心中猜想。姓名婉婉，性别女，身份阴鬼派圣女，修为自在地境巅峰，目的受到天降异象吸引，探查异象源头。虽然前世看原著的时候，苏晨就已经明白了婉婉这个精灵一般女子的美丽，但此刻亲眼所见，还是让苏晨忍不住有些心动起来。苏晨觉得他似乎又要恋爱了。老板，你这样看着人家会不好意思的。婉婉向苏晨抛了个媚眼，口中娇滴滴的出声，暗中却是施展出了天魔音。然而他的天魔音对苏晨却是丝毫不起作用。婉婉，你又在用天魔音蛊惑人心。苏晨正准备戏耍一下婉婉，此时客栈门口却是陡然响起了一道清冽的声音。那声音之中似乎带着一众令人平心静气、保持本心的作用。声音落下之际，一个身穿白衣、脸上蒙着面纱的年轻女子迈步走进了龙门客栈之中。那女子身上带着一股圣洁气息，身体周围似乎有着氤氲仙气缭绕，宛如凌尘仙子一般。苏晨循声望去，那女子的基础信息也是直接显现在了苏晨视线之中。姓名施飞轩，性别女，身份大隋慈航净斋圣女，修为自在地境巅峰，目的探查天降异象的原因和源头，与阴鬼派圣女婉婉争锋。哼，施飞轩，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婉婉见到施飞轩到来，顿时停下天魔音，口中娇哼出声。婉婉与施飞轩乃是宿命对手，两人互相争斗已经多年了。婉婉很清楚他们两个实力不分伯仲，在施飞轩面前想要用天魔音套苏晨的话根本不可能，于是也就直接放弃了原本的打算。苏晨此时则是微笑道，在下苏晨是此间客栈的老板，阴鬼派婉婉姑娘和慈航净斋师姑娘齐至，本客栈还真是蓬荜生辉呢。施飞轩淡然回应道，苏公子客气了，飞轩此来是想要探知天降异象之秘，根据净斋打探到的消息，
以及附近江湖人士的传言，那天降异象似乎是因为贵客栈引起，不知苏公子能否告知原因。婉婉本来想着施飞轩搅和了自己的事情，自己也要破坏他的行动，不过在听到施飞轩向苏晨询问那异象之事后，便也在一旁默默不语了。苏晨闻言笑道：其实说那天降异象因为本客栈而起，倒也并不准确。天降异象之时，我恰好在闭目养神，并没有见到那惊心动魄的景象。不过后面听人说起过，后来也是发现从天而降的金龙虚影，竟是化作了我客栈中一处建筑上的浮雕。说话间，苏晨向施飞轩和婉婉示意了一下那神异龙门的位置。反正这也不是什么秘密，说出来倒也无妨，而且还更能增添龙门对江湖群雄的吸引力。果然，听到苏晨的话，施飞轩和婉婉两人都是骤然将视线转移到了那龙门顶部的神龙浮雕之上。这座浮雕的确与之前腾飞九霄的那五爪金龙形象一致，只是缩小了许多。打量了一阵之后，施飞轩轻轻颔首，口中淡然出声，弯弯娇笑道：苏公子都说过，那浮雕就是从天而降的神龙虚影所化，自然是形象一致了，你说的简直就是废话吗？施飞轩对婉婉的挑衅之言却是并不理睬。婉婉见状也觉得没趣，转而又对苏晨问道：苏公子，我刚才进入客栈的时候，见到客栈门口立着的牌子，上面写着客栈的3条规则，其中的第2条，只要成功越过龙门者，便可以向客栈提出一个要求，无论任何要求，客栈都能满足，这是真的吗？苏晨点头道：自然是真的，婉婉姑娘要不要试一试？婉婉微笑问道：如何才算是越龙门成功？苏晨道：很简单，只要你能从龙门中正常走过去，就算越龙门成功。说话间，苏晨向婉婉和施飞轩示意了一下龙门的位置。婉婉打量了一眼那拱形门洞，除了上面的浮雕栩栩如生之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施飞轩也是眼神闪烁，不知在想着什么。半晌之后，婉婉眨着眼睛对苏晨道：万一人家越龙门失败了，会怎么样呢？施飞轩听到婉婉提问，也是将视线转移到了苏晨身上，等着他的回答。苏晨微笑道：越龙门失败也不会有任何不良作用，只是你需要满足本客栈一个要求，这就叫做礼尚往来。施飞轩这时道：那不知越龙门失败之人需要满足客栈的要求是什么？婉婉见到施飞轩问出了他心中所想，也就没有再开口了。此时此刻，原本是宿命对手的两人，却是难得有了相同的思虑。苏晨微微一笑，对两女道：不同的人需要满足的条件也不相同。至于两位姑娘吗？万一越龙门失败的话，可以选择向客栈提供师门功法踏本，或者是自己留在客栈做个侍女。听到苏晨的话，婉婉和施飞轩脸色都是微微一变。婉婉心中升起杀意，嘴上却是笑盈盈道：苏公子，你可真坏，竟然对人家图谋不轨。苏晨淡淡道：公平交易而已，我又没有逼迫你们越龙门，选择权在你们自己，何来图谋不轨之说呢？那么现在两位姑娘是否要选择越龙门呢？婉婉闻言，乌黑的眼中转了转，接着笑盈盈道：那不知之前有什么人挑战过越龙门呢？又有谁越龙门成功了呢？苏晨道：之前挑战过越龙门的人有雪月城2城主李寒一、大理镇南王世子段誉、吐蕃国师鸠摩智，以及黑水城之中的一些江湖散修。至于其中越龙门成功者，只有雪月剑仙李寒一和大理世子段誉。段誉从原本不稳定的自在地境修为提升到了逍遥天境，而雪月剑仙李寒一则是从逍遥天境巅峰提升到了神游玄境巅峰。婉婉和施飞轩闻言，彼此对视一眼，眼中都是露出几分凝重之色，对那神异龙门也是更多了几分重视。婉婉道：看起来想要越龙门成功还真是不容易呢。苏晨微笑道：但若是越龙门成功的话，收获也是丰厚的，不是吗？婉婉娇柔道：万一人家越龙门失败了，你就不能换个容易达成的条件吗？你怎么忍心为难人家一个弱女子呢？苏晨闻言耸了耸肩头，微笑道：天下之间
只怕没几个人敢把婉婉姑娘当作弱女子的。婉婉见苏晨不卖面子，不由得略显不爽。施飞轩对苏晨的话倒是颇为赞同。就在两女心中迟疑之时，客栈门口再次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与此同时，一道清朗声音也是悠悠响起。没想到能在这里同时见到慈航净斋和阴鬼派的两位圣女，在下倒真是大饱眼福了。三人循声望去，只见在客栈门口有两道男子身影正迈步而来，其中一人看上去一副颇为洒脱的模样，唇边的胡子看上去宛如一对眉毛，与额头的眉毛加在一起，形成了4条眉毛。另外一人面容英俊，穿着华丽，只是双眼眼珠一动不动，似乎是个盲人。在两人踏入客栈之时，他们的头顶位置便是各自出现了一道虚幻的金色光幕，上面显示着他们各自的基础信息：姓名陆小凤，性别男，身份大明帝国独行侠客，修为逍遥天境初期，目的寻找薛冰，追查绣花大盗之案的真相。姓名花满楼，性别男，身份大明帝国江南花家七公子，修为逍遥天境初期，目的协同陆小凤一起寻找薛冰，追查绣花大盗之案的真相。不仅是苏晨认出了陆小凤和花满楼，婉婉和施飞轩两人也同样认出了陆小凤和花满楼，因为两个人的特征实在是太明显了。尤其是4条眉毛陆小凤，无论在大明帝国还是其他帝国的江湖之中，都是有着极大的名声。婉婉朝着陆小凤和花满楼微微一礼，娇声道：原来是陆大侠和花大侠，婉婉能在这里见到两位大侠，才是婉婉的荣幸啊。飞轩见过陆大侠、花大侠，施飞轩则没有太过客套，直截了当地向两人问候了一句。接着陆小凤和花满楼也是向两人还了一礼。双方互相见礼完毕之后，陆小凤转而向苏晨拱手道：这位想必就是龙门客栈的老板苏公子了。在下陆小凤带朋友花满楼冒昧前来，主要是对客栈内的那座龙门十分好奇，不知能否让我们见识一下。苏晨微笑道：陆大侠和花大侠想要见识龙门，自然没有问题。不过本客栈的规矩，想必陆大侠和花大侠也是已经了解的了。这里是20两银子，请苏公子收好。一旁的花满楼这时从袖中取出2锭银子，朝苏晨递了过去。苏晨随手接过2锭银子，接着道：陆大侠和花大侠真是爽快，不过我事先要提醒两位一声，若是跃龙门失败的话，则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陆小凤毫不在意道：非常合理，是什么代价，还请苏公子明示。苏晨微笑道：若是陆大侠的话，跃龙门失败的代价就是你的绝技灵犀一指；若是花大侠跃龙门失败的话，代价则是你的听声辨位绝技。当然，我觉得两位跃龙门成功的希望还是很大的。陆小凤微笑道：那就借苏公子吉言了，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挑战跃龙门？苏晨指了指龙门的方向，微笑回应道：随时可以，只需要正常行走，穿过龙门的拱形门洞，便是跃龙门成功。陆小凤轻轻颔首：那便让我陆小凤也来试一试这神奇的龙门吧。声落，陆小凤当即迈步朝那神异龙门的位置走去。婉婉和施飞轩见状，彼此对视一眼，而后都是将注意力集中到了陆小凤身上，想要看看这跃龙门到底是什么样的，陆小凤又是否能够跃龙门成功。不一会儿，陆小凤便是走到了龙门跟前，随着她一脚踏入那拱形门洞，整座龙门之上顿时释放出了耀目金光，将陆小凤笼罩在金光之中。银，一道清越的龙吟声响起，龙门顶部的神龙浮雕也是再次睁开了双眼，威严锐利的眼神瞬间将陆小凤看了通透。与此同时，整个龙门客栈都是被金光笼罩。龙门客栈的顶端，一条金色的神龙虚影不断在楼顶盘旋，似乎是在巡视着自己的领地。黑水城内已经到龙门客栈见识过这一幕的人，见此情形，忍不住再次发出了热议之声。看来又有人到龙门客栈去挑战跃龙门了。
只要跃龙门成功，龙门客栈就能满足任何要求，谁还不想去试试呢？不知道这次是什么人在跃龙门，管他是谁呢，反正不是你我。有那神异的龙门客栈在，以后这黑水城只怕要更加热闹了。人群之中，一道穿着破旧衣裳、带着浓黑斗笠的身影，听着众人的议论声，斗笠下的双眼不由得露出了希望的光芒，踉跄地朝龙门客栈的方向走去。若是有人掀开斗笠，定能看到斗笠下那身影，脸上布满了恐怖的红斑，并且那红斑还在不断扩散。此时在龙门客栈之中，婉婉和施飞轩两人见到这一幕，神色不由得微微一变。他们之前来的晚了点，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跃龙门，却是没有想到，原本那古朴的龙门竟然会发生如此惊人的变化。陆兄，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没事吧？花满楼只能听到龙吟之声，看不到龙门上发生的变故，因此有些担心地向陆小凤询问出声。放心吧，我好得很。陆小凤口中回应了一句，同时承受着神龙带来的威压，另一只脚也是缓缓踏入了那拱形门洞之中。很快地，陆小凤整个人都是跨过了那拱形门洞。恭喜跃龙门挑战者陆小凤跃龙门成功。当陆小凤跨过那拱形门洞之时，一道威严的声音顿时在几人耳边响起。声音落下之际，龙门顶部的神龙浮雕便是再次闭上了双眼，之前产生的种种异象也是全部消失不见。恭喜陆大侠跃龙门成功。婉婉和施飞轩两人听到那威严声音的提示，彼此对视一眼，同时上前向陆小凤道贺出声。陆兄，恭喜。花满楼也跟着上前一步，走到陆小凤身边，向她拱手道贺了一句。多谢。陆小凤也是脸上带着笑容，拱手向三人回应出声。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那威严的声音落下之际，苏晨的脑海中也是再次响起了一连串系统那熟悉的提示音。因跃龙门挑战者陆小凤跃龙门成功，宿主可随机抽取奖励，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10年功力，恭喜宿主获得灵犀一指，恭喜宿主获得凤舞9天。奖励已发放完毕，请问宿主是否使用？使用。苏晨听完系统奖励的内容，也没有迟疑什么，直接在心底对系统下达了指令。下一瞬间，灵犀一指和凤舞9天这2门武功的信息便是全部映入到了他的脑海之中，并且纯熟无比。此刻的苏晨在这2门武功上的造诣，只怕和陆小凤本人相比也是不遑多让了。与此同时，一股精纯的能量涌入苏晨体内，在他的经脉之中游走，并最终汇入丹田之中。当那股能量消化完毕之后，苏晨感应了一下自己的境界，发现已经是从金刚凡境初期突破到了金刚凡境巅峰，距离自在地境也不过是一步之遥了。检验完自己的收获之后，苏晨心中不由得颇为欣喜，面带微笑地看向陆小凤。恭喜陆大侠跃龙门成功，不知道陆大侠需要本客栈满足你什么要求呢？多谢苏公子。陆小凤向苏晨道谢了一句，略微沉吟了一下之后道，若是我想请苏公子帮我的好友花满楼恢复视力，不知能否做到？陆兄，还是薛冰的事情更为重要，你不要将机会浪费在我身上了。听到陆小凤的话，花满楼心中感动不已，不过却是不愿意让陆小凤为他浪费这次机会。陆小凤自信道，凭借我陆小凤的才智，相信要不了多久，自己也可以找到薛冰，并查清楚绣花大道的真相。更何况救治你的眼睛，怎么算是浪费机会呢？顿了下，陆小凤看向苏晨，坚定地道，我的要求就是让花满楼恢复正常人的视力，可否？苏晨点头道，陆大侠跃龙门成功了，你提的要求本客栈自然会满足。不过你确定你的要求就是恢复花大侠的视力吗？陆小凤点头道，我确定。好，那就如陆大侠所愿。苏晨微微颔首，接着在心底和系统沟通了一下，对现陆小凤的要求恢复花满楼的视力。听到苏晨的话，陆小凤、婉婉和施飞轩3人都是有些期待地看向苏晨，想要看看他到底是如何恢复花满楼的眼睛的。
花满楼自己此刻也不免是多了几分紧张期待。嗡，在几人的期待之中，那神异龙门之上突然出现了2道耀目金光，瞬间朝着花满楼的双目击射而去。花满楼，陆小凤见此，脸色微微一变，口中担忧出声，就想要上前阻止那金光射向花满楼眼睛。花满楼感应到似乎有攻击袭来，也是微微侧身想要避开。婉婉和施飞轩看着这一幕，却是神色闪烁，不知在想着什么。陆大侠和花大侠稍安勿躁。苏晨见状，口中微笑出声，同时随手一挥，便制止了陆小凤和花满楼的动作。于是那金光毫无偏差的射入到了花满楼的双眼之中。当金光进入眼睛之际，花满楼顿时感觉自己双眼之中产生了温热之感。渐渐的，他发现自己眼前开始有了光明，很快更是清晰地看到了客栈内的一切景象。陆兄，我可以看到了。花满楼欣喜地向陆小凤道出了自己眼睛恢复的事实。虽然花满楼有着听声辨位的能力，但没有任何一个正常人不希望自己可以看清这个世界的。花满楼自小便双目失明，如今终于恢复了视力，又怎么能不欣喜呢？陆小凤听到花满楼的报喜，脸上也是充满了喜色。花满楼，你真的恢复视力了。作为花满楼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陆小凤对花满楼的友情自然是无比真诚的，不然也不会用那么珍贵的机会让苏晨恢复花满楼的视力了。此刻真正得知花满楼视力恢复了，陆小凤心中也是替花满楼感到高兴。花满楼点头道：自然是真的，我看清你的4条眉毛啊，还可以看清你穿着衣服的颜色。随后花满楼描述了一下他看到的东西。陆小凤确认花满楼真的恢复视力了之后，转身朝苏晨拱手一礼，感激道：多谢苏公子治好了花满楼的眼睛。多谢苏公子。花满楼也同样是向苏晨拱手道谢出声。此时两人也不禁想起了刚才他们想要移动，突然被苏晨限制身形的事情，越发觉得苏晨高深莫测起来。苏晨微笑道：这是陆大侠跃龙门成功的奖励，陆大侠和花大侠不必客气。陆小凤和花满楼闻言没有再多说什么，不过心中却是记下了这份恩情。恭喜花大侠重见光明。这时婉婉和施飞轩也是上前一步，向花满楼道喜出声。多谢。花满楼冲两女微微一笑，恬淡地回应了一句。婉婉和施飞轩此时看了陆小凤跃龙门的过程，以及陆小凤跃龙门成功后苏晨兑现的要求，两女心中也不免是有了些心动。似乎这跃龙门也并没有什么难的，而且客栈的能力也的确是十分不俗，或许他们应该试一试。施飞轩，你要不要试试跃龙门？心神转动一番之后，婉婉突然对施飞轩撺掇出声。婉婉是想让施飞轩也去探探路，若是施飞轩也能和陆小凤一样跃龙门成功，那他就也去试一试不迟。若是施飞轩跃龙门失败了，那他就得再考虑考虑是不是要挑战跃龙门。施飞轩看了婉婉一眼，淡淡道：我明白你的心思，不过我本就有尝试跃龙门之意，这次就如你所愿，一次又何妨。随后施飞轩也是向苏晨表达了想要尝试跃龙门的意愿。苏晨对此自然是表示双手欢迎的了。于是施飞轩交了10两银子之后，便也走到龙门旁边，一脚踏进了那拱形门洞之中。嗡！就在施飞轩一脚踏入拱形门洞的瞬间，那神异龙门便是再次释放出了耀目的金光，将施飞轩笼罩其中。而龙门顶部的那神龙浮雕也是再次睁开了双眼，似乎在对施飞轩进行着审视。感应到那神龙的注视，施飞轩微微抬头，面色平静地与神龙虚影对视，而后一步跨出，整个人很轻松地便是跨过了那拱形门洞。当施飞轩跨过那拱形门洞之际，笼罩在他身上的金光顿时隐没不见。与此同时，那神龙浮雕也是再次闭上了双眼，而原本出现在龙门客栈的所有异象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同时消失。与之同时，一道威严的声音
再次在众人耳边响起：“恭喜跃龙门挑战者施飞轩，跃龙门成功。”婉婉见到施飞轩如此轻松地就跃龙门成功了，不禁有些跃跃欲试起来。陆小凤和花满楼则是上前向施飞轩表达了祝贺之意。而此时苏晨的脑海之中也是再次响起了系统那熟悉的提示音：因跃龙门挑战者施飞轩跃龙门成功，宿主可随机抽取奖励，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净化符1枚，注：使用之后可以净化因走火入魔等引起的身体负面状况。恭喜宿主获得神兵龙泉剑，恭喜宿主获得战神屠戮。竟然抽中了战神屠戮！听到系统奖励的内容，苏晨不由得颇为惊讶。龙泉剑自是不必多说，净化符的作用也非常不错。至于最后的战神屠戮，这与其说是一门功法，倒不如说是一部武学总纲。参悟战神屠戮，不同的人可以领悟出不同的功法乃至武学之理。传闻之中，大隋武林4大奇书之中的另外3种长生诀、天魔策、慈航剑典，源头其实都是这部战神屠戮。这次苏晨没有选择直接使用奖励内容，而是打算等静下来之后再慢慢研究一下这部武学宝典。暂时压下心中思绪，苏晨看向施飞轩，微笑道：恭喜施姑娘跃龙门成功，不知施姑娘想要本客栈满足你的什么要求呢？听到苏晨问起，婉婉、陆小凤和花满楼都是有些好奇的看向了施飞轩。施飞轩朝一侧的婉婉看了一眼，而后对苏晨道：我希望单独和苏公子谈此事，不知可否？不等苏晨开口，一旁的婉婉便率先出声：施飞轩，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要求啊？该不会是想要苏公子以身相许，让你体验一下男人的滋味吧？作为施飞轩的对头，婉婉十分清楚施飞轩定然不会如此庸俗。不过他故意如此说，就是想要刺激施飞轩，让施飞轩把他的要求当众说出来。因为在婉婉看来，施飞轩的要求大概率是对他们阴鬼派不利的，他想要提前知道，然后好方便做出对策。施飞轩神色淡然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想必婉婉你十分清楚，这种小把戏就不必使用了，我是不会受你影响的。回击完婉婉之后，施飞轩再次看向苏晨：苏公子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苏晨微笑道：自然可以。施飞轩见到苏晨答应下来，当即向苏晨道谢出声：谢谢。失陪一下，苏晨对婉婉、陆小凤和花满楼3人说了一声，而后又对施飞轩道：施姑娘请随我来。说完，苏晨直接当先朝着客栈内部走去。施飞轩见状也是毫不迟疑了，跟了上去。婉婉有心想要跟上去查看1、2，可惜却是发现自己突然无法行动了。陆小凤和花满楼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好奇心，只是悠哉悠哉地打量着这座升起的龙门客栈。尤其是花满楼，这么多年来他还是第一次能够看清世界，觉得整个世界的一切景象都是如此的美好。在3人神思各异之际，苏晨和施飞轩2人离去没多久，便是重新返回了。2人看上去都没有任何的异常，这让想要探究真相的婉婉不禁有些失望。苏公子，我也要挑战跃龙门。略微沉吟了一下，婉婉一咬牙，也是做出了挑战跃龙门的决定。一方面，婉婉觉得施飞轩都能跃龙门成功，他没有道理输给施飞轩。另一方面，婉婉担心施飞轩跃龙门成功后向苏晨提出了对阴鬼派不利的要求，他想要通过跃龙门来逆转局势。苏晨闻言微笑道：婉婉姑娘想要挑战跃龙门，在下自然是欢迎的，不过之前的条件在下已经讲明了，婉婉姑娘可要想好了哦。哼，苏公子是觉得人家会不如施飞轩吗？婉婉闻言不由得柳眉倒竖，有些不高兴的娇哼出声。接着婉婉直接取出10两银子交给了苏晨，然后也是迈步走到了龙门跟前，一步朝那拱形门洞跨去。迎！下一瞬间，龙门顶部的那神龙浮雕便是发出了一道清越的龙吟之声。
与此同时，龙门之上发出了一道璀璨金光，将婉婉笼罩其中。神龙威严的双眼逼视着婉婉，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而在那拱形门洞之上，竟是出现了一道虚幻的金色光门，不断的有金色波纹流转。当婉婉抬起另一只脚，想要跨进那拱形门洞之时，那虚幻的金色光门之上，便是陡然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反弹之力。本姑娘就不信了，凭什么施飞轩能跃龙门成功，我就不行？婉婉见此，心中顿时怒气上冲，口中厉喝一声，瞬间将全身功力凝聚于双腿之上，想要强行越过那虚幻的金色光门。陆小凤、花满楼和施飞轩三人见此，都是一阵意外。苏公子，这是怎么回事？为何刚才我和施姑娘跃龙门的时候，并未出现这道虚幻的金色光门？陆小凤更是忍不住，直接向苏晨询问出声。苏晨则是微微摇头，心中想着，接下来他的客栈之中，就要多一个娇媚的侍女了。听到陆小凤问起，苏晨收回心思，微笑道：陆大侠这么聪明的人，难道还没想明白吗？听到苏晨的话，施飞轩、陆小凤和花满楼三人都是若有所思。砰！就在这时，一道沉闷的声音响起，却是婉婉未能突破那金色光门，而是被那反弹之力直接弹飞了出去。跃龙门挑战者婉婉，跃龙门失败。与此同时，那道威严的声音也是再次在众人耳边响起。声音落下之际，客栈内的一切异象再次隐没不见。苏晨对此早有预料，见到婉婉倒飞出去，当即身形微动，出现在了婉婉身前，右手伸出，将婉婉接在了怀中，口中微笑着调侃出声：婉婉姑娘，你是打算选择誊写阴鬼派的天魔大法，还是准备留在客栈做在下的侍女呢？婉婉靠在苏晨肩头，娇媚道：苏公子，你真是狠心啊，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人家都这么惨了，你还要剥削人家，你就不能网开一面吗？说话间，故意凑近苏晨耳边吐着热气，同时在那声音之中也是自动加上了天魔音的功效。陆小凤和花满楼见此，眉头微皱，担心苏晨中招，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施飞轩也是神色微闪，随时准备出声破解婉婉的天魔音。身处其中的苏晨却是丝毫没有受到天魔音的影响，微笑说道：本公子若是不懂得怜香惜玉，就会任由你被摔出去，摔个屁股蹲了。呸，你才要摔个屁股蹲呢！婉婉见到天魔音对苏晨无效，口中呸了一声，连忙推开苏晨，站起身来。苏晨见状也并不阻止，顺势放开了手，口中微笑道：婉婉姑娘，做好选择了吗？哼，人家都不选，你能怎样？婉婉娇哼一声，双肩微微一抖，肩头的红纱带便是瞬间化成了2条红色长龙，朝着苏晨的胸膛击打而去。婉婉姑娘可真是不乖呢。面对婉婉的袭击，苏晨丝毫不慌，口中轻笑出声的同时，双手随手朝着婉婉的红纱带两头抓去。看似随意的动作，却是精准无比的抓住了红纱带的两头。接着，苏晨手中微微用力一带，婉婉的身体便是不受控制地被那红纱带带到了苏晨身边，直接撞入了苏晨怀中。苏公子，你好坏，又占人家便宜。婉婉口中娇笑出声，同时右脚从后方翘起，猛地朝着苏晨的脑门砸下。苏晨微笑道：明明是你投怀送抱，怎么说是我占你便宜呢？说话间，苏晨将右手中的红纱递到左手，同时右手快速抬起，轻易抓住了婉婉那光滑的小脚，顿时间婉婉便是只剩下了一条腿还能自主，成了金鸡独立的姿态。放开我！婉婉调动体内真气，想要挣脱苏晨的双手，却发现根本无法挣脱，顿时有些急了。好啊，那我可就放开了。苏晨一笑，瞬间放开了婉婉的手脚，同时直接禁锢了婉婉的所有修为。婉婉本来正在拼命挣扎，未曾想苏晨说放手就放手，顿时被弄了个措手不及。就在婉婉想要用调动真气稳住身形的时候，
却是发现自己体内的真气无法调动，身体直接失去了平衡，就要往地面摔倒。慌乱之下，婉婉顾不得其他，连忙伸出手往前抓去，却是再次扑倒在了苏晨怀中。苏晨看着婉婉气急败坏的模样，似笑非笑道：婉婉姑娘，这么短的时间里，你都2次投怀送抱了，你该不会是馋我的身体吧？呸！鬼才馋你的身体呢！你放开我，我不动手了就是。婉婉闻言，没好气地呸了一声，也是选择了服软。经过刚才的一幕，婉婉已经认识到了，自己在苏晨面前根本占不到丝毫便宜，而且苏晨竟然能封禁她的真气，更是让婉婉感受到了苏晨的强大。如此最好了。苏晨微微一笑，接着道：既然你不知道如何选择，那我就替你选择好了，从现在起，你就是本公子的侍女了。说话间，苏晨也是松手，让婉婉重新站稳了身体。婉婉听到苏晨的话，眼珠转了转，没有出声反驳什么，心中却是在想着该怎么摆脱眼前的困境。这时，一旁的陆小凤笑着道：恭喜苏公子，赢得了一个如此娇媚漂亮的侍女。谢谢。苏晨闻言也是似模似样的向陆小凤道了一声谢。陆小凤又道：对了，苏公子，不知这跃龙门有什么特殊限制吗？花满楼现在可否挑战跃龙门？苏晨道：跃龙门的确有限制，这个限制是每个人一生只能跃龙门1次。花大侠没有挑战过，自然是可以挑战的。陆小凤闻言微微颔首，随即对一旁的花满楼道：花满楼，你也去挑战一下跃龙门吧。好。花满楼也没有拒绝，口中答应一声，便是迈步走向了那神异龙门跟前，一步跨进了那拱形门洞之中。嗡！下一瞬间，那耀目的金光再次出现，将花满楼笼罩在了金光之中。与此同时，神龙浮雕再次睁开双眼，龙吟声跟着响起，各种熟悉的意象都是重现在了几人眼前。不一会儿，花满楼的另一只脚便也是踏入了那拱形门洞之中。嗡！随即，那笼罩在花满楼身上的金光骤然变亮了一瞬，接着便是彻底隐没不见。与此同时，那威严的声音也是再次响了起来：恭喜跃龙门挑战者花满楼，跃龙门成功。花满楼，恭喜你，跃龙门成功了。听到那声音，陆小凤脸上顿时露出笑容，向花满楼道喜出声。随即施飞轩也上前向花满楼道喜了一句：哼，不公平，为什么他们都跃龙门成功，就只有我一个人跃龙门失败了？婉婉却是有些不爽的嘀咕出声，不过他的话却是并没有人理会。而就在那威严的声音落下之际，苏晨的脑海中也是再次响起了系统奖励的提示音：因跃龙门挑战者花满楼跃龙门成功，宿主可随机抽取奖励，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黄金10000两，恭喜宿主获得5年功力，恭喜宿主获得破妄之眼。注：使用破妄之眼可以看破一切虚幻、一切阵法机关、一切易容手段等。这次的奖励似乎有些不尽人意呢。听完系统奖励的内容，苏晨心中暗自嘀咕，尤其是黄金10000两对他根本没有作用。不过5年功力和破妄之眼倒也还算不错了。虽然在龙门客栈之中，这个破妄之眼似乎没有什么作用，不过以后苏晨若是出了龙门客栈，这个破妄之眼倒是可以发挥出它的作用了。半晌后，苏晨压下心中思绪，对花满楼道：不知花大侠有什么要求需要本客栈满足的呢？婉婉、施飞轩和陆小凤3人听到苏晨的话，都是下意识地看向了花满楼，想要看看花满楼的要求会是什么。花满楼心中似乎早就打算好了，听到苏晨问起，毫不迟疑道：我想请苏公子为我解析绣花大盗之案的全过程，不知可否？老花，你这是信不过我的破案能力吗？陆小凤闻言，口中似乎在抱怨，心中却是对花满楼很感激。虽然陆小凤自信早晚能够破解绣花大盗之案的真相，但目前距离真相还很远，而且他最关心的是因为这件案子而失踪了的薛冰。
目前的薛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陆小凤当然希望早点破解案子，并找到薛冰了。苏晨听到花满楼的要求，不由得笑了。他这看似是一个要求，实际上却是既破了案，又找到了薛冰，一举两得。果然，能够和陆小凤这种聪明人成为朋友的，又岂会是平庸之辈？心中想着，苏晨微笑道：“花大侠和陆大侠之间的友情，还真是令人敬佩呢。既然花大侠有此要求，本客栈当然可以满足你。”说完，苏晨直接在心底对系统沟通了一下，下一瞬间，那神异龙门之上便是再次涌现出一道金光，骤然射向了花满楼的脑袋之中。在那金光射进脑海中后，花满楼顿时察觉到自己的记忆之中多了一些东西，那正是绣花大盗之案从头到尾的详细过程，其中自然也包含了薛冰的下落问题。多谢苏公子。整理了一下脑海中多出的记忆之后，花满楼向苏晨拱手一礼，口中感激出声。苏晨微笑道：“这是你跃龙门成功的奖励，不必言谢。”花满楼微微颔首，没有多说什么，转而对陆小凤道：“陆兄，我已经知道了绣花大盗之案的详情，也知道了薛冰的下落。薛冰现在有危险，我们现在就出发去救薛冰。”陆小凤听到薛冰有危险，脸色不由得微微一变，朝苏晨拱手一礼道：“苏公子的大恩，陆小凤铭记在心，容后再报。如今事情紧急，陆小凤就先告辞了。”苏晨拱手回了一礼，微笑道：“陆大侠和花大侠请便。”陆小凤和花满楼再次向苏晨拱手一礼，又对婉婉和施飞轩点头示意了一下，而后便匆匆离开了龙门客栈。老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出了龙门客栈没多远，陆小凤便是有些急切地向花满楼询问出声。花满楼道：“刚才从龙门之上映入到我脑海中的金光，其实是一股记忆，这股记忆涵盖的正是绣花大盗之案的详情。其实绣花大盗幕后的主使者正是六扇门总部金九龄，而此时在龙门客栈之中，施飞轩也是向苏晨提出了告辞。苏公子，飞轩也该告辞了，日后有缘再见。”苏晨闻言也没有挽留什么，施姑娘慢走。施飞轩朝苏晨微微拱手，而后便是转身出了龙门客栈。苏公子啊，人家也告辞了，可不可以啊？这时婉婉见到龙门客栈之中只剩下了自己和苏晨两个人之后，眼珠转了转，不由得向苏晨求情出声：“不行，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在这里做本公子的侍女吧。”苏晨微微摇头，笑着拒绝了婉婉的请求。哼，真是冷血。婉婉娇哼一声，气哼哼地站在一边，也不理苏晨了。苏晨见状笑了笑，直接躺在摇椅上闭目养神，心神却是与系统沟通，开始查验研究起了战神图录等系统奖励。就在这相同时间里，与龙门客栈的平静相反，地处北离帝国的雷家堡，此时却是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大乱斗。在雷门举行的英雄宴之上，暗河三大家族与唐门联手，无声无息地给英雄宴上的所有人全部下了毒。随后，暗河三大家族和唐门高手骤然间对雷门发起了攻击。幸好雷门三杰之一的雷轰之前没有参加酒宴，所以没有中毒，外加雷门三杰之一的雷千虎常年有毒在身，与毒为伍，受到影响不大。最后还有温家的温良本身是用毒高手，没有中毒。在三人的全力支撑下，雷门才没有被瞬间攻破。但雷门只有他们区三人，面对暗河苏家、谢家、穆家三大家族，以及与雷门齐名的唐门诸多高手联合攻击，他们根本就难以支撑在暗河三大家族和唐门高手联合攻击之下。如今的雷轰三人早已经是伤痕累累了，整个英雄宴上更是混乱一片。该死的暗河还有唐门，竟然对我们所有人都下了毒，实在是太可恶了。度过今日劫难之后，势必要找唐门和暗河要一个交代。看起来他们这次针对的只是雷门，只怕雷门这次真的要完了。一些中毒瘫坐在地的江湖人士看着场中的情形，忍不住低声议论纷纷。万树飞花。突然，唐门老爷子口中厉喝一声，用出了他的最强绝招，向雷千虎发起了致命攻击。
雷千虎在唐门与暗河三大家族高手围攻下，早就受了不轻的伤势，此刻面对唐老爷子的绝杀，却是力有未逮。千虎！雷轰见状，顿时目眦欲裂，口中惊呼出声，并想要上前相助雷千虎，可惜却是被穆家的穆雨墨、苏家的苏昌黎和谢家的谢就成三大高手全力阻击，几乎是自身难保了。而在不久前赶来助阵的雷无节、萧瑟也是被唐门的唐璜、唐七杀以及暗河的穆英、谢灵等人给围困其中。月西花沉。就在这时，一道清冷如仙的声音陡然在雷家堡上空响起。声音落下之际，整个雷家堡瞬间便是被无数道粉红花瓣笼罩其中，那美轮美奂的花瓣雨之中却是蕴含着无限杀机，每一朵花瓣之上都是带着锋锐的剑意，似要斩破一切敌人。咻咻咻！下一瞬间，无数道花瓣便是骤然向唐门老爷子聚拢而去。不等唐门老爷子有所反应，那无数道带着锋锐剑意的花瓣便是全部斩落在了他身上。砰！数息之后，唐门老爷子的身体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骤然爆裂开来，破碎的尸体四散翻飞。也就在这时，一道灿若明霞、恍若神飞仙子的身影轻飘飘从天而降，悬立于雷家堡上空，静静俯视着雷家堡内的所有人。此时在雷家堡中的众人见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都是忍不住瞳孔收缩，震惊地看向了凌空而立的李寒一。虽然李寒一被誉为北离帝国5大剑仙之一，雪月剑仙之名几乎无人不知，但在场的众人怎么也没有想到，李寒一的实力竟然强悍到了如此地步。唐门老爷子可是逍遥天境的强者，而且在逍遥天境之中也是顶尖的存在。没见到之前雷轰和雷云鹤联手都敌不过唐老爷子吗？但如此强大的唐老爷子竟然被李寒一一剑秒杀，并且直接碎尸万段了，这未免也太令人震惊了。师父，您终于来了。其他人都还沉浸在震惊之中，没心没肺的雷无节却是直接惊喜出声。雷无节此时还不知道李寒一是他姐姐，见到李寒一到来并强势击杀了唐门老爷子，顿时惊喜不已。在雷无节出声之后，雷家堡内的众人也终于是回过神来，正在交手的双方却是不约而同地停止了战斗。穆雨墨、苏昌黎、谢就成带着暗河三大家族的杀手以及唐门的唐璜、唐轩、唐七杀纷纷退到一处，警惕地看向了雷家堡上空的李寒一。雷家堡一方，雷门三杰之一的雷轰看着李寒一那犹如仙的身姿，不由得有些吃了。雷千虎则是长长的松了口气，朝着李寒一抱拳一礼，口中感激出声，多谢李城主出手相助，千虎和雷门上下感激不尽。萧瑟、雷无节、吴心等人则是汇聚到了雷轰和雷云鹤身边，静静立于一侧。李寒一声音清冷道：雷无节既是我的弟子，雷门有事我便不会袖手旁观，更何况唐门和暗河之人还与我有仇，我正要找他们好好清算。这时一旁的穆雨墨眼神微闪，笑盈盈道：李城主，这只怕有什么误会吧？我们暗河对雪月城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怎么会与李城主有仇呢？李寒一淡淡道：苏昌河、苏沐雨、谢七刀与唐门三大长老一起半路劫杀于我，这还不算结仇吗？正好今天你们全部在场，我便从你们开始扫平唐门和暗河。唰！雷家堡内众人听到李寒一的话，顿时脸色大变。苏昌河、苏沐雨、谢七刀乃是暗河之中实力最强的三人，唐门三大长老实力也颇为不弱，这6大高手竟然同时出手劫杀李寒一，唐门和暗河的手笔还真不是一般的大呢。师父，您没受伤吧？雷无节听闻李寒一遭遇了6大高手的劫杀，也是脸色微变，有些担忧地询问出声。雷轰、雷云鹤等和雷家堡亲近之人都是有些担忧地看向了李寒一。暗河三大家族和唐门的高手闻言则是眼神闪烁，
似乎在判断着李寒一还剩下多少实力，而他刚才杀死唐老爷子是否是用了什么禁招。穆雨墨轻笑道：李城主只怕是说谎吧，暗河3大高手再加上唐门3大长老，若是一起截杀李城主，李城主岂能安全抵达此地？穆雨墨这话既是问出心中疑惑，也是在试探李寒一的虚实。听到穆雨墨此话，李寒一不由得想起了他被苏昌和等6大高手截杀，并且还中了唐门3长老唐月落下的魅毒，以及在龙门客栈被苏晨解毒之事。想起那羞人的一幕，李寒一不由得心跳微微加速。不过看到眼前群敌环伺的场景，李寒一暂时压下了心中思绪，冷声道：为何不能？只要杀了他们也就是了。哗！听到李寒一的话，雷家堡内的江湖群雄顿时一片哗然。李城主的意思，他竟然杀了暗河3大高手，还有唐门3位长老，这未免也太可怕了吧！若真是如此，李城主该强大到了何等地步？只怕已经踏入了神游玄境了吧。哈哈，李城主还真是好大的口气，不说6大高手一起围攻你一人，便是我大哥苏昌和一人，你也未必能够杀得了。在众人震惊哗然之中，暗河苏家的苏昌黎突然大笑出声，声音之中充满了讥讽之意。你故意如此说，只怕是虚张声势，想要表现出你的强大，让我们就此退去，解除雷家堡的危机。众人听到苏昌黎的话，不由得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略微一想，似乎觉得苏昌黎说的也不错。毕竟暗河大家长苏昌河的强大实力，北离帝国的江湖群雄都是十分清楚的。别说是李寒一一人，就算是雪月城3位城主一起出手，也未必能够将那6大高手全部留下吧。当然这只是他们的心中猜想而已。面对众人的质疑，李寒一却是面色不变，淡淡道：我从未想过让你们退去，只想杀了你们。接着李寒一又对雷轰、雷无杰等人说道：你们退到一边去。声落，不等雷轰等人出声，李寒一直接隔空挥出一道柔和真气，将他们全部逼退到了一处安全地带。李寒一肯定已经受了重伤，如今不过是装模作样而已。大家一起上，先杀了李寒一，再解决雷门众人。苏昌黎见此，眼中杀机毕露，口中大喝出声。穆雨墨、谢旧成、唐璜等人对苏昌黎的判断也是比较认可，于是纷纷上前与苏昌黎一起将李寒一围在了中间。面对唐门和暗河3大家族的众多高手，李寒一神色没有丝毫变化，缓缓拔出了腰间长剑，一剑朝着众人斩了过去。随着李寒一一剑斩出，苏昌黎等人顿时感觉到空气之中的温度骤然下降了无数倍，似乎一瞬间掉落到了万年冰窖一般。不仅仅是苏昌黎、穆雨墨等人感受到了那寒意，便是一旁观战的雷家堡众人，以及遭受无妄之灾、身中剧毒的江湖群雄，都是感受到了一股极致的寒意。下一瞬间，天空骤然降下了无数雪花，纯白无瑕的雪花漂浮空中，看上去美丽无比，但在那美景背后，却是充斥着凌冽杀机。刷刷刷，无数道雪花迅速转动，朝着唐门和暗河的众人飞射而去。这正是李寒一所创的人间至寒之剑8月飞雪。不好，李寒一没有受伤，大家全力出手。感应到李寒一剑招之中的强大威力，穆雨墨脸色大变，口中发出了尖锐的厉喝之声。刷刷刷，咻咻咻。下一瞬间，暗河的杀手全部施展出了自己的最强绝技，向李寒一发起了反击，而唐门的几人则是连续不停地释放出了自己身上的所有暗气，将李寒一笼罩在了暗气雨之中。然而他们的攻击到了李寒一面前3寸之地，却是陡然停滞了下来，再也难以前进分毫。去！李寒一口中一声轻喝，暗河杀手的攻击以及唐门高手的暗器便是全部逆转方向，朝着他们袭击而去。苏昌黎、穆雨墨、唐璜等人见状，脸色大变，连忙全力应对起了他们自己的攻击。而此时
漫天的雪花也是缓缓降下，瞬间便是将唐门和暗河的众人全部包裹在了雪花之中。短短数息之间，唐门和暗河的高手似乎是全部化成了一座座的雪人冰雕。见到这一幕，雷家堡内的江湖群雄顿时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心中震撼不已。恐怖！李城主的实力未免太可怕了。暗河三大家族的高手，再加上唐门的高手联合围攻他一人，竟是被他轻易化解，并且还一招反制了。这等实力，只怕一般的神游玄境强者也不一定能做到吧。李城主的实力到底强大到了何等程度？看来以后对雪月城和雷门的态度都要有所改变了。不仅是那些遭受无妄之灾只能看热闹的江湖群雄心中震撼，便是对李寒一相对熟悉的雷无杰等人，看着李寒一的强大实力也是震惊不已。无杰，你师父到底是什么实力？震惊之余，雷千虎不由得扭头向身侧的雷无杰询问出声。雷轰、萧瑟等人闻言也都是看向了雷无杰，毕竟他们这些人之中也就雷无杰相对了解李寒一多一些。见到几人都盯着自己，雷无杰有些尴尬地摸了摸脑袋，摇头道：这我也不知道我师父到底是什么实力啊。萧瑟沉吟道：当初在雪月城的时候，李城主的实力还没有这么强大，只怕最近城主又有了新的机遇。众人闻言纷纷点头，继续默默观看起了场中的情形。砰砰砰！突然一连串炸响声响起，却是被冰封的白雪冰雕之中，其中几座冰雕爆炸开来。只见穆雨墨、苏昌黎、谢旧成和唐轩四人从冰雕之中破身飞出，并快速朝着不同的方向逃窜而去。我去就来。李寒一见状，对雷无杰等人交代了一声，身形瞬间朝着四人追去。追击的同时，竟是同时挥动了铁马冰河和听雨剑两把神剑。咻咻，两道恐怖的剑气分别从后方斩向了谢旧成和唐轩二人。啊！一道惨叫声响起，两人几乎同一时刻直接从空中跌落到了地面之上。雷无杰见状，当即扛着纱布剑朝两人坠落之地赶去，分别给他们补了一剑。接着雷无杰又和司空千落上前将唐门和暗河的那些被冰冻的家伙全部干脆利落地解决了。雷家堡内的江湖群雄看着实力甚至超过他们的唐门和暗河的高手，就这么像是烂白菜一般被雷无杰和司空千落给收割了，不由得一阵心惊肉跳。不过更让他们敬畏交加的自然还是雷无杰的师父李寒一了。就在众人神情各异之时，前去追杀穆雨墨和苏昌黎的李寒一也是飞身返回了。师父，您没受伤吧？那两个家伙被您追上了吗？见到李寒一回来，雷无杰连忙上前询问出声。李寒一淡淡道：他们已经死了。师父您太厉害了。雷无杰闻言笑盈盈地对李寒一称赞出声。随后雷家堡内的其他人也都是纷纷向李寒一恭敬地问候起来。一时间，李寒一成为了雷家堡的焦点，而雷门英雄宴上发生的事情也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传遍了整个北离帝国的江湖，并逐渐向着其他帝国扩散而去。一时之间，雪月剑仙之名再次威震天下。与此同时，北宋帝国境内离开了龙门客栈的段誉正在借道北宋帝国返回大理的途中，无意之中却是遇到了他父亲镇南王段正淳的四大家臣之一古赌城。段誉见到身上有伤并且神志不清的古赌城，当即用内功为古赌城疗伤，让古赌城恢复了清醒意识。世子殿下，王爷有危险，我们快到小镜湖去给王爷报信。段誉并不知道自己身世，一直都是把段正淳当亲生父亲，听到古赌城的话顿时神情紧张起来，连忙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父王怎么会有危险？古赌城道：世子，是四大恶人。当即两人一边赶路往小镜湖而去。古赌城也是把段正淳遭遇四大恶人追杀的事情
对段誉讲述了一遍。如今的段誉对自身的实力掌控已经是得心应手了。听到古赌城的话之后，当即二话不说，带着古赌城施展出凌波微步，加快速度朝着小镜湖赶去。在他们赶到小镜湖之后，刚刚把四大恶人来袭一事告诉段正淳没多久，四大恶人便是已经追杀到了小镜湖来。主公，这段延庆不怀好意，主公当以社稷为重，请急速去请天龙寺的众高僧到来。见到段延庆等四大恶人来得如此之快，段正淳的家臣之一范晔当即大声对段正淳说道，因为他们曾经领教过四大恶人的本事，尤其是段延庆实力强大，他们根本难以应对。范晔此言不过是找个借口让段正淳逃走罢了。段正淳自然不会答应，双方唇枪舌剑了一番之后，便是开始了一场恶斗。没多久，段正淳一方便落入了下风，尤其段正淳自己被段延庆压着打，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休伤我父王！段誉本不喜欢动手，但见到段正淳危机，当即顾不得其他，口中大喝一声，一道六脉神剑便朝着段延庆击射而去。嗤！一道无形剑气划过，段延庆手中铁拐直接被当场斩断。段延庆脸色微微一变，连忙闪身往后退去。击退段延庆之后，段誉又是嗖嗖发出几道无形剑气，轻易便逼退了叶二娘、岳老三和云中鹤。不过因为段誉性格原因，并未直接击杀他们，甚至连伤势都没有留下什么。叶二娘、岳老三和云中鹤都是面色凝重地闪避到了段延庆身侧。段延庆拄着单拐，金鸡独立于原地，肚腹一阵鼓动，发出一道明显带着惊讶的声音：你竟然掌握了六脉神剑！段延庆出身大理段氏皇族，自然也知道六脉神剑之名，但这还是第一次真正见识到六脉神剑的威力。段正淳见到段誉几招六脉神剑，轻易逼退了四大恶人，脸上顿时露出喜色。玉儿，你已经能够自由使用六脉神剑了吗？段誉回道：是的，父王。回应完段正淳之后，段誉又对段延庆道：你们几个快点离开，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尤其是你岳老三，你要欺师灭祖吗？岳老三见到段誉在场，好不容易压下了暴躁情绪，故意不出声，没想到还是被段誉点名了，顿时骂骂咧咧道：奶奶的，气死我了！段誉道：岳老三，你骂谁呢？岳老三双手握着鳄鱼剪尖了一下，大声道：我骂我自己，不行吗？接着岳老三又对段延庆道：老大，今天看来是杀不了段正淳了，要不我们还是先走吧。段延庆面无表情，肚腹一阵鼓动，再次发出声音：好，我们走。在见识了段誉的六脉神剑之后，段延庆明白，他在段誉手中根本不可能占到丝毫便宜。如今有段誉在场，他根本不可能杀得了段正淳。既然如此的话，他们也没有必要继续留下了。说完，段延庆就直接转身想要离去。叶二娘和云中鹤见此，自然也是没有什么意见。世子，不能放他们离开，不然下次他们还会对王爷不利。这时段正淳四大家臣之一的朱丹臣对段誉提醒出声：是呀，世子，既然你有如此实力，不如刚好趁此机会除掉四大恶人，既是为了王爷的安危，也是为武林除害。朱丹臣话音刚落，傅斯归也是跟着劝解出声。段誉闻言有些迟疑，让他杀人他显然是有些接受不了的。可是朱丹臣和傅斯归说的又很有道理，若是下次他不在的时候，四大恶人在围杀他父亲该怎么办？略微迟疑了一下，段誉突然嗖嗖发出几道无形剑气，拦住了段延庆四人的去路。接着段誉看向四大恶人道：在离开之前，你们得立下誓言，此生不得再与我大理段氏为敌，并且不能在江湖上作恶。听到段誉的话，段延庆腹部肌肉一阵鼓动，不带感情的声音传出：呵，只要段正明退位，并把皇位传给老夫，老夫自然不会再与大理段氏为敌。段誉闻言小脸一板，严肃道：
想让我大伯将皇位传给你这么一个怪人，简直是痴心妄想。就算我大伯愿意，大理国100万子民也不会愿意的。段誉虽然有些迂腐，但这些大事上还是分得清的。段延庆道：既然如此，那大家就拼个你死我活好了。老夫倒要看看你的6脉神剑练到了几分火候。段誉听到段延庆的话，脸色不由得微微一变，沉声道：你们不要逼我，你们3个先杀段正淳。段延庆却是不再理会段誉，直接对叶二娘3人下达了命令。听到段延庆的命令，叶二娘3人当即毫不迟疑地向段正淳发起了攻击。可恶！段誉见状，口中怒喝一声，当即打算去帮助段正淳。你未免太不把老夫放在眼中了。这时，段延庆肚腹鼓动，再次发出一道僵硬的声音，同时左手铁拐撑地，右手剩下的半截断拐之上，则是发出了一道一阳指指力，朝着段誉的心脏位置击射而去。段誉见到段正淳危急，而段延庆又挡住了他的去路，当即怒不可遏，口中大叫一声，双手嗖嗖嗖连续发出几道无形剑气，其中一道剑气直接化解了段延庆的一阳指指力，剩下的无形剑气则是瞬间刺向了段延庆身体各处。虽然段誉仍然没有对段延庆下死手，但出手的威力却是增加了几分。几招过后，段延庆在段誉的6脉神剑攻击之下，就是失去了战斗力。而后，段誉又施展出凌波微步，瞬间到了段正淳身边，双手快速射出几道无形剑气。很快，叶二娘、月老3和云中鹤3人便也是失去了战斗力，犹如待宰羔羊一般，躺在了地面之上。去死！段正淳麾下的4大家臣见到如此良机，当即毫不迟疑地冲向前去，口中一声冷喝，分别结果了4大恶人的性命。段誉心有不忍，想要出声阻止，不过稍微犹豫了一下，便已经来不及了。见此，段誉只好撇过身，不去看4人的尸体了。玉儿，没想到这次是你救了为父。对了，你是怎么掌控好自身的真气，并用好6脉神剑的？等解决了4大恶人之后，段正淳有些欣慰地对段誉说道。段誉摸了摸头道：是这样的。当即，段誉就把他被鸠摩智抓走。路上，鸠摩智发现了天穹之中出现金龙异象，于是他们便到了龙门客栈，以及在龙门客栈内发生的事情，全部向段正淳讲述了一遍。段正淳闻言也是一阵惊讶，没想到世间竟然有如此神奇的地方，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见识一番。黑水城龙门客栈，此时的苏晨自然不知道李寒一和段誉从龙门客栈离开之后，江湖轨迹的改变，尤其是李寒一，一人一剑，几乎灭杀了暗河3大家族和唐门的全部高层，让整个北离帝国乃至整个神州江湖都是再次响起了雪月剑仙之威名。此时的苏晨也是再次提升着自己，之前抽取的奖励战神屠戮、破望之眼、龙泉剑、净化符都还没有查验，当然还有5年功力的奖励没有使用，略微沉吟了一下，苏晨率先选择了使用5年功力的奖励。下一瞬间，苏晨便感觉到一股精纯的能量在他的经脉之中游走，最后汇聚到丹田之中。等到那能量消耗完毕之后，苏晨缓缓停止了修炼，感应起了自己目前的修为情况。自在地境初期也还不错。感应完自己修为情况，苏晨心中暗自沉吟。虽然在整个神州江湖上，自在地境的修为实力还算不了什么，但这才多久时间？苏晨相信，以这样的速度突破下去，要不了多久，他就可以举世无敌了。在使用了5年功力提升修为之后，苏晨又使用了破望之眼的奖励，顿时间他就感觉到自己的眼睛似乎多出了一种莫名的变化。只不过因为苏晨暂时不打算离开客栈，这个破望之眼的能力短时间内似乎是用不上了。至于战神屠戮的奖励，
在使用之后，苏晨发现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自己对武学一道的领悟变得更加深刻了。似乎任何武学，他只需要一眼便能窥破其本质。净化符和黄金万两，苏晨则是任由他们静静地躺在系统空间之中。最后，苏晨意念微动，从系统空间之中取出了龙泉宝剑，打量了起来。你这把宝剑从哪里来的？之前怎么没有见到？一旁的婉婉见到苏晨手上突然多出了一把宝剑，不由得好奇出声。苏晨微笑道：须弥戒子听说过吗？婉婉闻言一惊，你是说你有传说中的须弥戒子？苏晨微微颔首，接着调侃道：本公子可是修仙之人，有个须弥戒子也很正常，怎么样，给本公子做侍女不丢分吧？婉婉闻言眼珠微微，接着笑盈盈道：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不如你传我一套高深功法，免得我实力低微，给公子你丢脸了不是吗？苏晨闻言一笑，虽然知道你心思不纯，不过本公子倒也不介意给你一点甜头。声落，苏晨直接让系统剧现出了一部战神屠戮宝典，而后扔到了婉婉怀中。前世的苏晨看大唐双龙原著的时候，对婉婉这个敢爱敢恨的女子就十分喜欢，如今又见识到了婉婉的真实美貌，苏晨自然是不打算放过了。既然已经默认婉婉是自己女人了，给她一点好处倒也没什么。这是什么？婉婉随口问了一句，下意识地接过宝典翻看起来。当看到宝典内容之后，顿时大吃一惊，竟是战神屠戮。大隋武林之中一直流传着四大奇书的说法，其中战神屠戮乃是最为神秘和强大的。至今为止，大隋江湖之中都没有任何人能够有幸见识过战神屠戮。婉婉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只是随口一提，苏晨竟然就给出了他一个如此大的惊喜。这真的是战神屠戮吗？婉婉一边翻看，一边有些难以置信地问道。苏晨微笑道：瞧你那点出息，不就是战神屠戮吗？值得你如此大惊小怪。只要你安心做本公子的侍女，以后自会有更多好处。至于这战神屠戮是真是假，你仔细参悟一番自可分辨。婉婉这次没有反驳苏晨的话，而是直接将心神沉浸到了战神屠戮宝典之中，仔细参悟了起来。就在这时，客栈门口传来了一道脚步声，那声音听上去却是显得有些小心翼翼的，也彰显了来人此时的心态。听到声音，苏晨当即抬头朝门口看了过去，只见一个头上戴着深色斗笠，穿着朴素的曼妙身影，正缓缓走进客栈之中。而他的基础信息也是以金色荧幕的形式显现在了苏晨视线之中。姓名：江玉燕，性别：女，身份：江别鹤之女，修为：无，目的：希望找到解除身上毒素的办法。这个狠人来了。见到来人的基础信息，苏晨忍不住嘬了嘬牙花子，这可是江玉燕啊！原著之中，江玉燕从一个普通的名家女子，一步步黑化，走上了镇压江湖、权倾天下的道路。若不是心中始终顾念着对花无缺的感情，江玉燕绝对可以将花无缺和小鱼儿这些人全部斩尽杀绝，成为真正的天下至尊。尽管最后江玉燕失败了，但在这过程中，那可是杀得人头滚滚，从头杀到尾，直接就剩下两个主角苟延残喘了。这还是江玉燕对两个主角手下留情了的缘故。老板，龙门客栈可以满足跃龙门成功之人的任何要求，这是真的吗？踏进客栈之后，江玉燕满含期待地向苏晨询问出声。此时的江玉燕正是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也是她正式走向黑化道路的开始。江玉燕在帮她爹江别鹤破解了六人神头之后，江别鹤修炼六人神头之中的移花接木神功，走火入魔，然后使用推功过血的方法，把毒素全部都转移到了江玉燕的身上。在那毒素作用之下，江玉燕每天痛苦不已，脸上更是布满了丑陋的红斑。在这个世界，江玉燕没有像是原著中一般
侥幸遇到苏英，被江别鹤抛弃的江玉燕，一边到处流窜，一边寻找着解毒之法。在见到天穹出现的神龙异象之后，江玉燕也是怀着侥幸之心，往黑水城而来。到了黑水城之后，听着众人对龙门客栈的议论，这更让江玉燕心中对龙门客栈充满了期待。于是，在迟疑徘徊了一阵之后，江玉燕最终找上了龙门客栈来。心思翻转了一阵，苏晨微微点头道：“不错，只要跃龙门成功，本客栈可以满足你任何一个要求。”江玉燕闻言道：“要如何才能算是跃龙门成功？”苏晨当即把跃龙门的情况和规则对江玉燕讲述了一遍。江玉燕听完之后，却又是泛起了难，略微迟疑了一下，接着小声道：“我现在身上没有10两银子，能不能先欠着？”苏晨听到江玉燕的话，眉头微微一挑，略微沉吟了一下，点头道：“倒也不是不可以，不过若是你跃龙门失败的话，可是要满足本客栈一个要求的。”一旁的婉婉听到苏晨的话，不由得从战神屠戮上收回眼神，笑盈盈道：“客栈的规则不是必须要消费满10两银子才可以挑战跃龙门吗？原来还可以赊欠的，早知道人家也不给你那10两银子了，到最后反而把我自己卖了。”苏晨微笑道：“客栈规则的确有这么一条，但还有最后一条，客栈老板的话就是规则，所以并没有毛病。”哼，真是狡诈。婉婉听到苏晨的话，顿时无言以对，不由得娇嗔出声。江玉燕似乎没有听到两人的对话，朝苏晨问道：“若是我跃龙门失败的话，需要满足客栈什么要求？不知老板能否提前告知？”苏晨上下打量了江玉燕一阵，接着道：“除了你自身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了。若是你跃龙门失败的话，便留在本客栈做个侍女吧。”婉婉听到侍女2字，不由得看向江玉燕，笑盈盈道：“这位姑娘，你可别被老板的英俊外表给骗了。你看我在这里做侍女都饿瘦了。”多谢姑娘关心。江玉燕闻言看了婉婉一眼，口中道谢了一句，接着毫不迟疑地对苏晨道：“我同意老板的条件。”如今的江玉燕连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更不要说她身上的毒不断扩散，还不知道能够撑多久，所以江玉燕觉得这个条件对她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而且她丝毫没有看出来婉婉哪里有饿瘦了的迹象。苏晨微笑道：“既如此，你便去尝试一下吧。”多谢老板。江玉燕对苏晨道谢一声，而后迈步走向了那神异龙门，直接朝那拱形门洞一步跨出。迎！在江玉燕一步跨出之际，龙门顶部的神龙浮雕便是发出了一道清越的龙吟之声，同时一道耀目金光把江玉燕笼罩其中。江玉燕见状，眼中闪过惊异之色，继续迈出另一只脚，想要跨过那拱形门洞，却在此时，那拱形门洞之上出现了一道虚幻的金色光门，无论江玉燕怎么努力，都无法跨过那金色光门。半晌过后，那金色光门上传出一道反弹之力，把江玉燕弹得连续倒退出去5、6步，才终于稳住身形。跃龙门挑战者江玉燕，跃龙门失败。与此同时，之前那道威严的声音再次在客栈之中响起：“我失败了。”听到那声音，江玉燕脸色微变，有些失神的低声呢喃着。江玉燕本来还憧憬着自己跃龙门成功之后清除自己身上的毒素，然后再报复江别鹤等一切给他带来悲痛之人，还要可惜他还在憧憬之中，跃龙门挑战便已经宣告失败了。啧啧，我刚才劝你，你还不听，这下好了，要陪我一起在这客栈给这个黑心老板做侍女了吧？婉婉见到江玉燕跃龙门失败，不由得摇头出声。不过想到有人和自己获得同样的遭遇，婉婉心中倒是好受了许多。而且苏晨竟然如此大方地把战神屠戮借给他参悟，这让婉婉觉得在这客栈里当侍女似乎也挺不错的样子。比起他之前在阴鬼派的时候，经常要为门派办理各种事情，还得提防门派内某些为老不尊的家伙的惦记，在客栈里的生活倒是十分轻松自在。苏晨见到婉婉跳脱的样子，
伸手在他脑门敲了敲，没好气道：“本公子怎么就成了黑心老板了？既然你说我是黑心老板，那你把战神屠戮还给我吧。”嘻嘻，我开玩笑的嘛，苏公子怎么会是黑心老板呢？那是天底下最好的老板了。婉婉听到苏晨的话，当即笑嘻嘻的出声。苏晨闻言摇了摇头，也没和他计较什么，而是看向了江玉燕，缓缓道：“你倒也不必因为跃龙门失败而失望，你现在的情况不需要通过龙门，我这里刚好有一枚净化符，可以让你恢复如初。不过你需要记住，我能救你，也同样能毁了你。希望你以后在客栈之中本分一些，免得到时候大家撕破脸的时候不好受。”声落，苏晨意念微动，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了净化符，随手一弹，便是将净化符弹到了江玉燕手中。江玉燕本已失望不已，听到苏晨的话，顿时再次升起了希望，双手接过净化符，连忙道：“多谢公子，玉燕一定不会忘记公子的恩情，也一定会尽好自己的本分的。”苏晨微微颔首，接着道：“你把净化符贴在额头，心中默念一声灵便可以了。”多谢公子。江玉燕再次向苏晨道谢一声，而后将那净化符贴在额头上，按照苏晨的吩咐默念了一声灵。好了，将斗笠取下来吧。等江玉燕使用完净化符之后，苏晨心念微动，对她吩咐出声。对于这位传奇女子，苏晨倒是也十分期待地想要一睹真容。听到苏晨的吩咐，江玉燕略微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咬咬牙，有些紧张地抓住斗笠边缘，猛地扯下。顿时间，一张清丽绝俗、楚楚动人的面容便是呈现在了苏晨和婉婉的视线之中。尤其是她额头那一缕空气刘海，以及一双无辜的卡兰兹大眼睛，更是让人难以移开视线。在苏晨和婉婉打量着江玉燕的时候，江玉燕也是在看着两人的反应。从苏晨和婉婉的眼中，江玉燕没有看到她在别人眼中见过的厌恶嫌弃，反而是充满了欣赏赞美。这让江玉燕心中不由得一定，暗自想到：难道我真的已经恢复正常了？半晌后，婉婉那清脆的声音打破了客栈内的平静。我说：“苏公子，你怎么突然这么大方了呢？感情是看上人家漂亮姑娘了？”苏晨闻言微微一笑：“是又如何？本公子就是喜欢美女，又何须遮遮掩掩？又比如你，若不是因为你生得漂亮，本公子岂会容你在我面前放肆？早就把你剁碎喂狗了。”呸！真是不害臊。婉婉听到苏晨的话，没好气地呸了一声。不过对苏晨夸自己漂亮，她心中也是十分开心的。江玉燕听到苏晨和婉婉的话，更是确信了自己心中的猜测，于是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在自己的脸颊上抚摸了一下，触手所及，光滑细嫩，再没有任何丑陋的红斑存在。多谢公子救命之恩，玉燕愿为公子做牛做马，报答公子的大恩。确认自己恢复正常之后，江玉燕顿时欣喜不已，直接朝着苏晨跪倒在地，口中感激出声。虽然江玉燕心底已经开始了黑化，但此时的这份感激却是十分真诚的。江玉燕很清楚，若不是苏晨相救，她恐怕活不了几天了。而且苏晨英俊的外表也是给颜控的江玉燕增加了不少的好感。苏晨微笑道：“起来吧，做牛做马倒是不必了，只要你用心伺候好本公子就行了。只要你忠于本公子，本公子不仅可以给你安稳的生活，还能传授你无上神功，让你可以报仇雪恨，更能屹立于神州之巅。多谢公子，玉燕一定忠于公子，绝不会有任何二心。”江玉燕听到苏晨的话，不由得一阵心潮澎湃，心中的野望也是再次被激发了出来。向苏晨道谢一声之后，起身肃立于客栈大堂之中。如此最好了。苏晨微微颔首，接着随手弹出一锭银子，落入江玉燕的手中，接着道：“你先拿着银子去买几套换洗衣服，然后回来梳洗一番，换上干净衣服吧。”“是，公子。”江玉燕接过银子，口中恭敬答应一声，而后转身往客栈之外而去。婉婉见此，眼珠微微一转，笑盈盈道：“你就不怕他一去不回了吗？”苏晨闻言轻笑摇头：“他不会的。”江玉燕不仅是一个心狠手辣之人，同时也是十分聪明之人，
以他目前的情况，显然留在龙门客栈是最合适的。当然，若是江玉燕真的犯了浑，想要趁此机会离开龙门客栈，那么苏晨也会让他知道，与龙门客栈的约定可不是那么好违背的。婉婉听到苏晨的话，娇声道：“公子，人家来的匆忙，都没有带换洗衣服，不如你也让人家也去买几套换洗衣服再回来，如何？”苏晨看了婉婉一眼，平静道：“不如何。”说完，苏晨便又躺在摇椅上，悠哉悠哉地随着摇椅晃动了起来。哼，偏心！婉婉口中娇哼一声，瞪了苏晨一眼，也只好是收回不该有的心思，继续参悟起战神屠戮来。苏晨看着婉婉傲娇的模样，笑着摇了摇头，也没有再逗弄她了。就在这时，客栈门口再次进来了一老一少两道身影。那老者穿着一身道袍，银须银发，身上有种仙风道骨的气质。那少年看上去12、13岁，长相颇为俊秀，只是身体瘦弱，显得有些弱不禁风。在两人踏入龙门客栈之际，他们的头顶位置便是各自显现出了一道虚幻光幕，上面记录着他们的基础信息：姓名张三丰，性别男，身份大元帝国武当派掌教，修为神游玄境巅峰，目的寻找救治徒孙张无忌的方法。姓名张无忌，性别男，身份大元帝国武当派掌教张三丰徒孙，修为九品武夫，目的无。当然，那虚幻光幕以及光幕上记录的信息，只有苏晨一个人可以看到。见到两人到来，苏晨眼中不由得露出了几分亮光。张三丰、张无忌，这可以说是两个时代的气运之子，想必他们能够跃龙门成功的机会不小，到时候自己又可以收获一波奖励了。心中想着，苏晨从躺椅上站起身来，朝着张三丰拱手一礼，微笑道：“张真人莅临客栈，真是令本客栈蓬荜生辉。”张三丰见到苏晨认出自己，倒也没有太过惊讶，拱手还了一礼：“阁下想必便是龙门客栈的老板苏公子了，贫道携带孙儿便寻救治之法而不得，听闻贵客栈颇有神异之处，特来拜访。”张三丰竟然也来了。婉婉听到苏晨和张三丰的对话，不由得神色微变，暂时收起战神屠戮，朝张三丰拱手一礼：“小女子婉婉见过张真人。”在这个宗武世界之中，张三丰同样有着极高的武林地位，尤其是在道门之中，甚至连大隋第一高手宁道奇比起张三丰也是逊色几分。对于这样一位武林前辈，婉婉虽然出身魔门，却也是十分敬佩。张三丰微微一笑，原来是大隋阴鬼派的婉婉姑娘，老道有礼了。苏晨这时微笑道：“张真人和这位小兄弟，还是先到客栈里面再谈吧。”就这么站在门口，却是显得在下怠慢贵客了。说话间，苏晨向张三丰伸手示意了一下：“苏公子客气了。”张三丰口中回应一声，也是拉着张无忌一起往客栈内部而去。待到两人进入客栈坐定之后，张三丰也没有拐弯抹角，直接向苏晨问道：“苏公子，不知客栈标识牌上写着的客栈规则是否真实有效？”张三丰的五徒弟张翠山，乃是他最为疼爱喜欢的徒弟，可惜却是在2年前被大元江湖的各大门派逼迫询问谢逊的下落，最终张翠山和他的妻子殷素素双双自刎而死，留下了张无忌这么一个独苗，并且张无忌还身中玄冥神掌寒毒，受尽了折磨。这2年里，张三丰先是自己用深厚功力替张无忌疗养，然后又带着张无忌拜访少林、峨眉，希望凑齐完整的九阳神功，用来驱除张无忌的寒毒。可惜却是被少林寺拒绝了。无奈之下，张三丰只好带着张无忌打算返回武当。不过在返回武当之前，张三丰打算带着张无忌游历一下神州江湖，也算是对张无忌的最后补偿。在游历途中却是听闻了龙门客栈之事，于是
张三丰便带着张无忌直接施展轻功，以最快的速度赶来了黑水城龙门客栈。张三丰实在是不希望他最疼爱的徒弟留下的唯一血脉最终受尽折磨惨死。此时的张三丰可以说已经是到了病急乱投医的状态，不希望放弃任何救治张无忌的机会，但又十分担心龙门客栈的神医只是江湖传闻。苏晨听到张三丰的话，微笑道：自然真实有效，张真人也打算挑战一下跃龙门吗？张三丰道：不错，若是贫道侥幸跃龙门成功，便请龙门客栈出手治好我徒孙张无忌身上的玄冥神掌寒毒。苏晨颔首道：没问题，张真人随时可以挑战跃龙门，只要跃龙门成功，张真人提出的要求，本客栈便一定会满足。张三丰闻言道：既如此，便也不必耽搁时间了，贫道这便来见识一下那神异无比的龙门吧。张真人请。苏晨微微一笑，伸手朝张三丰示意了一下那神异龙门的位置，随即有告知了跃龙门的方式。无忌，你先在一边候着。张三丰听完之后，直接取出10两银子递给了苏晨，而后对张无忌交代了一句，接着便是直接走到了那神异龙门旁边，朝那拱形门洞一步跨出。银！下一瞬间，那熟悉的龙吟之声便是再次响起。与此同时，龙门之上直接释放出一道耀目金光，将张三丰笼罩其中。龙门顶部的神龙浮雕也是再次睁开了双眼，一双威严的眼睛凝视着张三丰，果然是神异之物。以张三丰的见多识广，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神异景象，不由得赞叹一声，而后缓缓抬起另一只脚朝那拱形门洞踏去。随即张三丰的整个身体便是轻而易举地穿过了那道拱形门洞。就在这时，龙门之中那威严的声音也是再次响了起来：恭喜跃龙门挑战者张三丰跃龙门成功。一旁的婉婉听到那声音，看到张三丰轻易就跃龙门成功，不由得羡慕不已。就在那威严声音响起之际，苏晨的脑海中也是再次响起了系统那熟悉的提示音：因跃龙门挑战者张三丰跃龙门成功，宿主可随机抽取奖励，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太极拳，恭喜宿主获得太极剑法，恭喜宿主获得小龟元丹10枚。注：服用第1枚可提升10年功力，第2枚可提升5年功力，第3枚开始无效。不错吗？听到系统奖励的内容，苏晨心中不由得暗自欣喜。太极拳和太极剑法乃是张三丰闭关多年，参悟阴阳所创造出的一套拳法和一套剑法，看上去绵软无力，威力却是颇为不俗。太极剑法更是曾被许多人称之为最强防守剑法。至于小龟元丹直接提升功力，苏晨却是更加喜欢了。查验完奖励之后，苏晨对张三丰拱手道：恭喜张真人跃龙门成功。一旁的婉婉此时也是压下心中情绪，向张三丰道喜出声。多谢。张三丰先是微笑着回应了一句，接着又向苏晨问道：苏公子，不知要如何驱除我徒孙张无忌体内的寒毒？苏晨微笑道：张真人稍安勿躁，马上即可。声落，苏晨直接在心底和系统沟通了一声：系统兑现张三丰的要求，清除张无忌体内的寒毒。嗡！苏晨刚刚对系统下达了指令，那神异龙门之上便是骤然闪现出一道金色光幕，瞬间将张无忌笼罩其中。婉婉虽然不是第一次看到如此景象了，但仍然是感到颇为惊异，对那神异龙门越发好奇了起来。苏公子，这是怎么回事？张三丰见状，不由得有些担心地向苏晨问道，同时暗自提聚真气，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苏晨道：如张真人所见，这正是龙门客栈自身的神异能力，现在正是在替张无忌驱除体内寒毒。说话间，那道金光已经隐没不见，而原本印堂发黑的张无忌脸上则是布上了红润光泽。无忌，你感觉如何了？张三丰见状，口中关切地询问一声，同时身形一闪，
到了张无忌身边，伸手搭上他的脉搏。张无忌欣喜道：“太师傅，我感觉身上暖洋洋的，从来没有这舒服过，再也感觉不到任何寒冷的感觉了。”而此时，张三丰通过搭脉检测，也是检查到张无忌体内的寒毒已经彻底去除干净了，顿时便是欣喜不已。太好了，无忌，你终于不再受这寒毒折磨了。张三丰活了100多岁，很少有让他情绪波动的事情了，但此刻在感应到张无忌恢复健康之后，也忍不住情绪一下子高涨了起来。一方面，张三丰因为张翠山的嘱托，对张无忌多加照顾，但却始终没能治好张无忌，这让他觉得对不起张翠山。另一方面，爱屋及乌之下，张三丰对张无忌也十分喜爱，再加上张无忌十分乖巧懂事，更是让张三丰心疼。眼看着张无忌的生命几乎已经要走到尽头了，如今却是绝处逢生，重新恢复了健康，张三丰岂能不激动欣喜？欣喜过后，张三丰对苏晨拱手道：“多谢苏公子救我无忌孩儿性命，贫道感激不尽。以后苏公子有用得到贫道和武当派的地方，尽管开口，贫道绝不推辞。”苏晨微笑道：“这是张真人你跃龙门成功的奖励，倒是不必感谢在下，并且在下也已经得到了相应的收获。”张三丰听到苏晨这么说，还以为苏晨是谦虚之词，心中更是对苏晨增添了不少好感。无忌，快来向苏公子道谢，若不是苏公子，只怕你……张三丰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没忍心继续说下去。不过张无忌也明白了张三丰的意思，直接朝着苏晨跪倒在地，恭恭敬敬道：“无忌多谢苏公子救命之恩。”苏晨微笑道：“好孩子，起来吧。”一边说着，苏晨直接上前将张无忌扶了起来。虽然原著之中的张无忌有时候太过迂腐人善，性格优柔寡断，但总体来说还是个不错的人。这样的人，至少永远也不会担心他背后算计于你。张无忌在苏晨的搀扶下站起身来，突然想到了什么，对苏晨道：“苏公子，你能不能也帮帮我三师伯？”张三丰听到张无忌的话，不由得心中一动，有些期待地看向了苏晨。张三丰有着7个杰出的弟子，张翠山无疑是他其中一个最大的遗憾，而除了张翠山之外，于代言则是他的另一个遗憾。于代言当年因为牵涉到屠龙刀的争夺之中，最终落得个全身经脉尽断、骨骼碎裂的悲惨下场。到现在已经10几年了，张三丰和武当派上下想尽了办法，可是始终无法找到救治于代言之法。如今张三丰见到了那龙门的神意，不由得再次生出了希冀之心。婉婉听到张无忌的话，也是神色微微闪烁。武当七侠不仅仅是在大元帝国，在整个神州江湖之中都是声名远扬，其中发生在老三于代言和老五张翠山身上的事情尤为惹人注目，因此对于于代言的遭遇，婉婉也是有所耳闻的。他也想知道苏晨能否有办法救治于代言。面对张无忌的问题，苏晨则是微微一笑，其实救治于三侠的问题不在于我，而在于你们武当派。只要武当派之中有人能够跃龙门成功，并提出救治于代言的要求，本客栈自然会满足。或许你们觉得我有些不近人情，不过很遗憾地告诉你们，无论是刚才救治张无忌，还是兑现其他跃龙门成功之人的要求，都不是我在施行，而是这座客栈本身，或者说是那神异的龙门。张三丰闻言忙道：“苏公子多虑了，我们并无此心思。那不知贫道可否再次挑战跃龙门？”苏晨微微摇头：“抱歉，每个人跃龙门只能挑战1次。”张无忌这时道：“苏公子，那我可以挑战跃龙门吗？”苏晨微微点头，肯定道：“自然可以。”太好了，那我想要现在就去挑战跃龙门，希望跃龙门成功，然后就请客栈救治我三师伯。张无忌闻言顿时欣喜道。接下来张三丰再次递给了苏晨1枚10两的银锭，然后张无忌便是来到了那神异龙门旁边，准备挑战跃龙门了。公子，我回来了。就在这时，客栈门口响起一道清脆声音，却是出去买换洗衣服的江玉燕重新返回了。此时的江玉燕神情轻快了许多，见到客栈中多出了张三丰和张无忌2人，
江玉燕不由得收敛了几分情绪，出声道：“公子，有客人来了呀，不知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地方吗？”苏晨微笑道：“这是武当派张真人和他的徒孙张无忌，他们也是和你一样前来挑战跃龙门的，你在一旁看着就好。”“是，公子。”江玉燕听到苏晨的话，口中恭敬答应出声，同时有些惊异地打量起了张三丰和张无忌。张无忌倒是没有受到江玉燕归来的影响，直接一步跨出，踏进了那拱形门洞之中。下一瞬间，那神异龙门之上便是陡然涌现出一道耀目金光，将张无忌笼罩其中。与此同时，一道清亮的龙吟之声再次在龙门客栈之中响起。龙门顶部的神龙浮雕也是再次睁开双眼，凝视着下方的张无忌之前其他人跃龙门时候的种种异象，全部都是如约而至。张三丰、江玉燕、婉婉都是注视着正在跃龙门的张无忌，不知他能否跃龙门成功。尤其是张三丰，心中不禁是罕见的升起了几分忐忑。而此时正在跃龙门的张无忌却似乎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另一只脚缓缓抬起，直接一步跨入了那拱形门洞之中。而后张无忌整个人也是成功穿过了那拱形门洞。与此同时，先前那道威严的声音也是再次在众人耳边响了起来：“恭喜跃龙门挑战者张无忌跃龙门成功。”张三丰见到张无忌跃龙门成功，脸上顿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婉婉和江玉燕心中则是有些酸酸的，为什么别人轻易就跃龙门成功了，而他们自己却是跃龙门失败了呢？至于苏晨，神情却是并无什么变化，心神已经沉浸在了系统之中。因跃龙门挑战者张无忌跃龙门成功，宿主可随机抽取奖励，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九阳真经，恭喜宿主获得九阴真经，恭喜宿主获得乾坤大挪移。奖励已发放完毕，请问宿主是否使用？这次的奖励似乎有些不怎么样呢。听到系统奖励的内容，苏晨不禁有些不太满意。九阳真经、九阴真经、乾坤大挪移，这三门武功虽然也不错，但苏晨现在已经有了圣心诀、小无相功、战神屠戮等功法，这三门武功似乎有些用不上了。苏晨倒是希望再抽取一些可以提升实力的东西，不过系统奖励都是随机的，苏晨也没有办法更改，只能是选择接受了。使用奖励，当即苏晨直接在心底与系统沟通了一声，下一瞬间，一股信息流涌入苏晨的脑海之中，苏晨轻易的便是将这三门功法领悟到了圆满。尤其是乾坤大挪移，这是一种借力打力的法门，并不是提升修为的内功功法，苏晨直接就可以信手使用了。苏公子，我这是跃龙门成功了吗？这时张无忌脸上带着喜色，向苏晨询问出声。苏晨微笑道：“自然是成功了，恭喜你了。”得到苏晨的确认，张无忌更是欣喜不已，向苏晨拱手一礼，感激道：“多谢苏公子给我机会。”顿了一下，张无忌又道：“苏公子，我的要求就是请贵客战治好我三师伯的伤势，让他恢复全胜状态，不知需要如何做？需不需要我们把我三师伯抬到客栈来？”听到张无忌的话，张三丰也是看向了苏晨，等着他的回答。婉婉和江玉燕闻听此言，脸上也是带着几分好奇之色，看向了苏晨。苏晨微笑道：“其实于三峡不需来此，也能令其恢复如初。当然，若是你们有所顾虑的话，把于三峡带来此处也可以。”张三丰闻言略微沉吟了一下，接着道：“苏公子，贫道还是想把代言带来此处，让他在客栈之中恢复健康为好。”虽然张三丰算是见多识广了，但像是龙门这种神异之物，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也根本没有任何了解。张三丰不希望救治于代言的过程中有任何的意外出现，所以打算把于代言带来客栈之中，距离龙门近一些，总归保险一些。而且他还可以亲自在一旁护法把关。当然，这只是张三丰关心则乱，想的有些太多了。苏晨听到张三丰的决定也并不在意，
微笑道：“张真人自己做主就好。在于三峡没有到来之前，张真人和无忌兄弟也可以暂时居住于本客栈之中。”张三丰点头道：“贫道正有此意，稍后贫道会手书一封，让黑水城之中的武当派弟子送回武当，让武当安排人把代言送过来。”苏晨闻言微微点头，对一旁的江玉燕道：“玉燕，你先帮张真人和无忌兄弟收拾2间客房，然后再去洗漱更衣。”虽然婉婉和江玉燕名义上都是苏晨的侍女，但苏晨很清楚，这种细致的活计还是交给江玉燕比较合适。“是，公子。”江玉燕闻言当即恭敬答应一声，而后便是去收拾客房了。不一会儿，江玉燕便收拾好了2间客房，然后把张三丰和张无忌带到了客房之中。而后江玉燕又回到了苏晨身边，怯生生地问道：“公子，我住哪个房间？”苏晨随意道：“客栈中的房间，你喜欢哪一间就选哪一间，选好之后固定下来，以后不对客人开放就行了。”“谢谢公子。”江玉燕听闻苏晨让她在客栈之中随意选房间，心中不由得生出了几分感激，对苏晨道谢出声：“这有什么好谢的？快去洗漱更衣吧。等你回来之后，我准备传你一套功法，引你踏入修炼之门。”苏晨笑了笑，再次对江玉燕说道：“是，公子，我这就去。”江玉燕听到苏晨的话，顿时一阵激动，口中恭敬答应一声，连忙去找了一间房间洗漱更衣了。等到江玉燕离去之后，苏晨又对婉婉道：“你也去找一间自己喜欢的房间吧。”“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婉婉闻言笑嘻嘻地答应一声，也去找房间了。等几人都离开之后，苏晨则是意念微动，从系统空间之中取出了一枚小归元丹服下，然后运功炼化，吸收起了小归元丹的药力。炼化完毕第1枚小归元丹后，苏晨并没有停下，直接再次取了1枚小归元丹炼化吸收。而随着丹药药力的炼化吸收，苏晨的修为实力也是在不断飙升，自在递进初期，自在递进中期，自在递进后期，自在递进巅峰。当修为到了自在递进巅峰，距离逍遥天境还有1步之遥时，那丹药的药力也是彻底被炼化吸收干净了。可惜了，还差一点点。感应到药力已经炼化吸收完毕，苏晨缓缓停下了修炼，口中有些遗憾的出声：“什么还差一点？”恰在此时，选好房间的婉婉重新走了出来，听到苏晨的低语，不由得询问出声。苏晨微笑调侃道：“你听错了，我是说你穿的多了一点，还可以再穿的清凉一些的。”“哼，苏公子你真是太坏了。”婉婉闻言不由得娇哼一声。苏晨笑了笑，没有接他话茬。半晌后，张三丰和张无忌爷孙俩以及江玉燕也都重新来到了客栈大堂之中。张三丰对苏晨道：“苏公子，我准备出去找黑水城的武当派弟子，让他们送信回武当，便先告辞一会儿。”苏晨微笑道：“张真人自便就是。”张三丰微微颔首，又向江玉燕点头示意了一下，便是带着张无忌出了龙门客栈。在2人离去没一会儿，江玉燕也是梳洗更衣完毕，从房间里出来了。不错，虽不施粉黛，却已称得上绝色美女了。若是稍加装扮，只怕便是倾国倾城了。苏晨仔仔细细地打量了江玉燕一阵，随即笑着调侃出声：“公子过奖了。”江玉燕听到苏晨的夸赞，连忙谦虚出声，心中却还是很高兴的。一旁的婉婉听着苏晨对江玉燕的夸赞，心中却是莫名有些不舒服，娇声道：“苏公子，之前你还对人家花言巧语，转眼就又开始讨江姑娘欢心，把人家抛在一边了，所以爱是会转移的，对吗？”苏晨淡淡一笑：“你看看自己对我的称呼和态度，再看看玉燕对我的态度，本公子没有惩罚你都不错了。对了，战神屠戮先拿来。”婉婉闻言脸色微微一变，连忙换上讨好的表情，撒娇道：“公子，人家都听你的，你想怎样就怎样还不行吗？这战神屠戮人家还没有参悟完毕，让人家多参悟一段时间嘛。”苏晨眉头微挑：“真的我想怎样就怎样，不如我们先来一场爱的运动。”“哎呀，公子您这未免太直接了，人家还没准备好，再等等嘛。”婉婉闻言
再次撒娇出声。一边说着，一边上前拉着苏晨的胳膊晃动起来，脸上还故意露出一副娇羞的表情。苏晨淡淡道：行了，别装了，你再这样的话，我本来还没有兴趣的，说不定突然就来了兴趣，把你强行正法了。放心吧，我只是先把战神图录拿来，让玉燕也试着参悟一下，不是要收回来。婉婉听到苏晨的话，心中顿时一跳，连忙松开了拉着苏晨胳膊的手，一副正襟危坐的模样。嗨嗨，公子之命，婉婉自然是遵从的。婉婉见识过苏晨的实力，她可不想刺激的苏晨兽性大发，直接对他用强了。虽然现在的婉婉心中对苏晨有了一定的好感，但却还没有到要现身的地步。而且苏晨既然不是要收回战神图录，不让他参悟了，婉婉也就不担心什么了。当即婉婉便是取出战神图录宝典，递给了苏晨。苏晨接过战神图录之后，直接又把它扔给了江玉燕，淡淡道：这是大隋帝国武林4大奇书之首的战神图录，你看一看能否参悟入门。多谢公子。江玉燕双手接过战神图录宝典，连忙向苏晨感激出声，心中也是一阵欣喜。如今的江玉燕虽然对江湖了解不多，但从江别鹤那里多多少少还是听说了一些的。能够被称为大隋武林4大奇书之首，这战神图录定然十分不凡。江玉燕顿时怀着激动的心情，打开战神图录宝典，仔细翻阅参悟了起来。半晌之后，江玉燕却微微皱起了眉头，不知道是因为她没有接触过武学的原因，江玉燕发现她参悟战神图录之后，却是根本没有什么收获。苏晨见到江玉燕皱眉，便问道：怎么了？有什么问题？江玉燕略微迟疑了一下，还是选择了老实坦白：公子，对不起，玉燕资质愚钝，没能参悟这部武林奇书。苏晨闻言一笑：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怎么了呢。无妨，战神图录虽然被誉为大隋武林第一奇书，但未必就适合所有人。我这里还有2部功法，你看看哪部比较适合你。说话间，苏晨心念微动，从系统空间之中取出了小无相功和九阴真经2部功法，递给了江玉燕。多谢公子。江玉燕见到苏晨不仅没有嫌弃他，反而还出言安慰，而且又给了他另外2部功法挑选，这让他心中的感激之情也是更加真诚了许多。小无相功、九阴真经，竟然是这2部功法。小无相功据闻是西夏太妃李秋水的绝学。婉婉见到苏晨提供的2部功法名字，顿时忍不住惊讶出声。九阴真经则是南宋帝国流传的一部经典武学，据说当年因为这部武学引得南宋武林大乱，最后被全真派王重阳得到了。王重阳去世之后，这部功法也遗失了。公子，你是怎么得到这2部功法的？江玉燕听到婉婉的话，心中也是一阵激动。看来这2部功法就算不如战神图录，也定然是十分了不起的功法了。苏晨则是随意道：这有何难？本公子只要想要便能得到，比如你脑海记忆中的天魔大法也是一样。我这部小无相功就是从吐蕃国师鸠摩智的记忆之中剥离出来的。唰！婉婉听到苏晨的话，脸色顿时一阵大变，有些惊惧道：公子，您是开玩笑的对吧？苏晨笑道：之前吐蕃国师鸠摩智前来挑战跃龙门失败了，却不愿履行和本客栈的约定，于是本公子便强行剥夺了他关于小无相功的记忆，让这份约定达成。若是你们也想违背约定的话，那结果如何可就不好说了。江玉燕闻言连忙表态道：玉燕心甘情愿遵照约定，做公子的侍女，此生绝无二心。婉婉也是有些紧张道：人家当然也会遵守约定的了。3人说话之际，客栈门口突然传来了一阵厚重的脚步声。苏晨循声望去，只见客栈门口正有一男子大踏步而入。这人身材甚是魁伟，看上去30来岁年纪，身穿灰色旧布袍，浓眉大眼，高鼻阔口，一张四方的国字脸，颇有风霜之色，顾盼之际竟是极有威势。在他身上似乎有种无形的气质，
婉婉和江玉燕也是下意识地朝他看了过去。也就在来人踏入龙门客栈的一瞬间，他的头顶上方便是出现了一道虚幻光幕，光幕之上显示着他的基础信息：姓名乔峰、萧峰，性别男，身份北宋帝国前丐帮帮主，修为逍遥天境初期，目的追查30年前雁门关外一战真相以及带头大哥身份。在苏陈三人看向萧峰的同时，萧峰也很快打量完了苏陈三人，朝着苏陈的方向抱拳一礼，道：这位想必就是龙门客栈的老板苏公子了吧？在下萧峰，听闻龙门客栈之神意，特来拜访。苏陈起身回了一礼，微笑道：萧大侠恐怕不仅是拜访本客栈，而是想要试探本客栈能否为你解惑当年雁门关外一战的真相以及带头大哥身份吧。萧峰听到苏陈的话，不由得略显惊讶，接着道：不错，正是如此，不知贵客栈可否替萧某解惑？苏陈不答反问：萧大侠可曾看了客栈门口公示的本客栈规则？萧峰点头道：在下看过了。苏公子的意思是要在下先越过龙门才能得到真相是吗？苏陈道：不错，正是如此。接着苏陈又简单把越龙门的方式和规则对萧峰讲述了一遍。其实关于当年雁门关一战的真相以及带头大哥的身份，就算不通过系统，苏陈自己也知道。不过苏陈还是希望萧峰能够挑战越龙门，毕竟无论萧峰越龙门成败，他都可以有所收获。而且若是萧峰越龙门成功的话，那就集齐了5个越龙门成功的气运之子，他还能额外再获得一份特殊抽奖。虽然苏陈挺佩服萧峰的，但到嘴边的肥肉岂有不吃的道理？萧峰听完之后没有迟疑，从身上取出10两银子递给苏陈，同时朗声道：既如此，那萧某便来见识一下传闻中无比神异的龙门。声落，萧峰大踏步走到了那神异龙门旁边，而后抬脚踏向了那拱形门洞之中翁。下一瞬间，一道璀璨耀目的金光便是将萧峰笼罩其中。银。与此同时，一道清越的龙吟声在客栈之中响起，盘旋在龙门顶部的神龙浮雕也是再次睁开了双眼，充满威严的双眼审视地看向萧峰。萧峰见此，心中也是颇为惊异，不过这并不能让他有丝毫胆怯退缩之心。在神龙虚影审视之下，萧峰坚定地抬起另一只脚往龙门内部踏去。在婉婉和江玉燕有些紧张期待的神情之中，萧峰的身体轻易便是穿过了那道拱形门洞，随即笼罩在萧峰身上的金光便是消失不见。与此同时，龙门客栈内外的其他异象也是全部消失不见。紧接着，那道威严的声音再次在众人耳边响起：恭喜越龙门挑战者萧峰，越龙门成功，又越龙门成功一个。婉婉见到萧峰越龙门成功，不由得低语一声，心中颇有些泛酸。江玉燕看向萧峰的眼神中也是带上了浓浓的羡慕。恭喜萧大侠，越龙门成功。婉婉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思绪，满脸笑容地向萧峰道贺出声。接着一旁的江玉燕也是向萧峰道谢了一句，多谢两位姑娘。萧峰则是向两女抱拳一礼，口中感谢了一声。在三人交谈之际，苏晨的脑海中则是再次响起了那熟悉的系统提示音：因越龙门挑战者萧峰，越龙门成功，宿主可随机抽取奖励，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擒龙弓，恭喜宿主获得降龙18掌，恭喜宿主获得10种特殊美酒及其酿造之法。注：每种特殊美酒都拥有不同功效，请宿主自行查看。听到系统奖励的内容，苏晨不由得一阵愕然。擒龙弓和降龙18掌倒是并没有特别的地方，这两种武功苏晨还是十分喜欢的。最后的10种特殊美酒倒是让苏晨有些惊讶，难道是因为萧峰嗜酒，所以就让他也抽中了美酒？系统没有理会苏晨的惊愕，机械的声音继续在他脑海之中响起：恭喜宿主
跃龙门成功的气运之子累计达到5个，分别为段誉、陆小凤、张三丰、张无忌、萧峰，获得一次特殊抽奖机会，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百年寒玉床10张。注：在寒玉床上修炼，速度可提升10倍。奖励已发放完毕，请问宿主是否使用？寒玉床一次性还有10张，这份特殊奖励倒是不错呢。听完系统奖励的内容，苏晨心中暗自低语，而后选择了使用擒龙弓和降龙18掌2样奖励。至于其他的，则是暂时存放在系统空间之中。在使用奖励之后，苏晨立即就对擒龙弓和降龙18掌2种武功掌握到了纯熟圆满的境界。苏公子，现在可否告知关于当年雁门关大战的始末了吗？苏晨正在查验自己的收获，萧峰却是走了过来，口中询问出声。自然，苏晨闻言微笑点头，接着道：其实当年雁门关外一战源自于一个阴险小人的阴谋。这位阴险小人正是姑苏慕容家的上一任家主慕容博。慕容家本是燕国皇室后裔，历代慕容家家主都想着复兴燕国。当即，苏晨便是把雁门关大战一事的始末对萧峰讲述了一遍。晚晚，江玉燕和萧峰3人听完苏晨讲述的内容，都是一阵意外。北宋帝国的姑苏慕容世家在神州江湖之中也是颇有名声的，他们倒是没有想到慕容世家竟然是鲜卑族皇室后裔，而且一直在暗中图谋复兴燕国。尤其是萧峰得知当年之事都是慕容博的阴谋之后，更是恨不得立马将慕容博碎尸万段。深吸一口气，萧峰压下心中愤怒情绪，接着向苏晨道：苏公子，您还没有说带头大哥到底是谁？佛曰：不可说，过去已经过去，萧施主又何必一直耿耿于怀呢？就在这时，一道沧桑的声音在客栈门口响起。声音落下之际，一个看上去慈眉善目的老和尚迈步走进了龙门客栈之中。当那和尚踏入龙门客栈之际，在他的头顶上方也是出现了一道虚幻光幕，显示着他的基础信息：姓名智光，性别男，身份天台山止观寺住持，修为自在地境后期，目的阻止龙门客栈告知萧峰带头大哥身份。当然，那虚幻光幕以及上面的信息只有苏晨自己可以看到。看到智光来此的目的，苏晨不由得眉头微挑，这和尚管的倒是挺宽呢，还想管到龙门客栈的头上来了。萧峰见到智光到来，也是脸色微变，沉声道：智光大师，我敬你是武林前辈，并为百姓做了不少善事，不愿与你为难，但你也不要想着阻止萧某从其他途径探寻带头大哥的身份。阿弥陀佛。智光宣了一声佛号，接着道：萧施主，你既然已经知道当年之事的真相，便应该明白带头大哥也只是受到了蒙蔽，所以才会出现惨剧，你又何必非要揪着带头大哥不放呢？听到智光的话，萧峰还没有开口，一旁的婉婉冷笑道：大和尚，你说的倒是好听，若是有人把你父母都给杀了，你还能如此冠冕堂皇地站出来说这番话吗？智光道：冤冤相报何时了，若果真有此等事情发生，贫僧也只能是为父母念经超度，愿他们早登极乐。呸，你父母生了你这样的儿子，还真是倒霉呢。婉婉听到智光的话，顿时对他满是厌恶。阿弥陀佛。智光只是双手合十宣了一声佛号，并不多说，接着转向苏晨道：苏施主，贫僧不知你从何处得知了带头大哥的身份，但还是请你不要告诉萧施主，不然恐怕是中原武林的一场劫难。苏晨淡淡道：本公子如何行事，还轮不到你做主，而且你所谓的中原武林的劫难简直就是笑话，玄慈还没有那么大的分量。杀！听到苏晨口中道出玄慈的名字，智光和萧峰都是脸色大变。萧峰有些难以置信道：苏公子，你是说当年的带头大哥竟然是北宋帝国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师？婉婉和江玉燕得知那带头大哥的身份，也不由得一阵惊讶。在听说了萧峰父母当年遭遇的雁门关一事之后，
两女心中都是对萧峰的身世生出了几分同情之心，对带头劫杀萧峰一家的人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敌视憎恶之感。他们却是没有想到，那带头大哥竟然是北宋少林寺的方丈。苏晨点头道：不错，其实也很容易想通的。当年慕容博传播的假信息，乃是说你父亲准备前往北宋少林寺盗取武功秘籍，少林出手自是情理之中。另外，包括北宋前丐帮帮主汪建通在内的中原群雄，竟然全部甘愿俯首听命，那人在北宋江湖中的地位岂会低了？萧峰听完苏晨的解说，身形不由得一个踉跄，往后退了一步，口中喃喃低语：是啊，少林肯定会出手，而且能够令得汪帮主俯首听命的人，也的确只有玄慈方丈了。顿了下，萧峰猛地转头，虎目瞪视着智光，冷声道：原来这就是你们一直想要替带头大哥隐瞒身份的原因吗？少林寺的方丈，这身份还真是不一般呢。阿弥陀佛。智光见到隐瞒不住了，只好再次劝解起了萧峰：萧施主，当年之事大错已经铸成，就算你杀了玄慈方丈，难道就能挽回你父母的性命了吗？若你实在气不过，也可以杀了贫僧解气。萧峰冷声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你想要阻止萧某报仇，简直痴人说梦。这时苏晨微笑道：萧大侠，在下可以另外赠送你2个消息。其实你父亲萧远山并没有死，在少林寺隐藏了30年，一直在偷学少林武功，特意要把当年的假消息变成事实。另外，当年假传消息的慕容博也没有死，同样隐藏在少林寺之中，既是瞒天过海，也是趁机偷学少林武功。萧峰听到苏晨的话，顿时一喜：苏公子说的是真的吗？我爹没死，真是太好了。苏晨点头道：自然是真的，你爹的样貌和你一模一样，只要你见到他了，自然就能认出。多谢苏公子指点迷津，萧某感激不尽。萧峰闻言，再次向苏晨道谢出声，接着道：降龙18掌乃是丐帮绝学不遗外传，萧某便将擒龙功写下来传给苏公子。另外，苏公子以后有什么用得到萧某的地方，尽管开口，萧某绝不推辞。萧峰之所以如此说，却是因为苏晨在他跃龙门之前就提到过，若是他跃龙门失败的话，便要将降龙18掌或是擒龙功的心法誊写下来。苏晨微笑道：这是萧大侠跃龙门成功的奖励，倒也不必言谢。萧峰闻言没有多说什么，却是把对苏晨的感激放在了心底，快速誊写了一份擒龙功的心法交给苏晨。虽然苏晨已经有了擒龙功心法，不过倒也没有拒绝萧峰的好意。萧峰赠完功法之后，对苏晨抱拳道：苏公子，在下还要去少林寺找我父亲，并替我母亲报仇，就先告辞了。苏晨拱手道：萧大侠请。萧峰再次向苏晨拱了拱手，又对婉婉和江玉燕点头示意了一下，而后便是转身离去了。萧施主，不可冲动。智光见状，口中喊了一声，连忙追着萧峰去了。等两人离去之后，苏晨又看向江玉燕，继续刚才的话题：你选择好修炼小无相功，还是九阴真经了吗？江玉燕闻言略微迟疑了一下，接着道：公子，玉燕想修炼这部小无相功，可以吗？小无相功修炼之后可以模仿大多数的武功绝技，更重要的是能够延缓衰老，几乎堪比青春永驻的效果了。这部功法对女人的吸引力显然是极大的。苏晨颔首道：可以，那你就修炼小无相功吧，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问我。多谢公子。江玉燕闻言再次向苏晨道谢出声，而后将九阴真经还给了苏晨。苏晨收起九阴真经，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而是看向婉婉道：婉婉，交给你一个任务。婉婉闻言娇声问道：不知公子口中的任务具体指的是什么？苏晨淡淡道：很简单，那就是借助阴鬼派的渠道，将龙门客栈最近发生的事情散播到神州各地，同时传播另一个消息：本客栈之中拥有10张百年寒玉床，在寒玉床上修炼速度可以提升10倍。另外，客栈之中有着10种特殊美酒，服用之后可从不同方面促进修炼。婉婉听到苏晨的话，不由得神情大振，
可以提升10倍修炼速度的百年寒玉床，而且还有10张。公子，你不是开玩笑的吧？苏晨眉头微挑，亏你还是阴鬼派圣女呢，就这点见识，区百年寒玉床而已，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里是10种特殊美酒的名称及其功效，你拿去看看，尽快传播出去。说话间，苏晨通过系统具现出了一份记录着10种特殊美酒的清单，递给了婉婉。玄冰避火酒，饮用之后可调和阴阳，净化真气。脱胎换骨酒可以提升修炼资质，洗精伐髓，脱胎换骨。雁行酒、青云酒、回春酒、金刚酒、凝魂酒。婉婉接过10种特殊美酒的清单，看到清单之中对这些美酒功效的介绍，心中再次震撼不已。公子，这些酒真的有如此功效，简直可以称为灵酒，甚至是仙酒了。苏晨随意道：别一惊一乍的，你不嫌丢人，本公子还嫌丢人呢。你看看人家玉燕，可要比你镇定多了。实际上，江玉燕之所以没有像是婉婉一般震惊，却是因为她见识太少，并不明白百年寒玉床和那些灵酒对修炼者的意义有多大。婉婉听到苏晨的话，当即压下心中的震惊，一副傲娇的模样。人家哪里震惊了，只是逗一下你们而已。苏晨闻言笑了笑，行了，管你真的震惊也好，还是假的震惊也罢，接下来就发动阴鬼派的人手，帮本公子把消息散播出去。婉婉闻言眼珠微转，笑盈盈道：公子，您这是允许我离开客栈了？苏晨看了婉婉一眼，微笑道：你是本客栈的侍女，不是囚犯，自由进出客栈倒也可以。当然，你若是想要趁此机会离开的话，也大可一试。看着苏晨脸上的笑容，不知为何，婉婉心中却是一阵发毛，连忙娇声道：公子对人家这么好，人家怎么会舍得离开呢？苏晨闻言笑了笑，我就当你说的是真的了。好了，你先去办事吧。那人家就先走了哦。婉婉眼神微闪，笑盈盈地说了一声，而后便是出了龙门客栈，按照苏晨的要求，借用阴鬼派的力量，开始宣扬起了龙门客栈近来发生的事情，以及那10种功效奇特的美酒和百年寒玉床的消息。婉婉心中挣扎了一番之后，倒是没有冒险选择离开，不过也让人给他师父祝玉言送了一封信，讲述了龙门客栈发生的事情以及他被扣下的消息，让他师父想办法救他回去。而随着阴鬼派之人的散播，本就在江湖上声名鹊起的龙门客栈，热度更是上升了一个新的台阶。以中州黑水城为中心，越来越多的人得知了龙门客栈近来发生的几桩大事，以及龙门客栈有百年寒玉床和特殊功效美酒的事情。你们听说了吗？前段时间，北离帝国的雪月剑仙李寒一之所以突然有了覆灭唐门和暗河的强大实力，正是因为他曾经在龙门客栈有所奇遇。不仅是雪月剑仙李寒一，听闻大明帝国江南花家那位有着演技的七公子花满楼，自从到了一趟龙门客栈之后，便是恢复了势力。还有大理世子段誉，原本一个文弱书生，到了一趟龙门客栈之后，竟然直接成为了逍遥天境的高手，轻易覆灭了让大理头疼不已的4大恶人。你们的消息都落后了，现在的龙门客栈据说推出了可以提升10倍修炼速度的百年寒玉床，还有各种促进修炼的美酒，真是令人向往啊。如此说来，这龙门客栈简直就是我们修炼者的圣地啊，我一定要去见识一番。同去同去。黑水城方圆数百里之内，几乎到处都有着类似的议论之声，并且这种声势正在逐渐向着9大帝国更远的方向扩散开来。而在议论的同时，也是有着越来越多的江湖群雄加快了朝着黑水城龙门客栈奔赴的速度。与此同时，大明帝国京城应天，在花满楼的指引下，陆小凤轻易的便找到了深陷危机的薛冰，直接将薛冰救了出来。随后两人则是根据花满楼多出的那股记忆指示，轻易找到了金九龄是绣花大盗幕后真凶的证据。于是两人便是径自找到了金九龄，揭穿了金九龄这位六扇门总部的阴谋。哈哈，陆小凤不愧是陆小凤，我布置得如此天衣无缝，竟然还是被你给查出来了。被陆小凤和花满楼揭穿之后，金九龄没有丝毫慌乱，反而大笑着称赞出声。
陆小凤闻言却是微微摇头，虽然我有信心迟早能够勘破此案，找到幕后黑手，但这次能够这么快的破案成功，却并不是我的功劳。金九龄闻言不由得看向了陆小凤身温润如玉的花家七公子花满楼，这么说是花大侠勘破了我的设计。花满楼微微点头，接着又轻轻摇了摇头，手中折扇轻摇，脸上带着春风拂面的温和笑容。可以是，也可以说不是。这件案子的真相其实并不是我们费力查探的，而是从黑水城龙门客栈得到的消息。金九龄闻言眼神微微一闪，沉声道：这么说来，最近在江湖上传的沸沸扬扬的龙门客栈之事竟然是真的了。我倒是没想到世间竟然还有如此神异之地。陆小凤这时微笑道：无论我们是怎么知道你是幕后黑手的，但现在一切既然已经明了，我们也只好得罪金兄了。金九龄平静道：在最初设计此案的时候，我就曾经想过如今这种最坏的局面，不过想要我束手就擒，那也是痴心妄想。声落，金九龄深深看了陆小凤和花满楼一眼，而后骤然施展轻功，朝着远方逃窜而去。随着时间的发酵，龙门客栈在神州江湖之中的名声越来越大，而原本就因为天地异象正在赶往龙门客栈之人，也是加快了前往龙门客栈的速度。中州黑水城龙门客栈，距离苏晨让婉婉去散播消息已经过去了7天时间。这7天里，婉婉自然早就回来了，而在这7天之内，也有了不少人江湖人士挑战跃龙门，可惜并没有一个成功的。不过苏晨倒也收获了一些普通的武功秘籍，也算是聊以慰藉了。这天不知为何，竟是没有人继续挑战跃龙门。苏晨正在指点着江玉燕的修炼，婉婉则是在一旁继续参悟着战神屠戮。其他还有一些江湖人士坐在客栈的桌椅旁，不时闲聊着江湖趣闻，让龙门客栈与一般的客栈酒楼倒是有了几分相似的气息。突然，龙门客栈门口出现了一道身材高大的身影，那人身穿白衣，高鼻深目，脸须棕黄，英气勃勃，眼神如刀似剑，甚是锋锐。进入龙门客栈之后，那人锋锐的眼神在客栈之中环视一圈，而后淡淡问道：谁是客栈老板？听到声音，苏晨眉头微挑，打量了来人一眼，同时使用客栈的探查功能，轻易便知道了来人的信息。姓名：欧阳锋，性别：男，身份：南宋帝国5绝之一，西域白驼山庄庄主，修为：逍遥天境巅峰，目的：探寻龙门客栈的秘密，并妄图夺取龙门客栈，借其相助成为天下第一。苏晨看到欧阳锋的基础信息中显示的他来此的目的，不由得微微摇头，看来这个欧阳锋是真的没有把龙门客栈放在眼里呢。心中想着，苏晨淡淡道：在下就是龙门客栈的老板苏晨，阁下可是南宋帝国5绝之一的西毒欧阳锋。欧阳锋闻言看了苏晨一眼，淡淡道：倒也有几分眼力，不错，老夫正是欧阳锋。听到来人竟然真的是欧阳锋，不少江湖人士忍不住低声议论了起来，竟然是南宋帝国5绝之一的欧阳锋。龙门客栈的名声真是越来越大了，连欧阳锋这样的巅峰强者都吸引来了。这有什么奇怪的？你们难道没听说吗？北离帝国的雪月剑仙李寒一早就来过龙门客栈了，另外还有武当派张真人也来过客栈呢。这些江湖人士议论的声音虽然不大，但以欧阳锋逍遥天境巅峰的实力，众人的议论自然也是瞒不过他的耳朵。听到李寒一、萧峰、张三丰等人都来过龙门客栈，这让欧阳锋倒是有些意外，尤其是张三丰，这位可是常年居住在武当山，据说早已经突破到神游玄境，并且是从不下山的前辈高人，竟然连他也来过龙门客栈。看来这龙门客栈还真是有些不凡之处。越是如此，这龙门客栈他越是势在必得。苏晨自然不知道欧阳锋的心思变换了，面上一副客气的模样，询问道：不知欧阳庄主来此所为何事？是也要打算挑战跃龙门吗？欧阳锋沉声道：
若是跃龙门成功，龙门客栈当真可以满足老夫任何一个条件。苏晨微笑道：这是自然，不过想必欧阳庄主也听说了，跃龙门失败者则是需要满足本客栈提出的一个要求。本客栈针对不同的人物提出的要求也并不相同。欧阳锋平静道：老夫自然知晓，既然来了这龙门客栈，老夫倒是也要见识一下，那传闻之中的龙门到底是否真得像是传闻中的那般神异。至于跃龙门失败之后的条件，欧阳锋问道没问一声，因为欧阳锋并不认为自己会跃龙门失败。退一步讲，就算是当真跃龙门失败了，这龙门客栈还敢对他狮子大开口不成？苏晨听到欧阳锋的话，面露微笑道：欧阳庄主想要挑战跃龙门自无不可，前提自然是要消费10两银子。给你。欧阳锋锋锐的眼神瞪视了苏晨一眼，而后从怀中取出一枚银锭扔给了苏晨。随后欧阳锋直接大踏步向前，走到了那神异龙门跟前，一步朝那拱形门洞踏出。客栈内的江湖群雄见此，不由得纷纷放下了心思，全神贯注地凝视着欧阳锋，想要看看欧阳锋能否跃龙门成功。就连婉婉和江玉燕也是放下了手中的事情，看向了正要跃龙门的欧阳锋。见到欧阳锋要跃龙门，客栈内的江湖群雄顿时忍不住再次低声议论了起来。你们说，这位来自南宋帝国的西毒能否跃龙门成功？这谁知道呢？这龙门神异得很，听说与修为高低没有关系。欧阳锋和其他人在挑战跃龙门这件事上似乎都是一样的起步条件。唉，当时我眼看着就要跃龙门成功了，可惜最后却失败了，真是可惜。谁说不是呢？我当时也都快要跃龙门成功了的。这些能够在客栈之中消费得起的人物，自然也都是挑战过跃龙门的了，不过全都跃龙门失败了罢了。欧阳锋并没有理会这些江湖群雄，直接一步踏进了那拱形门洞。与此同时，那神异龙门之上顿时释放出了一道耀目金光，将欧阳锋笼罩其中。银，熟悉的龙吟声再次响起，龙门顶部的那神龙浮雕睁开了锐利的眼睛，俯视着下方的欧阳锋。哼！欧阳锋看到那神龙虚影似乎在俯视他，让他有些不爽，口中冷哼一声，再次抬起另一只脚往那拱形门洞一步踏去。却在此时，那拱形门洞之上陡然弹出了一道虚幻的金色光门。当欧阳锋的脚落在那金色光门上之时，却是感受到了一股极大的压力，令他根本无法将另一只脚也踏过龙门。给我开！欧阳锋口中一声厉喝，猛地运转起了全身真气，想要强行闯过那金色光门。砰！然而下一瞬间，那虚幻的金色光门之上便是突然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反震之力，将欧阳锋震得倒飞了出去。跃龙门挑战者欧阳锋跃龙门失败。就在这时，那威严的声音再次响起，而刚刚欧阳锋挑战跃龙门时出现的种种异象也是瞬间消失不见。苏晨见此，眉头微扬，看向欧阳锋的方向，脸上带着如沐春风的笑容。欧阳庄主，很遗憾你跃龙门失败了，看来是需要满足本客栈一个要求了。欧阳锋闻言冷笑道：什么狗屁跃龙门，不过是你这个客栈老板捣的鬼罢了，想要让老夫满足这破客栈的要求，真是痴人说梦。老夫倒是有个要求，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苏晨闻言一笑：哦，是吗？欧阳庄主有何要求，不妨说说看。这几天都颇为平静，苏晨正觉得无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便打算陪欧阳锋玩玩。欧阳锋还以为苏晨认怂了，脸上颇有自得之色，淡淡道：老夫的要求岛也很简单，那就是你把这家客栈送给老夫，并将客栈的所有秘密全部告诉老夫。欧阳锋直截了当，丝毫没有遮掩自己的狼子野心。欧阳锋话音落下，整个龙门客栈之内顿时为之一静，刚刚还在低声议论的众人，此刻全都是选择了静声。客栈内的气氛瞬间便是凝滞了下来。江玉燕和婉婉则是有些担忧的看向了苏晨，毕竟那可是欧阳锋，南宋帝国五绝之一，
逍遥天境巅峰的强者。虽然两人都知道龙门客栈有着种种神异，也知道苏晨的实力不弱，但苏晨的实力具体在哪个境界，两人却都不清楚。婉婉觉得苏晨的实力估计也就比他强出一个小境界，最多逍遥天境初期，在欧阳锋面前肯定是不够看的。此时的婉婉却是不自觉地站到了苏晨的角度，替他考虑起来。公子，要不然你先拖着他，我出去找个帮手回来。心神转动一番之后，婉婉凑近苏晨耳边小声说道。婉婉口中的帮手自然就是一代武林神话张三丰了。张三丰让人给武当派代掌门宋远桥传信之后，便是和张无忌一起住在龙门客栈之中，而今天两人却是恰好有事到武当派在黑水城之中的驻地了。在婉婉看来，欧阳锋虽然实力很强，但和张三丰相比肯定还有着不小差距，只要他去把张三丰请回来，便不用再担心欧阳锋的威胁了。至于张三丰会不会帮忙，这一点婉婉毫不担心，毕竟龙门客栈治好了张三丰的徒孙张无忌，而且他还指望着龙门客栈救治他的三弟子于代言呢。苏晨却是丝毫没有婉婉和江玉燕的紧张，听到婉婉的话，闻着婉婉那呵气如兰的清香，不由得嘴角微扬。不错嘛，婉婉也知道替公子我着想了，不过倒也不必麻烦了，区欧阳锋我还没有放在眼里。苏晨的话并没有刻意压低声音，因此客栈内的大多数人都听到了他所说的话，这其中也包括欧阳锋。欧阳锋听到苏晨的话，脸色顿时一寒，冷声道：看来你是不打算答应老夫的要求了。说话的同时，欧阳锋直接释放出身上那逍遥天境巅峰的强大气势，猛地朝着苏晨的位置压迫而下。婉婉和江玉燕因为站在苏晨身侧，也被那强大的气势影响，不由得感到一阵呼吸困难，同时心中的担忧也更加浓郁了。哼，真是死要面子，本姑娘好心帮你，你却一再激怒强敌，气死本姑娘了。心中担忧的同时，婉婉也是忍不住对苏晨埋怨出声。安心，苏晨微微一笑，随意一挥手，轻易便解除了婉婉和江玉燕两人身上的压力，而后看向欧阳锋，淡笑道：你好歹也是一个逍遥天境巅峰的高手，怎么也该有点智商才对，这么明显的问题还需要再问一遍吗？小子找死！欧阳锋听到苏晨的话，顿时怒发如狂，口中冷喝一声，右手中的蛇杖在地上重重一点，施展出瞬息千里身法，瞬间飞掠到了苏晨身边，同时灵动飘忽的左掌则是猛地朝着苏晨胸膛狠狠拍下，正是欧阳锋的绝学之一神陀雪山掌。客栈内的江湖群雄见此，都是神色变幻不定，不少人心中已经是给苏晨判了死刑，忍不住生出几分惋惜之情。苏晨身边的婉婉和江玉燕见到欧阳锋展现出的强大实力，也是不免替苏晨感到忧心不已。我看找死的人是你才对。而作为被攻击对象的苏晨却是神色悠然，口中淡淡出声的同时，右手随意往前伸去，瞬间便是恰如其分地擒拿住了欧阳锋的左手手腕，而后微微用力一捏，咔嚓一声脆响，欧阳锋的左手手腕便是直接被苏晨一把捏断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令得客栈内的江湖群雄都是惊讶不已，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苏晨在面对如此强大的欧阳锋时，竟然还有还手之力，而且还伤到了欧阳锋。欧阳锋同样也是心神震动，自从王重阳死了之后，欧阳锋就觉得整个天下谁也奈何不得他了，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天会阴沟里翻了船与人打斗的时候还走神，可不是好习惯呢。苏晨口中轻笑一声，右手微微用力抓着欧阳锋的手腕，直接像是抡大锤一般将他朝着地板之上抡了下去。感应到这一变化，欧阳锋连忙收敛心神，拼命的想要摆脱这种窘迫羞辱的困境，然而却是发现无论如何也无法挣脱苏晨的右手。砰！一道沉闷的撞击声响起，
却是欧阳锋直接被苏晨像是抡大锤一般，狠狠地砸在了地板之上。接下来，苏晨不断将欧阳锋当作大锤，提起再砸落，砸落再提起，欧阳锋拼了命的挣扎，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挣脱。砰砰砰砰，在欧阳锋无尽的羞怒之中，在客栈内江湖群雄震撼的眼神之中，欧阳锋的身体不断和客栈内的地板进行着亲密接触，发出了一连串沉闷的声音。啊，去死！终于连续被撞击了10几下，已经头晕眼花痛不欲生的欧阳锋彻底发狂了，口中怒喝一声，陡然将手中蛇杖扔向了苏晨。你这偷袭的小伎俩也想拿来对付本公子，真是笑话。苏晨口中清冷出声，随手发出一道掌力，直接震碎了蛇杖，接着更是当场将蛇杖之中藏匿的2条筷子细小的毒蛇也是震碎成了粉末。欧阳锋见状，心中不由得彻底绝望了，同时暗自后悔自己为何要在没有调查清楚苏晨的底细之前就贸然暴露了心思。然而一切都晚了，苏晨看着欧阳锋已经没有了斗志，也失去了斗乐的兴趣，随手将欧阳锋震出客栈大门口去。砰！一道爆破声响起，南宋帝国的巅峰高手5绝之一的欧阳锋便是瞬间化成了一堆碎肉。见到这一幕，龙门客栈内的江湖群雄顿时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逍遥天境巅峰的欧阳锋在苏公子手中竟然没有丝毫还手之力，这也太可怕了吧！什么太可怕了？是苏公子实力太强了。对，苏公子简直就是在试仙人。之前江湖传闻说是雪月剑仙李寒一在苏公子帮助下修为暴涨到了神游玄境巅峰，我还不信，如今确信无疑了。我若是能有苏公子1/10的实力，那也就心满意足了。我只要1%就行。震惊过后，客栈内的江湖群雄忍不住再次发出了议论之声，言谈之间却是充满了对苏晨的敬畏。原本对于跃龙门失败，将自己的功法赔给了龙门客栈，部分人心中还有些不爽，想着找机会夺回来。如今见识到了苏晨强大的实力和狠辣的手段，在场的江湖群雄都被震慑住了，再也没有了任何小心思。不仅是那些普通的江湖群雄，就连婉婉和江玉燕也是心中一阵砰砰直跳。尤其是婉婉，此刻不禁有些后悔叫他师父祝玉言来救他了。婉婉真有些担心，到时候他师父触怒了苏晨，直接被苏晨一掌拍成碎肉了。苏晨没有理会众人的心思，眼神在客栈大堂内环视一圈，口中淡漠出声：任何来本客栈住宿或是挑战跃龙门的人，只要遵守客栈的规则，本公子都表示欢迎。但若是有人心怀不轨，那么欧阳锋就是他的下场。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并将此事告知自己的亲朋好友。苏晨话音刚落，客栈内的江湖群雄连忙抢着回应了起来，似乎生怕回应的慢了就会和欧阳锋一般被碎尸万段了。我们一定遵守客栈规则。对，我们遵守规则，肯定不会心怀不轨。苏公子放心，我回去之后也会告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若是来此的话，一定遵守客栈规则。苏晨见状微微一笑，如此最好了，大家也放心，只要大家遵守规则，本公子自然不会出手伤人的。众人听到苏晨的保证，忐忑的心情也是稍微放松了几分。公子，没想到您的实力这么强啊！婉婉眼神微微闪烁了一阵，凑近苏晨身边，口中娇媚出声。苏晨调侃道：本公子的实力一直都是这么强，倒是你突然关心起本公子来，倒是让我有些意外呢。婉婉笑盈盈道：人家是公子的侍女，关心公子是应该的嘛。刚才我也是太担心公子了，情急之下说话没有分寸，公子您可不要介怀啊。苏晨道：看在你这么关心本公子的份上，这次就算了吧，下次再敢出言不逊，我可就要施加惩罚了。多谢公子。婉婉闻言脸上露出笑容。江玉燕这时满脸崇敬道：公子，连逍遥天境巅峰的欧阳锋都是被您随意揉捏，最后碎尸万段了，您的修为是不是已经突破到神游玄境了？婉婉听到江玉燕的话，也是期待地看向了苏晨。
苏晨闻言一笑，算是吧。关于系统的事情，苏晨自然不可能告诉任何人了。公子真厉害。江玉燕听苏晨这么说，顿时满脸敬佩地看向苏晨说道。苏晨微笑道，只要你们好好修炼，想要突破到神游玄境也不会太久。婉婉闻言，乌黑的眼珠转了转，娇声道，公子，不如您多送我们一点青云酒，这样我们的修为也能提升得更快了。等我们修为提升上去之后，就可以替公子解决一些不开眼的人，公子也用不着亲自动手了。婉婉口中的青云酒，正是之前萧峰跃龙门成功之后，苏晨抽奖得到的10大美酒之一青云酒，取青云直上的意思，饮用青云酒之后可以增进真气修为。苏晨前2天给婉婉和江玉燕各自喝过一次，婉婉尝到了甜头，一直都对青云酒念念不忘。此刻听到苏晨的话，于是便借机向苏晨讨要起了青云酒。江玉燕听到婉婉向苏晨讨要青云酒，不禁也是有些期待的看向了苏晨。如今的江玉燕刚刚踏足修炼没几天，才只是区区8品5夫的境界，还是在饮用了青云酒之后提升了一节真气修为才突破的。苏晨看着期待的二女，不由得笑了笑。青云酒虽然不错，但需要长期大量的饮用才能体现出它的效果，而且只是比自行修炼增长了2-3成的效率，你们有必要那么眼馋吗？婉婉撒娇道，公子您自然是看不上了，可是人家和玉燕需要吗？苏晨道，青云酒暂时没有太多，而且我可不想你们2个都变成了酒疯子，我们肯定会控制好饮酒量，不会成为酒疯子的。公子您就每人送我们1坛青云酒呗。婉婉见到苏晨似乎不想给他们青云酒，连忙娇声说道。稍安勿躁，苏晨挥手制止了想要继续撒娇的婉婉，接着道，这样吧，看在你们这次表现不错的份上，本公子就大放一次，每人赠你们1枚小归元丹。江玉燕闻言好奇地问道，公子，小归元丹是什么丹药？是用来提升修为的吗？苏晨点头道，不错，服用1枚小归元丹可以提升10年功力。什么？提升10年功力？婉婉听到苏晨的话，顿时惊讶不已，同时心中也是升起了几分期待。江玉燕此刻也是双眼放出了光芒。苏晨看着二女的模样，笑着调侃道，当然，若是你们坚持要青云酒，而不要小归元丹的话，也是可以的。我们当然是要小归元丹了，公子你真是太好了。婉婉闻言，连忙挽住苏晨的手臂，口中娇媚出声。手臂上的触感让苏晨心头不由得一跳，忍不住朝婉婉的突出部位多看了几眼。公子您好坏，又占人家便宜。婉婉见到苏晨看自己，娇声说道，不过却并未移开手臂，反而挑逗似的晃了晃手臂。婉婉，你这可是在玩火？苏晨见状，不由得瞪了婉婉一眼。弯弯娇笑道，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公子您说的什么意思呢？姐姐，我看你们还能往哪里跑？苏晨正准备用实际行动让婉婉知道一下挑逗玩火的后果，客栈门口却是突然传来了一道怪笑之声。与此同时，先后7、8道身影接连闯入了客栈之中。被人打断兴致，苏晨有些不爽地扭头看向了客栈门口。只见前方一行3人，其中一个青年男子满脸发黑，浑身颤抖，显然是中了剧毒，在他两侧分别是一个穿着浅黄色长裙的少女，以及一个身穿白衫看上去英俊洒脱的青年。而在他们的头顶上方，则是分别一道虚幻光幕，显示着3人的基本信息：姓名上官海棠，性别女，身份大明帝国天下第1庄庄主，护龙山庄玄字密探，修为自在地境巅峰，目的躲避五毒追杀，寻找替成是非解毒之法。姓名朱云罗，性别女，身份大明帝国郡主，修为1品5夫，目的躲避五毒追杀，寻找替成是非解毒之法。姓名程是非，性别男，身份大明帝国护龙山庄皇资密探，不败顽童古三通之子，修为逍遥天境初期，
目的躲避五毒追杀，寻找解毒之法。原来是他们三个。看完三人的基础信息，苏晨不由得在心底暗自嘀咕。至于在后方追杀成是非三人的，毫无疑问正是大明帝国之中被称作五毒的5个杀手了。而且五毒还是东厂督主曹正纯的手下。客栈内的江湖群雄见到突然闯入的程是非和上官海棠等人，也是神色微变。其中有人认出了追杀成是非的五毒，更是一阵心惊肉跳。五毒的武功或许并不算多么厉害，但他们用毒的本事却都十分高明，因此不少人对他们都非常忌惮。进入客栈之后，上官海棠似是松了口气，很快找准了目标，朝着苏晨的方向拱手一礼，朗声道：在下天下第一庄庄主上官海棠，见过苏公子，不知龙门客栈门口的规则是否全部作数？前段时间神州天穹陡然惊显神龙阵9霄的异象，而后那5爪神龙竟是撕裂云层，朝着神州大地俯冲而下，顿时就惊动了各大帝国。于是大明帝国护龙山庄的庄主铁胆神猴朱无事便派遣了上官海棠前来调查那异象一事。这段时间里，上官海棠一边赶路，一边搜集信息，也探明了那5爪神龙虚影降临之地就是龙门客栈。同时上官海棠还调查到了龙门客栈的3条规则。就在上官海棠打算亲自到龙门客栈深入探查的时候，却是遇到了被五毒追杀的程是非和云罗郡主。于是上官海棠便带着2人往龙门客栈而来了。苏晨闻言自然看出了上官海棠的心思，不过也并不在意，口中淡笑出声，本客栈的规则自然是作数的。听到苏晨的话，五毒之一的蝎子顿时脸色微寒，沉声道：苏公子的意思，你们龙门客栈要保下他们3人？五毒奉了东厂督主曹正纯的命令，暗中追杀程是非，以达到削弱护龙山庄力量的目的。这段时间一直都在设计对付程是非，对龙门客栈的了解倒是并不细致，不过龙门客栈的3条规则他们还是知道的。说话间，五毒同时提去真气，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苏晨淡淡道：本公子并不是要保谁，不过只要在我龙门客栈之中便禁止动武，只要出了客栈，你们双方打生打死，那都与本公子无关。五毒之中的丑禅闻言冷声道：我看你就是存心要与我们为敌，老子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敢大言不惭的在黑水城立规矩。声落，丑禅直接手持短刀朝着苏晨猛地砍下。蝎子见到丑禅动手，略微迟疑了一下，接着对金蚕、毒蛛、蜈蚣3人道：一起上，速战速决，免得护龙山庄的救兵赶来。对于蝎子的话，金蚕3人自然也是没有意见。当即蝎子、金蚕、毒蛛和蜈蚣4人便是趁着丑禅进攻苏晨之际，朝着上环海棠3人发起了攻击。苏晨见到五毒的行动，眼中顿时闪过一道寒光，为何总是有人喜欢找死？声音落下之际，苏晨也懒得和这5个怪模怪样的家伙纠缠，直接施展了龙门客栈赋予他的无敌实力，右手握爪，擒龙功施展而出。银，一道龙吟声响起，客栈之中陡然出现了一道虚幻的大手。呼吸之间，那虚幻大手竟是暴涨了数十倍，几乎将整个大堂都笼罩其中。那虚幻大手带着恐怖气息，瞬间便是抵达了五毒身边，接着轻轻一抓，直接将五毒全部抓在了虚幻大手之中。死！苏晨口中一声冷喝，心念微动，那虚幻大手顿时快速紧缩。随着那虚幻大手的紧缩，五毒顿时感觉到身体传来了无尽痛苦，忍不住发出了凄厉的惨叫之声。砰砰砰砰砰！就在几人刚刚发出惨叫声没多久，五毒便是已经全部被那虚幻大手给捏爆了。嘶！太可怕了！看着宛如烟花一般发出的爆破声，客栈大堂内的江湖群雄忍不住再次倒吸一口凉气，顿时愈发的小心翼翼了起来。上官海棠和云罗也是被苏晨的手段给吓得不轻，倒是程是非此时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
对此并没有做出什么反应。对于众人的心思变化，苏晨丝毫没有理会的意思，直接随手一挥，客栈大堂之中陡然出现一股风力，直接将那五毒的碎尸全部扫飞了出去。接着心念微动，在系统作用下，客栈大堂瞬间又恢复了清静。若不是看着客栈大堂内多出来的上官海棠三人，恐怕有人还会以为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做梦呢。半晌后，上官海棠压下心中震惊，向苏晨拱手道：“海棠给苏公子和龙门客栈带来了麻烦，真的是十分抱歉。”苏晨微微摆手，随意道：“区区几只臭虫而已，算不得什么麻烦，上官庄主不必在意。”多谢苏公子宽宏大度。上官海棠见到苏晨没有在意，顿时松了口气，向苏晨道谢了一声，接着道：“苏公子，海棠想要挑战跃龙门，若是能够侥幸跃龙门成功的话，希望苏公子可以出手救治我的同伴程是非，不知可否？”苏晨闻言微笑颔首，自然可以，不过上官庄主也得做好跃龙门失败的心理准备。上官海棠听到苏晨的话，略微迟疑了一阵，接着问道：“若是在下跃龙门失败的话，不知需要付出什么？”苏晨看了上官海棠一眼，淡笑出声：“若是上官庄主跃龙门失败的话，便脱离护龙山庄，加入龙门客栈。如此的话，你还有没有胆量挑战跃龙门？”上官海棠闻言，神情不由一阵变幻不定。他当然不希望脱离护龙山庄，加入龙门客栈了，可若是不通过跃龙门，似乎又没有了救治成是非的方法。略微迟疑了一阵，上官海棠闭上双眼，深吸一口气道：“海棠还是想坚持挑战跃龙门。”苏晨微笑道：“上官庄主请。”说话间，朝着那神翼龙门的位置伸手示意了一下。上官海棠取出10两银子递向了苏晨，而后便是迈步走到了那神翼龙门跟前。而后上官海棠深吸一口气，抬起一只脚往那拱形门洞踏了出去。客栈内的江湖群雄见此情形，都是纷纷停止了各自的议论，将视线集中到了上官海棠身上，想要看看上官海棠能否跃龙门成功。尤其是云罗郡主心中更是紧张不已，不断祈祷着上官海棠能够跃龙门成功。就连苏晨、婉婉和江玉燕三人也都是看向了上官海棠的方向。当然，苏晨只是闲着无聊，随意看看，却是没有其他人的心怀忐忑。就在上官海棠一脚踏进那拱形门洞之时，龙门之上顿时涌现出一道金光，将上官海棠笼罩其中。银。与此同时，一道清越的龙吟声在客栈内响起，而那龙门顶部的神龙浮雕也是再次睁开双眼，威严的双眼凝视着上官海棠。快看，那神龙又活过来了！虽然已经见过很多次了，但每次见到如此惊人异象，都是令人心驰神往。真不知道这如此神奇的异象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客栈内的江湖群雄见到那神翼龙门乃至整座客栈发生的异象，再次忍不住发出了阵阵议论之声，看向那惊人异象的眼神之中也是充满了热切。上官海棠则是神情凝重，顶着那五爪神龙虚影的威严气息压迫，再次抬起另一只脚踏进了那拱形门洞之中。在上官海棠另一只脚踏进那拱形门洞的时候，却是并没有出现那金色光门的阻挠，轻易便是跨了过去。接着上官海棠的整个身体便是轻易穿过了那拱形门洞。恭喜跃龙门挑战者上官海棠跃龙门成功。就在这时，那威严的声音再次在众人耳边响起，客栈内外的种种异象也是在同一时间隐没不见。呼，成功了！听到那威严声音的提示，上官海棠顿时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心中放松了许多。而此时在一边扶着程氏妃的云罗郡主见到上官海棠跃龙门成功，更是欣喜不已。至于客栈内的其他人，除了苏晨之外，包括婉婉和江玉燕在内，都是对上官海棠充满了羡慕之情。恭喜上官庄主跃龙门成功！接着客栈内的江湖群雄便是纷纷上前向上官海棠道贺出声。上官海棠此时心神放松，也是微笑着回应起了客栈内的众人。
此时却没有人知道。就在那威严声音响起之际，苏晨的脑海中也是再次响起了系统那机械的提示音：音乐龙门挑战者上官海棠，跃龙门成功，宿主可随机抽取奖励，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满天花雨洒金钱。注：此为无痕公子传给上官海棠的暗器绝技，威力强大，令人防不胜防。恭喜宿主获得百变千幻术。注：此为最顶级的易容术，修炼之后可以轻易易容改装，彻底改头换面，令人难以分辨。恭喜宿主获得5年功力。奖励已发放完毕，请问宿主是否使用？还不错。听到奖励内容，苏晨心中暗自低语：满天花雨洒金钱，这是大明帝国无痕公子的暗器绝技，是一门颇为玄妙的暗器功夫。这百变千幻术对于行走江湖之人来说也是十分不错的技能。而最让苏晨满意的还是最后的5年功力的奖励。前世看小说的时候，苏晨经常看到一些主角越级而战，显得主角很牛。不过苏晨自己却是一点不喜欢越级而战，他更喜欢以强势的修为碾压。所以对于提升修为的奖励，苏晨尤为钟爱。苏晨没有任何迟疑，直接选择了使用奖励。下一瞬间，苏晨的脑海中便是多出了一股武学信息，正是满天花雨洒金钱和百变千幻术。同一时间，更有一股精纯的能量在苏晨经脉之中游走，最终汇聚到了他的丹田中心。在那股精纯功力促进之下，苏晨感觉到自己的体内似乎响起了啵的一声，而后他的修为境界便是从自在地境巅峰突破到了逍遥天境初期，不到半个月便从一个毫无修为的普通人成长到了如今的逍遥天境高手。苏晨心中也是颇为满意。而这时，上官海棠应付完了客栈内的江湖群雄，也是再次到了苏晨身边，向苏晨拱手一礼。海棠侥幸跃龙门成功，还请苏公子兑现约定，救治成是非不知道需要如何去做。苏晨听到上官海棠的声音，收回心思，微笑道：上官庄主放心，苏某这就满足你的要求，你们在一边稍后即可。说完，苏晨直接在心底和系统沟通起来，系统兑现上官海棠的要求，治愈成是非。苏晨刚在心底对系统下达完指令，那神异龙门之上便是陡然出现了一道金光。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之中，那金光瞬间朝着程是非击射而去，并隐没到了他的身体之中。客栈内的江湖群雄见此都是一阵惊疑不定，上官海棠眼中则是露出了几分紧张之色，看向了苏晨的方向，就准备开口询问。上官庄主稍安勿躁，且看程兄弟身体变化。苏晨见此，挥手制止了上官海棠的发问，口中微笑出声。上官海棠闻言，暂时按捺住心中情绪，再次将视线转移到程是非的身上。只见程是非原本漆黑如墨的脸庞，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淡，很快就是恢复了正常人的肤色。当他的肤色恢复正常之后，程是非当即就是恢复了清醒，缓缓睁开了眼睛。程是非，你醒了，真是太好了。正搀着程是非的云罗见到程是非的变化，顿时惊喜出声。上官海棠看到程是非的模样，也是放下了心中担忧。程是非乍然醒来，还不清楚情况，对云罗问道：这是哪里？五毒呢？被甩掉了吗？程是非的记忆还在之前他们逃避五毒追杀的时候。云罗听到程是非问起，当即把事情的始末对程是非讲述了一遍。而上官海棠则是直接上前，伸手搭上程是非的脉搏，确认起程是非的状况来。海棠，程是非是不是已经好了？云罗见状，不由得出声向上官海棠确认出声。上官海棠点头道：不错，程是非如今的身体无比健康。随后上官海棠又对苏晨拱手道：多谢苏公子援手之恩。苏晨微笑道：这是你跃龙门成功的奖励，倒也不必谢我什么。此时客栈内的江湖群雄看到程是非在那金光入体之后马上就恢复了健康状态，再次发出了一阵热议之声。
其中大多数还都是拍苏晨马屁的夸赞之词。那程世飞刚才眼看着就要不行了，竟然轻易就被苏公子给治好了，苏公子真是太厉害了。是啊，看来苏公子不仅实力强大，杀人手段高明，救人的手段也一样十分高明。真不知道苏公子是怎么修炼的，年纪轻轻不仅实力强大无比，救人方面也如此擅长，真是令我辈自愧不如啊。在众人议论声之中，客栈门口再次走来了一对行人，为首者却正是武当派的张三丰，在张三丰身侧还跟着张无忌以及一名30来岁的道士，两人后方则是一对抬着于代言的武当弟子。见到武当派的人到来，众人也是一阵神色惊异，纷纷朝着张三丰等人看了过去。见过张真人，随即一群人纷纷向张三丰行礼问候了起来。上官海棠、云罗和程是非三人也是并不例外。苏公子，贫道带着小徒于代言来了，还要劳烦苏公子替代言施救。张三丰礼貌地回应了众人几句之后，也没有耽搁什么，直接对苏晨拱手一礼，口中客气出声：师父，这位就是你说的苏公子吗？未免也太年轻了一些，他真的能治好三哥吗？不等苏晨开口，那30来岁的道士却是有些怀疑出声。此人却是张三丰的第6弟子殷离亭，这次正是他带着武当派3代弟子护送于代言来黑水城的。离亭，不得无礼。苏公子的能力为师亲眼所见，岂能有假？若不是苏公子，无忌又岂能有机会重获新生？张三丰听到殷离亭的话，顿时脸色一肃，对殷离亭训斥出声。张无忌也是连忙对殷离亭劝解道：六叔，苏公子真的很厉害的，我体内的寒毒就是被苏公子用神异手段治好的。殷离亭听到张三丰和张无忌的话，便不再多言了，静静站在一边。张三丰又对苏晨道：小徒也是担心他师兄，还请苏公子勿怪。苏晨微笑道：无妨，我不会在意的。好了，还是先帮于三侠恢复身体吧。于代言闻言看向苏晨道：那就麻烦苏公子了。苏晨微微颔首，而后直接在心底对系统下达了指令：系统兑现张无忌的要求，治疗于代言的伤势。嗡！苏晨刚刚在心底和系统沟通完毕，那神异龙门之上便是陡然浮现出了一道金光，瞬间飞射到了于代言体内，并且在他的体内不停游走着。下一瞬间，于代言却是突然陷入了昏迷之中。三哥，殷离亭见到于代言昏迷，顿时脸色大变，口中担忧地叫了一声，就打算去查看于代言的情况。苏晨见此，心念微动，直接动用客栈的无敌能力拦下了殷离亭。张三丰和张无忌虽然对苏晨信心很足，但此刻看到于代言突然昏迷，也不禁有些担忧。苏公子，代言这是怎么了？张三丰感应到于代言并没有生命危险，因此没有急着上前，不过也还是向苏晨询问出声。苏晨微笑道：张真人不必担心，于三侠全身筋骨碎裂，想要恢复的话，必然会经历常人难以想象的疼痛以及麻痒等感受，让其陷入昏迷状态，正是为了减少他的痛苦。张三丰听到苏晨的解释，心神稍微放松了一些，不过仍是紧紧盯着于代言，随时关注着他的状况。客栈内的其他江湖群雄此时也是纷纷注视着于代言，想要看看龙门客栈能否真的让他恢复。作为武当七侠之中唯一一个全身筋骨被人捏碎，并在躺椅上躺了10多年的人，于代言在江湖上的名气还是不小的。当然，大家熟知的都是他全身瘫痪的伤情。若是伤势如此严重的于代言，龙门客栈都能够让其恢复，那也太厉害了。程是非看着于代言身上的异状，不由得对云罗问道：我刚才也是这样被治好的吗？云罗点头道：是的，当时也有一道金光进入了你的体内，不过很快就消失了，和于三侠的情况稍有不同。程是非闻言对那神异龙门越发好奇了起来，等于三侠被救治好了之后，我也要去挑战一下跃龙门，看起来挺有意思的样子。云罗听到程是非的话，立马阻止道：你不许去，刚才海棠挑战跃龙门的时候，那个苏公子就提过要求，万一跃龙门失败，海棠就要成为龙门客栈的人，若是你跃龙门失败了，那可如何是好？
三师伯醒了。程世飞正要说些什么，客栈内却是响起了张无忌那惊喜的声音。顿时间，所有人都将视线集中到了于代言的身上。果然见到于代言已经缓缓睁开了眼睛，而且还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双手。代言，你感觉如何？张三丰见状，脸上顿时露出喜色，身形一闪到了于代言身边，口中关切出声：师傅，我能动了，我终于能动了。于代言听到张三丰问话，激动欣喜地回应出声，同时将两只手臂高高举了起来，一副喜不自胜的模样。多谢苏公子再造之恩。接着，于代言直接从躺椅上翻身而起，朝着苏晨躬身一礼，口中感激出声。众人见到伤势那么严重的于代言竟然顷刻恢复正常，顿时震惊不已。张三丰、殷离亭、张无忌等武当派之人则都是满心欢喜，纷纷向苏晨感激出声，多谢苏公子。诸位不必客气，这也是于三峡的造化。苏晨微微一笑，隔空一挥，直接将于代言搀扶了起来。在武当派众人对苏晨感激涕零之中，程世飞突然上前向苏晨道：苏公子，我程世飞也想要挑战跃龙门，不知道可以吗？苏晨点头道：自然可以。程世飞听到苏晨的话，顿时一喜：那太好了，我也要来试试。说完，不等云罗出声阻止，程世飞直接来到了那神异龙门跟前，一步跨出，踏进了那拱形门洞。嗡！下一瞬间，那熟悉的耀目金光再次涌现，并将程世飞笼罩其中。与此同时，龙门顶部那神龙浮雕也是再次睁开双眼，凝视着程世飞。清越的龙吟声也是再次响起，混蛋程世飞。云罗也听说过那神异龙门的事迹，见到程世飞已经开始了跃龙门，顿时急得一阵跳脚，同时在心中不断祈祷着程世飞能够跃龙门成功。咦，这条龙竟然活过来了，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程世飞见到那神龙浮雕睁开眼睛凝视自己，不由得停下脚步，抬头看着那神龙浮雕，口中念念有词。不过那神龙浮雕却并没有回应他的意思。程世飞见状继续说道：我等下就要穿过这个拱门，你可不要在后面偷袭我啊，不然我会不客气的。程世飞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一边抬起另一只脚，踏进了那拱形门洞。下一瞬间，程世飞整个人便是毫无阻碍地穿过了那道拱形门洞。与此同时，那熟悉的威严声音再次在客栈内众人耳边响起：恭喜跃龙门挑战者程世飞，跃龙门成功。见到程世飞跃龙门成功，客栈内的江湖群雄忍不住再次议论了起来。又成功了，真是太令人羡慕了。是啊，为何我跃龙门的时候就怎么也无法越过去呢？真不知道这跃龙门到底有什么诀窍。就算知道诀窍又怎样，反正你是没机会再次挑战跃龙门了的。不仅是那些普通的江湖人士羡慕程世飞，将玉燕和婉婉看着跃龙门成功的程世飞，脸上也是露出了羡慕的神色。好你个程世飞，你竟敢不听我的话了。云罗见到程世飞跃龙门成功，顿时松了口气，几步走到程世飞身边，揪住他的耳朵，大声说道：哎呀，疼疼疼，快松开，我这不是成功了吗？程世飞被云罗揪着耳朵，连忙做出一副痛苦的模样，口中怪叫出声。上官海棠在一边看着程世飞和云罗笑闹，不由得笑着摇了摇头。师父，原来跃龙门就是这样。殷离亭则是有些意外地对身侧的张三丰询问出声。张三丰微笑道：这龙门十分神异，对有的人来说跃龙门轻松如意，但是对有的人又显得难以跨越，其中详情只怕只有苏公子知道了。而此时我们的苏公子却是再次欣喜地接收着程世飞跃龙门成功带来的收获。因跃龙门挑战者程世飞跃龙门成功，宿主可随机抽取奖励，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金刚不坏神功，恭喜宿主获得吸功大法，恭喜宿主获得修为晋级卡1张。注：使用此卡可100%提升一个小境界。奖励已发放完毕，请问宿主是否使用？这次的奖励不错，
听到这次抽取的奖励内容，苏晨心中顿时一阵欣喜。金刚不坏神功和西宫大法，乃是传自天池怪侠的两大神功。这两大神功分别造就了不败顽童古三通和铁胆神猴朱无事两个顶级高手。金刚不坏神功修炼大成之后，可以达到金身不坏的效果。天下间除了远远超过自身功力的高手，无坚不摧，力可拔山，不用任何内力，仅凭自身恐怖的力量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不会被任何风穴之脉手法和吸星大法、西宫大法、明玉功、天魔大法一类盗取功力之法所致。在苏晨前世看过的武侠影视小说之中，金刚不坏神功都是属于顶尖层次的防御性神功，而西宫大法可以同时吸取对手的真气、武穴、精气神等，威力强大而又恐怖。两大神功结合一起，更是圆转如意，互相弥补彼此的短板，威力无穷。这样的两大神功，苏晨自然十分满意。而最后的修为晋级卡可以直接提升一个小境界，更让苏晨非常高兴。要知道，修为境界越是往后，提升起来就越是困难。如今的苏晨已经达到了逍遥天境的修为境界，想要再继续提升，比起之前的难度只会更大。若是普通武者，可能这一个小境界就得消耗数年乃至数十年。但如今有了这张修为晋级卡，苏晨转瞬之间便可提升一个小境界，至少节省数年时间，他当然没有不满意之理。苏晨心思电转，不过是瞬息之间，而后毫不迟疑地选择了使用奖励。当即，金刚不坏神功和西宫大法的内容便是形成了一股信息流，融入到了他的记忆之中，似乎修炼了许多年似的，直接就将两门功法领悟到了圆满。而那修为晋级卡更是瞬间便将他的修为从逍遥天境初期提升到了逍遥天境中期。感应了一下自己如今的状况，苏晨心中颇为满意。心情大好之下，苏晨直接对程世飞问道：程兄弟，你已经成功越过龙门，不知道你想要客栈满足你的要求是什么呢？正在和云罗嬉闹的程世飞听到苏晨的话，直接施展身法避开了云罗，对云罗做出一个暂停的手势，口中叫道：暂停一下。云罗虽然性格有些刁蛮，不过也分得轻轻重，见状也没有继续纠缠程世飞了。程世飞见到云罗没有再对他动手，伸手挠了挠头，然后对苏晨道：这个嘛，我想了想，好像也没有什么想要的。如果一定要说愿望的话，那就是我的亲生父母了。对了，你们客栈能不能帮我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呢？听到程世飞的问题，云罗和上官海棠都是看向了苏晨。他们两人一个出自皇宫，一个出自护龙山庄，都有着许多的情报渠道，可他们都没能查到程世飞亲生父母的消息。此时两人也不禁有些好奇，龙门客栈是否真的那么厉害，可以找到程世飞亲生父母？在程世飞期待的眼神中，苏晨含笑点头，只要是跃龙门成功者提出的要求，本客栈都能满足。既然程兄弟的要求是要查探亲生父母，那我便满足你。其实你已经见过你的亲生父亲了，并且还传承了他的一身功力以及诸多武学。什么？程世飞听到苏晨的话，顿时大吃一惊。你是说不败顽童古三通就是我的亲生父亲？苏晨点头确认道：不错，你的亲生父亲就是不败顽童古三通。不过可惜，他在传你一身功力和诸多武学之后，便是油尽灯枯而死了。客栈内的江湖群雄听到程世飞竟然是古三通的儿子，都是一阵惊疑不定。当年不败顽童古三通不仅仅是在大明江湖之中横行无忌，在整个神州江湖之中也是威名远扬。没想到这位程公子竟然是不败顽童古三通的儿子。是啊，真是太令人惊讶了。苏公子刚才说古三通把一身功力还有诸多武学全部传给了这位程公子，这么说他肯定也会金刚不坏神功和西宫大法了。众人一边议论纷纷，一边看向程世飞，眼中闪过莫名的神色，心中不禁是升起了几分贪念。武当派的张三丰、于代言、殷离庭和张无忌等人听到程世飞的亲生父亲竟然是古三通，也是颇为惊讶。张三丰一缕长须，感叹道：没想到这位程公子
竟然是不败顽童古三通之子，还真是出人意料呢。上官海棠和云罗二女在听到这个消息之时，心中更是震惊不已。上官海棠还想到了当年古三通犯下的大案，程世飞竟然是古三通的儿子，若是他要给自己的父亲报仇，岂不是要成为护龙山庄的敌人？想到这里，上官海棠出声道：苏公子，此事事关重大，您可有证据证明程世飞的父亲就是不败顽童古三通？客栈内的江湖群雄听到上官海棠的话，也是下意识地看向了苏晨，想要看看苏晨怎么回答。苏晨闻言，面色平静道：关于古三通是程氏非亲生父亲一事，自然由他的亲生母亲证实，对此想必没有人有任何疑问吧。上官海棠等人听到苏晨的话，顿时无言。没错，一个人的亲生父亲是谁，最清楚的肯定是他的亲生母亲了。程世飞这时又问道：那苏公子，您知道我娘是谁，现在在哪里吗？苏晨道：你娘名为素心，现如今乃是处于昏迷状态，在大明帝国天山一处隐秘洞穴之中，具体位置稍后只告诉你一人，免得给你娘带来危险。程世飞听到苏晨的话，顿时感激道：多谢苏公子为我考虑，不过您可知道我娘为什么会昏迷吗？并且还到了那么偏远的地方。苏晨闻言一笑，这个问题就又要涉及到你爹古三通了。除此之外，还涉及另外一人，那就是大明帝国护龙山庄铁胆神猴朱无事。上官海棠闻言，眉头微蹙，不解地问道：苏公子，素心娘亲的昏迷怎么会涉及到我义父了？你该不会说他是被我义父打伤，所以陷入昏迷的吧？苏晨手指轻轻一弹，笑道：上官庄主真是冰雪聪明，一猜就中。程世飞听到苏晨的话，眼中不由得闪过寒光，不过并不是冲着苏晨，而是冲着朱无事的。上官海棠则是脸色大变，连忙道：苏公子，这种事情若是没有确凿证据，可不能乱说的。我义父乃是一等一的大英雄，就算是与古三通互为敌人，但也断不可能伤害他的妻子。云罗也是大声道：就是啊，我皇叔那么厉害，若是想要对程世飞的娘不利的话，他哪里还会有命在？你这根本就是胡言乱语，程世飞你千万不要相信。后面半句话自然是对程世飞说的了。客栈内的其他江湖群雄听到上官海棠和云罗的话，也都是不解地看向了苏晨，就连婉婉和江玉燕也不例外。主要是朱无事太会伪装了，神州江湖之中无论正邪都十分钦佩他的为人处事，不相信他会出手伤害一个无辜女子。稍安勿躁，苏晨微微一笑，制止了上官海棠和云罗的喧闹，接着道：当然，朱无事并不是故意伤害素心的，反而朱无事将素心看得比自己的命都重要。苏公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都快被您说糊涂了。程世飞听到苏晨的话，摸了摸脑袋，不解地问道。苏晨微笑道：这件事就说来话长了。当年朱无事在游历江湖之时，与古三通相识相交，成为了至交好友。两人一起探寻到了天池怪侠留下的两大神功，金刚不坏神功和吸功大法。朱无事被古三通哄骗，不是童子身无法修炼金刚不坏神功，于是只能选择修炼了吸功大法，而古三通则是同时修炼了金刚不坏神功和吸功大法。什么？铁胆神猴朱无事修炼的竟然也是吸功大法？听到苏晨说起朱无事修炼吸功大法一事，客栈内的江湖群雄顿时一阵哗然。吸功大法这种武功在江湖上向来是被视为邪魔外道的，尤其是大明帝国之中，曾经发生了8大门派108名高手全部被吸功大法吸干之后，这门功法更是被无数人视为魔功。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铁胆神州朱无事这位正道人士修炼的竟然是吸功大法。看着惊讶不已的江湖群雄，苏晨微笑道：你们没有听错，朱无事修炼的主要功法正是吸功大法，这也是他能够修为进步神速，威压大明江湖的原因。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古三通和朱无事一起拿到功法之后，带着朱无事回到了自己家中，并向古三通介绍了自己的未婚妻素心。谁知朱无事见到素心之后，却是一见倾心，对其爱慕不已。
听到朱无事对古三通的未婚妻一见倾心，客栈内的江湖群雄又是一阵神色怪异。你们说，会不会是朱无事和古三通两人为了素心大打出手，关键时刻素心替古三通挡了朱无事一击，所以就重伤昏迷了？有脑洞大开之人小声地对身边同伴说道：哈，我看很有可能，没想到朱无事也会为了一个女人而对自己的好兄弟动手，真是男儿本色啊！住口，不许污蔑我义父声誉！上官海棠听到客栈内群雄的议论，忍不住愤怒呵斥出声。见到上官海棠发怒，众人的议论倒是收敛了几分。毕竟大明的天下第一庄和护龙山庄还是有些威慑力的。不过这对苏晨却是无用。苏晨看了上官海棠一眼，淡淡道：上官庄主倒也不必动怒，你觉得你对你义父真的足够了解吗？其实素心之所以被朱无事打伤，正是因为在朱无事和古三通决战之际闯入到了两人中间，朱无事收手不及，不得已之下伤了素心的。上官海棠实在不愿相信这个事实，沉声道：苏公子，你有何证据证明你说的是真的？苏晨斜去了上官海棠一眼，随意道：本公子的话便是证据。本公子与朱无事从未见过，也没有任何恩怨，没事冤枉他做什么？上官庄主若是不信，大可去找朱无事对质。上官海棠听到苏晨的话，脸色不由得微微一变，心中也是乱作一团。见到上官海棠不再插话，苏晨继续道：当然，朱无事和古三通决战并不是因为争夺素心，或者说不仅仅是为了争夺素心。朱无事为了提升自己的修为实力，在太湖之畔吸取了108名各大门派的高手，但为了自己名声，却是把此事推到了古三通的身上。哗！听到苏晨的话，在场的江湖群雄顿时一片哗然。什么情况？当年大明帝国太湖之畔的那场惨案，竟然是朱无事做的。朱无事竟然吸取了108名高手的修为，并且诬陷给了古三通，这也太卑鄙了吧！若真是如此，那朱无事隐藏的也真是太深了。殷离庭向来嫉恶如仇，闻听此消息，顿时怒声道：为了一己之私，杀害108名武林正道，还诬陷自己的义兄，真是太可恨了。就连张三丰也不禁是眉头微微蹙起，显然对朱无事此人也是颇为不喜。上官海棠大声反驳道：苏公子，当年太湖之畔一案，真相早已明了，你为何要在这里颠倒是非，污蔑我义父？程是非则是神色变幻不定，心中对朱无事升起了几分恨意。苏晨微笑道：本客栈的消息断然不会有假，比如上官庄主，你并不是男子，而是女儿身。你自小被朱无事收养，随后拜师无痕公子，为了行事方便，才女扮男装的。你还暗恋天字号，密探断天涯。还要我说更多关于你的信息吗？你……上官海棠听到苏晨对他了如指掌，不由得脸色大变，看着苏晨如见鬼魅。见到上官海棠的反应，众人顿时明白苏晨说的都是真的，如此也让他们对苏晨曝光的朱无事的情况更信服了几分。客栈内的江湖群雄此时也是再次一阵意外，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神州江湖有着不小名气的玄字密探上官海棠竟然是个女子。尤其是婉婉和江玉燕，都是忍不住多打量了上官海棠几眼。苏晨没有理会众人的心思，继续道：朱无事诬陷古三通，一方面是为了找个替罪羊，另一方面则是想借此除掉古三通，那么他就可以将素心据为己有了。果然，太湖之畔发生的事情传出去之后，整个大明江湖顿时一片沸腾，古三通顿时成了人人喊打的大魔头。朱无事奉命捉拿古三通，与古三通约定在天山之巅决战。两人大战了3天3夜，不分胜负。关键时刻，素心闯入两人中间，想要阻止他们决斗。古三通连忙收回了攻势，朱无事却收手不及，误伤了素心，同时也伤了放弃进攻的古三通。竟是如此！听完苏晨讲述的古三通、朱无事、素心三人之间的事情，客栈内的众人都是一阵面面相觑。这其中的内容给他们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
尤其是朱无视这位在江湖上风评极好的大明皇叔，他的所作所为却是令众人都是大感意外。程氏妃听完苏晨的讲述，也是沉默了一阵，接着道：苏公子，多谢您告知我这一切，还请您单独告诉我娘如今的所在。不必客气。苏晨微微一笑，随即在心底和系统沟通起来，对县城是非的要求，将其母亲素心的详细位置呈现给他。苏晨刚刚对系统下达完指令，下一瞬间，那神异龙门之上，便是一道金光涌现，瞬间没入了程氏妃的脑海之中。苏公子的大恩，程氏妃没齿难忘，以后有什么用得到程氏妃的地方，尽管吩咐，我一定不会推辞。程氏妃感应到脑海中的关于素心详细位置的信息，当即对苏晨抱拳一礼，口中感激出声。苏晨微笑道：这是你应得的奖励。对了，提醒你一句，你娘素心当年中了朱无视半掌，已经是性命垂危了。朱无视给她服用了一颗天香豆蔻，才让她保住性命的。想要你娘恢复过来，还需要同时服下另外2颗天香豆蔻。在你没有找到天香豆蔻之前，最好不要轻易动你娘。竟然是天香豆蔻！听到天香豆蔻之名，龙门客栈内的江湖群雄又是一震。传说吃下3颗天香豆蔻之人，将会获得不老容颜而青春永驻。如此珍宝，很难不令人心动。程氏妃道：多谢苏公子提醒。苏公子，你知道另外2颗天香豆蔻在哪里吗？苏晨眼神微微一闪，缓缓道：天香豆蔻的下落，本客栈自然也知道，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要求了。除非另有其他人跃龙门成功，并以此为要求，本客栈方可告知。听到苏晨的话，程氏妃不由得神情微暗。这时一旁的云罗站出来对苏晨道：既然如此，那我就也来挑战跃龙门。若是我跃龙门成功了，你便将天香豆蔻的下落告知于我。苏晨随意道：云罗郡主想要挑战跃龙门，自然是可以的。程氏妃这时却是拉住了云罗，对苏晨问道：苏公子，若是云罗挑战跃龙门失败的话，需要满足客栈的什么要求？苏晨闻言略微沉吟了一下，接着看向程氏妃道：这样吧，反正云罗郡主也是为了你才挑战跃龙门的，若是云罗郡主挑战跃龙门失败，你便来本客栈做个伙计吧。实在是苏晨觉得在云罗身上榨不出油水来，所以便把主意打到了程氏妃的身上。程氏妃好歹也是一个逍遥天境的高手，而且还掌握了大明帝国8大门派的诸多武学，只需要稍微调教一下，也可以作为客栈的一个好帮手。不行，是我挑战跃龙门的，为什么要让程氏妃做伙计？你这不公平。苏晨话音刚落，程氏妃还没有出声，云罗却是直接大声拒绝了起来。苏晨微笑道：一切全凭自愿，若是不同意的话，那你们就请便吧。程氏妃这时道：苏公子，我们同意你的要求。随后程氏妃又费尽心思劝解了云罗好半天，才终于让云罗同意了下来。达成一致之后，云罗出了10两银子，而后便是走到那神异龙门旁边，一定要成功。到了那神异龙门旁边之后，云罗郡主双手合十，朝那神龙浮雕作揖行礼，口中祈祷出声，而后便是一脚踏向了那拱形门洞。嗡！在云罗郡主抬脚的那一刻，一道金光骤然涌现，将她笼罩其中。银！与此同时，清越的龙吟声在客栈之中响起，客栈顶端也是有神龙虚影不断盘旋不休，而那龙门顶部位置的神龙浮雕也是睁开了双眼，凝视着下方的云罗郡主。神龙大人，你可一定要放我过去啊！云罗见到那神龙浮雕睁眼，再次对他作揖行礼，口中恭敬地说了一声，而后迈出另一只脚向那拱形门洞踏去。程氏妃和上官海棠此时也都是紧张万分地注视着云罗，心中祈祷着他能够跃龙门成功。客栈内其他的江湖群雄也都是紧紧注视着云罗郡主的方向，想要看看云罗是否能跃龙门成功。在众人的注视之下，云罗郡主另一只脚也是轻松地跨入了那拱形门洞，而后整个人也是轻松地跨越过去。下一瞬间，客栈内的所有异象便是全部消失不见。
之前那道威严的声音也是再次在众人耳边响起：恭喜跃龙门挑战者朱云罗，跃龙门成功。听到那声音，云罗郡主顿时惊喜出声：太好了，我成功了。程世飞和上官海棠见到云罗郡主跃龙门成功，心神也顿时放松了下来。而客栈内的其他人看向云罗郡主，则都是充满了羡慕之色。就在云罗郡主欣喜不已的时候，苏晨的脑海中也是再次响起了系统那熟悉的提示音：因跃龙门挑战者朱云罗跃龙门成功，宿主可随机抽取奖励，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南海夜明珠12枚，恭喜宿主获得回春丹10枚。注：服用回春丹可治愈任何中毒以外的伤病。奖励已发放完毕，请问宿主是否使用奖励？就这，听到这次抽取的奖励内容，苏晨不由得一阵失望。南海夜明珠12枚，对于一般人来说倒是挺珍贵的，可是苏晨要它也没有什么用处啊。至于回春丹，相对倒算是不错，可对无敌的苏晨来说作用也不大。而且这次还只有2份奖励，与前几次的奖励相比却是逊色了许多。夜明珠和回春丹苏晨暂时都用不上，当然是选择不使用奖励了。苏公子，我挑战成功了，你是不是该兑现诺言，告诉我天香豆蔻的下落了？这时一旁的云罗满心得意地走了过来，打断了苏晨的思绪。苏晨闻言收回心神，点头道：恭喜云罗郡主了，既然你跃龙门成功了，本客栈自然会满足你的要求。声落，苏晨便是在心底与系统沟通了一声。接着那神异龙门之上陡然激射出一道金色光芒，涌入到了云罗郡主脑海之中。在那金光涌入脑海之际，云罗郡主便是接收到了关于剩下2颗天香豆蔻位置的信息。原来我本身竟然就有1颗天香豆蔻。得知其中内容之后，云罗顿时惊讶出声。看着咋呼咋呼的云罗郡主，苏晨好心提醒道：云罗郡主，天香豆蔻可不只是救治素心的良药，还是无数江湖人士梦寐以求的宝物，你还是低调点比较好。云罗闻言，看着客栈内江湖群雄像是看猎物一般的目光，不由得脸色微变，下意识地躲到了程世飞和海棠身边。程世飞则是向苏晨道：多谢苏公子了，我们会小心注意的，未免出现什么意外，我们就先告辞了，苏公子再见。苏晨闻言微笑道：几位请便。上官海棠向苏晨和张三丰分别点头示意了一下，而后便是和程世飞一起护着云罗郡主出了龙门客栈。客栈内一部分心怀不轨之人见到程世飞3人离开，也是悄然离开了客栈。苏晨对此倒也没有阻止什么，他和程是非己人，只是交易关系，倒也没有出手相助的义务。苏公子，贫道离开武当已久，如今也要回去了。你先后救治了我无忌徒孙以及3弟子代言，贫道和武当派上下感激不尽。日后苏公子有用得到武当派的地方，只需派人捎个信，武当派定全力相助。在程世飞3人离去没多久，张三丰也是上前一步，向苏晨拱手一礼，口中客气出声。苏晨微笑道：张真人和诸位武当派的朋友请便，告辞。张三丰再次向苏晨道别一声，而后转身朝龙门客栈之外走去。随即于代言、殷离亭、张无忌等人也是纷纷向苏晨拱手道别，一起出了龙门客栈。连续2拨人离去，龙门客栈内一时间倒是空旷了许多。公子，之前有人耽搁了，您说要给我和玉叶妹妹的丹药，什么时候给我们呢？婉婉见到苏晨闲了下来，眼珠转了转，笑盈盈地对苏晨问道。苏晨倒也没有推脱，直接取出2枚小归元丹。喏，这就是小归元丹了，你们每人服用1枚，然后运功炼化吸收吧。说话间，苏晨分别递给了婉婉和江玉燕1枚小归元丹。多谢公子。婉婉和江玉燕接过小归元丹，分别向苏晨道谢一声，而后便是在客栈中找了僻静角落，服下丹药炼化吸收起来。随着2人炼化吸收小归元丹，他们身上的气息也是在逐渐增强。1刻钟之后，婉婉率先炼化吸收完小归元丹的药力，修为从自在地境巅峰突破到了逍遥天境初期，而且距离逍遥天境中期也已经不远了。
相信要不了多久就能突破到逍遥天境中期了。又过了一会儿，江玉燕也是停止了修炼，而她的修为则是从八品武夫提升到了金刚凡境初期。虽然江玉燕如今的修为和婉婉差距甚远，但她修炼的时间却是比婉婉少了太多了。对于这么快提升到金刚凡境修为，江玉燕也是十分满意了。多谢公子。修为提升完毕之后，两女都是对苏晨感激不已。婉婉则是想着，此刻她的老对头是飞轩，只怕还停留在自在地境巅峰，以后他们之间的差距也会越来越远。如此看来，她跃龙门失败，留在客栈给苏晨当侍女，似乎比是飞轩跃龙门成功更为划算了。大隋帝国长安城外，被婉婉心中念叨的老对头是飞轩，此时正与他师父范清慧一起，带着大隋慈航进斋的弟子前往阳宫宝库的路上。在他们身侧还跟着理罚二公子李世民以及理罚大小姐李秀宁。除此之外，还有一支数百人队伍的精锐玄甲军赶路之中。范清慧对施飞轩问道：飞轩，你确认此消息属实吗？阳宫宝库事关重大，切不可出现丝毫纰漏。施飞轩点头道：师父放心，此消息定然无误。原来施飞轩当初要苏晨满足他的要求，正是告知他进入阳宫宝库的方法。施飞轩见识过苏晨满足花满楼和陆小凤要求时的情景，对苏晨给出的消息深信不疑。回到大隋帝国慈航进斋之后，施飞轩便直接告知了范清慧此事。随后范清慧和施飞轩一起又找上了理罚，找到了他们自认为天命之子的李世民，让李世民随他们一起进入阳宫宝库，搬走阳宫宝库之中的宝藏，所以才有了现在的一幕。李世民和李秀宁身后跟着的数百玄甲军精锐，却正是他们预备的搬运阳宫宝库宝藏的苦力。李世民微笑道：此次能够得到阳宫宝库中的宝藏，壮大理罚实力，尽快平定大隋之乱，全赖施仙子。施仙子于天下功莫大焉。施飞轩则是趁势道：李公子过奖了，天下万民的福祉还需要看以后理罚的作为。李公子若是能够执掌天下时，还请不要忘了初心，步上杨广的后尘，那才是万民之福。李世民闻言连忙道：施仙子放心，世民若能执掌天下，定会善待天下百姓，不负施仙子和范斋主的期望。李秀宁听着施飞轩和李世民的对话，心中却是有些不舒服。从他们的对话中，显然定下了李世民是未来天下之主的意思。那么他的父亲和大哥又要如何自处？虽然李秀宁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更偏向于李世民，但却也不希望两位兄长像是大隋的前太子和杨广一般手足相残。压下那些似乎有些遥远的问题，李秀宁转移话题问道：施仙子，不知还要多久才能进入阳宫宝库之中？我们还是尽快行动，免得夜长梦多。施飞轩道：我们目前还不能直接进入阳宫宝库，我带你们来的是宝库的其中一个出入口，不过必须要先进入宝库内部，从内部打开机关，此处通道才会开启。李秀宁闻言微微皱眉：若是如此的话，我们来这里做什么？李世民微笑道：秀宁，你稍安勿躁，施仙子带我们来这里，自有他的道理。施飞轩朝李世民点头示意了一下，接着道：因为唯有此处通道是在长安城外，不容易惊动城内的独孤法等势力。李公子等下可以将玄甲军留在此地，然后你随我和我师父一起，从长安城内的入口进入宝库。原来如此，李世民微微点头，施仙子考虑周到，世民知道了。双方说话之间，很快便是到了阳宫宝库在长安城外的出入口位置。李世民让李秀宁留下率领玄甲军，而他自己则是和施飞轩、范清慧一起进入了长安城，从长安城内西纪元水井入口进入了阳宫宝库之中。有着苏晨给予施飞轩的详细信息，一行人很顺利的便是进入了阳宫宝库，并掌控了阳宫宝库的各种机关。竟然有如此多的兵器物资，阳宫宝库果然名不虚传。当看到阳宫宝库之中藏着的一箱一箱的兵器物资之后，李世民顿时惊叹出声，心中也是欣喜不已。二公子，稍后我打开机关，你通知三小姐和外面的玄甲军进来，搬运宝库中的兵器物资。这时施飞轩对李世民说道：好，劳烦施仙子了，
李世民闻言，当即毫不迟疑地答应出声。随后，施飞轩便是打开了通往长安城外那条通道的机关，李秀宁带着玄甲军和部分慈航进斋弟子，轻易便是进入了杨公宝库之中。在李世民的指挥下，众人顺利地把这些宝藏全部都搬了出去。而范钦惠和施飞轩师徒两人，则是撇下众人，去找到了藏在杨公宝库之中的邪地舍利。当范钦惠怀着激动的心情取出邪地舍利之时，一道妖异的光芒骤然间穿透杨公宝库，直射苍穹。不好，邪地舍利暴露了！我要带着邪地舍利尽快返回晋斋，你和李世民他们一起撤离。范钦惠感应到那一幕，顿时脸色大变，口中急促出声。当即，范钦惠便是收起邪地舍利，往杨公宝库外面冲去。二公子，杨公宝库恐怕已经暴露，你们还是尽快离开吧，宝藏能搬多少是多少，切勿贪心。走到李世民身边时，不等李世民询问缘由，范钦惠便直接对他交代出声，而后带着邪地舍利快速离去。施仙子，这是怎么回事？李世民看着急匆匆离去的范钦惠，不由得对施飞轩询问出声。施飞轩道：杨公宝库之中藏着邪地舍利，如今邪地舍利的气息泄露，定然会引得魔门高手前来，我们若是继续留在包括之中，恐怕会有不小的危险。听到施飞轩的话，李世民眉头顿时皱起，对魔门的残忍强大，他自然也十分清楚。我让手下将士加快速度，尽快搬运杨公宝库中的兵器物资，半个时辰之后全部撤离。半晌之后，李世民做出了自己的决断。对此，施飞轩和李秀宁倒也没有什么意见。接下来，玄甲军搬运兵器物资的速度，便是在李世民的要求下加快了许多倍。而另一边，范钦惠刚刚冲出杨公宝库，便是感应到一股强大的攻击迎面袭来。感应到攻击来袭，范钦惠脸色一变，连忙仓促出掌，一掌迎了上去。砰！两掌相对，一道沉闷的声音响起，范钦惠受到反震之力，顿时往后倒飞而回。范钦惠交出圣舍利。与此同时，一道清冷的声音在空中响起。范钦惠凝神望去，发现来人却正是他的老对头阴鬼派掌门祝玉言，当即脸色一寒，厉声道：祝玉言想要邪地舍利，真是痴心妄想。原来之前苏晨让婉婉出去散播龙门客栈消息的时候，婉婉趁机让人给阴鬼派送了密信，一方面是想要让祝玉言到龙门客栈救他，另一方面则是让阴鬼派多留意施飞轩的动作，并告知施飞轩和慈航进斋最近肯定会做出不利于阴鬼派之事。祝玉言于是便让人暗中留意慈航进斋的动作。当他注意到范钦惠和施飞轩师徒一起往长安城赶来，于是便也暗自一路跟随。虽然到了长安城内，范钦惠师徒进入杨公宝库之后，祝玉言暂时失去了他们的踪迹。不过在邪地舍利释放出气息之后，祝玉言立即就找到了方向。循着邪地舍利的气息，祝玉言轻易找到了杨公宝库的出口，并恰好遇到了从宝库出来的范钦惠。见到范钦惠出来，祝玉言当即毫不犹豫地出手袭击，所以才有了先前的一幕。祝玉言听到范钦惠的话，冷冷道：圣舍利本就是我圣门之物，你们慈航进斋有何资格据为己有？范钦惠道：魔门为祸天下苍生已久，若是让你们得到了邪地舍利，天下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跟着遭殃。为了天下苍生考虑，哪怕将邪地舍利毁掉，也绝对不可能交给你们魔门之人。哼，你不过就是怕本后得到圣舍利之后实力大涨，威胁到你们慈航进斋的地位罢了，何必如此冠冕堂皇？祝玉言听到范钦惠的话，不由得冷笑出声。范钦惠道：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把邪地舍利交给你们魔门之人。祝玉言冷声道：这可由不得你了。声落，祝玉言肩头两条黑色丝带猛地化作两道利剑，朝着范钦惠胸膛位置击射而去。范钦惠见到祝玉言的攻击，也不敢怠慢，一手拿着邪地舍利，一手连忙施展出最强手段，与祝玉言战斗到了一处。而就在范钦惠和祝玉言战斗之际，邪地舍利外放也是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往此地飞速赶来。没多久，离得最近的独孤伐第一高手尤楚红就是率先赶来，
也加入到了对邪帝势力的争夺之中。而后，邪极宗4大弟子道行逆师有鸟卷、大弟丁九重、周老探、媚娘子金环真4人也是联袂而来。不仅是这些人，后续魔门众多高手，包括邪王石之轩在内，全部都是加入到了这场对邪帝势力的争夺战之中。虽然因为施飞轩得到了阳宫宝库的准确位置，使得阳宫宝库提前出世，并且让李世民获得了宝库中的部分宝藏，但邪帝势力的出现却仍是让原著之中出现的混乱争夺局面同样出现了。唯一不同的地方，也就是寇仲和徐子陵这对难兄难弟未曾参与到这次的邪帝势力争夺之中。这场令得大隋江湖沸腾的邪帝势力争夺战一直持续了近半个月，邪帝势力最终还是落在了邪王石之轩手中，慈航进斋和阴鬼派双方斗得你死我活，最终却都是一场空。在大隋江湖因为阳宫宝库和邪帝势力而纷乱不已的时候，苏晨的龙门客栈却是平静了一段时间。前来龙门客栈挑战跃龙门的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无论失败还是成功，却也都没有什么令人眼睛一亮的好东西到手。苏晨不禁感觉有些无聊了起来。这天，苏晨正在龙门客栈之中指点江玉燕的修炼，客栈门口却是终于又迎来了一位让苏晨颇有兴趣的剧情人物。只见他一袭白衣如雪，清丽脱俗，仿佛月宫仙子下凡。他的脸颊细长，黛眉微蹙，眼波如水，口若含珠，皮肤白皙如凝玉。世间文字千百万，形容他最为贴切的却只有一词：白狐儿脸。在他踏入客栈的那一刻，头顶上方便是出现了一道只有苏晨能看到的虚幻荧幕，显示着他的基础信息：姓名南宫仆夜，性别女，身份北莽帝国假阳谢家谢观音之女，修为自在地境巅峰，目的提升实力，为母亲报仇。公子回神，你眼都看直了。就在苏晨打量着南宫仆夜之时，婉婉神色间颇有几分不爽，伸出手在苏晨眼前晃了晃，口中没好气地说道。苏晨微笑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本公子欣赏美女，有什么问题？好了，你先到一边去，本公子要迎接新客人了。说话间，苏晨一挥手，发出一道柔力，便是把婉婉送到了一边。南宫仆夜似乎没有听到苏晨和婉婉的对话，眼神在客栈中扫视了一遍，而后视线落在苏晨身上，淡淡道：阁下就是龙门客栈的老板吗？苏晨点头道：姑娘说的不错，在下苏晨正是龙门客栈的老板。南宫仆夜微微颔首，随即问道：江湖传闻，雪月剑仙李寒一曾经在龙门客栈的帮助下，修为从逍遥天境直接提升到了神游玄境巅峰，不知可有此事？苏晨闻言一笑，确有此事。姑娘也是想要本客栈帮你提升修为？南宫仆夜点头道：不错，我有血海深仇在身，需要强大的实力才能报仇。苏晨道：姑娘想必来之前已经打听过了，本客栈名为龙门客栈，便是因为客栈内有一座神异龙门，只要你能跃龙门成功，无论你提出任何要求，本客栈都能够满足，这当然也包括提升你的修为实力。南宫仆夜闻言，扭头朝龙门所在的位置仔细打量了一阵，却是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之处。我要如何才算是跃龙门成功？苏晨听到南宫仆夜问起，当即便是把跃龙门的规则和方式对他讲述了一遍。这里是10两银子。听完苏晨的讲述，南宫仆夜直接递给苏晨10两银子，而后迈步走向那神异龙门，再次打量了那神异龙门一阵。南宫仆夜凝聚心神，抬脚朝那拱形门洞一步踏出。嗡！随着南宫仆夜一脚踏出，那神异龙门之上再次浮现出了一道耀目金光，直接将南宫仆夜整个人笼罩其中。银！与此同时，那清越的龙吟声再次响起，龙门顶部的神龙浮雕也是又一次睁开眼睛，凝视着正在跃龙门的南宫仆夜。南宫仆夜虽然在来龙门客栈的路上便已经听闻了龙门之神异，但此刻亲眼见到这一幕，仍然是感到有些惊异。
抬头看了那威严的神龙浮雕一眼。南宫仆夜缓缓收敛心神，抬起另一只脚往那拱形门洞踏去。婉婉和江玉燕也是和往常一般，有些羡慕地看向了正在跃龙门的南宫仆夜，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第二次跃龙门的机会了。苏晨也是面带微笑，看着南宫仆夜跃龙门的过程。而此刻，仍在客栈内停留的部分武林人士也是紧张地看向了南宫仆夜和那神异龙门。在众人的注视之下，南宫仆夜的另一只脚也是轻松地跨过了那拱形门洞，随即他的整个身体也是彻底越过了那道拱门。下一瞬间，笼罩在南宫仆夜身体四周的金光便是隐没不见，而客栈内的诸多异象也是全部消失。与此同时，一道威严的声音也是在众人耳边响彻：恭喜跃龙门挑战者南宫仆夜，跃龙门成功！又成功了！婉婉看到南宫仆夜跃龙门成功，不由得羡慕不已。江玉燕看向南宫仆夜的眼神中也同样是带着几分羡慕。南宫仆夜则是有些好奇的打量起了那神异龙门，他倒是没有想到跃龙门的过程竟是如此的轻松。而且在各种异象消失之后，南宫仆夜发现那龙门怎么看似乎也都只是一座简陋的木工制品，不明白之前他为何会显出各种异象。就在南宫仆夜打量那神异龙门之时，苏晨的脑海中则是再次响起了一连串系统那熟悉的提示音：音乐龙门挑战者南宫仆夜，跃龙门成功，宿主可随机抽取奖励，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归元丹1枚，注：服用此丹药可提升30年功力，每人只能服用1枚。恭喜宿主获得刀法19庭，恭喜宿主获得神兵龙魂刀。奖励发放完毕，请问宿主是否使用？19庭、龙魂刀、归元丹。这一次的奖励真是不错。听完这次抽取奖励的内容，苏晨心中顿时一阵惊喜。归元丹的效果十分明了清晰，倒也不必赘述。其中的19庭则是南宫仆夜自创的刀法绝技，6庭杀2品，9庭杀指旋，12庭杀天象，16庭佛门大金刚也破开，天人体魄如白纸。18庭之后，身前没有陆地神仙援助之中，逍遥天境的南宫仆夜施展出18庭，威力便已经不弱于神游玄境的强者。而他的19庭一旦施展而出，甚至能与神游玄境强者同归于尽。若是他突破到神游玄境，又施展出19庭的话，只怕同为神游玄境的强者也要死在他的刀下。这样一门强大的刀法绝技，苏晨自然十分满意。而龙魂刀乃是出自雪花女神龙之中，由武林传奇人物古木天花了10数年时间，后来在沙漠之盟寻获七彩水晶母。古木天把七彩水晶母切为2部分，铸成一柄龙魂刀，一柄凤血剑，其锋利无比，永无损坏。这2把刀剑因常年吸收天地灵气，刀能换来风雨，剑能引动雷电。刀剑相交则风雨雷电交相闪现，天摇地动，万物俱惊。不管龙魂刀和凤血剑的主人是谁，有什么恩怨，这对刀剑的主人也永远是一对。当这对刀剑合璧主人情感相融时，则能产生世间最强大的力量，能撼动宇宙，使天地间瞬间风云变色。想到龙魂刀的信息，苏晨不由得想起了凤血剑的主人上官燕，那个被称之为女神龙，每次杀人都要在嘴中擒一缕头发的奇女子。这次抽中的奖励，除了奖励本身之外，看来还有意外之喜呢。苏晨看着正朝自己走过来的南宫仆夜，想到炼化丹药需要个过程，于是没有急着使用奖励。恭喜南宫姑娘跃龙门成功。等到南宫仆夜走过来，苏晨面带微笑，口中道贺出声。多谢。南宫仆射道谢一声，接着问道：如今我跃龙门成功了，我的要求便是将我的修为提升到神游玄境巅峰，不知要如何做？神州江湖之中，目前在世人认知之中的最高修为便是神游玄境巅峰。南宫仆夜的4大仇人，最强的王老怪也正是神游玄境巅峰的修为。不过南宫仆夜自信，同样的修为境界之下，他定能胜过王老怪。至于其他3人，那就更不用多说了。
苏晨微笑道：“南宫姑娘既然跃龙门成功了，你的要求在下自然会满足。你做好准备，马上就要开始提升修为了。”对南宫仆射说完之后，苏晨便是在心底和系统沟通了起来。系统兑现南宫仆夜的要求，将他的修为提升到神游玄境巅峰。嗡！苏晨刚刚对系统下达完指令，那神翼龙门之上便是陡然射出一道金色光芒，瞬间便是将南宫仆夜笼罩其中。而南宫仆夜身上的修为气息也是在逐渐增强，自在地境巅峰，逍遥天境初期，逍遥天境中期，神游玄境后期，神游玄境巅峰。一直等到南宫仆夜的修为来到神游玄境巅峰，那笼罩着南宫仆夜的金色光芒，这才是消失不见客栈内的江湖群雄。见到南宫仆夜身上气息逐渐增强，最终停留在了神游玄境巅峰之境，顿时再次被震惊到了。这才多久，在雪月剑仙之后，就又造就了一位神游玄境巅峰的至强者。龙门客栈也太牛了吧，真是羡慕死了。为何我当初就跃龙门失败了呢？谁不是呢？羡慕这个词我都说够了。不仅是客栈内那些普通江湖群雄，江玉燕和婉婉此时也是对南宫仆夜羡慕不已。而南宫仆夜自己在感应到自身如今的修为状况之后，心中也是震撼不已。没想到龙门客栈竟然真的将我的修为提升到了神游玄境巅峰。谢观音，你等着，要不了多久我就来取你性命。南宫仆射握刀的手稍微用力了几分，心中默默低语。半晌后，南宫仆夜压下心中思绪，向苏晨抱拳一礼，口中感激出声：“多谢苏公子，令我有了报仇的实力。”南宫仆夜感激不尽，等我报仇之后，定当回来报答苏公子大恩。公子，我看这龙门客栈的传闻根本就是以讹传讹，不值得相信的，我们何必千里迢迢地赶到这破地方来呢？苏晨正要回应南宫仆夜的话，却是听到客栈门口传来一道有些刺耳的声音，不由得眉头微皱。循声望去，只见在客栈门口正有一行人迈步而来，为首者是一个27、28岁年纪的青年，身穿淡黄青衫，腰悬长剑，面目俊美，潇洒娴雅。在那青年身侧跟着一个面容绝美，冰清玉洁，宛如画中仙子一般的年轻女子。再往后则是两个年轻侍女，一人穿着红衫，一人身着绿裙，容貌都是颇为秀丽。两个年轻侍女身侧则是有一胖一瘦，两个护卫模样的中年男子。苏晨看向几人的时候，也自动使用了客栈的探查功能，轻易便认出了这些人的身份。为首的青年男子正是北宋帝国之中有着南慕容之称的慕容复。慕容复旁边的那晚如画中仙子的年轻女子，则是他的表妹王语嫣。剩下的四人分别是阿朱、阿碧、包不同和风波恶。包不同向来口无遮拦，刚才的话正是他说的。客栈内的众人刚刚才见识了苏晨和龙门客栈的神异能力，听到包不同的话，看向慕容复一行人的神色之间不禁显得有些怪异。慕容复见到众人的神色，不由得微微皱眉。包不同直接大声道：“你们这么看着我们是什么意思？想要打架吗？”风波恶也是跟着笑嘻嘻道：“打架好啊，我风波恶平生最喜欢的就是打架了。”客栈门口已经明确展示了本客栈的规则，你们进入客栈之中却一心想要动手，这是在挑衅本客栈吗？苏晨见到两人的模样，眼神微寒，口中淡漠出声。包不同大笑道：“一个小小的客栈而已，摆什么谱？就算你包三爷想要动手，又能如何？”砰！包不同声音刚刚落下，整个人便像是断线风筝一般，猛地倒飞出去，砸到客栈墙壁之上，而后重重摔落地面。噗！落地之后，包不同口中猛地喷出一口鲜血，脸色一片苍白，直接失去了行动能力。包三哥见到那突如其来的惊变，慕容复、风波恶、王语嫣几人都是神色大变，口中惊呼出声：“看在你还没有动手的份上，这次只是给你一个警告，若是再敢在本客栈撒野，那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苏晨这时看向包不同的方向，口中淡漠出声。显然包不同之所以会突然倒飞出去，正是他出手的。
慕容复检查了一下包不同的状况，见到包不同虽然受伤不轻，但总算没有性命之危，稍微松了口气，接着起身看向苏晨道：“这位公子，我朋友不过是开个玩笑说了几句罢了，你就下此重手，未免有些过分了吧？”苏晨闻言一笑：“哦，是吗？我也只是和你的朋友开个玩笑而已，谁知道他这么弱。”我轻轻挥了挥手，他就吐血飞出去了，真是废物到家了。噗！包不同本就有伤在身，听到苏晨的话，气急攻心之下，再次喷出一口鲜血，伤势变得更加严重了。风波恶见状，朝着苏晨怒喝道：“你是存心要与我们姑苏慕容氏为敌是吗？我风波恶倒要来领教一下，你有什么本事？”说着，风波恶就打算上前对苏晨出手。风四哥，退下！慕容复见状，连忙朝着风波恶呵斥出声。慕容复对包不同和风波恶都十分了解，两人的实力也是在伯仲之间。既然苏晨可以轻易重伤包不同，那么风波恶上去也只会自讨苦吃，甚至就连慕容复自己都没有能够胜过苏晨的把握。当然，这一点他是不会说出来的。除了行事不如人之外，慕容复还有着自己的野心抱负，他打算挑战跃龙门，然后通过跃龙门实现自己的野心抱负。是风波恶被慕容复拦下，虽然心中不甘，但还是无奈退到了包不同身边，没有了出手的意思。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愤怒，慕容复对苏晨抱拳道：“阁下想必便是龙门客栈的老板苏公子了，果然实力深厚，令人佩服。刚才的事情只是一场误会，我包三哥也受到了教训，便到此为止，如何？麻烦南宫姑娘稍后一下。”苏晨先是向身侧的南宫仆夜说了一句，接着看向慕容复，微笑道：“只要你们不坏了客栈的规则，本公子自然也懒得多生事端。”慕容复抱拳道：“多谢苏公子，其实我们此次前来龙门客栈，也是因为听闻了龙门客栈的神意，所以打算前来挑战一下跃龙门的。”苏晨颔首道：“慕容公子想要挑战跃龙门自然可以，不过若是跃龙门失败的话，便需要满足本客栈一个要求，这点想必你也知道了吧？”慕容复点头道：“不错，这点在下已经明了。那不知道，若是在下跃龙门失败的话，需要满足客栈什么条件？”苏晨打量了慕容复一眼，微笑道：“听闻慕容公子最为擅长的便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其实主要还是仰仗的慕容家的绝学斗转星移。若是你跃龙门失败的话，便把斗转星移的秘籍交给本客栈吧。”慕容复听到苏晨的话，脸色不由得微微一变，心中一时迟疑不定起来。风波恶见状，连忙劝解道：“公子，斗转星移乃是慕容世家绝学，万不可传于外人。”“是啊，表哥，你不要冲动。”王语嫣也是跟着对慕容复劝解出声。苏晨则是笑盈盈地道：“若是慕容公子没有信心的话，那便作罢。对了，其实还可以换一个要求，比如把你身边的2位侍女送给本公子做侍女。”慕容复听到苏晨的话，眼中金光一闪，沉声道：“在下就不信，那么多人都能跃龙门成功，而我会失败。”苏晨闻言微微一笑：“慕容公子，请。”说话间，直接对慕容复伸手示意了一下龙门的方向：“你们先在一边等着。”慕容复朝苏晨交了10两银子，又对王语嫣几人交代了一句，而后便是走到那神异龙门跟前，稍微打量了一阵那神异龙门之后，慕容复狠狠地咬了咬牙，朝那拱形门洞猛地一步踏出。嗡！随着慕容复一步踏出，那神异龙门之上顿时有耀目金光涌现，瞬间将慕容复笼罩其中。与此同时，龙吟众现，神龙浮雕睁眼，各种神奇异象也是在此一一呈现。慕容复几人见到这一幕，眼神不由得微微一凝，对龙门客栈的神异能力也是更多了几分信服。慕容复感觉自己整个人似乎被那神龙浮雕给看透了，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心中不由得一阵不舒服。凝视了那神龙浮雕半晌，慕容复提取全身功力，做好了防护准备，同时抬起另一只脚往那拱形门洞踏出。却在此时，那拱形门洞之上陡然弹出了一道虚幻的金色光门，直接挡下了慕容复的脚步。留在客栈内的部分武林人士早就见过了好几次跃龙门的情形，
大概明白了成败的关键。此时看到那金色光门出现，顿时微微摇头，心中明白慕容复这是要跃龙门失败了。慕容复并没有见过其他人跃龙门的状况，还以为那光门乃是常态，感应到前方的阻碍，眉头不由得微微皱起，猛地凝聚功力于脚下，想要强行突破那道光门。然而慕容复越是运功，那光门之上传来的阻力便是越大。砰！某一时刻，当慕容复的功力提聚到巅峰之时，那虚幻的金色光门之上的阻力也是达到了巅峰，瞬间便是将慕容复整个人给震得倒飞了出去。噔噔噔！慕容复连忙调整身形，落地之后连续推出了5-6步，才好不容易稳住了身形。跃龙门挑战者慕容复，跃龙门失败。同一时间，那威严的声音再次在众人耳边响起，而那神异龙门上的种种异象也是全部消失不见。公子，你没事吧？风波恶见到慕容复狼狈模样，连忙上前关切出声。王语嫣、阿朱、阿碧三女也是围到了慕容复跟前，脸上有着担忧之色。慕容复调息一阵，压下躁动的气血，摇头道：我没事，只是想到自己竟然跃龙门失败了，慕容复心中便是十分不爽。尤其是想到之前苏晨提出的2个条件，慕容复更是脸色难看。苏晨却是并不理会慕容复的心思，迈步上前道：没想到慕容公子会跃龙门失败，实在是令人遗憾呢。不过本客栈的规则却是不能破，不知道慕容公子是选择交出斗转星移的秘籍，还是留下2位侍女呢？唰！听到苏晨的话，原本就脸色难看的慕容更是一片铁青。阿朱和阿碧彼此对视一眼，眼中都是有着几分忧色。他们对慕容复还是有着一定了解的，若是在家传功法和2个侍女之间选择的话，慕容复大概率会选择放弃他们。客栈内的其他武林人士也是一副看好戏的模样，看向了慕容复。这种跃龙门失败的境况，他们也都是经历过的。如今看到声名赫赫的南慕容也与他们一样，心中反倒是畅快了不少。不等慕容复开口，风波恶却是冷声道：所谓的跃龙门成败，全都是你的一家之言，谁知道是不是你暗中搞鬼的？苏晨并不理睬风波恶，而是继续对慕容复道：慕容公子若是2样都舍不得的话，苏某可以做主，再给慕容公子2个选择。慕容复闻言，脸色微微一喜，连忙道：苏公子请说。苏晨眼神在王语嫣身上停留了一阵，又看了包不同和风波恶一眼，微笑道：其一，用你的表妹王语嫣替代；其二，则是用你的2个护卫包不同和风波恶替代。痴心妄想！风波恶听到苏晨的话，更是脸色大变，口中愤怒出声。王语嫣也是神色微变，神色之间有了些担忧。啪！苏晨随手一挥，隔空给了风波恶一耳光，警告道：本公子在和你家公子交谈，轮不到你在这里放肆，再敢多言，包不同便是你的榜样。风四哥，你先不要说话。慕容复见到风波恶似乎还有出声的意思，担心他激怒苏晨，连忙出声制止了他。风波恶对慕容复忠心耿耿，见到慕容复发话，当即不再开口了。慕容复则是眼神在王语嫣、阿朱、阿碧、包不同和风波恶几人身上一一扫过，沉吟了一阵之后，对阿朱和阿碧道：阿朱、阿碧，你们今后便跟在苏公子身边吧，想必以苏公子的能耐，也不会委屈了你们。显然，在一番斟酌之后，慕容复还是选择了放弃阿朱和阿碧。王语嫣是慕容复的表妹，而且王语嫣所在的曼陀山庄对他还有所助力。至于包不同和风波恶，对慕容复来说则是得力手下。相比之下，无疑是放弃阿朱和阿碧损失最小了。表哥，公子。听到慕容复的决定，王语嫣、阿碧和风波恶3人都是焦急出声，想要劝阻慕容复，却不知该如何开口。至于阿朱，却是静静地站在一边，没有太多反应。苏晨平静地看着这一幕，对慕容道：既然慕容公子已经兑现了本客栈的要求，便也是两清了，慕容公子随时可以离去。当然，慕容公子若是愿意在本客栈消费的话，本客栈也是欢迎的。或者你们其他人
还想要挑战跃龙门的话，也是可以的。不必了。听到苏晨的话，慕容复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最终还是摇头拒绝了。接着对风波恶道：“风四哥，带上包三哥，我们走。”慕容复却是感觉到，客栈内众人看向他的眼神之中，似乎全都带着嘲讽之色，有些难以承受，打算就此离开了。风波恶听到慕容复的话，当即快步走到包不同身边，打算带着包不同离开。却在此时，阿朱却是突然开口了：“苏公子，如今我已经成为了客栈的侍女，不知道还能不能挑战跃龙门呢？”听到阿朱的话，慕容复、王语嫣和风波恶都是停止了动作，扭头看向了阿朱，心中却是不禁有所期待。苏晨闻言看了阿朱一眼，笑着道：“每个人都有一次挑战跃龙门的机会，就算你是本客栈的侍女也不例外。多谢苏公子。”阿朱闻言，口中向苏晨道谢一声，接着迈步走向了那神异龙门旁边，而后抬脚朝那拱形门洞一步踏出。当阿朱一步踏出之际，那神异龙门之上顿时绽放出耀目金光，直接将阿朱整个人笼罩其中营。与此同时，一道清越的龙吟声响起，那龙门顶部的神龙浮雕缓缓睁开了双眼，威严的双目凝视着下方的阿朱。同一时刻，龙门客栈的顶端也是再次五爪神龙虚影盘旋不休。阿朱见到慕容复先前跃龙门时的场景，所以对那神异的景象倒是并没有什么意外。压下心中的悸动，阿朱一脚踏出，轻松迈入了那拱形门洞之中，而后另一只脚抬起，再次轻轻一跃，整个人便是全部越过了那拱形门洞。恭喜跃龙门挑战者段阿朱跃龙门成功。在阿朱越过那拱形门洞之际，之前那道威严的声音再次在众人耳边响起。同一时间，之前出现在客栈内外的所有神异景象全部消失不见。阿碧、慕容复、王语嫣、风波恶几人看到阿朱竟是跃龙门成功了，都是欣喜不已。婉婉和江玉燕看向阿朱的眼神之中则是充满了羡慕。也就在相同的时间里，苏晨的脑海中系统那熟悉的机械体音也是悠悠响起。因跃龙门挑战者段阿朱跃龙门成功，宿主可随机抽取奖励，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凌波微步，恭喜宿主获得月女剑法。注：此剑法为月女阿青所用完整版剑法，修炼到极致之时，一剑可破3000甲。恭喜宿主获得驻颜丹10枚。注：服用驻颜丹之后，可以令人保持服药时候的容貌，至死不变。奖励已发放完毕，请问宿主是否使用？凌波微步、月女剑法、驻颜丹，除了凌波微步之外，怎么都像是给女人准备的？就算是凌波微步，也是女子用起来才更加仙姿飘渺。听完这次抽取的奖励内容，苏晨不由得在心中暗自嘀咕。不过总的来说，这次的奖励倒也还算可以。驻颜丹暂时存放系统空间，其他2种奖励便使用了吧。略微沉吟了一下，苏晨在心底对系统下达了指令。下一瞬间，苏晨的脑海中便是多出了2股信息流，正是凌波微步和月女剑法的详细信息，甚至还包括一些对敌应用的经验。似乎苏晨已经修炼凌波微步和月女剑法许多年了似的。也就在这时，阿朱摆脱了慕容复、王语嫣几人，走到了苏晨身边。苏晨收回心思，微笑道：“恭喜阿朱跃龙门成功了，不知道你想要让本客栈满足你的什么要求呢？”听到苏晨问起，江玉燕、婉婉等人都是看向了阿朱，等着他的回答。而慕容复更是满怀期待，希望阿朱能够提出可以助其实现野心抱负的要求。多谢苏公子。阿朱向苏晨道谢了一声，眼神在慕容复、王语嫣、包不同和风波恶几人身上扫视了一圈，而后对苏晨道：“苏公子，我想让您治愈包三哥身上的伤势，让他安然离去，可以吗？”阿朱在慕容家只是一个侍女，慕容博和慕容复父子很少在家，在家的时候双方也是有着地位上的差距。倒是慕容世家的4大家臣一直把阿朱和阿碧当作亲人对待，双方之间感情颇为不错，这也是阿朱替包不同求情的原因。而且阿朱很聪明，他的要求
不仅是让苏晨治好包不同，还包括让他安然离去。这也是他担心包不同等下又和苏晨起冲突，先打好预防针。王语嫣、阿碧、风波鄂三人听到阿朱提出的要求是为了包不同的，对阿朱都是好感大增。慕容复听到阿朱提出的要求，心中不禁有些失望，不过想到阿朱是为了包不同求情，倒也是勉强能够接受。而且他总不能表露出来自己不希望阿朱浪费这个机会吧。苏晨对阿朱的要求倒是并无所谓，微笑道：既然你跃龙门成功，你的要求本客栈自然会满足。声落，苏晨直接在心底对系统沟通了一声，下一瞬间，那神异龙门之上便是一道金光激射而出，隐没到了包不同的体内。不过数息之后，包不同便是骤然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起来，身体直接恢复到了全胜状态。阿朱妹子，我只是区区小伤，你又何必为此浪费一次机会呢？恢复之后，包不同连忙向阿朱说道。包不同虽然嘴巴很臭，不过对阿朱和阿碧倒一直都是挺照顾的。阿朱微笑道：包三哥一直对我颇有照顾，我能帮到包三哥一次，心中高兴还来不及，怎么能说是浪费呢？而且我自己倒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包不同听到阿朱的话，口中叹息一声，本想对苏晨说些什么，不过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他却是担心自己再得罪了苏晨，浪费了阿朱的好心。阿碧见到阿朱跃龙门成功了，眼神微微一闪，也是上前道：苏公子，我也想挑战一次跃龙门，可以吗？苏晨深深地看了阿碧一眼，似乎能够看透他的内心，接着笑了笑：可以，看在你是本客栈侍女的份上，那10两银子便也省了，你去吧。阿碧听到苏晨的话，当即迈步走向那神异龙门，期待的抬脚迈步而出。然而阿碧却是没有阿朱的好运，很快便是宣告跃龙门失败了。苏晨看了一眼跃龙门失败之后有些垂头丧气的阿碧，淡淡道：跃龙门失败者是需要有所付出的。听到苏晨的话，阿碧脸色不由得微微一变。阿朱则是上前笑着求情道：公子，我和阿碧都是客栈的人了，是否可以免除呢？苏晨道：规则不可破，不过看在阿朱的面子上，便罚接下来的1个月，阿碧负责接待前来客栈的客人吧。多谢公子。阿朱闻言连忙向苏晨道谢出声，而后对阿碧道：还不快谢过公子。在阿朱的示意下，阿碧也是向苏晨道谢一声，而后默默地站到了阿朱身侧。慕容复见此彻底失望了，对苏晨抱拳道：在下还有事，便先告辞了。说完，不等苏晨回应，慕容复直接带着包不同和风波鄂往客栈外而去。阿朱、阿碧，你们要照顾好自己。王语嫣则是向阿朱和阿碧叮嘱了一句，接着也快步跟了上去。等慕容复一行人离去之后，南宫仆射也向苏晨提出了告辞：苏公子，在下也该告辞了，等我报完仇之后再回来报答苏公子的大恩。苏晨微笑道：南宫姑娘慢走，欢迎南宫姑娘随时回来客栈，至于报恩之言倒是不必多提。南宫仆夜闻言没有多说什么，向苏晨抱了抱拳，而后径自转身离去了。这一去，离阳江湖势必为之天翻地覆。等南宫仆夜也离去之后，苏晨交代了阿朱、阿碧、婉婉和江玉燕4女一声，便选择了一安静之地，取出归云丹当场服下，开始炼化吸收起来。随着丹药药力逐渐被炼化吸收，苏晨的修为实力也是在逐渐飙升。逍遥天境中期，逍遥天境后期，逍遥天境巅峰，神游玄境初期，一直到苏晨的修为境界来到了神游玄境初期，那归元丹的药力才终于是被他彻底炼化吸收干净。神游玄境道也并不难嘛。停止修炼的苏晨感应了一下自己的修为情况，心中不由得暗自低语，若是让江湖上那些修炼了一辈子连逍遥天境门槛都没有达到的人知道苏晨心中所想，不知道该是何等崩溃了。公子，你的实力又变强了吗？见到苏晨睁开眼停止修炼，江玉燕小心地凑近苏晨出声问道。苏晨微笑道：略有进步，恭喜公子。江玉燕闻言当即向苏晨贺喜出声。苏晨微笑道：去吧阿朱、
阿碧和婉婉都叫来，本公子今天高兴，再给你们一点福利。江玉燕听到苏晨的话，不由得想到了之前的小龟元丹，心中顿时一喜，口中恭敬答应一声：“是，公子。”随即，江玉燕便去把阿朱、阿碧和婉婉都叫了过来。当婉婉听到苏晨要给他们福利之时，心中也是颇为欣喜。阿朱和阿碧彼此对视一眼，却不知道苏晨所指的福利是什么。公子，听玉燕妹妹说，您又要给我们福利了，您可真是这世界上最好的老板了。见到苏晨之后，婉婉当即娇媚出声。苏晨调侃道：“哦，我记得之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婉婉笑嘻嘻道：“之前是人家好坏不分，公子您就不要和人家计较了吗？”苏晨没有回应婉婉的话，看向阿朱和阿碧道：“对本公子将你们留下做侍女，你们心中是否有所不满？”阿朱闻言连忙道：“公子乃当世人杰，阿朱和阿碧能够做您的侍女，是我们的荣幸，心中没有任何不满。”说话间，阿朱也是向阿碧使了个眼色。阿碧略微迟疑了下，有些违心的说道：“婢子没有不满。”阿朱自己心中的确是没有什么不满的，就算有不满，那也是对慕容复的，为了功法舍弃了他和阿碧。至于阿碧，心中对慕容复有着几分幻想，觉得苏晨是为难了慕容复，才导致他们被迫留在客栈，实际上却是有几分不满的。不过阿碧担心触怒苏晨，牵连了阿朱，所以才会配合阿朱的回答。苏晨看了二女一眼，似笑非笑道：“不管你们所言是真是假，都希望你们接下来安心在本客栈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顿了下，苏晨又道：“本公子修为略有进步，心情不错，因此打算每人赏赐你们一枚小龟元丹，提升一下你们的修为实力，也免得你们修为太低，给本公子和龙门客栈丢脸了。”说完，苏晨心念微动，从系统空间之中取出4枚小龟元丹，分别弹射到了4女的手中。“多谢公子。”江玉燕和婉婉知道小龟元丹的好处，拿到丹药之后，当即欣喜的道谢出声：“多谢公子赏赐。”阿朱和阿碧见状，也是跟着向苏晨道谢出声。苏晨微微颔首，接着道：“小龟元丹乃是提升实力的良药，服用第1枚可以提升10年功力，第2枚可以提升5年功力，每个人一生只能服用2枚。你们服下之后，便尽快炼化吸收，提升自己吧。”“多谢公子。”听到苏晨的话，4女再次对苏晨道谢出声。这次阿朱和阿碧的感谢也是更多了几分真诚。接下来在苏晨的护法下，4女便是分别服下小龟元丹，提升修为起来。等到4女修炼完毕之后，婉婉的修为提升了一个小境界，来到了逍遥天境中期。江玉燕则是从金刚梵境初期提升到了金刚梵境巅峰。至于阿朱和阿碧，都是提升到了金刚梵境初期。4女感受着各自修为实力的提升，心中也是一阵欣喜，对苏晨的好感增加了不少，在客栈之中倒也是尽心尽责。苏晨每天躺在躺椅上闭目养神，江玉燕坐在一旁的矮凳上，为他进行着贴心的按摩。婉婉拿着水果，不时地喂到苏晨的口中。阿朱、阿碧则是接待前来客栈的宾客，或是做一些客栈的清洁工作。大家分工合作，日子倒是过得平静和谐。这天，一个衣衫褴褛的、身上遍布伤痕的青年，踉踉跄跄地踏入客栈之中，却是再次打破了客栈内的安静祥和。“这位公子，请问您是要住店，还是要挑战跃龙门？”见到那青年到来，阿碧上前一步，声音软糯地询问出声在夏林平之，想要挑战跃龙门，不知需要什么条件。那青年听到阿碧问起，毫不迟疑地回应出声：“林平之。”听到这个名字，正在闭目养神的苏晨不由得睁开眼睛看了过去。入目所见，在那青年的头顶便是有着一道虚幻的荧幕出现，上面显示着他的基础信息：姓名林平之，性别男，身份大明帝国福威镖局少镖头，修为8品武夫，目的提升实力，找青城派报灭门之仇。看到果真是那个福威镖局之中的林平之，苏晨直接接过了话头，微笑道：“想要挑战跃龙门很简单，
只需要在本客栈消费10两银子即可。若是你能跃龙门成功，便可向本客栈提出一个要求，任何要求本客栈都能满足。当然，若是你跃龙门失败的话，便需要满足本客栈一个要求。林平之向苏晨拱手一礼，肃声道：“多谢这位公子解惑。”阿碧这时向林平之介绍道：“这位是我们客栈的老板苏公子。”林平之闻言，再次向苏晨一礼，见过苏公子。苏晨淡淡道：“不必客气，你不是想要跃龙门吗？只要做好准备了，随时都可以进行。”是。林平之微微点头，伸手入怀，取出一枚银锭，递向了阿碧：“我想直接去跃龙门。”阿碧接过银锭，微笑道：“林公子请随我来。”说完，便是将林平之带到了那神异龙门旁边，然后介绍了跃龙门的方式。这也是阿碧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多谢。林平之向阿碧道谢一句，打量了那神异龙门一阵之后，便是怀着忐忑的心情，抬起右脚往那拱形门洞踏去。嗡！随着林平之一步踏出，那神异龙门之上再次绽放出了耀目金光，将林平之笼罩其中。同一时间，清越的龙吟声再次响起，龙门顶部的神龙浮雕也是再次睁开双眼，俯视着下方的林平之。种种异象一一重现，林平之感应着这一幕，神情不由得有些凝重，怀着忐忑的心情跨出了另一只脚。让林平之有些意外的是，他跨入那拱形门洞之时，并没有任何的异常情况，就像是他以前在自己家院子里穿过门洞一般，整个身体也是轻易的便穿过了那拱形门洞。恭喜跃龙门挑战者林平之跃龙门成功。就在这时，一道威严的声音在林平之耳边响起，同时也响彻于整座龙门客栈之中。在那声音落下之际，整个龙门客栈内的种种异象也是全部消失不见。没想到这小子看起来其貌不扬，竟是好运的跃龙门成功了。婉婉看着跃龙门成功的林平之，有些羡慕的嘀咕出声。江玉燕则是微笑道：“我们跃龙门失败，留在了客栈之中，未必不是好事。有公子的帮助，相信要不了多久，我们便能超越江湖中大多数人了。”婉婉闻言一笑：“这倒也是。”说话间，婉婉却是再次想到了他的老对头施飞轩，想必现在的施飞轩已经被自己远远抛下了吧。与此同时，苏晨的脑海之中，那熟悉的系统提示音也是再次响了起来。因跃龙门挑战者林平之跃龙门成功，宿主可随机抽取奖励，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独孤九剑，恭喜宿主获得不灭金身。奖励已发放完毕，请问宿主是否使用？听到系统奖励的内容，苏晨不由得眉头微挑，没想到这次只有2项奖励了。不过独孤九剑和不灭金身倒也算是不错。独孤九剑乃是一代传奇高手独孤求败流传后世的绝世剑法，在金大侠的系列作品之中多次被提及，更是被誉为最强攻击剑法，可破尽天下万法。而不灭金身则是出自风云，原著之中乃是东瀛无神绝宫公主绝无神在中原道德经中照秘籍将其改良所得。这门武学一旦施展，在身体外面会形成一种护体罡气，刀枪不入，就算是绝世好剑这样的兵器也破不了。原著中的武林神话无名，以万剑归宗攻击都无可奈何，而要破不灭金身，只有击破罩门才行。这样的一套防御神功倒也是不错的了。心中念头转动一番，苏晨直接选择了使用奖励。转瞬之间，独孤九剑和不灭金身的修炼方法便是传入到了苏晨脑海之中，而且就像是苏晨已经修炼了这2门武功许多年似的，已经非常的纯熟了。整理完脑海中关于独孤九剑和不灭金身的信息之后，苏晨收敛心神，对林平之道：“恭喜林公子跃龙门成功，不知林公子想要本客栈满足你什么要求呢？”多谢苏公子。林平之闻言连忙向苏晨抱拳一礼，接着道：“我全家上下惨遭青城派灭门，此仇此恨不共戴天，因此我想请苏公子让我有报仇雪恨的实力，找青城派于沧海报仇。”
苏晨听到林平之的要求，倒也并不例外，点头道：“如你所愿。”接着，苏晨便是在心底和系统沟通了起来。系统兑现林平之的要求，赋予林平之族以覆灭青城派的实力。嗡！苏晨刚刚在心底对系统下达了指令，那神翼龙门之上便是再次涌现出一道耀目金光。那金光刚一出现，便是瞬间朝着林平之激射而去，将林平之笼罩其中。林平之正有些不明所以，便是感应到自己的修为实力竟是在不断提升。8品武夫，7品武夫，6品武夫，自在递进后期，自在递进巅峰。当林平之的修为实力提升到了自在递进巅峰时，那古今光便是骤然消失不见。客栈内的其他江湖群雄见到林平之修为暴涨的情景，眼中不由得都是露出了羡慕之情。对于自己跃龙门失败之事，再次生出浓浓的遗憾，多谢苏公子。林平之感应到自己如今的修为情况，顿时大喜过望，对苏晨感激出声。等在下找青城派报仇雪恨之后，定当返回，为苏公子做牛做马，报答您的大恩。苏晨闻言一笑，林兄弟倒也不必如此，这是你跃龙门成功应得的奖励。不过你实力骤然提升，恐怕还未能彻底适应，在赶往青城派的途中，最好找人练练手，适应一下自己的修为比较好。多谢苏公子提醒，平之报仇心切，便先行告辞了。林平之听到苏晨的话，再次向苏晨拱手道谢一声，顺带提出了告辞。林兄弟请。苏晨伸手示意了一下，口中随意出声。林平之再次向苏晨拱手一礼，又对着阿碧点头示意了一下，而后便是转身出了龙门客栈。等到林平之离去之后，苏晨再次躺在躺椅上，享受起了江玉燕的贴心按摩。然而这次没过多久，客栈门口便是再次迎来了新的客人，其中一人看上去30来岁模样，虽然穿着粗布衣裳，但却隐隐有种独特气质，双眼之中更像是饱经沧桑似的。另一人则是一个5、6岁的小女孩，那小女孩梳着双马尾，穿着有菊花花纹的白色上衣和淡粉色下裙，看上去颇为精致可爱。在两人进入客栈之时，他们的基础信息便是呈现在了一道虚幻荧幕之上。姓名：金妮，性别：女，身份：大秦帝国罗网叛逃杀手，修为：逍遥天境中期，目的：摆脱罗网的追杀。姓名：言，性别：女，身份：金妮之女，修为：无，目的：无。当然，无论是那虚幻荧幕，还是荧幕上的信息，都只有苏晨一个人能看到。见到两人的信息，苏晨不由得眉头微动，直接从躺椅上坐了起来。公子，怎么了？江玉燕见到苏晨突然起身，不由得好奇问道。苏晨微笑道：没什么，躺得久了，起来舒缓舒缓筋骨而已。婉婉则是若有所思地看向了客栈门口的金妮母女。阿碧照例迎上了金妮母女，口中招呼出声：两位客人请进。金妮对阿碧点了点头，拉着女儿一起进入了客栈，而后问道：请问你们客栈的老板在吗？不等阿碧回答，苏晨直接回应道：在下苏晨，正是这家客栈的老板。金妮闻言扭头看向苏晨，看着苏晨那年轻的面容，不禁有些意外，稍微迟疑了一下，还是出声问道：听闻贵客栈有一座神翼龙门，只要跃龙门成功，客栈便能满足跃龙门之人的任何要求，是否真有此事？苏晨点头道：当然，不过只能提一个要求，并不是无限制的提要求。金妮闻言眼神微微一闪，继续问道：若是我想请贵客栈庇护我们母女，不知能否做到？需要说明的是，追杀我们母女的人乃是大秦帝国罗网组织。唰！听到金妮的话，客栈内的江湖群雄脸色都是一阵惊变，忍不住低声议论起来。竟然是大秦帝国的罗网，这也太夸张了吧！这女人是什么身份，竟然会惹得大秦帝国的罗网追杀？9大帝国之中，没有人不知道罗网威名的，
不知龙门客栈有没有胆量与罗网对抗。晚晚，阿朱和阿碧三人听到金妮说是被罗网追杀，也不由得神色惊异地打量起了金妮，不知她到底是何身份，竟会引得罗网追杀。婉婉身为阴鬼派圣女，对大名鼎鼎的罗网自然是有着深刻的认知。阿朱和阿碧原本是姑苏慕容家的侍女，对江湖之事了解颇多，也曾从慕容复和四大家臣口中听说过罗网的大名。倒是江玉燕因为没怎么闯荡江湖，倒是并不知道罗网的厉害。苏晨听到金妮的话，却是面色平静，没有丝毫意外，淡淡道：罗网也好，流沙也罢，还是其他什么势力，甚至9大帝国，对本客栈来说都没有区别。只要姑娘能够跃龙门成功，你想要获得本客栈的庇护这个要求，本客栈便能满足。想必在来本客栈之前，你也有过调查，在本客栈之中已经造就了2位神游玄境巅峰的强者，只凭这一点，你也应该相信本客栈的实力。事实上，李寒一和南宫仆夜在龙门客栈实力直接被提升到神游玄境巅峰的消息，金妮也从不少江湖人士口中得知了。此刻得到苏晨的确认，更是让金妮心中大定。金妮当即对苏晨抱拳道：苏公子好气魄，在下万分佩服。不知跃龙门具体如何进行，怎样才算是跃龙门成功？很简单，苏晨朝那神异龙门的位置示意了一下，而后对金妮解释了一遍跃龙门的详情。多谢苏公子解惑，这里是10两银子，我想现在就进行跃龙门。金妮闻言对苏晨道谢一声，向苏晨递交了10两银子，同时提出了跃龙门的要求。请。苏晨接过银子，向金妮示意了一下龙门的位置，并未多说什么。金妮对苏晨点头示意了一下，又让他女儿暂时在旁边候着，而后便是迈步到了那神异龙门旁边，仔细打量了那古朴的龙门一阵。金妮怀着期待的心情，抬脚向那拱形门洞一脚踏出。嗡！随着金妮一脚踏出，那神异龙门之上顿时浮现出了耀目金光，将金妮笼罩其中。银！一道清越的龙吟声响起，龙门顶部的神龙浮雕再次睁开了双眼，充满威严的龙眼凝视着下方的金妮。金妮见到那龙门出现的神异景象，心中不由得一阵惊异，同时对龙门客栈的期望更加浓厚了。深吸一口气，金妮缓缓抬起另一只脚，踏进了那拱形门洞之中，没有丝毫的阻碍。金妮的双脚全部踏入了那拱形门洞，而她的整个身体自然也是越过了那拱形门洞。恭喜跃龙门挑战者金妮，跃龙门成功。与此同时，威严的声音再次在众人耳边响起，宣告着金妮跃龙门的结果。而那神异龙门上的种种异象全部消失不见。同一时间，苏晨的脑海之中也是再次响起了系统那熟悉的提示音：因跃龙门挑战者金妮跃龙门成功，宿主可随机抽取奖励，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玄阴12件，恭喜宿主获得天池12煞召唤卡，奖励已发放完毕，请问宿主是否使用？这次的奖励有了新的花样。听到这次抽取到的奖励内容，苏晨心中不由得有些惊异。玄阴12剑乃是出自风云之中，风云之中有一个无数剑修向往之地，那便是剑界，而玄阴12剑正是源于剑界的剑池。阴剑池中充斥了邪恶的意念，因而诞生出玄阴。风云原著之中，剑臣无意之中修炼了玄阴12剑，以此剑术挑战并击败了10强武者无敌，一时间威风不已。由此也可知这套剑法的厉害。不过抽取各种厉害的功法武技，苏晨已经习惯了，倒也不是特别惊讶。但是这次既然抽取到了势力召唤卡，倒是让苏晨有些意外。天池12煞乃是风云世界之中的杀手组合，虽然单体实力不算强，但联合起来威力也是颇为不弱。原著之中曾追杀过受伤的雄霸，也曾残余过追杀聂风和步惊云2人。苏晨穿越到这个宗武世界以来，基本上都是独自一人为伍，如今抽取到了这样一个势力，
倒也算是不错。不过现在显然不适合直接把天池12煞召唤出来。心中想着，苏晨并没有选择立即使用奖励。这时金妮也是朝着苏晨走了过来。苏公子，我这应该算是跃龙门成功了吧？是否可以请贵客栈庇护我们母女了？苏晨微笑颔首道：不错，姑娘的确已经是跃龙门成功了。若你的要求便是让本客栈庇护你们母女的话，本客栈自当责无旁贷。多谢苏公子。金妮听到苏晨的话，不由得稍微放松了几分。却在此时，金妮突然感应到有强烈的杀气从客栈门口而来，神色间不禁有些担忧，下意识地一步到她女儿身边，将她护在了身后。苏晨自然也感应到了这一幕，眉头微挑，朝客栈门口看去。只见客栈门口有一行6人，正踏步而来。6人之中4男2女，那2名女子竟是一对双胞胎。6人穿着各异，身上全部充满了肃杀的气息。当他们看到客栈中的金妮母女之时，身上的杀气更是几乎凝为实质。就在6人踏入客栈之时，他们的头顶上方也是各自显现出了一道虚幻荧幕，上面显示着只有苏晨能够看到的信息：姓名真刚，性别男，身份大秦帝国罗网组织杀手，修为逍遥天境中期，目的探查龙门客栈隐秘，顺带追杀金妮母女。姓名断水，性别男，身份大秦帝国罗网组织杀手，修为逍遥天境中期，目的探查龙门客栈隐秘，顺带追杀金妮母女。姓名乱神，性别男，身份大秦帝国罗网组织杀手，修为逍遥天境中期，目的探查龙门客栈隐秘，顺带追杀金妮母女。姓名王两，性别男，身份大秦帝国罗网组织杀手，修为逍遥天境初期，目的探查龙门客栈隐秘，顺带追杀金妮母女。姓名转破，性别女，身份大秦帝国罗网组织杀手，修为逍遥天境初期，目的探查龙门客栈隐秘，顺带追杀金妮母女。姓名灭魂，性别女，身份大秦帝国罗网组织杀手，修为逍遥天境初期，目的探查龙门客栈隐秘，顺带追杀金妮母女。大秦帝国罗网6剑奴，果然是他们吗？见到6人的装扮之时，苏晨对他们的身份就有了大概的判断，在客栈探查功能之下，则是确认了他心中判断。6剑奴是罗网组织中最得力的杀手，位列罗网天字一等。6剑奴成员间配合默契，各司其职，一旦6人联手合击，便是神游玄境的高手，一个不慎也有可能被他们所杀。金妮见到6剑奴的面容，神色之间更加紧张了起来。同为罗网组织中的天字杀手，金妮很清楚6剑奴的强大实力，若是6剑奴单独一人的话，他自然无惧。不过6剑奴一体，他没有任何胜算，更何况如今他还要照顾身边的女儿安全，所以金妮只能祈祷龙门客栈真的像是传闻之中的那般强大了。心中想着，金妮不由得看向了身为客栈老板的苏晨。当他见到苏晨那淡定的面容时，不由得稍微松了口气。在苏晨和金妮等人打量6剑奴之时，6剑奴也是打量着客栈内的众人。半晌之后，6剑奴为首的真刚看向苏晨，开口问道：阁下可是龙门客栈的老板苏晨苏公子？罗网不仅是刺杀手段强大，情报方面也是颇为不弱的。苏晨将视线转移到真刚身上，微笑道：不错，本公子正是这家龙门客栈的老板。若是本公子所料不错，你们应该就是大秦帝国之中声名赫赫的罗网组织天字杀手6剑奴吧？我劝你们最好收起一些不该有的心思，不然的话，
就别怪本公子不给秦皇面子了。六剑奴之中的乱神闻言不屑一笑，冷声道：好大的口气！便是流沙魏庄，面对我们六剑奴之时，也不敢如此张狂。虽然魏庄面对六剑奴的确不会有轻视之心，但乱神言语之中却是给他们自身脸上贴金，似乎魏庄怕了他们似的。苏晨淡淡道：流沙魏庄如何，与本公子无关。既然你们来了本客栈，那便要遵循本客栈的规则。真刚相对谨慎一些，挥手制止了打算继续出声的乱神，对苏晨道：金妮乃是罗网叛徒，我们必须要将之拿下，以儆效尤。只要苏公子不干涉我们和金妮之间的事情，我们也愿意遵守贵客栈的规则。听到真刚的话，金妮眼神不由得微微一凝，心中也不免有些紧张了起来。苏晨闻言却是一笑，摇头道：抱歉，本客栈已经答应庇护金妮母女，你们还是请回吧。如此，那就得罪了。真刚闻言，脸色一沉，口中冷冷出声：合击。后面的话自然是对六剑奴中的其余5人说的了。真刚话音刚落，断水、乱神、魍魉、转破、灭魂5人便是各自拔出佩剑，身形闪动，分布到了特定位置，将苏晨围在了中间。真刚手持明剑真刚，凝聚全身功力于长剑，猛地一剑横冲直撞的朝着苏晨胸膛位置狠狠斩落。乱神嘴角一勾，脸上狰狞笑容，身形飘忽，瞬间到了苏晨身后，一剑直刺苏晨后心。魍魉身形灵动，宛如游鱼，脚步快速移动间，双手长剑挥动，剑法轻灵快速，双剑之下似乎没有任何破绽。转破灭魂一对双生姐妹则是在外圈游离，带着魅惑之意，想要干扰苏晨的精神。最后的断水却是谋定而后动，整个人独立于战场之外，似乎没有任何攻击的意向似的。苏公子小心！金妮见到六剑奴一上来就直接选择合击，连忙向苏晨提醒出声。婉婉和江玉燕神情中也是有些紧张，随时做好了参战的准备。就连阿朱和阿碧，一颗心也不免提了起来。客栈内其他的江湖群雄看着六剑奴来势汹汹的攻击，不禁将自己带入到了苏晨的位置，想着该如何脱身，最终却发现根本没有任何制胜之策。然而此时身处六剑奴围攻中心的苏晨却是神色轻松，口中轻笑道：六剑奴的确不错，可惜你们选择了对我出手，你们的威名注定就此终结。声音落下之际，苏晨心念微动，直接运用客栈赋予他的无敌实力，施展出了圣心4绝之中的寒天诀。随着苏晨的出击，客栈内的温度骤然下降，似乎变成了一座万年冰窟，以苏晨为中心，周围瞬间变成一片冰天雪地。原本气势汹汹的六剑奴，瞬息之间便是被那恐怖的冰雪封冻，化成了6座冰雕。灭！苏晨淡淡吐出一个字，随手一道掌力挥出，下一瞬间，客栈之中陡然出现一只透明大手，猛地拍向了被冰冻的六剑奴。哗啦啦一声轻响，被冰冻如冰雕的六剑奴瞬间破碎成了一块块碎冰疙瘩。见到这一幕，客栈内的江湖群雄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心中既是震撼又是敬畏。金妮看着客栈地板上隐隐泛着红色的碎冰疙瘩，心中也是震撼万分。这可是六剑奴，罗网组织之中最顶尖的天字杀手啊，在苏晨面前竟然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如此恐怖的实力和手段，哪怕是大秦帝国的剑圣概念，亦或者阴阳家的东皇太一，都未必能够与苏晨相比吧。婉婉、江玉燕、阿朱和阿碧4女见到苏晨轻易解决了六剑奴，先是放松了精神，接着又不免对苏晨产生了敬畏之情。阿朱和阿碧不由得想到，若是之前慕容复强行要带他们离开的话，只怕下场不会比六剑奴好了。婉婉则是在心中替他师父朱玉言担忧了起来。之前他给朱玉言写了信，让朱玉言来救他，此时婉婉却是希望他师父千万不要来，就算来了也一定不能触怒苏晨。至于江玉燕，心中除了敬畏之外，还有着几分倾慕。江玉燕本身除了颜控之外，
还是一个慕强之人。苏晨不仅长相英俊，还实力无比强大，自然十分符合他的预期。再加上苏晨之前抽中的特殊体质异性相吸之影响，苏晨的身影逐渐烙印到了江玉燕心中。苏公子大恩，金妮感激不尽。半晌之后，还是金妮第一个反应了过来，上前一步对苏晨躬身下拜，口中感激出声。不必客气，你既然跃龙门成功，提出的要求本客栈自会满足。只要你们母女在本客栈之中，便不用担心任何敌人的威胁。苏晨随手一道真气隔空扶起了金妮，口中淡淡出声。金妮听到苏晨的话，更是感激不已，当即表示愿意带着女儿一起在龙门客栈做事。随后，苏晨让江玉燕带着金妮母女挑选了房间，在客栈之中安顿下来，而他自己则是再次领取并使用了抽取到的奖励，全方位提升自己的实力。而随着客栈内的江湖群雄散去，苏晨抬手间便灭杀了大秦帝国罗网6剑奴的消息，也是逐渐在神州江湖之中疯传，最终也在往大秦帝国京都传递而去。几乎在相同的日子，北宋帝国少林寺也同样分外热闹。萧峰从苏晨那里得知了当年雁门关一战的真相，并知道了自己亲生父亲萧远山还活着的消息，当即马不停蹄地赶往北宋帝国少林寺。既然知道了真相，萧峰自然不必像是原著中一般先后去逼问谭公谭婆、赵钱孙等人了，而这些人也因此侥幸暂时活了下来。萧峰直接潜藏进入少林寺内部，经过一番探查之后，果然发现了藏匿在少林寺后山的萧远山。萧峰主动与萧远山相认，然后把当年事情的始末全部告知了萧远山。萧远山这些年隐藏在暗处，一直在调查当年事情的真相，其实早就查得差不多了。当然，他还并不清楚一切的起因都是慕容博那个阴险小人。从萧峰那里得知这些之后，当即便是和萧峰一起先找慕容博算账了。慕容博见到自己已经暴露，并且被萧远山和萧峰父子压着打，危机之下当即选择了祸水东引，故意制造出动静，引出了少林寺的玄字辈高手。萧峰，你这个灭绝人性的畜生，竟敢再次到我少林寺行凶！见到萧峰，少林寺的玄寂当即脸色阴沉，口中怒喝出声。这个世界之中，虽然因为苏晨的干涉，北宋帝国之中少死了几个江湖人士，但玄苦和乔三槐夫妇却还是早一步就已经被萧远山杀死了。只不过少林寺之人始终认为是萧峰杀的而已。萧峰大声道：我养父母还有师父玄苦大师并非我所杀，你们为何要一再冤枉于我？契丹畜生，毫无人性，你的话岂能让人相信？玄寂听到萧峰的话，再次冷哼出声。这时正在与慕容博交手的萧远山一招逼退慕容博，扯下面巾，扭头看向玄寂和玄慈等少林和尚，冷笑道：一群有眼无珠之人，你们看清楚了，当初杀死玄苦秃驴和乔三槐夫妇的乃是老夫。唰！见到萧远山的面容，玄慈、玄寂等人都是脸色一变。萧峰也是忍不住目露惊色，暂时停止了对慕容博的进攻。慕容博暂时得到喘息之机，看着眼前的场景，眼珠转动不休，心中不知又在打着什么坏主意。萧峰道：爹，你说我师父和养父养母都是你杀的？玄寂沉声问道：你是何人？为何与萧峰长得一模一样？萧远山没有理会玄寂，而是对萧峰道：峰儿，你是我萧远山的儿子，却被汉人抢走，当他们的儿子，我岂能饶恕了夺走你我父子天伦之人？至于玄苦，我向他逼问带头大哥身份，他始终不说，死有余辜。这……萧峰听到萧远山的话，脸上顿时露出痛苦之色，一时间却不知如何是好。玄寂这时冷笑道：既然是你杀了我玄苦师弟，便为我玄苦师弟赔命吧。声落，玄寂一掌朝着萧远山拍出。萧远山毫不畏惧地迎上玄寂的掌力，口中怒声道：你们杀我妻子，害得我和峰儿父子相离30年，老夫正要找你们报仇雪恨。砰砰砰！随着两人交手，空气之中顿时响起了阵阵沉闷之声。
旋即终究不是萧远山的对手，不一会儿便是被萧远山打成了重伤。休得放肆！少林寺的其他和尚见此，口中大叫一声，纷纷上前围攻起了萧远山。萧峰见到萧远山处境危急，当即也顾不得想其他的了，当即一招降龙18掌使出，加入到了战团之中。慕容博静静地藏匿一处，心中却暗自得意。打吧打吧，打得越激烈越好。萧峰加入战团之后，父子两人强强联手，很快便是扭转了劣势。少林寺一方的玄慈、玄寂等人反而是落入了下风。见到萧远山没有了危险，萧峰突然大声道：玄慈方丈，当年雁门关外一战，我知道你也是受人蒙蔽，如今我们在这里互相争斗，却让那卑鄙小人藏在暗中看戏，岂有如此道理？声落，萧峰陡然调转方向，猛地一掌打向躲在一旁看戏的慕容博。慕容博没有想到，萧峰在被少林寺和尚围攻之时，竟然还会朝自己发起攻击，猝不及防之下，被萧峰刚猛的掌力震飞了脸上的蒙面巾，顿时间便是将本来面目暴露在了众人眼前。慕容老施主，果真是你！见到慕容博的面貌，玄慈脸色微变，口中惊疑出声，同时示意玄寂等少林和尚暂时停手，接着叹息道：当日你假传音讯，说到契丹武士要大举来少林寺夺取武学典籍，以致酿成种种大错，你可也曾有丝毫内疚于心吗？萧远山见到玄慈等人退下，听到玄慈的话，也是暂时停止了攻击，和萧峰一起满脸愤怒地看向了慕容博。萧峰冷声道：慕容博乃是鲜卑燕国皇室后裔，一心想着挑起争端，他们好乱中取利，复兴燕国，为此祸害中原武林豪杰性命，他又岂会有丝毫愧疚之心？慕容博闻言默然一笑：嘿，老夫隐藏多年，未曾想竟会被你识破。你是如何得知老夫身份，又如何得知老夫隐藏在少林寺的？是啊，芬儿，这些你都是如何得知的？萧远山也是有些好奇的对萧峰询问出声。少林寺的玄慈、玄寂等人也都是看向了萧峰，等着他的回答。萧峰当即就把龙门客栈之事对众人讲述了一遍。没想到世间竟有如此神异之地，等替你娘报仇之后，老夫倒是要去见识一番。萧远山听完萧峰的话，不由得感慨出声。少林寺的众人也都是暗自记下了龙门客栈这个名字。慕容老贼，因为你假传消息，引动中原武林人士围攻我一家三口，害得我娘无辜惨死，今天我便要为我娘报仇雪恨，纳命来吧！声落，萧峰当即一甩长袍，双手挥动间，降龙18掌施展而出。银一道清越的龙吟声响起，两条由真气凝形的神龙虚影顿时朝着慕容博冲击而去。慕容博不敢怠慢，连忙施展出斗转星移，将攻击转移到了一边。砰砰砰，下一瞬间，却是有几名倒霉的少林和尚被那恐怖的掌力给震飞了出去。慕容老贼，去死吧！萧远山见状，也是毫不迟疑的从另一方向朝着慕容博发起了迅猛攻击。萧远山、萧峰、慕容博三人的实力本就在伯仲之间，如今萧远山和萧峰父子两人围攻慕容博一人，慕容博又哪里是对手？就算慕容博想要逃走，都根本无法做到。没多久，慕容博便是惨死在了萧峰掌下。玄慈，慕容老贼已死，如今轮到你了。杀死慕容博之后，萧远山又看向了玄慈，口中冷喝出声：阿弥陀佛。玄慈闻言，双手合十一礼，却是并未多说什么。玄寂则是冷声道：你刚才已经听到萧峰所说，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慕容博搞的鬼，我方丈师兄也是被人蒙蔽。你如今既然杀了慕容博报仇，便该就此离去，为何还要纠缠不休？真当我少林好欺负不成？摆阵。玄寂的最后两个字自然是对少林寺众僧说的了。听到玄寂的命令，一众少林和尚当即手持长棍，将萧远山和萧峰父子围在中间，不断辗转腾挪，随时准备出手。萧远山冷笑道：装模作样，你以为老夫怕了你们不成？说着，萧远山就准备动手杀向少林寺群僧。爹，您稍等一下。这时萧峰突然开口阻止了萧远山，接着对玄慈道：
少林寺曾对萧某有着养育之恩，玄慈方丈，你是武林名宿，对北宋帝国武林的稳定也是做出了不少贡献。不过杀母之仇不可不报。今日萧峰便以降龙18掌向玄慈方丈讨教，18掌过后，无论生死，恩怨两消。不知玄慈方丈可感应下？方丈，师兄，不可。听到萧峰的话，不等玄慈开口，玄寂等少林和尚便是连忙对玄慈劝解出声。阿弥陀佛。玄慈双手合十，宣了一声佛号，接着道：既种业因，便受业果。老衲愿接受萧施主的挑战，18掌过后，无论生死，少林上下不得再向萧施主父子寻仇。方丈，师兄。听到玄慈的话，少林和尚顿时大叫出声，显然不愿接受。不过最终在玄慈的坚持下，众人还是无奈选择了接受。玄慈方丈，接招！萧峰见到玄慈应下，当即大喝一声，降龙18掌从第一式开始施展而出。玄慈方丈面对萧峰的攻击也是不敢怠慢，当即施展出全部功力，小心应对了起来。砰砰砰砰，两人拳掌相交，空气之中不断响起沉闷的撞击之声。转眼之间，18招已经过去。噗！玄慈方丈口中猛地喷出一口鲜血，身形重重倒飞出去，然后强撑着盘膝坐在了地上。两位萧施主，请下山去吧。爹，我们走。萧峰深深地看了玄慈一眼，对萧远山喊了一声，当即朝着少室山下而去。因为有着玄慈方丈的命令，玄寂等人看着萧远山父子离去，并未出手阻拦。等到萧远山父子离去之后，玄慈脸色猛地一白，再次喷出了几口鲜血，而后嘱托道：从今而后，由玄寂师弟接掌少林方丈之位，望师弟以少林基业为重，勿要心怀执念。阿弥陀佛。最后再次宣了一声佛号，玄慈方丈当即双眼紧闭，溘然长视。方丈，师兄。玄寂和一众少林和尚见状，口中顿时发出了悲痛呼声。此时身处龙门客栈的苏晨自然不知道在北宋帝国少林寺发生的事情了，不过就算知道的话，他也不会放在心上。在解决了6剑奴之后，苏晨让江玉燕安排金妮母女在龙门客栈住下，而他自己则是领取使用了新的奖励，将南宫仆夜的刀法绝技19庭、独孤9剑、不灭金身、玄阴12剑等功法武技全部掌握纯熟了。另外还将天池12煞也召唤了出来，不过却是让他们隐匿在了黑水城的江湖群雄之中。整理完这几次的收获之后，苏晨便是再次享受起了温香软玉的美好生活。这天，苏晨正躺在躺椅上，享受着婉婉的按摩。客栈门口突然传来了一道愤怒的声音：婉婉，你在做什么？简直丢尽了为师和圣门的脸面。听到那声音，婉婉不由得脸色微微一变，心中升起了几分担忧。苏晨也是睁开眼，看向了客栈门口，只见一位衣饰素淡雅丽，脸庞深藏在重纱之内的女子，正目露寒霜，卓然而立。她的身形婀娜修长，头结高髻，纵使看不到她的花容，也感到她破人而来的高雅风姿。只是她站立的姿态，便有种令人观赏不尽的感觉，又充盈着极度含蓄的诱惑意味。在女子的头顶上方，则是照例显出一道虚幻光幕，上面显示着她的基础信息：姓名祝玉言，性别女，身份大隋帝国阴鬼派掌门，修为逍遥天境巅峰，目的解救徒弟婉婉。竟然是这位女强人吗？见到来人是殷后祝玉言，苏晨不由得嘴角微扬，心中暗自低语：师父，您怎么来了？婉婉眼珠一转，脸上堆满笑容，连忙起身走到祝玉言身边，拉着祝玉言的胳膊讨好出声。祝玉言冷声道：我怎么来了？你还好意思说？堂堂阴鬼派圣女，竟然在这小小客栈里给人做侍女，真是丢人现眼。教训了婉婉一番，祝玉言又看向苏晨：你就是这家客栈的老板吧？不知你有何能耐，敢扣下我阴鬼派的圣女给你做侍女？婉婉担心祝玉言触怒苏晨，连忙劝解道：师父，您不要和苏公子为难，我是自愿留在这里做侍女的，
因为留在这里对我的修炼有着极大的帮助，不信您看。”说话间，婉婉直接释放出了逍遥天境中期的修为气息。逍遥天境，而且还到了中期。感应到婉婉的修为境界，祝玉言神色缓和了几分，口中忍不住惊讶出声：“为师记得，你离开阴鬼派的时候，也才自在地境巅峰，这才过去1个多月，竟然连升2级。你是如何提升到逍遥天境中期的？”婉婉见到转移了祝玉言的注意力，稍微松了口气，连忙道：“这都是苏公子的功劳。苏公子赠予了我2枚提升修为的丹药，我炼化吸收之后，修为就很快上涨了。不仅如此，苏公子还大方地把战神屠戮借给我参悟。这段时间，弟子对武道的领悟更加透彻了许多。他真有如此大方？”祝玉言听到婉婉的话，更是惊讶不已，朝苏晨的方向看了一眼，接着对婉婉道：“你不会是故意为他开脱的吧？战神屠戮乃是传闻中的武林奇书，从来没有人见识过，他又从何得来？当然都是真的了，不然师父以为我为何能够1个月时间连续提升了2个境界？”婉婉闻言当即确认出声，接着又对苏晨道：“公子，能不能把战神屠戮给我师父看一眼，打消他心中的疑虑？”说话间，婉婉的眼神中充满了祈求讨好之意。苏晨闻言笑了笑，看在婉婉你的面子上，便把战神屠戮借给你师父看一眼也无妨。不过他不是本客栈的人，自然不能借他参悟，看过真假之后便要收回。多谢公子。婉婉向苏晨道谢一声，而后从怀中取出战神屠戮，递向了祝玉言：“师父，这就是战神屠戮，是真是假？您一看便知。”祝玉言深深地看了苏晨一眼，伸手接过婉婉递来的战神屠戮，翻看了起来。很快，祝玉言的脸上便是露出了震惊之色，因为祝玉言已经确定了这部战神屠戮的确是真实的。祝玉言怎么也没有想到，苏晨竟然真的有战神屠戮，而且还大方地借给婉婉参悟。他可是亲眼看着婉婉从怀中取出战神屠戮的，这证明婉婉之前并没有说谎，战神屠戮竟一直在婉婉身上。这可是大隋武林4大奇书之首的战神屠戮。确认完了吧？那就把战神屠戮还我。祝玉言正因为太过震惊而走神，耳边却是响起了苏晨那清朗的声音。与此同时，他手中的战神屠戮也是不翼而飞，落入到了苏晨手中。你……祝玉言见到手中战神屠戮被苏晨拿去，顿时脸色一变。苏晨淡然一笑：“怎么，祝掌门这是打算出手抢夺？”“师父，不要！”婉婉见到祝玉言眼神闪烁，似乎真的有抢夺之意，连忙拦在了苏晨和祝玉言中间，对祝玉言劝阻出声。婉婉可是见识过苏晨的强大实力，自然不希望祝玉言触怒苏晨，然后稀里糊涂的就惨死当场了。哼！祝玉言眼神闪烁了一阵，口中冷哼一声，暂时打消了抢夺的念头。因为祝玉言感觉自己根本看不透苏晨，而且苏晨刚才取走战神屠戮之时，他竟然没有丝毫感觉，这让祝玉言心中对苏晨颇有几分忌惮。婉婉担心祝玉仍然心存侥幸，当即便是把南宋帝国欧阳锋、大明帝国五毒和大秦帝国六剑奴挑衅苏晨，被苏晨轻易灭杀的事情对祝玉言讲述了一遍。祝玉言得知欧阳锋、五毒和六剑奴竟然都被苏晨3两招灭杀，顿时震撼不已。祝玉言深知这3方人马，五毒倒是相对好对付一些，其他的无论是欧阳锋还是六剑奴，他都没有决胜的把握，而这些人竟然都死在了苏晨手中。此时的祝玉言面对苏晨不得不慎重以待，心思变换了一阵，祝玉言对苏晨道：“苏公子，本后听闻你们客栈之中有一座龙门，凡是跃龙门成功者，便可向客栈提出一个要求，无论任何要求，客栈都能满足，可是真的？”苏晨微笑道：“自然是真的，不过若是跃龙门失败，则需要满足本客栈一个要求，祝掌门若是做好了心理准备，随时都可挑战跃龙门。师父，跃龙门一事十分玄奇，毫无规律可循，万一失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不如您还是不要挑战了吧。”
婉婉这时有些担忧的对祝玉言劝阻出声：“哼，你就是因为跃龙门失败了，所以才成为了这家客栈的侍女是吗？”祝玉言闻言冷哼一声，有些不满地对婉婉问道：“是的，师傅。”婉婉听到祝玉言问起，也不敢隐瞒，直接如实说道。祝玉言瞪了婉婉一眼，接着看向苏晨：“若是本后跃龙门失败的话，需要满足客栈什么要求？”苏晨打量了祝玉言一眼，微笑道：“若是跃龙门失败，祝掌门便交出你们阴鬼派的天魔大法。当然，若是你愿意和婉婉一样，在本客栈做个侍女，也不是不行。”“哼，本后倒要看看你这龙门有什么了不起的。”祝玉言闻言眼神微寒，口中冷哼一声，直接迈步朝那神翼龙门走了过去。“师傅！”婉婉见状连忙喊了一声，想要继续劝阻祝玉言。祝玉言直接一摆手制止了婉婉，而后抬起脚一步朝那拱形门洞踏出。嗡！随着祝玉言一脚踏入拱形门洞，那神翼龙门之上顿时显化出耀目金光，将祝玉言笼罩其中。银。与此同时，一道清越的龙吟声响起，龙门顶部的神龙浮雕再次睁开了威严的双目，凝视着下方的挑战者祝玉言。甚至在龙门客栈的顶部，也是出现了一条五爪神龙虚影，不断地围绕着龙门客栈屋顶盘旋不休。婉婉本想劝阻祝玉言不要挑战跃龙门，万一失败的话，若是他不愿意兑现要求，只怕会和苏晨起冲突。但是祝玉言坚持要跃龙门，婉婉也只好在一旁默默祈祷，希望祝玉言能够跃龙门成功了。而正在挑战跃龙门的祝玉言，见到那龙门之上出现的各种异象，心中也是一阵惊异。尤其是当祝玉言感受到那神龙浮雕双目的注视之时，更是有种自己变成了透明人的感觉，这让他颇有些不舒服。不过这种种异象也是让祝玉言对那神翼龙门多了几分期待。祝玉言心念转动间，当即抬起另一只脚，再次向那拱形门洞踏出。随着祝玉言两只脚全部跨过，他的整个身体也是轻易的便穿过了那拱形门洞。恭喜跃龙门挑战者祝玉言，跃龙门成功。就在祝玉言的身体刚刚越过那拱形门洞之时，之前那道威严的声音也是再次在客栈内众人耳边响起。同一时间，那神翼龙门上的种种异象也几乎是在瞬息之间便消失无踪。太好了，师傅，您成功了。婉婉听到那声音，顿时放下了心中担忧，走到祝玉言身边，口中欣喜出声。祝玉言则是有些眼神莫名的打量着那神翼龙门，久久出声。江玉燕、阿碧以及客栈内诸多跃龙门失败的人看到这一幕，也都是对祝玉言羡慕不已。阿朱也曾跃龙门成功，心态倒是更加平和，主动上前向祝玉言道喜了一声。而此时在苏晨的脑海中，系统那熟悉的机械提示音也是再次响了起来。因跃龙门挑战者祝玉言跃龙门成功，宿主可随机抽取奖励，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天魔册。注：此功法为大隋帝国武林四大奇书之一，魔门武学总纲。恭喜宿主获得摄魂魔音。注：修炼到大成，可通过声音不露痕迹的控制他人的灵魂心神。恭喜宿主累计10个剧情人物跃龙门成功，获得一次特殊抽奖机会，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修炼室一座。注：凡是龙门客栈员工在此修炼室修炼，修炼速度可提升100倍。另外，员工在修炼室之中修炼，可提升其对客栈主人的忠心度，不同员工忠心度达到满值需要时间不同，最多需要1年。奖励已发放完毕，请问宿主是否使用？天魔册、摄魂魔音、100倍修炼室。听到这次抽取的奖励内容，苏晨心中顿时一阵欣喜。首先说天魔册，这部功法乃是魔门至高无上秘典，共分10卷魔门一系列强大的武功心法和奇门异术，诸如道心种魔大法、紫雪大法、天魔大法、紫气天罗等等，全部都是衍生自天魔册。掌握了天魔册，可以说便是掌握了几乎所有的魔门心法和秘术。
魔门之人的所有手段，在自己面前将再也无所遁形。第二项奖励摄魂魔音，修炼到大成，便能通过声音不露痕迹地控制他人灵魂心神，让他人为己用。这样的功法绝对是一件大杀器。而且苏晨只要选择了使用奖励，便可直接将这门功法修炼到大成乃至圆满，完全不用担心修炼难度的问题。最后的修炼式更是让苏晨感到十分满意，不仅可以100倍提升客栈员工的修炼速度，还能提高他们对自己的忠心度。这样的作弊器，苏晨岂有不满意之理？心中思绪翻转间，苏晨毫不迟疑地在心底选择了使用奖励。当即苏晨便是感觉到自己的脑海中多出了2股信息流，正是天魔册和摄魂魔音的内容，并且他直接就将2门功法领悟到了圆满，随时都能轻易运用其中的各种手段。至于那修炼室，则是苏晨心念微动，直接指定了客栈1楼的一间房间，让其成为修炼室即可。苏公子，本后这应该是跃龙门成功了吧？苏晨刚刚整理完这次的收获，朱玉言便是迈步走到了苏晨身边，颇有几分得意地询问出声。苏晨收回心思，微笑道：不错，还要恭喜祝掌门了。不知道祝掌门希望本客栈满足你的什么要求呢？祝玉言听到苏晨的话，略微沉吟了一下，接着道：本后当年受到卑鄙小人暗算，导致天魔大法始终停留在第17层，无法突破到最后的第18层，修为也因此停滞不前。既然你们客栈声称可以满足跃龙门成功之人的任何要求，那便消除本后身体的隐患，让本后的天魔大法突破到第18层。本后也给你1个多的选择，若是你办不到的话，那便让婉婉随本后返回阴鬼派如何？苏晨闻言不由得笑了，那就先多谢祝掌门替在下考虑了，不过倒也不必退而求其次。你不是想要将天魔大法突破18层吗？本公子现在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说完，苏晨直接在心底对系统下达了指令，兑现祝玉言的要求，助其突破天魔大法第18层。嗡！苏晨刚刚在心底对系统下达完指令，那神异龙门之上便是再次浮现出一道金光，朝着祝玉言击射而去。祝玉言见到那金光袭来，还以为是什么攻击手段，不由得脸色微变，就想要闪身退避，结果却是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移动分毫，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金光进入他身体之中。师父，不必担心，这金光对您只有好处。一旁的婉婉见到祝玉言眼神变化，当即对他宽慰出声。祝玉言听到婉婉的话，心情稍微放松了下来，随即便是感应到天魔大法的所有信息都是在他的脑海之中流转不休，并且似乎有着少许的变动。看到那变动之处，祝玉言突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当即便是运转起天魔大法，再一次尝试起了突破。让祝玉言惊喜的是，之前他多次尝试都无法突破天魔大法第18层，这次却是轻易就突破了。也就在天魔大法突破到第18层的瞬间，祝玉言感觉到自己体内蓄积的真气，水到渠成地便是冲破了瓶颈。他的修为直接从逍遥天境巅峰突破到了神游玄境初期。感应到祝玉言身上气息的变化，客栈内的众人顿时一阵羡慕。祝掌门还真是好运，这就突破到了无数人一辈子梦寐以求的神游玄境。祝掌门的确是好运，不过更厉害的还是苏公子和龙门客栈。这才多久，龙门客栈之中便已经诞生了3位神游玄境强者了。是啊，龙门客栈实在是太厉害了。不知道作为龙门客栈老板的苏公子，实力又该强大到了何等地步？师父，恭喜您天魔大法终于突破到18层，修为也更上一层楼。婉婉见到祝玉言顺利突破，也是满心欢喜地上前向祝玉言贺喜出声。祝玉言感应到自己此时的状况，也是十分满意。不错，为师也没想到这次突破会如此顺利，看来这龙门客栈果真有些手段呢。说话间，祝玉言却是不由得深深地看了苏晨一眼。刚才客栈内众人的议论，祝玉言也听到了。本来祝玉言觉得自己突破神游玄境之后，或许可以压过苏晨，强行带走婉婉了。不过听到众人所说，龙门客栈竟然造就了3位神游玄境之人，
这让他对龙门客栈更加忌惮了许多。而且已经是神游玄境的他，竟然还是无法看透苏晨的深浅，这更让祝玉言不敢轻举妄动了。苏晨并不知道祝玉言的心理变化，此时也是上前一步，微笑道：“恭喜祝掌门，多年夙愿一朝达成，修为上也是更进一步。”祝玉言收敛心思，含笑回应道：“这还要多谢苏公子的相助了。”苏晨道：“本客栈有定下规则，凡是跃龙门成功者，本客栈均可满足其任何一个要求，这是祝掌门自己的造化，倒也不必言谢。”祝玉言闻言，深深地看了苏晨一眼，接着道：“既如此，那本后也就不客套了。本后还有一件事，想要请教苏公子。”苏晨微笑道：“祝掌门请说。”祝玉言看了一眼身侧的婉婉，随即道：“不知苏公子要如何，才肯让婉婉离开龙门客栈，回归阴鬼派？”婉婉听到祝玉言再次提起此事，脸色不由得微微一变，连忙道：“师父，弟子是自愿留在龙门客栈的，请师父恕弟子不孝。若是师父您觉得弟子给您和圣门丢脸了，便将弟子逐出师门吧。”婉婉如此说，一方面是她在龙门客栈尝到了好处，另一方面则是担心祝玉言触怒苏晨。虽然如今的祝玉言已经是神游玄境强者了，但婉婉还是不觉得他会是苏晨的对手。祝玉言对婉婉的话却是并不理睬，只是定定地看着苏晨，等着苏晨的回答。苏晨看了神色忧虑的婉婉一眼，微笑道：“你也听到了，这是婉婉自己同意的。若是你非要让婉婉回归阴鬼派的话，倒也不是不可以，不如你直接带着阴鬼派臣服于本客栈好了。”哼，痴心妄想。祝玉言闻言，脸色顿时一变，既然婉婉是自愿留下的，那便暂时留下吧。本座回去之后会除掉婉婉圣女之名。婉婉，你好自为之。说完，祝玉言径自转身，大踏步往龙门客栈之外而去。师父，您保重。婉婉见状，口中恭敬地喊了一声，看着祝玉言离去的背影，眼中有几分不舍。爹，我们终于到龙门客栈了，不知道这龙门客栈是否如传闻之中的那般神异。就在祝玉言离去没多久，龙门客栈门口便是突然响起了一道清脆的女声，随后又是一道淡然平和的声音响起。龙门客栈自从出现在黑水城以来，很快便是传遍了整个神州江湖，搅动了江湖风云，想必不会让人失望的。紧接着则是一道跃跃欲试的声音：“弟子听说龙门客栈之中有着10大美酒，每一种都功效奇特，等下倒是要品尝一番。”听到声音，苏晨抬头向客栈门口看去，只见在客栈门口正有2男1女相携而来。在他们进入苏晨的视线之中时，他们的基础信息便也是呈现在了苏晨的眼中。姓名：岳不群，性别：男，身份：大明帝国华山派掌门，修为：自在地境巅峰，目的：通过龙门客栈壮大华山派。姓名：令狐冲，性别：男，身份：大明帝国华山派大弟子，修为：金刚梵境巅峰，目的：品尝龙门客栈10大美酒。姓名：岳灵珊，性别：女，身份：大明帝国华山掌门岳不群之女，修为：金刚梵境初期，目的：见识龙门客栈神异。阿碧并不知道来人身份，见到有客人到来，当即进行着他的职责，上前招呼出声：“3位客人请进，不知3位是打算住宿，还是要挑战跃龙门？”听到阿碧的话，岳不群拱手一礼，面容和絮道：“在下岳不群，携带猎徒前来拜访，是想要挑战贵客栈中那名扬神州的神异龙门。”听到岳不群的话，客栈内的江湖群雄不由得低声议论出声：“岳不群，大明帝国那个号称君子剑的华山掌门。”看来龙门客栈的名声越来越大了，9大帝国的人几乎都快来齐了，尤其是大明帝国，可不止一次有人前来挑战跃龙门了。不知道这位君子剑能不能跃龙门成功？嘿嘿，我倒是希望他和我们一样跃龙门失败。苏晨打量了岳不群3人一样，微笑道：“
原来是君子见岳先生，想要挑战跃龙门自无不可。阿碧，先和岳先生师徒把规则讲清楚。是，公子。阿碧口中恭敬答应一声，而后便对岳不群三人讲述了跃龙门的规则以及成败标准。多谢苏公子和阿碧姑娘。岳不群向苏晨和阿碧道谢一声，眼神闪烁了一下，接着对身边的灵狐冲道：冲儿，你先去挑战试试。是，师傅。灵狐冲口中答应一声，当即走到那神异龙门跟前，抬脚向那拱形门洞一步踏出。就在灵狐冲刚刚一步踏进拱形门洞之时，那神异龙门之上顿时涌现出了耀目金光，将灵狐冲笼罩其中。银，随即一道清越的龙吟声在客栈内响起，而那龙门顶部的神龙浮雕也是再次睁开了双目，威严地凝视着下方的灵狐冲。那龙形浮雕竟然活过来了。岳灵珊见到这一幕，眼中顿时放出亮光，口中惊讶出声。岳不群看着那神异景象，则是沉凝不语。而正在跃龙门的灵狐冲感应到那神龙浮雕的注视，心中不禁升起了几分忐忑。神龙兄，给个面子，放我过去吧。灵狐冲深吸一口气，讨好的对那神龙浮雕说了一声，而后抬起另一只脚，也是踏向了那拱形门洞。岳不群看着灵狐冲的动作，竟是比灵狐冲本人还要紧张了许多。客栈内的其他江湖人士则是一副看热闹的模样，纷纷看向了灵狐冲的双脚，想要看看他能否跃龙门成功。在众人的注视之下，灵狐冲的双脚却是轻易跨过了那拱形门洞，整个身体也都是穿过了那拱门。恭喜跃龙门挑战者灵狐冲跃龙门成功。就在这时，每次有人跃龙门便会响起的那道威严声音也是再次在众人耳边响起。与之同时，笼罩在灵狐冲身上的金光全部消失不见，神龙浮雕的双目再次闭上，似是成为了死物。刚才出现的种种异象在同一时间全部都是消失不见了。太好了，大师哥，你成功了！见到灵狐冲跃龙门成功，岳灵珊顿时欣喜不已，激动地对灵狐冲大声说道：冲儿，做得不错。岳不群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罕见地夸赞了灵狐冲一句。客栈内的其他武林人士见到这一幕，不禁有些酸酸地议论了起来。灵狐冲这小子还真是好运呢，竟然让他跃龙门成功了。是啊，我怎么就没有灵狐冲这小子的运气呢？真有些搞不懂，到底怎么样才会跃龙门成功呢？而在众人都将灵狐冲当作中心之时，苏晨的脑海中也是再次响起了系统那熟悉的提示音：因跃龙门挑战者灵狐冲跃龙门成功，宿主可随机抽取奖励，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天剑之心，注：使用之后可让宿主直接达到天剑境界，可令天下万剑臣服，学习任何剑法都能轻松写意。恭喜宿主获得万剑归宗，注：通过本系统抽取的剑法奖励，不需要废除自身修为便可修炼领悟圆满。奖励已发放完毕，请问宿主是否使用？使用。苏晨略微沉吟了一下，当即在心底对系统下达了指令。下一瞬间，苏晨便是感觉到自己的心灵似乎有了某种神异的变化，同时脑海之中也是多出了万剑归宗的剑法要诀。对于这两种奖励，苏晨还是比较满意的。天剑之心直接让他的剑道境界达到最高，而万剑归宗则是一门既炫酷又威力无穷的剑法。前世苏晨看影视剧见到无名施展万剑归宗的画面时，都是觉得格外惊艳，如今自己也能运用这样一门绝技，他自然颇为满意了。稍微整理了一番自己的收获之后，苏晨对灵狐冲微笑道：恭喜灵狐少侠跃龙门成功了，不知灵狐少侠想要让本客栈满足你的要求是什么呢？冲儿，不要忘了为师对你的交代。灵狐冲正要回答苏晨的话，一旁的岳不群却是神色严肃地对灵狐冲提醒了一句：师父放心，弟子没有忘记。听到岳不群的话，灵狐冲脸上的喜色顿时淡了不少，回应了岳不群一句之后，又对苏晨道：苏公子，在下想要请苏公子赐下一门武学，能够作为华山派的传承武学，
该武学的等级要不低于少林派的《易筋经》。这个要求实际上却是在来龙门客栈的路上，岳不群交代给令狐冲的。令狐冲心中感念岳不群和宁中泽的养育教导之恩，因此十分痛快地答应了下来。听到令狐冲提出的要求，客栈内的江湖群雄顿时忍不住一片哗然。不低于《易筋经》的武学功法，这小子的野心不小啊！哼，我看不是令狐冲的野心大，是那位君子剑的野心大才对。还是兄台看得透彻，的确，刚才那位君子剑还提醒了令狐冲来着。华山派这是想要和少林一争高低呢。苏晨听到令狐冲提出的要求，也不由得看了岳不群一眼，接着笑呵呵道：“这个要求倒也简单，本公子这里有一部九阴真经，想必是符合要求了的，不知令狐少侠可满意？”客栈内的众人听到九阴真经之名，顿时忍不住惊疑出声，竟然是九阴真经。当初南宋帝国江湖群雄为了一部九阴真经自相残杀，不知死了多少人，没想到苏公子竟然会有九阴真经。华山派轻易便得到了无数江湖人士梦寐以求的神功，还真是让人羡慕呢。哼，就是不知道华山派能不能保得住这等神功了。令狐冲没有直接回答苏晨的话，而是先看了岳不群一眼，见到岳不群点头，这才对苏晨抱拳道：“多谢苏公子，在下十分满意。”苏晨闻言只是笑了笑，心念微动，让系统将之前抽取的九阴真经功法具现成了一部秘籍书册，而后从系统空间之中取出，递向了令狐冲。多谢苏公子。令狐冲双手接过九阴真经，再次向苏晨道谢出声。苏晨随意道：“这既是你跃龙门成功的要求，本客栈自然会竭力满足，倒也不必言谢。不管怎么样，苏公子此番大恩，我华山派定当铭记于心。”岳不群这时也上前对苏晨拱手道谢出声，接着道：“岳某也想要挑战跃龙门，不知可否？”苏晨微笑道：“当然，任何人只要遵守本客栈的规则，想要挑战跃龙门都是可以的。”多谢。岳不群向苏晨道谢一声，而后再次朝阿碧递交了一枚10两银锭，然后也是迈步走向了那神异龙门跟前，仔细打量了一阵那神异龙门，又回想了一下之前令狐冲跃龙门时候的情景。随后岳不群也是抬起脚踏向了那拱形门洞。当岳不群一脚踏进那拱形门洞之时，龙门之上再次释放出一道耀目金光，将岳不群笼罩其中。也就在同一时刻，之前令狐冲跃龙门时发生的种种异象也是一一重现，然而却也有不同之处。那神龙浮雕的威严双目凝视了岳不群一阵之后，拱形门洞中间却是陡然出现了一道虚幻透明的金色光门。当那金色光门出现之后，岳不群顿时感受到压力瞬间暴涨了无数倍。感应到那暴涨的压力，岳不群脸色不由得一凝，下意识地提聚全身功力于双腿，想要强行越过那金色光门。可惜岳不群注定要失望了。当他攻据双腿加大腿上力度之时，那金色光门上出现的阻力也是更加厚重了许多。砰！突然一道沉闷的声音响起，就在那声音响起的同时，岳不群整个人也是瞬间被一股强大的反弹之力震飞出去。噔噔噔，岳不群落地之后连续后退了7、8步，才终于稳住身形，看着那神异龙门的方向，神色一阵阴晴不定。跃龙门挑战者岳不群，跃龙门失败。就在这时，之前那道威严的声音也是再次响起。虽然岳不群已经大概明白自己这是跃龙门失败了，但听到那声音之后，心情依然十分不舒服。他的弟子令狐冲轻易便跃龙门成功，到了他却是失败，这让岳不群有些难以接受。苏晨却是不理会岳不群的心思，含笑道：“很遗憾，岳先生跃龙门失败了，贵派的紫霞神功，在下只好笑纳了。”紫霞神功正是岳不群跃龙门之前约定的跃龙门失败之后需要付出的代价。听到苏晨的话，岳不群脸色一阵阴晴不定，半晌后沉声道：“既是岳某失败了，自当遵守诺言，这便是紫霞神功的秘籍了。”说话间，岳不群伸手入怀，取出了一部书册，递向苏晨。
紫霞神功乃是大明帝国华山派的最强传承武学，为防有失，岳不群始终带在身上。当然，紫霞秘籍的内容他早就熟记心头了，再加上刚才苏晨给了令狐冲一部九阴真经，所以岳不群在交出紫霞神功之时，虽然有些肉痛，但也不至于太过失态。苏晨接过紫霞神功，心念微动，便是收入了系统空间之中，口中微笑道：“岳先生果然言而有信。”岳不群闻言，对苏晨拱手一礼，并没有多说什么。这时，一旁的岳灵珊突然上前道：“苏公子，若是我挑战岳龙门失败的话，需要满足贵客栈什么要求？”苏晨闻言，上下打量了岳灵珊一眼，接着含笑道：“岳姑娘身上似乎并没有什么对本客栈有用之物，唯一有价值的便是岳姑娘自身了。所以，若是岳姑娘岳龙门失败的话，那便在本客栈做个侍女吧。”珊儿，退下。岳不群听到苏晨的话，当即脸色一沉，对岳灵珊呵斥出声。如今的岳不群还没有自宫，有了九阴真经之后，对未来也是充满了希望，所以还没有黑化。此时的他自然不希望女儿岳灵珊因为岳龙门失败而成为龙门客栈的一个小小侍女。呵斥完岳灵珊之后，岳不群又对苏晨道：“苏公子，小女顽劣，还请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小女便不用挑战岳龙门了。”而在岳灵珊旁边，令狐冲也是不停劝解起岳灵珊来。在令狐冲的劝解安慰之下，岳灵珊倒也没有坚持，毕竟她也不想从华山派大小姐变成一个客栈的侍女。苏晨听到岳不群的话，微笑道：“岳先生放心，龙门便摆在那里，是否挑战岳龙门全凭自愿，本公子也不屑于强迫他人。”多谢苏公子。岳不群闻言顿时松了一口气，对苏晨道谢出声。这时一旁的令狐冲上前道：“苏公子，听闻龙门客栈之中除了那神异龙门之外，还有着10大美酒，在下想要购买一些美酒品尝，不知可否？”苏晨微笑道：“本客栈是做生意的，有生意上门，岂有不做之理？阿碧，给令狐少侠介绍一下本客栈10大美酒的特色。”“是，公子。”阿碧恭敬地回应了一声，而后对令狐冲道：“本客栈有10大美酒，分别是回春酒、烟醒酒、青云酒、金刚酒、凝魂酒、冰肌玉肤酒、玄冰避火酒、脱胎换骨酒、浮生若梦酒、菩提问心酒。”令狐冲本是好酒之人，听到阿碧口中的10大美酒，兴奋道：“阿碧姑娘，这10大美酒，每种都给我来上一坛，我带回去慢慢品尝。”岳不群听到令狐冲的话，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不过想到令狐冲这次也算是为门派立下了大功，便让他放纵一回也无妨。听到令狐冲要将10大美酒每一种都买一坛，客栈内正在一旁看戏喝酒的江湖人士不由得议论出声：“呵呵，真是好大的口气，每种酒来一坛，只怕是把华山派卖了都不一定够。”“哈哈，你们也别笑话人家令狐少侠了，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谁不是都一样吗？”听着周围众人的议论，岳不群眉头皱得更深了。阿碧则是微笑着对令狐冲道：“令狐少侠，您可能不知道，我们客栈的10大美酒都有着强大的功效，因此价格也是并不便宜。”令狐冲问道：“那不知每一坛多少银子？”阿碧微笑道：“本客栈的10大美酒乃是论杯卖的，回春酒、宴醒酒10两银子一杯，青云酒、金刚酒100两银子一杯，凝魂酒、冰肌玉肤酒、玄冰避火酒、脱胎换骨酒1000两银子一杯，浮生若梦酒需要1万两银子一杯。至于最后的菩提问心酒，则是10万两银子一杯，而且至少需要逍遥天境巅峰以上的修为才能购买此酒。”听完阿碧的介绍，令狐冲忍不到吸一口凉气，这酒也太贵了吧。苏晨闻言微微一笑，贵自然有它贵的道理，这10种美酒都有着特殊功效，凡是品尝过的人从来不会后悔的。岳不群神情一凝，向苏晨拱手问道：“不知这10种美酒都有哪些特殊功效，还请苏公子解惑。”苏晨闻言微笑回应道：“回春酒可以快速恢复消耗的真气，宴醒酒可令人身轻如燕，身体越来越灵敏，对修炼轻功尤为有效。
青云酒取青云直上之意，可以增进真气修为。金刚酒能强壮筋骨肉身，为炼体圣酒。凝魂酒能够凝聚灵魂，提炼精神力。冰肌玉肤酒可以美容养颜，男的越喝越英俊，女子越喝越漂亮。岳灵珊听到苏晨对美酒的介绍，尤其是听到冰肌玉肤酒之时，顿时露出异动之色。苏公子，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些酒真的有这样神奇的特效？苏晨淡淡道：本公子的话自无虚假，当然并不是只喝一杯立马就产生蜕变，不同的人饮酒的量也不同。这些美酒若果真如此奇效，那现在的定价倒也不能说是贵了。令狐冲则是一副向往的样子，显然对苏晨所说的酒都十分眼馋了。婉婉这时娇声笑道：我还觉得公子给酒的定价太低了呢，这10大美酒都有着独特功效，而且还是我们龙门客栈独有，价格就算再增加10倍100倍，相信也有人愿意购买的。婉婉话音刚落，客栈内的一众江湖人士顿时跟着应和出声：哈哈，婉婉姑娘说的不错，别的我不知道，但是这个雁行酒和青云酒我是亲自品尝过的，那功效绝对没得说。不错，我之前咬牙买了一杯金刚酒，竟是让我的护体功法又突破了一层，实在是太值得了。回春酒效果也不错，我之前与人打斗真气几乎消耗干净了，喝了一杯回春酒之后，顿时感觉满血了。可惜能力有限，不能天天享用这些美酒。听着众人的议论，岳不群眼中也是金光闪烁，接着对苏晨问道：那不知另外4种美酒又有什么奇效呢？公子您歇歇，我还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吧？听到岳不群追问，婉婉笑盈盈地对苏晨说道：不错嘛，有长进，那就你来吧。苏晨闻言笑着回应了一句，接着毫无形象地重新在躺椅上躺下了。江玉燕则是很自然地走到一边，替苏晨捏起了肩膀。客栈内的众人看着苏晨享受的模样，个个都是羡慕不已。婉婉得到苏晨的首肯，则是笑盈盈地对岳不群介绍起了另外4种美酒的功效。玄冰避火酒的功效是调和阴阳，净化真气；脱胎换骨酒则可以提升修炼资质，长期饮用可以洗精伐髓，令修炼者脱胎换骨。浮生若梦酒饮用之后会令人入梦，浮生若梦，梦若浮生，在梦中可解除心魔，令人心思畅达，避免修炼者因心态不稳走火入魔。最后的菩提问心酒功效更是强大，可以提高修炼者的悟性和心境，帮助修炼者领悟武道真谛。现在你们还觉得这些美酒价格太贵吗？世间竟有如此美酒，看来我这个酒鬼这次有福了。婉婉的话音落下，岳不群和令狐冲师徒还未出声，客栈门口却是响起了一道悠然洒脱的声音。声音落下之际，客栈门口一行6人正踏步而来。6人之中4男2女，2个女子皆是容貌绝美，宛如凌晨仙子一般。4个男子之中有3人都是少年模样，唯有最后一人洒脱的面容之上略带几分沧桑，手上提着一个酒葫芦，看上去约莫30多岁。刚才开口之人正是这唯一的中年男子。婉婉见到来人似乎都颇为不凡，脸上带着盈盈笑容，客气道：欢迎几位贵客前来龙门客栈，不知几位贵客如何称呼？在婉婉与来人交谈之时，躺椅上的苏晨也是发现了新客到来在龙门客栈探查功能之下，几人的信息也是清晰地映入了苏晨的视线之中。姓名：萧瑟，萧楚河；性别：男；身份：北离帝国6皇子永安王；修为：逍遥天境，暂时无法使用；目的：寻求治疗隐脉之伤的方法；姓名：雷无节；性别：男；身份：北离帝国雷家堡分家弟子；修为：自在地境巅峰；目的：陪萧瑟治伤；姓名：无心；性别：男；身份：天外天宗主叶鼎之儿子，寒山寺弟子；修为：逍遥天境初期；目的：陪萧瑟治伤；姓名：司空千落；性别：女；身份：
北离帝国雪月城三城主司空长风之女，修为自在地境巅峰，目的陪萧瑟治伤，见识传闻中的龙门客栈。姓名百里东君，性别男，身份北离帝国雪月城大城主，修为逍遥天境巅峰，半步神游，目的陪萧瑟治伤。韩一，你回来了。当看清最后一人之时，躺椅上的苏晨直接站起身来，走到其身边，口中微笑出声。只见他面容清丽绝俗，肌肤雪白，恍若神妃仙子。正是龙门客栈刚刚开张之时，苏晨遇到的第一个跃龙门之人，雪月剑仙李寒一。当然，不仅仅是跃龙门成功，而且李寒一还成了苏晨的女人。李寒一本来见到苏晨躺在椅子上，享受着美貌女子的按摩，心中略有些不爽。不过见到苏晨欣喜的模样，倒是神色缓和了不少，声音清冷道：“我来是想找你帮个忙。”原来当初李寒一从龙门客栈离去没多久，便是赶到了雷家堡，恰好遇上了唐门和暗河之人暗算雷门。于是李寒一直接出手替雷门解了围，几乎杀尽了唐门和暗河的高手。但在李寒一抵达雷门之时，萧瑟等人已经战斗了一段时间，萧瑟本就有伤在身，强行战斗导致伤上加伤，情势十分严重。李寒一于是便打算带萧瑟来龙门客栈，让苏晨想办法救治。在赶来龙门客栈的途中，几人又遇上了百里东郡，于是几人便一同赶路了。苏晨闻言，先是看了萧瑟一眼，随即笑道：“你的这位同伴原本隐脉受损，最近又强行出手，导致伤上加伤，你是想要让我帮你救治他吧？”听到苏晨的话，百里东君、雷无节、吴兴几人都是有些惊讶地看向了苏晨。他们没有想到苏晨竟然如此厉害，一眼就看出了萧瑟的情况。尤其是百里东君，其实他原本的想法是想要带着萧瑟前往海外缥缈仙岛，寻找岛上的仙人莫一救治萧瑟的。不过李寒一表示龙门客栈有能力救治萧瑟，而且从雷家堡到海边也需要经过黑水城这里。于是百里东郡便是陪同李寒一几人一起前来龙门客栈了。李寒一倒没有什么惊讶，直接问道：“他的伤势你能治好吗？”苏晨微笑道：“龙门客栈的规则，寒一你是清楚的，只要你的这位朋友能够跃龙门成功，治疗他的伤势自然是轻而易举。当然，若是其他人跃龙门成功，要求本客栈治疗你这位朋友也是可以的。”嗨嗨，萧瑟有些虚弱地咳嗽了一声，接着主动出声道：“还是我自己来吧。”说完，萧瑟直接从怀中取出一枚10两的银锭，递给了苏晨。客栈门口那告示牌上的规则内容，他们都看到了。而且，在来龙门客栈的路上，关于龙门客栈的规则，李寒一也已经告诉萧瑟几人了，并且讲的还更加详细，其中也包括了跃龙门失败要满足龙门客栈一个要求的事情。萧瑟觉得自己的事情还是不要牵连别人比较好。苏晨接过银锭，颔首道：“萧公子请。”萧瑟微微点头，而后走到那神异龙门跟前，打量了一眼那看上去并无多少特殊的龙门，一脚踏入了那拱形门洞。嗡！就在萧瑟一脚踏进拱形门洞之际，那神异龙门之上顿时释放出了一道耀目金光，直接将萧瑟整个人笼罩其中。银！接着一道清越的龙吟声响起，龙门顶部的那神龙浮雕也是再次睁开了双眼，凝视着下方的萧瑟。不仅如此，在龙门客栈的顶部更是有着神龙虚影盘旋不休，让整个客栈都是充满了神异色彩。虽然已经从李寒一口中了解过龙门的神异，但亲眼见到这一幕，萧瑟、雷无节、吴兴几人还是感到一阵惊异。吴兴，你快看，那神龙浮雕活过来了，他在看着萧瑟。雷无节更是忍不住咋咋呼呼地对吴兴大声说道。吴兴平静道：“我看到了。”虽然语气平静，但吴兴的心中却也并不平静。就连百里东郡此时也是摸着下巴的胡茬，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岳不群也是再次紧紧注视着那龙门之上的神异，
眼神闪烁不定，心中不知想着什么。令狐冲则是再次劝解起了跃跃欲试的岳灵珊。至于司空千落，则是紧盯着正在跃龙门的萧瑟，眼中有着紧张之色。萧瑟看了一眼那神龙浮雕，深吸一口气，而后另一只脚也是缓缓抬起，踏入了那神异龙门之中。顿时间，他整个身体便是轻易地越过了那道拱形门洞。恭喜跃龙门挑战者萧楚河，跃龙门成功。当萧瑟整个身体越过拱形门洞之时，先前那道威严的声音再次在众人耳边响起。与此同时，笼罩在萧瑟身上的金光也是全部消失不见，那古朴龙门上出现的各种神异景象也在同一时间隐没。看着恢复了普通模样的龙门，众人心中都是一阵惊异。萧瑟，你成功了！见到萧瑟跃龙门成功，司空千落当即上前，满脸欣喜的出声。雷无节、吴心也是跟着上前，对萧瑟道喜出声。百里东君和李寒一则是静静站在一旁，并没有太多表示。在萧瑟被雷无节三人围着的同时，苏晨的脑海中也是再次响起了系统那熟悉的提示音：音乐龙门挑战者萧楚河，跃龙门成功，宿主可随机抽取奖励，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踏云，恭喜宿主获得列国剑法，恭喜宿主获得心魔影。奖励已发放完毕，请问宿主是否使用？听到系统提示的奖励内容，苏晨眉头微挑，直接在心底选择了使用。下一瞬间，苏晨便是感觉到脑海中多出了几股信息流，正是踏云、列国剑法和心魔影的功法秘诀。踏云乃是天下第一轻功，无需内力便可施展，一经施展，宛如踏风，身法迅速无比。一个没有内力之人施展轻功踏云，速度甚至可与半步逍遥天境高手相比。列国剑法是北离开国皇帝萧绎所创的剑法，一共分为4重境界，分别是绝生、破风、金龙和碎天。此剑法配合天斩剑使用，威力更是极为强大。原著之中，萧瑟只是修炼到第3重的时候，便能越级对战5大剑先知手落青阳，由此可见列国剑法威力之强。心魔影则是寒水寺罗刹堂36门秘术之一，对敌时可扰乱对方心神，引出敌人心魔，也可窥探人心，能让失去记忆之人恢复记忆，亦可看见他人心中魔，也能将他人心魔引入自身来消除心魔。还不错，虽然没有抽到提升修为的东西，不过这3项奖励苏晨道也还算满意。整理完自己的收获之后，苏晨含笑对萧瑟道：萧公子的要求，想必便是让本客栈救治好你身体损伤了吧？萧瑟抱拳道：确实如此，麻烦苏公子了。苏晨道：这倒是没什么麻烦的，萧公子稍后。说完，苏晨直接在心底与系统进行了沟通，系统兑现萧楚河的要求，治好他的身体损伤。嗡！苏晨刚刚对系统下达完指令，那神异龙门之伤便是再次涌现出了一道金光，骤然射向了萧瑟。不等萧瑟有所反应，那金光便是没入了萧瑟体内。苏公子，这是怎么回事？司空千落见状，有些担忧地对苏晨询问出声。李寒一替苏晨解释道：这是那神异龙门在治疗萧瑟的伤势。听到李寒一的解释，司空千落顿时放下了担心。雷无节、吴心和百里东君却都是再次看向了那神异龙门，心中颇为惊讶。多谢苏公子，苏公子大恩，萧瑟铭记在心。半晌之后，萧瑟便是已经痊愈了，恢复到巅峰状态的萧瑟当即向苏晨抱拳一礼，口中感激出声。萧瑟，你好了。见到萧瑟竟然这么快就恢复了，司空千落、雷无节顿时惊喜出声。百里东君则是倏然移动到萧瑟身边，伸手替握上萧瑟的脉门检查了起来。萧瑟不仅这次受到的伤势已经痊愈，就连隐脉之伤也是彻底痊愈。检查完毕之后，百里东君放开萧瑟的手，眼神震惊地看向了苏晨以及那神异龙门。萧瑟的伤势之重，百里东君可是十分清楚，尤其是隐脉之伤，这么多年了，天下名医无数，却是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治疗。现如今
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治好了，而且他还丝毫不明白到底是怎么治好的。百里东君岂能不震惊？苏公子，可否告知你是如何治好萧瑟的？苏晨闻言微笑道：百里前辈刚才不是看到了吗？萧公子的伤正是那龙门释放出的金光治愈的。顿了下，苏晨又转向萧瑟，所以说萧公子倒也不必谢我，你能越龙门成功，这便是你的造化。萧瑟闻言并没有多说什么。雷无杰这时突然有些好奇地道：苏公子好像对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似的，随意便能认出我们中的任何一人。苏晨微微一笑，其实并非如此，只是因为我掌握了一种特殊能力，可以分辨出大部分人的基础信息而已。这么厉害？雷无杰闻言顿时一副惊讶的模样。百里东君闻言也是眼神微闪，接着笑着开口道：不说这个了，之前我们来的时候正好听你们在介绍客栈里的美酒，如今萧瑟恢复了，正事已经解决，便每种酒来上一些，全当是为萧瑟庆祝了。司空千落笑盈盈道：百里伯伯，这是肚子里的酒虫又在作怪吧？百里东君笑道：我对龙门客栈介绍的那菩提问心酒却是十分心痒呢。婉婉闻言微笑道：不知百里前辈之前听到了多少，我们客栈的10大美酒各有特色，价格上也是各不相同。当即就是再次把10大美酒的价格以及特殊效用对百里东君几人讲述了一遍。听完婉婉的介绍，萧瑟、吴心几人都是一阵惊异。你们客栈的酒这么贵啊？真的有那么神奇的效果吗？雷无杰更是直接大叫了起来。婉婉笑盈盈道：是否有效果，你们试试不就知道了吗？当然，是否购买，一切全凭自愿。百里东君闻言笑道：买，当然买了。这样吧，每一种酒都先来个1杯。对了，银票应该也收的吧？毕竟银子多了可是不好带的。婉婉听到百里东君的话，不由得看向了苏晨。苏晨微笑道：自然可以。那就好，这是114200两银票以及20两银子，请收好。百里东君得到苏晨的肯定答案，当即一笑，从怀中取出了1沓银票以及2枚10两的银锭。见到百里东君轻易便是掏出了10多万两银钱，客栈内的江湖群雄顿时忍不住羡慕出声。这才是真正的大佬，可不是吗？10多万两银子，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太牛了！我若是有这么多银子就好了。便是华山派的令狐冲，此时也是羡慕不已，有些馋嘴的舔了舔唇角。几位请品尝。苏晨收过银票和银锭，微微一笑，心念微动，便是在百里东君面前呈现出了10杯美酒。10杯美酒稳稳地悬停在百里东君几人身前，似乎在下方有什么东西在拖着似的。好手段！百里东君深深看了苏晨一眼，口中赞叹一句，而后对雷无杰几人道：大家都来尝尝这别样的美酒吧。当即几人便是将那10杯酒分摊了。司空千落挑选了1杯冰肌玉肤酒，百里东君享用了浮生若梦酒以及那最贵的菩提问心酒。李寒衣随意挑选了1杯，剩下的6杯酒则是萧瑟、雷无杰、吴心每人2杯。好酒！百里东君先后饮用了菩提问心酒和浮生若梦酒，口中大赞一声，随即整个人突然便是站在原地，就进入了梦乡。这百里伯伯不会有事吧？见到百里东君的模样，司空千落不禁有些担忧出声。李寒衣淡淡道：放心吧，他现在比任何人的状态都要好。听到李寒衣的话，司空千落、萧瑟几人都放下心来。雷无杰对萧瑟问道：萧瑟、吴心，你们刚才喝下那2杯酒有什么感受？萧瑟平静道：其中1杯酒似乎没有什么感受，另外1杯酒喝完之后，我感觉自己体内的真气得到了净化，身体也似是达到了某种平衡。吴心则是道：我觉得自己的肉身和精神力似乎都有略有进步。你呢？雷无杰摸了摸脑袋道：我感觉自己在修炼领悟方面似乎有所进步，还有就是修为也提升了一丢丢。吴心微笑道：看来你喝的酒应该是脱胎换骨酒和青云酒，而萧瑟喝下的则是回春酒和玄冰避火酒。
因为萧瑟处于巅峰状态，所以回春酒并没有显出功效来。司空千落则是对萧瑟问道：“萧瑟，你看我是不是变得更漂亮了？人生如梦，梦如人生，是时候该醒来了。”就在这时，似乎陷入沉睡的百里东君口中突然呢喃出声，声音落下，百里东君却是并未睁开眼睛，而是突然盘膝坐在地上运功修炼了起来。随着百里东君的修炼，他身上的气息也是越来越强。轰！一刻钟之后，百里东君体内似乎响起了一道轰鸣，而后他身上的气势瞬间爆发到了极致，最后缓缓归于平静神游玄境。萧瑟见到百里东君身上的变化，口中忍不住惊讶出声：“什么神游玄境？萧瑟，你的意思，难道说百里城主突破到神游玄境了吗？”雷无杰听到萧瑟的话，不由得询问出声：“不错，老夫已入神游玄境。”雷无杰话音刚落，百里东君却是直接出声回答了。随后，百里东君睁开眼睛，长身而起，满脸容光焕发：“多谢苏公子。”起身之后，百里东君向苏晨拱手一礼，口中感激出声。苏晨微笑道：“百里城主不必客气，你卡在逍遥天境巅峰多年，距离神游玄境一步之遥，如今这2杯酒也不过是起到了催化作用而已。更何况这2杯酒还是你花钱购买的，哈哈，这样的好酒花再多钱都值得。”百里东君闻言，顿时畅快大笑出声。听到百里东君和苏晨的对话，客栈内的江湖群雄顿时震惊不已，忍不住一阵哗然出声：“这怎么可能？2杯酒竟然就让百里城主直接突破到神游玄境了？这也太夸张了吧！这还是酒吗？就算是丹药也没有这等奇效吧？龙门客栈太牛了！我决定了，我要努力攒钱买酒喝。”在客栈内江湖群雄热议之时，萧瑟、雷无杰、吴兴、司空千落都是上前向百里东君道贺出声，便是华山派的岳不群也是有些酸溜溜地上前向百里东君道贺。百里东君应付了几人一番之后，转而对苏晨道：“苏公子，在下也想挑战一下跃龙门，若是在下跃龙门失败的话，不知需要满足龙门客栈什么条件？”听到百里东君的话，众人都是看向了苏晨，等着他的回答。就连始终静静站立一侧的李寒一也是不例外。苏晨朝李寒一的方向看了一眼，接着对百里东君道：“听闻百里城主精通百家武学，若是百里城主不幸跃龙门失败的话，便将西楚剑歌留下，如何？”西楚剑歌原本是西楚剑仙使用的剑法，西楚灭国的时候，西楚剑仙将这套剑法传给了如仙。如仙收了百里东君为徒以后，将这套剑法强行传给了百里东君。在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套剑法都是百里东君行走江湖最为依仗的功夫。听到苏晨的要求，众人都是眼神微凝，不知百里东君是否愿意。百里东君却是洒脱一笑：“只是西楚剑歌嘛，无论老夫跃龙门成功与否，都可将之赠与苏公子。”苏晨微笑道：“如此，那就先多谢百里城主了。”百里东君洒脱一下，直接迈步走到了那神异龙门旁边，略微打量了一阵那神异龙门之后，百里东君当即也是抬脚，一步踏向了那拱形门洞。随着百里东君的动作，那神异龙门之上再次绽放出了耀目金光，直接将百里东君笼罩其中。龙门顶部的神龙浮雕口中发出一声清越龙吟，同时威严的双目睁开，凝视着下方的百里东君。百里东君刚才已经见过萧瑟跃龙门时的情景，因此倒也并不意外，与那神龙浮雕对视了一眼，而后百里东君又抬起另一只脚，踏向了那拱形门洞。此时客栈内的众人都已经知道，百里东君的这一踏便是跃龙门过程之中最关键的一步，因此所有人都是紧紧注视着百里东君的身影，想要看看他是否能跨出那最后一步。司空千落、雷无杰等与百里东君关系相近之人，自然是心中盼着百里东君能够跃龙门成功了。至于其他人，却是大多数都希望百里东君跃龙门失败。
包括华山派掌门岳不群在内。这大概就是人的天性吧，自己失败了，因此也不希望别人成功。然而，无论是司空千落还是岳不群，他们的想法都不能影响到跃龙门的进程。只见百里东军跨出另一只脚之后，那拱形门洞似乎微微晃动了一下，接着又恢复了平静，而百里东军的脚步则是顺利地跨进了那拱形门洞之中。下一瞬间，他的整个身体也是全部越过了那拱形门洞。恭喜跃龙门挑战者百里东军跃龙门成功。就在这时，之前那道威严声音再次在众人耳边响起：恭喜百里城主跃龙门成功。岳不群见到百里东军跃龙门成功，当即压下心中情绪，上前一步，面带微笑道贺出声：恭喜百里城主。而后客栈内的其他江湖群雄也是纷纷道贺出声，毕竟这可是一位强大的神游玄境强者，他们可不敢有丝毫怠慢。雷无节、司空千落、吴兴、萧瑟也是纷纷上前对百里东军表示祝贺。顿时间，百里东军直接成为了龙门客栈内的焦点，其他人却是不知道。就在那威严声音宣布百里东军跃龙门成功之际，苏晨的脑海之中却是再次响起了系统那机械的提示音：因跃龙门挑战者百里东军跃龙门成功，宿主可随机抽取奖励，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西楚剑歌，恭喜宿主获得御剑术。注：此御剑术出自仙剑世界，为9剑仙绝技之一。恭喜宿主获得醉仙望月步。注：此身法出自仙剑世界，为9剑仙绝技之一。奖励已发放完毕，请问宿主是否使用？西楚剑歌、御剑术、醉仙望月步，这次的奖励也还不错。听完这次抽取到的奖励内容，苏晨心中暗自嘀咕出声：西楚剑歌已无需重复赘述，御剑术乃是9剑仙出场绝技之一，苏晨对此可是十分喜欢。尤其是配上那句御剑乘风来，除摩天地间，更是让人心向往之前世的时候，不知多少男人为此着迷，无数人纷纷模仿那位洒脱的9剑仙。醉仙望月步也同样是9剑仙的绝学之一，比起御剑术虽然有所不如，但也是十分高明的身法绝技。使用奖励，心中思绪翻涌一阵，苏晨直接在心底对系统下达了指令。下一瞬间，3种功法内容便是全部映入到了苏晨的记忆之中，似乎是他已经修炼了许多年似的。哈哈，苏公子，看来我还是挺幸运的，轻轻松松便跃龙门成功了，又要来麻烦你了。正在这时，百里东军也是应付完了众人，来到苏晨身边，口中大笑出声。苏晨收回心思，微笑道：倒是要恭喜百里城主了，不知百里城主想要本客栈满足你什么要求呢？百里东军闻言摸了摸下巴的胡茬，故作沉吟了一番，接着道：老夫刚才品尝了贵客栈的美酒，实在是难以忘怀啊。虽然贵客栈的美酒物有所值，但大量饮用的话，怕是得把雪月城给搬空了。因此老夫的要求就是从今往后，只要来了龙门客栈，客栈的所有美酒任由老夫免费享用。苏晨闻言不由得笑了，先是在心中和系统沟通了一下，然后才会吟道：百里城主还真是有些贪心呢。不过既然这是你跃龙门成功提出的要求，本客栈自当满足。哈，那就多谢苏公子了。百里东军听到苏晨答应下来，顿时大喜过望。为表达对苏公子的谢意，在下除了把西楚剑歌秘籍赠与苏公子之外，还准备告诉苏公子一个关于暗河组织的秘密，也是对苏公子的提醒。苏晨闻言眉头微微一挑，好奇道：不知百里城主所说的秘密具体是什么？百里东军眼神在客栈大堂内环视一圈，随后对苏晨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还是换个地方，我单独告诉你吧。好。苏晨点头答应一声，吩咐江玉燕和婉婉几人暂时照看客栈内其他人，而后带着百里东军往自己在客栈的住处而去。李寒衣迟疑了一下，也是跟上了2人。百里东军见到李寒衣跟来，倒是没有阻止。雷无节对身边的萧瑟问道：
萧瑟，你可知道百里城主说的暗河的秘密是什么？萧瑟闻言，眼神闪烁了一下，摇头道：我也不知。实际上，萧瑟其实听说过的，只是担心雷无杰大嘴巴传出去，所以没有说而已。岳不群等江湖群雄对百里东君刚才的话也是颇为好奇，不过却只能是忍着了。令狐冲则是趁机找婉婉购买了几杯宴行酒享用起来。而此时，苏晨带着百里东君和李寒一已经到了自己的住处。李寒一看到熟悉的房间，脸上突然泛起了淡淡红晕。师妹，你怎么了？百里东君见到李寒一的模样，不由得好奇出声。李寒一摇头道：没什么。苏晨却是看透了李寒一心中所想，对李寒一露出一个笑容，转而对百里东君问道：百里城主之前所说的暗河的秘密到底是什么？百里东君不答反问：你可听说过风雪银城？苏晨稍微回想了一下，点头道：听说过，不过没有太多了解。苏晨得知风雪银城正是之前查看暗河大家长苏昌河的信息之时包含的一条内容，苏昌河出自风雪银城。百里东君似乎陷入了回忆之中，半晌之后才道：其实在神州大地之上，9大帝国并不是最强势力，还有着4大超级势力，比肩甚至强于9大帝国。百里城主的意思是风雪银城便是这样的4大势力之一。苏晨听到百里东君的话，却是真的惊讶了。这种说法他还是第一次听说，看来这个宗武世界远比他前世了解的还要复杂许多。百里东君点头道：不错，风雪银城正是4大超级势力之一。风雪银城之中，苏家便是风雪银城之主，暗河的苏昌河本来也是出自风雪银城，这也是暗河敢于横行无忌的底气所在。虽然苏昌河在风雪银城之中未必受到重视，但他毕竟是风雪银城之人。你和韩一不仅杀了苏昌河，还几乎毁了暗河组织，风雪银城之中只怕会有强者出手干涉。李寒一也是第一次听闻暗河背后还有风雪银城撑腰，冷声道：风雪银城又如何？如今师兄和我都已入神游玄境，有风雪银城之人前来寻仇，我们也无惧。百里东君闻言摇了摇头：你们以为神游玄境便是神州巅峰了吗？苏晨对此倒是比较容易接受，微笑问道：百里城主的意思是风雪银城之中还有超越神游玄境的高手？苏晨前世看小说就知道，所有世界构架之中，前期出来牛气哄哄的高手，到了后期都算不了什么。看来这个大杂烩的神州世界也是如此呢。百里东君点头道：不错，而且不止一人。在风雪银城之中，除了苏家后辈年轻子嗣之外，最弱的也是逍遥天境，神游玄境只是中层。李寒一闻言，秀眉微蹙，沉声道：师兄可知神游玄境之上的境界是什么？我如今已到了神游玄境巅峰，只要有了方向，相信也能突破更高层次。苏晨也是有些好奇的看向了百里东君，等着他的回答。百里东君举起手中的酒葫芦灌了一口，接着道：神游玄境之上乃是归元圣境，再往上还有洞虚祖境。据闻4大超级势力的老祖级人物便是洞虚祖境巅峰层次。顿了下，百里东君又道：你们不要觉得上面只有2个境界，似乎没什么大不了。修炼之途越往后进步越难，差距也越大。师妹你虽已经是神游巅峰，但想要突破归元圣境初期还不知要多久，至于后续的突破更不用说了。李寒一听到百里东君的话，眉头皱得更深了。苏晨则是微笑道：寒一你不必担心，百里城主想必不单单是为了吓唬我们，定然也有应敌之策。实际上苏晨根本不担心自己，管他什么归元圣境洞虚祖境，只要进了龙门客栈，那都是渣渣。唯一可惜的就是自己原本打算修为达到神游玄境巅峰，就出去江湖上见识一下的计划需要推迟了。哈哈，苏公子果真不凡。百里东君闻言哈哈一笑，接着道：若是风雪银城有强者前来寻仇，苏公子可到雪月城来，在下会想办法化解这段恩怨。苏晨好奇道：百里城主似乎有把握对付风雪银城的强者，
李寒衣也是有些好奇，他作为雪月城二城主，还不知道雪月城有这样的底牌呢。呸！这酒怎么越喝越难喝了？百里东郡拿起酒葫芦，又灌了一口酒，随后突然吐了出来，接着道：“苏公子可别忘了我的美酒啊！当然，百里城主只要来本客栈，随时都能免费享用任何美酒。”苏晨闻言，笑着回应出声：“那就好。”百里东君笑着应了一声，随即又道：“并不是雪月城能对付风雪银城，而是因为我和寒衣有一个强大的师傅。家师出自4大超级势力之一的血魂山庄，有家师的面子在，风雪银城想必不会为了区区一个苏昌河与我们雪月城为难的。”原来师傅竟是出自血魂山庄。李寒衣听到百里东君的话，也是有些惊讶，显然他也是第一次听说。苏晨则是笑着道：“既然百里城主已经说到了血魂山庄，不如便把另外2大超级势力也介绍一下了。天南血魂擎天柱，北方风雪祝银城，西域天宫四梦幻，东海仙岛镇神州。”百里东君闻言略作沉吟，沉声念出了一段歌诀，接着缓缓道：“前面2句指的正是血魂山庄和风雪银城，后面2句指的乃是梦幻天宫和缥缈仙岛。原本我是准备带萧瑟到缥缈仙岛找一位强者救治的。”就在百里东君对苏晨和李寒衣讲述神州世界4大超级势力之时，他们不知道的是，4大超级势力之一的梦幻天宫却是迎来了一行外来之人。苏晨更不会知道，他将因此而多出又一个强敌——梦幻天宫。神州大地，西域无尽黄沙之地，突然出现一处地方，有着淡淡的黄雾弥漫，似乎形成了一座结界。黄雾外面遍地黄沙，黄雾范围之内却是遍地金光璀璨，电雨林立，偶有白鹤飘飞，气息飘渺，宛如天宫一般。在万里黄沙之中，一般人只怕根本难以发现，这样一处独立所在惊天，此地却是来了一群不速之客。为首者是一个看起来30出头年纪的男子，只见他一身白衣，轻裘缓带，神态甚是潇洒，双目斜飞，面目俊雅，却又英气逼人，身上服饰打扮俨然是一位富贵王孙。在身后2侧分别跟着8名穿着白裙、白纱蒙面、手持长剑的年轻女子。公子，这里就是梦幻天宫了吗？其中一位女子看着穿过黄雾之后出现的金碧辉煌的殿宇，不由得惊讶出声：“来者何人？竟敢擅闯梦幻天宫？”不等那白衣男子回答，突然从殿宇群落里冲出一道仆从打扮的中年身影，口中厉喝出声：“晚辈欧阳克奉家父遗命，前来拜访欧阳洪长老，还请前辈代为通传。”原来这白衣男子却正是白驼山庄的少庄主，西毒欧阳锋的儿子欧阳克。不久前，欧阳克在白驼山庄之中得到了欧阳锋的死讯，顿时惊恐交加。听闻欧阳锋被碎尸万段，连尸体都没有留下，于是欧阳克便准备收拾欧阳锋的衣物，为他建造一个衣冠冢。在整理欧阳锋遗物的时候，欧阳克发现了欧阳锋留下的密函，上面记录了欧阳克与欧阳锋的真实关系。欧阳克这才知道他是欧阳锋的亲儿子，同时在那密函之中还表明了欧阳锋乃是梦幻天宫一位名叫欧阳洪的长老，在外界留下的私生子。1年前，欧阳洪还到白驼山庄见过欧阳锋父子，并且还留了一枚玉佩作为信物，同时也是引路之物。只不过当时欧阳洪并没有当面认欧阳克这个孙子。欧阳克知道自己根本无力替欧阳锋报仇，于是便带着侍女一起寻找到了梦幻天宫来。见二长老的，可有信物？听到欧阳克的话，那中年神色顿时缓和了许多，口中对欧阳克询问出声。欧阳克忙道：“有的，便是这枚玉佩了。”说话间，欧阳克直接取出玉佩，打算递给那中年查验。公子快收起来。见到那玉佩，中年顿时神色微变，态度也是客气了许多。在下欧阳福，公子叫我阿福即可。公子请随我来，我这就带公子去见二长老。不过这些侍女怕是不能入内，需要在外面候着。多谢了，便如此吧。
欧阳克闻言倒是没有什么意见，交代了众侍女一声，然后和欧阳福一起往梦幻天宫内部深处的宫殿群而去了。不多时，欧阳克便是被带到了一个面容威严的老者面前。这老者却正是欧阳克的爷爷欧阳宏。你先下去。欧阳宏见到欧阳克到来，神色微微一变，对欧阳福吩咐出声：是，小人告退。欧阳福恭敬道别一声，而后退了出去。老夫记得对你叔父说过，除非到了生死关头，不得前来梦幻天宫找我。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等欧阳福退下之后，欧阳宏当即对欧阳克质问出声。欧阳克闻言，连忙把欧阳锋之死以及龙门客栈之事对欧阳宏讲述了一遍。啪！欧阳宏听完之后，猛地一掌拍在桌子上，口中怒喝出声：混账，竟敢杀我欧阳宏之子，真是找死！欧阳克顺势跪倒在地，恭敬道：请爷爷出手，为我爹报仇。欧阳宏皱眉看了欧阳克一眼，叹息一声道：罢了，你暂时留在天宫之中，至于替番报仇之事，我自会安排。你的那些侍女，让他们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吧。是，爷爷。欧阳克听到欧阳宏的话，当即毫不迟疑地答应下来。与此同时，黎阳帝国神武城外正有一场激烈大战上演，其中一方乃是黎阳帝国北凉王世子徐奋年以及他身边的死士，还有黎阳武当派王小平，还有3000铁骑。另一方竟只有一人，此人却正是有着人猫之称的寒雕寺。砰！一道沉闷的声音响起，却是正在和寒雕寺交手的徐奋年，直接被寒雕寺重重击飞出去，宛如死狗一般坠落地面之上。世子见到徐奋年被击飞重伤，徐奋年的几名死士口中惊呼一声，当即上前拦下了想要斩杀徐奋年的寒雕寺。寒雕寺见状，脸色不变，右手微微一转，似乎有无形绳索出现，直接将几名死士缠绕。而后那无形绳索又变成了锋锐利器，瞬间便是将几名死士切割致死。王小平和徐英两大高手见状，竟是默契的同时出击，向寒雕寺发起了进攻。而3000铁骑也是在主将的带领下向寒雕寺杀了过去。砰砰砰砰！然而不过片刻之间，3000铁骑便是有半数死在了寒雕寺手下。王小平也被寒雕寺打成重伤，徐英更是直接被寒雕寺撕下了一条手臂。世子，快逃！见众人都不是寒雕寺的对手，连大军都无法奈何他，徐英不由得朝着徐奋年大喝出声。徐奋年踉跄着站起身来，笑道：我徐奋年可没有丢下队友独自逃生的习惯。寒雕寺阴鸷的双眼看了徐奋年一眼，冷笑道：既如此，那你们便一起去死吧。该死的人，是你！就在这时，一道清冷的声音突然在众人耳边响起。声音落下之际，两道恐怖的刀意瞬间由远及近，朝着寒雕寺悍然斩下。感应到那刀意之中蕴含的恐怖杀机，寒雕寺原本轻松的脸色顿时一阵大变，也不再管徐奋年几人，身形一闪，就想要避开那恐怖的刀意攻击。然而寒雕寺的躲避完全是徒劳无功。噗噗，两道恐怖刀意直接划过寒雕寺的脖子和腰腹，瞬间将他斩成了3段。与此同时，一名身姿曼妙的女子飘然而落，只见她一袭白衣如雪，清丽脱俗，仿佛月宫仙子下凡。此时的女子正缓缓地将一双横刀归鞘。王小平和徐英等人见到刚才还令他们陷入死亡危机的寒雕寺，竟然如此轻易的就被人给2刀3断斩杀了，心中顿时震撼不已，同时也是暗自警惕，担心来人会对他们不利。不过在见到来人的面容之时，众人都是松了一口气。徐奋年更是直接上前一步，口中惊喜出声：白胡儿脸，你是专程来帮我的吗？毫无疑问，刚才干脆利落的出手杀死寒雕寺的人正是白胡儿脸南宫仆夜。南宫仆夜在龙门客栈跃龙门成功，并要求获得报酬的实力之后，
便是开始了复仇之路。他最先选择的便是那个让他恨之入骨的亲生父亲谢观音。在谢观音难以置信的眼神之中，南宫仆夜轻易便是将谢观音斩杀。杀死谢观音之后，南宫仆夜又闯入北莽帝都，寻机挑战北莽军神拓跋。一场大战最终以北莽军神的陨落为结局。随后南宫仆射杀出北莽，进入黎阳帝国境内找寒雕寺寻仇，恰好赶上了徐奋年截杀寒雕寺一战。于是南宫仆夜便直接干脆利落地斩杀了寒雕寺。多谢南宫姑娘出手相助，王小平和徐英几人则是纷纷向南宫仆夜道谢出声。南宫仆夜淡淡道：我并非是帮你们，而是为母报仇，你说怎样就怎样吧。徐奋年毫不在意一笑，接着说道：一段时间不见，你的修为实力似乎提升了许多啊，遇上什么奇遇了？南宫仆夜淡淡道：我去了一趟中州黑水城的龙门客栈。徐奋年闻言顿时一阵意外，你是说你是在那个龙门客栈获得机缘，修为才提升这么快的？看来那个龙门客栈的传闻倒并不是以讹传讹。龙门客栈这段时间在江湖上声名远播，徐奋年自然也是知道的。不过徐奋年觉得龙门客栈被传得那么神，十有八九是江湖人士以讹传讹，因此并未太过在意。如今见到了南宫仆夜身上的变化，却是对龙门客栈也上了心。南宫仆夜点头道：不错。徐奋年笑道：等过段时间有空了，本世子也去那龙门客栈耍耍。南宫仆夜看了徐奋年一眼，提醒道：我劝你到了龙门客栈之后，最好还是低调一点，那里不归黎阳帝国管辖，更不属于北凉，若是你肆无忌惮触怒了那位客栈老板，只怕后果难料。徐奋年对南宫仆夜的话并未太放在心上，随意道：我徐奋年从来都不是喜欢惹事的人。南宫仆射见到徐奋年的样子，微微摇头，也没有多说什么。稍等一下，徐奋年对南宫仆夜说了一声，接着又对众人大声道：打扫战场，带上弟兄们尸骨，我们回家。是，世子。铁骑军的将领听到徐奋年的话，口中恭敬答应一声，而后带着剩余将士开始打扫战场了。徐奋年则是关怀了王小平和徐英几句：你们回北凉吧，我先走了。南宫仆夜看了几人一眼，对徐奋年道别出声。徐奋年问道：你要去哪里？去武帝城杀王先知。南宫仆夜闻言，眼睛看向东海的方向，口中清冷出声，身上更是不自觉地涌现出了浓浓杀机。什么？你要去杀王老怪？徐奋年听到南宫仆夜的话，顿时大吃一惊。在黎阳帝国之中，武帝城王先知名为天下第二，实际上却是当今的天下第一。南宫仆夜竟然说要去杀王先知，徐奋年岂能不震惊？不错，我曾和你说过，我有4个大仇人，如今只剩下王先知一个了，是时候该做个了结了。南宫仆夜微微颔首，口中清冷出声。徐奋年闻言再次一惊，想到刚才南宫仆夜一招斩杀寒雕寺的情景，不由得问道：北莽军神拓跋，还有假阳谢家谢观音都被你杀了？南宫仆夜点头道：是的，厉害。徐奋年竖起大拇指，口中称赞出声，而后问道：你现在什么境界了？神游玄境巅峰。南宫仆夜回答了徐奋年最后一个问题，当即身形飘飘，朝着东海武帝城方向而去了。龙门客栈里到底有什么？直接把白虎脸提升到神游玄境巅峰了。看着南宫仆夜远去的背影，徐奋年口中喃喃低语出声。半晌后，徐奋年转身对铁骑军吩咐出声：你们先回去，我要到武帝城去，看看2位神游玄境巅峰强者的惊天一战，然后再去见识一下那闻名天下的龙门客栈。此时，徐奋年口中那闻名天下的龙门客栈之中，百里东军也是把4大超级势力全部为苏晨和李寒一介绍完毕了。苏晨对这所谓的4大超级势力也是有了大概的了解。少年歌行原著之中有着4大家族，分别为南晋吕家、北晋苏家、西晋叶家、东晋墨家，他们承担着守护此方世界的重担。
数不清的年月下来，都是逐渐消亡。比如东晋墨家，只剩下了墨一一个人。此方世界的血魂山庄、风雪银城、梦幻天宫、缥缈仙岛，代替了原著四大家族的作用和地位。在时光的腐蚀之下，四大势力之中，不少人心态已经变了，习惯了自身超然的地位，在外面行走时也是高人一等的姿态。总之，若是遇到四大超级势力之人，尽量避免与他们冲突为好。最后，百里东军总结性地说了一句。苏晨闻言微微一笑，百里城主放心，我一直都在客栈之中，几乎不在江湖上闯荡，肯定不会随便与人冲突的。百里东军笑道，如此最好了，走吧，我们也该出去了，外面的小子们只怕都等急了。苏晨和李寒一对此倒也没有什么意见，于是一行三人重新朝着客栈大堂内走去。公子，百里城主，李城主，你们出来了。见到苏晨三人出来，婉婉微笑着上前招呼出声。婉婉姑娘，麻烦给我上几杯好酒。百里东俊直接笑着向婉婉回应了一句。婉婉闻言不由得看向了苏晨。苏晨道，除了浮生若梦酒之外，其他的酒分别给百里城主先倒上一杯，后面百里城主在我们客栈，想喝什么酒都无限供应。是，公子。婉婉答应一声，没一会儿便为百里东君端来了美酒。百里东君喝着美酒，一副惬意自在的模样。苏公子，我也想挑战跃龙门，不知道若是我跃龙门失败的话，需要满足客栈什么要求？这时，一旁的司空千落走上前来，对苏晨询问出声。司空千落本就性格活泼，见到龙门的神意，也是生起了不小的兴趣。不过，他又担心自己跃龙门失败的话，苏晨会提出让他难以接受的要求，因此在这之前，打算先确定好要求，再决定是否跃龙门。苏晨闻言笑了笑，看在韩毅的面子上，自然不会让你为难。若是你跃龙门失败，便把枪仙的枪术传承留下吧。司空千落听到苏晨的话，在苏晨和李寒一之间来回看了几眼，接着却是微微摇头，还是算了吧，我也只是对龙门的神意比较好奇而已。我爹爹的枪术传承，没有他的同意，我不能随意外传。苏晨淡淡一笑，司空姑娘随意。等司空千落退开之后，雷无杰神色变换了一阵，对苏晨道，苏公子，您可以治好先天心脉不全之症吗？苏晨道，本客栈任何要求都能实现，前提是提要求之人能够跃龙门成功。雷无杰又问道，若是我跃龙门失败的话，需要满足客栈的什么要求？李寒一听到雷无杰的话，便知道了他心中想法，不由得朝苏晨看了过去。虽然什么都没有说，但其中意味自是不言自明。苏晨在姐弟两人身上看了一眼，笑着道，很简单，若是你跃龙门失败的话，便把听雨剑交给本客栈。听雨剑乃是剑灵种所著，风雅四剑之一，有灵之剑。李寒一初入江湖所用的正是这把剑，后来把它交给了雷无杰。师父，可以吗？雷无杰听到苏晨提的要求，不由得向李寒一询问了一声。李寒一神色莫名地看了苏晨一眼，而后对雷无杰点头道，可以，你去跃龙门吧。多谢师父。雷无杰向李寒一道谢一声，而后对苏晨道，苏公子，我要挑战跃龙门。说完，雷无杰也是直接取出10两银子递给了苏晨。苏晨闻言一笑，当然没问题，雷兄弟请。雷无杰对苏晨拱手一礼，而后迈步走到那神异龙门旁边，略微打量了那古朴龙门几眼之后，当即抬起脚步，朝那拱形门洞一步踏出。客栈内的众人见到雷无杰去挑战跃龙门，也是纷纷将视线投注到了雷无杰身上。便是百里东君也是一边品着美酒，一边看向了雷无杰。嗡！随着雷无杰一步踏出，那神异龙门之上顿时浮现出了耀目金光，直接将雷无杰整个人笼罩其中。银！接着一道清越的龙吟声响起，那龙门顶部的神龙浮雕骤然睁开了双眼，威严地凝视着正在跃龙门的雷无杰。与此同时，龙门客栈的顶部也是有神龙虚影盘旋不休，为龙门客栈平添了许多神秘威严的色彩。让客栈内众人意外的是，
雷无杰这次跃龙门似乎并没有其他人跃龙门时的速度快。当雷无杰抬起另一只脚踏向拱形门洞之时，那拱形门洞内侧边缘似乎有金色光门要显现，但却又没有直接出现阻碍跃龙门者的金色光门。见到这一幕，客栈内的江湖群雄不由得一阵惊异不定。这是什么情况？你们说这位雷少侠能否跃龙门成功？之前凡是出现金色光门的必定会跃龙门失败，但这次的状况似乎又有所不同。苏晨，雷无杰这是要跃龙门失败了吗？听着众人的议论声，看到那神异龙门出现的情景，李寒衣不由得秀眉微蹙，对苏晨询问出声。苏晨闻言微微摇头，微笑道：寒衣稍安勿躁，无论成败，龙门都会宣告的，而且他现在还没有被龙门排斥，且安心看下去就是。司空千落听着苏晨和李寒衣彼此的称呼，不由得眼珠转动，闪过了八卦之色。百里东君、萧瑟和吴心也都是紧紧注视着正在跃龙门的雷无杰。不知是不是错觉，众人在那神龙虚影的双目之中，似乎看到了几分疑惑。半晌过后，那疑惑的眼神消失，那金色光门也没有出现。雷无杰的另一只脚终于是有力地踏进了拱形门洞之中。当雷无杰的另一只脚也踏进拱形门洞之时，整个人也是轻易越过了那龙门。下一瞬间，笼罩在雷无杰身上的金光便是全部消失不见，而龙门上的种种神异景象也是全部隐没不见。方才还神威无限的龙门，再次变成了一副简单古朴的模样。恭喜跃龙门挑战者雷无杰跃龙门成功。就在这时，龙门客栈之内也是响起了一道威严的声音。听到那声音，雷无杰顿时松了口气，脸上露出了喜色。恭喜雷少侠跃龙门成功！恭喜雷少侠！见到雷无杰跃龙门成功，当即便是有不少人上前向他道贺出声。萧瑟、吴心、司空千落也是纷纷对他表示了祝贺。李寒衣和百里东俊虽然没有上前，神色间却都是露出了几分欣慰。雷无杰自己此刻也是满心欢喜，耐心地与众人纷纷回礼。回礼完毕之后，雷无杰快步走到苏晨身边，向苏晨拱手一礼，有些紧张地问道：苏公子，我想请您出手治疗北离帝国叶孝英将军的女儿叶若依姑娘，可以吗？听到雷无杰提出的要求，李寒衣、百里东俊和萧瑟几人都是看向了苏晨。他们几乎倒是有些忽略了跃龙门成功之后可以提出对亲友有利要求这一点了。尤其是已经跃龙门成功的百里东君，心中不由得稍感惭愧。毕竟作为雪月城大城主，百里东君自然也熟知叶若依的状况。不过看到雷无杰提出了让苏晨救治叶若依，他也是心中稍感安慰。同时百里东君突然想到了已经死去多年的心爱之人月瑶，不知龙门客栈是否能令其复活。想着，百里东君摇了摇头，又觉得太过不切实际。而且就算真能复活，他又该如何面对呢？苏晨自然不知道百里东君几人的心中变化了，听到雷无杰提出要求，暂时收回了与系统沟通的心思，微笑道：这既是你跃龙门成功的要求，本客栈自然可以满足。雷无杰闻言顿时大喜，多谢苏公子，我一定尽快把叶姑娘带到龙门客栈来。苏晨本想说不必了，叶若依就算不来客栈也可以直接治愈，但想到之前张三丰和于代言师徒的事，于是便没有浪费唇舌。雷无杰达成心愿，顿时又恢复了跳脱的性格，对身旁的吴心道：吴心，你要不要也去跃龙门试试？我觉得挺容易的，而且也挺有意思。吴心闻言微微摇头，平静道：我暂时并无所求，先将机会留下，若是以后有所需要的话，再来挑战跃龙门不迟。雷无杰道：这样也好，那我们什么时候回雪月城，早点把叶姑娘带来，救治她的先天心脉不全之症。吴心微笑道：我没意见，随时都可以。雷无杰于是又询问起了萧瑟和百里东君几人的意见。而在雷无杰和同伴交流之际，苏晨也是暂时收敛心神，查看起了这次的收获。那熟悉的系统提示音也是再次响起：音乐龙门挑战者雷无杰
跃龙门成功，宿主可随机抽取奖励。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玲珑心，恭喜宿主获得神剑御雷真诀，恭喜宿主获得火凤精血1滴。奖励已发放完毕，请问宿主是否使用？这次的抽取的奖励还不错吗？得知抽取的奖励内容之后，苏晨心中不由得一喜。玲珑心是一份比较特殊的奖励，无形无质，使用之后可以让他变得心思剔透玲珑，能够与自然相合，无论何时都不会受心魔困扰，甚至近距离之下还能感受到他人的心思。越是亲近之人，便越容易感应清楚。这比起原著之中雷无节的玲珑心，功效似乎还强大了几分。神剑御雷真诀则是出自诛仙之中，乃是青云门的镇山奇术之一，是道家仙法中的无上奇术，可吸纳万军雷霆为己用。在施法之时，通过神兵自然而然在施法者身边布下一层无形护罩，以凡人之身引发天地至威，辅以神兵利刃，引下9天神雷，煌煌天威神力。出招时天惊地动，风云变色，真是当者披靡，威力绝伦，已经是一种超越武侠的奇术了。这2份奖励无疑都是十分珍贵的，最后的火凤精血更是让苏晨分外满意。苏晨主要修炼的功法乃是出自风云帝释天的绝学圣心诀。原著中帝释天乃是融合了凤血，才能更加发挥这套神功的威力，并让他能够得以长生。如今有了火凤精血，对他修炼圣心诀定然大有帮助，而且还能改善体质，得以长生。这样的奖励，苏晨自然没有不满意的道理。心念殿转间，苏晨对系统回应道：火凤精血暂时存放在系统空间，先使用另外2种奖励。苏晨刚刚对系统下达完毕指令，便是感觉到自己脑海中多出了一股信息流，正是神剑御雷真诀的修炼之法，并且已经是十分完善，似乎他早已修炼了许多年似的。与此同时，他的心脏似乎发生了某种神奇的变化。客栈大厅内众人的心思都是被他探知了的大概，比如雷无节急着想要回去雪月城，尽快带叶若依前来救治；比如岳不群想着尽快转修九阴真经，发展壮大华山派，让大明华山派比肩甚至超越少林武当。让苏晨感到惊喜和意外的是，他竟然感应到此时的李寒一心中产生了不舍的心思，还有几分对他的爱恋。苏晨心思微转，微笑着道：诸位倒也不必这么急着离开，如今天色也不早了，可以先在客栈住一晚，明天再启程不迟。而且萧公子伤势刚刚恢复，也不宜赶路太急。雷兄弟，你说对吗？最后一句自然是对雷无节说的了，毕竟几人之中最急着要回雪月城的就是雷无节了。那就在客栈歇一晚，明天再启程吧。不等雷无节开口，李寒一直接做出了决定。见李寒一有了决定，萧瑟、雷无节几人便也没有多说什么，纷纷同意了下来。苏晨笑了笑，接着道：本客栈的特色除了龙门和10大美酒之外，还有100年寒玉床。客栈内一共有10间天字号客房，每一间天字客房之中都有一张100年寒玉床，在寒玉床上修炼，速度是寻常修炼的10倍，诸位不妨体验一番。龙门客栈果真不凡。听到苏晨的话，百里东君忍不住称赞了一声，接着道：既如此，便帮我们开6间天字客房体验一番吧。自然没问题。苏晨微笑回应了一声，接着吩咐道：阿朱、阿碧，带几位客人办理入住手续，然后带他们到天字客房去。是，公子。阿朱和阿碧闻言，口中恭敬答应一声，而后便开始替百里东君几人办理了入住手续。岳不群有些心动地问道：不知这天字客房住一晚价格几何？一旁的婉婉笑盈盈地回答出声：不贵，就500两银子而已。500两还不贵啊？岳灵珊听到婉婉的话，顿时惊呼出声。婉婉微笑道：能够住带有100年寒玉床的客房，区区500两银子一晚，当然不贵了。也帮我们开3间天字房间吧。岳不群略微沉吟了一下，狠了狠心，对婉婉说道。婉婉笑盈盈道：没问题，3位随我来。很快
双方便都是办理好了入住手续。然后在阿朱、阿碧和婉婉的引领下，一行人便是往龙门客栈的天字客房而去。苏晨则是继续躺在躺椅上，享受着将玉燕的按摩，同时暗中和系统沟通，咨询炼化火凤精血需要注意的地方。就在这时，客栈门口突然传来阵阵清凉之意，似乎炎炎夏日突然降下了寒霜。与此同时，一位身穿浅蓝色宫装，身上似有寒霜气息的女子缓步踏入龙门客栈之中。女子虽然容貌绝美，姿态优雅，但眼力高明之人却是隐约能够感觉到，她的左侧手腕和足部似乎都有些异于常人。百年寒玉床的客房吗？这最后一间客房，我要了。进入客栈之后，女子迈步走到前台的金妮跟前，放下5张100两面额的银票，口中清冷出声。显然，方才她在客栈外面的时候，便已经听到了里面的对话。金妮收下银票，语气温和地问道：“不知姑娘如何称呼？”而此时躺椅上的苏晨也已经发现了新客人的到来。在龙门客栈探查功能之下，那女子的基础信息已经是显现在了苏晨视线之中。姓名：莲心，性别：女，身份：大明帝国移花宫2公主，修为：逍遥天境初期，目的：探访天降异象之秘，通过龙门客栈治愈手足旧伤。莲心听到金妮的问话，淡淡回应道：“莲心。”唰！听到莲心之名，客栈内的江湖群雄顿时脸色一阵大变，连忙移开了看向莲心的目光，生怕莲心对他们出手。在这个宗武世界之中，以女子为主的宗门势力并不多，但越如此，越是凸显出那些女子为主的势力之强悍。大明帝国的移花宫，不仅仅是在大明帝国声威赫赫，在整个神州江湖之中都有着不小的威名。传闻中，移花宫的2位公主简直就是女魔头级别的，任何男子胆敢多看他们几眼，轻则被挖去双眼，重则直接被碎尸万段。金妮听到莲心的名字也是微微一愣，不过很快回过神来，替莲心办好了入住手续，随即便表示带莲心去到最后一间天字客房去。不急，莲心拒绝了金妮的提议，而后看向苏晨，眼中惊艳之色一闪而过，淡淡道：“你就是这家龙门客栈的老板？”苏晨从躺椅上站起来，微笑道：“不错，在下苏晨，正是这家客栈的老板，不知莲心公主有何指教？”莲心眼神在客栈中环视一圈，很快发现了那古朴的龙门，似是漫不经心地问道：“江湖传闻，龙门客栈能够满足人的任何要求，这是真的吗？”苏晨道：“前提是要能够跃龙门成功，只要是跃龙门成功之人，本客栈便可以满足其人的任何一个要求。”跃龙门吗？莲心口中低语一声，再次打量了几眼那古朴龙门。你这龙门似乎也并无什么神奇之处，如何算是跃龙门成功？苏晨听到莲心问起，当即便是把跃龙门的规则对莲心讲述了一遍。听到跃龙门失败的话，需要满足客栈一个要求，莲心秀眉微微一蹙，接着又舒展开来。若是我跃龙门失败，你们客栈的要求是什么？苏晨打量了莲心一眼，眼神微微一闪，缓缓道：“我要你修炼的功法嫁衣神功。”这个宗武世界与小鱼儿花无缺那部剧中一样，移花宫的功法乃是嫁衣神功，而不是明玉功。莲心听到苏晨提出的要求，脸色顿时一寒，眼中似有淡淡杀机。苏晨微笑提醒道：“莲心公主若是不愿意的话，本客栈也不强求，不过我劝你最好不要轻易出手。若是邀月的话，听到苏晨的话，只怕会更加毫不犹豫地动手。但莲心还能稍微理智一些。”想到江湖中盛传的种种事迹，莲心深深地看了苏晨一眼，压下了动手的冲动。略微迟疑了一阵，莲心终究不愿放弃这好不容易寻得的机会，沉声道：“你的条件我同意了。”声落，莲心直接迈步走到那神异龙门跟前，盯着那古朴龙门打量了一阵之后，莲心心念一动，突然施展出绝顶轻功，猛地朝那拱形门洞飞跃而去。客栈内的江湖群雄虽然不敢正面看莲心，
不过也始终留意着莲心和苏晨的对话。当他们见到莲心选择跃龙门的方式之时，顿时面面相觑，一副开了眼界的模样。这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那龙门宽度就那么一点点，若是我直接施展轻功，瞬息之间便过去了。不错，趁着那神龙没有反应过来，直接闯过去。嘿嘿，你们想得到没？真的会那么简单吗？苏晨见到莲心的动作，也是不由得愣了下。明明一副高冷模样的莲心，突然有如此投机取巧的动作，却是给人一种强烈的反差感。然而，莲心想要投机取巧的方法，注定是难以实现的。迎，眼看着莲心的身影就要从那拱形门洞飞跃而过，那清越而威严的龙吟声却是再次响起。与此同时，莲心感觉自己体内的真气修为瞬间被禁锢，原本前倾的身体一个踉跄，才是稳住了身形。同一时间，那神异龙门之上一道耀目金光闪现，将莲心笼罩其中。而龙门顶部的神龙浮雕已经睁开了眼睛，双目凝视莲心，似乎带着几分戏谑意味。果然让我猜中了，嘿嘿。这时，先前那位说其他人想的美的吃瓜人士忍不住得意地对身边同伴炫耀出声，希望你一辈子不出龙门客栈。那人声音刚落，莲心骤然扭头看了他一眼，口中平静出声，极致的平静之中是无尽的杀机。莲心公主饶命啊！那人听到莲心的话，脸上得意神色顿时不见，连忙跪地求饶出声。而他身边的其他人则是纷纷退避，与他拉开了距离，生怕被他牵连。莲心却是并未在理会那人，取巧失败，莲心本就心中不爽，那人还敢嚼舌，莲心岂会放过他？若不是莲心体内真气修为已经被禁锢，他只怕直接就出手杀人了。苏晨这时微笑道：莲心公主稍安勿躁，还是按照正常步骤来吧。其实只要心态平和，没有不该有的想法，想要跃龙门成功还是很容易的。另外，等你跃龙门完毕之后，禁锢自会消失。莲心闻言微微点头，心情稍微好了一些。如今他的真气修为被禁锢，也只好是像普通人一般，抬起脚缓缓踏向了那拱形门洞。让莲心意外的是，他现在不能动用真气的情况下，脚步踏出去反而没有任何阻力，轻易便踏进了拱门。接着莲心便是又踏出了另一只脚，也是很轻易的便跨过去了，随即整个身体也是轻易越过了拱形门洞。恭喜跃龙门挑战者莲心，跃龙门成功。就在此时，之前那威严的声音再次在客栈众人耳边响起：我这就成功了。听到那威严声音的宣告，莲心心中反而是有些意外，这似乎真的很简单。而就在同一时间，苏晨的脑海中也是再次响起了系统那熟悉的机械提示音：因跃龙门挑战者莲心跃龙门成功，宿主可随机抽取奖励，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嫁衣神功，恭喜宿主获得明玉功，恭喜宿主获得替死木偶一个。奖励已发放完毕，请问宿主是否使用？听完这次抽取的奖励内容，苏晨不由得一阵惊异。嫁衣神功和明玉功倒是挺正常的。嫁衣神功乃是剧版小鱼儿与花无缺之中移花宫两位公主的绝学，最强绝招移花接木却是藏在6人神筛之中。原剧之中，江玉燕修炼了嫁衣神功最后一重移花接木，直接杀得人头滚滚，就剩小鱼儿和花无缺一对难兄难弟了。明玉功则是小说绝代双骄之中移花宫的传承武学，神功威力玄妙，而且亦可不老长春。这种功夫共分9层，一旦修炼到9层极致，运行时肌肤透明如玉，功力不往外挥发，而是向内收敛，故而运功下不损耗内力，还可以增加功力，达到无止无歇、无穷无尽，并且体内的真气会形成一股漩涡吸力，无论什么东西触及了它，都会如磁石吸铁般被它吸过去。这2种神功的威力都是颇为不凡，苏晨也是耳熟能详。不过这替死木偶就有些奇异了，稍微查看了一番，苏晨才弄明白了这替死木偶的底细。这替死木偶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法宝了，
需要进行滴血认主。认主成功之后，一旦真身遇到生死危机，替死木偶便会和真身互换位置，替真身死亡。有了这个替死木偶，等于就是多了一条性命。竟然能够抽取到这么玄奇的奖品，苏晨是没有想到的。略微沉吟了一下，苏晨在心底对系统下达了指令，将替死木偶暂存系统空间，另外2项奖励便使用了吧。苏晨刚刚下达完指令，脑海之中顿时便是多出了2股信息，正是嫁衣神功和明玉宫的修炼心法。甚至苏晨对2种心法直接领悟到了圆满，似乎早就修炼了数十年似的。我这是跃龙门成功了吧？正在这时，莲心走了过来，对苏晨淡淡询问出声。苏晨闻言收回心神，点头道：不错，莲心公主已经跃龙门成功了。你想要本客栈满足你的要求是什么呢？江玉燕和金妮等人听到苏晨的话，也是看向了莲心，心中倒是有着几分好奇。莲心看了客栈内的众人一眼，淡淡道：找个地方，我单独告诉你。苏晨心中大概猜到莲心的目的，微笑道：如此，莲心公主请随我来。说完，苏晨直接转身朝着客栈后堂而去。莲心也没有任何迟疑的跟上了苏晨的步伐。苏晨直接把莲心带到了自己在客栈中的住处，这里可以说是客栈的中心，但却与客栈其他部分隔绝，没有苏晨的允许，任何人都无法进入。到了房间之后，苏晨直接对莲心说道：现在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莲心公主可以说说看你的要求了。莲心打量了苏晨的房间一眼，沉默了一阵，接着缓缓撩起了自己的左侧衣袖，露出了洁白的手腕，同时也显露出了左手那并不明显的畸形。莲心深吸一口气，沉声道：我年幼之时不幸摔伤，左手和左脚留下了畸形，我的要求便是把我的左手和左脚恢复正常状态，你能办到吗？说完，莲心紧紧盯着苏晨的眼睛，神色之间既有紧张又有期待。苏晨闻言一笑：莲心公主不必如此紧张，既然这是你跃龙门成功之后提出的要求，本客栈自然会替你达成。说完，苏晨直接在心底对系统沟通了一句：系统兑现莲心的要求，令他畸形的手脚恢复正常。苏晨刚刚在心底对系统沟通完毕，客栈大堂的龙门之上便是有一道金光涌现，瞬间激射到了苏晨房间，进入了莲心体内。金妮姐姐，你说莲心公主会提出什么要求呢？为何还要单独对公子说？该不会是看上公子，想让公子以身相许吧？客栈大堂之内，见到那熟悉的一幕，江玉燕凑到金妮身边，口中低笑出声。在龙门客栈这种无忧无虑的地方生活了一段时间，江玉燕倒是变得稍微活泼了一些，不再像是原本的那般阴沉。金妮摇头道：我也不知道，不过看那龙门出现的金光变化，估计是提升莲心公主的实力，或者是治疗什么伤病吧。另一边，苏晨的房间之中，当那金光进入到莲心体内之后，莲心顿时感觉自己的左手和左脚突然变得温热了起来。片刻之后，他便是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左手已经恢复了正常。惊喜之下，莲心忘记了苏晨还在身边，直接伸手掀开裙摆，脱下左脚的鞋袜，露出了洁白的小脚和脚踝，那里的畸形部位赫然也是恢复了正常。苏晨见到莲心的模样，不由得笑着调侃道：莲心公主，这里还有一个男人在呢，你该不会是要直接更衣吧？莲心闻言清冷回应道：怎么，你不愿意看吗？还是怕我事后杀人灭口？从小到大的困扰一朝得以解决，莲心顿时一阵欢欣鼓舞，似乎恢复了原本性格，对苏晨的调侃也是直接回怼了一句。苏晨笑道：我愿意看，也不怕你杀人灭口，要不你继续。哼，没心情了。莲心闻言故作生气地哼了一声，而后快速将鞋袜穿好，放下了裙摆。苏晨对此也不在意，随意道：既然莲心公主已经恢复了，我们便出去吧，免得坏了你的清誉。莲心对此倒是没有什么意见，当即2人便是一起出了房间，返回到了客栈大堂之中。此时婉婉、阿朱和阿碧也已经给百里东俊和岳不群等人分好了客房，重新返回了大堂。分好客房之后，其他人都在迫不及待地体验百年寒玉床的功用。
李寒一却是和阿朱他们一起再次回到了大堂之中。你们做什么去了？见到苏晨和莲心出来的方向，李寒一不由得秀眉微蹙，口中清冷出声。苏晨微笑道：只是替莲心公主治伤而已。到你的房间治伤？李寒一闻言，眉头皱得更深了。怎么？吃醋了？苏晨走到李寒一身边，凑近他耳边低语一声，接着又道：我的能力你是知道的，这么短的时间，就算做什么也不够呀。哼，谁吃醋了？你什么能力？别瞎说，我怎么知道你做什么？李寒一听到苏晨的话，想到上次的事情，脸色微微泛红，口中傲娇出声。说话时皱紧的眉头却是松开了。苏晨低声道：要不然我晚上去找你，到时候告诉你做什么。你敢？李寒一闻言瞪了苏晨一眼，口中呵斥出声。不过有着玲珑心的苏晨却是感应到李寒一心底的拒绝并不强烈。苏公子，不帮忙介绍一下吗？这时一旁的莲心见到苏晨和李寒一交头接耳的模样，心中没来由一阵不舒服，口中淡淡出声，打断了两人的对话。旁边的婉婉见状，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模样，笑盈盈介绍道：这位是北离帝国雪月城雪月剑仙李寒一李城主。李寒一扫了婉婉一眼，接着看向莲心，口中清冷出声：你又是什么人？雪月剑仙吗？莲心得知李寒一的身份，眼神微微一凝，口中低语一声，接着道：本宫莲心。李寒一打量了莲心几眼，点头道：移花宫的二公主吗？还不错。莲心听到李寒一的语气，顿时眉头微皱，冷冷道：雪月剑仙之名最近在江湖上倒是十分响亮呢。多谢夸奖。李寒一不咸不淡地回了一句，随即对苏晨道：我来找你是想购买一杯菩提问心酒和一杯浮生若梦酒。之前百里东君每种美酒都买了一杯，李寒一随意挑选了一杯，只是比较普通的雁行酒。当时他倒是并不怎么在意。不过回到房间，正准备借助百年寒玉床辅助修炼之际，李寒一想到了之前百里东君服用菩提问心酒和浮生若梦酒之后，修为便是从半步神游突破到了神游玄境的事情。再加上百里东君介绍的四大超级势力，尤其是风雪银城的苏家，让李寒一有了危机感，所以他便想着尝试饮用这两种美酒，再加上寒玉床的辅助，尝试让自己的修为进一步突破。苏晨闻言微笑道：以你我之间的关系，何须用买呢？我每样送你一杯就是，后面若是还想喝的话，随时提出来都可以。声落，苏晨心念微动，从系统空间分别取出了一杯菩提问心酒和一杯浮生若梦酒，递向了李寒一。当然两杯酒都是盛放在托盘之上的。李寒一本来还想坚持付钱，不过看到一旁的莲心，想到刚才苏晨和莲心是从苏晨的房间出来的，突然改变了心思，那我就不客气了，口中回应一句。李寒一伸手接过了托盘，接着道：我打算借助寒玉床和这两种酒修炼，就先回房间去了。说完，李寒一直接转身朝着天字号客房而去。莲心看着李寒一离去的背影，心中不禁有些不舒服。他刚才的话可不是想着夸奖李寒一的，不过李寒一坦然把那句话当作夸奖，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毛病。关键是李寒一后面把他撇在一边，直接和苏晨交谈起来，还一副和苏晨关系挺近的模样。莲心似乎觉得李寒一抢走了他看上的人。莲心的占有欲虽然比妖月稍逊一些，但比起一般人也是超出太多了。身为颜控的他，见到苏晨的英俊外表之后，便有了几分好感。刚才两人短暂的暧昧环境，也让莲心对苏晨稍微有些心动。而李寒一的出现，则是让他对苏晨本来还比较淡的心思变浓了几分。当然，这或许也有苏晨那异性相吸体质的影响在内。于是莲心突然生出了几分和李寒一争抢苏晨的心思，对苏晨道：江湖传闻龙门客栈之中有10大美酒，都有着特殊功效，你刚才给李寒一的应该便是其中2种吧。苏晨颔首道：莲心公主所言不错。莲心追问道：这2种酒都有什么功效？苏晨当即便是把菩提问心酒和浮生若梦酒的功效对莲心解释了一遍。
有了手脚畸形被瞬间治愈一事，莲心对这2种酒的功效倒是没有怀疑，直接道：“也分别给我来1杯吧。”苏晨微微一笑，当然没问题。不过这2种酒加起来一共11万两银子，还请莲心公主付一下。莲心冷声道：“你刚才不是送了李寒衣2杯，为何不能也送我2杯？”倒不是莲心出不起这11万银子，而是他觉得自己被李寒衣比下去了，心中颇有些不爽。苏晨道：“寒衣与莲心公主自然是不同的。”哼！莲心闻言当即冷哼一声，取出价值11万两的银票，递向了苏晨，区11万两而已，本宫还出得起。这是你要的菩提问心酒和浮生若梦酒，请收好。苏晨接过银票，口中微笑出声，同时再次取出2杯酒，递给了莲心。莲心淡淡道：“给本宫送到客房里。”说完，莲心直接转身朝着自己的客房位置而去。没问题。苏晨闻言一笑，接着对一旁看热闹的婉婉道：“婉婉，你把酒给莲心公主送到客房去。”为什么是我？婉婉闻言一副无辜的样子询问出声。苏晨淡淡道：“我说是你就是你，有问题吗？”没问题，我这就去。婉婉见到苏晨的脸色，连忙露出讨好笑容，笑盈盈的说道。等婉婉给莲心送酒去之后，苏晨则是再次在心底与系统沟通起火凤精血和替死木偶的使用问题。宿主可将替死木偶放置在您的房间之内，那里是龙门客栈的中枢所在，没有您的允许，任何人无法进入。若是您到客栈之外出现危机时，瞬间便能返回客栈之中，再无任何威胁。对啊，我倒是有些灯下黑了。听到系统的建议，苏晨顿时恍然大悟。原本苏晨是想把替死木偶放在系统空间，那里最安全不过了。可惜系统告诉他，系统空间活人无法进入，哪怕是他这个主人，一旦进入系统空间，也可能有死无生。至于放到客栈内，苏晨又担心客栈人多杂乱，一时疏忽了自己客栈房间的特性。当即苏晨便是回到房间，将替死木偶滴血认主，然后放在了他睡觉的床上。而另外一种奖励，火凤精血的炼化要求，苏晨却是感觉有些怪异。系统竟然提醒他，最好是与女子同房之时炼化，可以更好的吸收，同时还能促进对方的修为增长。刚好韩一似乎着急提升修为，我就再帮他一把好了。很快，苏晨心中便有了决定，心中暗自低语一声，便是开始期待着夜晚的到来。这种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事情，苏晨怎么能不期待呢？此刻正在天字客房之中，先后饮用了菩提问心酒和浮生若梦酒的李寒衣，自然不知道苏晨已经准备好夜袭他了。先后饮用了2种酒之后，李寒衣便是躺在百年寒玉床上，进入了梦乡之中。梦中的李寒衣从一出生便是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生活，一家3口快快乐乐地生活了几年之后，他父母又为他添了一个弟弟雷无杰，接下来便是一家4口的完美人生。在梦境之中并没有像是现实之中那么多的悲欢离合，除了一家4口之外，另外一个闯入李寒衣梦境的还有苏晨。当李寒衣从入梦状态醒来之后，想到梦中和苏晨一起的情景，不由得脸色微微泛红。半晌之后，李寒衣收敛心思，继续借助寒玉床的功效运功修炼起来。可惜无论是菩提问心酒和浮生若梦酒的功效，还是寒玉床的功效，都没能让他的修为得以突破。对此，李寒衣虽然稍有失望，不过倒也能够理解，毕竟他才突破到神游玄境巅峰没有多长时间，对新境界的感悟似乎也还差了一些。于是李寒衣便是放平心态，继续在寒玉床上修炼起来。很快夜晚降临，正在修炼的李寒衣突然感应到房门口有动静，不由得眉头微微皱起。不过当他感应到苏晨的气息之后，便是放松了警惕。这么晚了，你来做什么？略微迟疑了一下，李寒衣走上前打开房门，对苏晨询问出声。苏晨微笑道：我前不久得到了一滴火凤精血，炼化过程有些难，想要你帮我一下。李寒衣闻言惊疑道：凤凰精血？世上真有凤凰吗？苏晨道：
凤凰有没有我不知道，不过这火凤精血的确是有。说话间，苏晨直接毫不客气地进入客房，坐到了韩愈床上。李寒衣略微迟疑了一下，随手关上了房门，重新走到了床边，询问道：“你要怎么炼化火凤精血？”苏晨当即凑近李寒衣耳边，低声讲述了一遍。什么？双修？李寒衣闻言，脸色顿时泛起红晕，皱眉道：“你故意的吧？快出去，我要休息了。”此时的李寒衣不由得想起了上次来龙门客栈之中两人之间的荒唐一幕，心中一阵砰砰跳个不停。苏晨摇头道：“我可没有骗你，而且你已经是我的女人了，就算没有炼化火凤精血之事，我找你重温一回也是正常的嘛。谁是你的女人了？”李寒衣听到苏晨的话，口中傲娇出声，心中却是也默认了这个事实。好了，我先尝试炼化火凤精血，等下你就明白了。因为有玲珑心的存在，苏晨可以感应到李寒衣并没有坚决要赶他走的意思，当即便是盘膝坐到韩愈床上，取出火凤精血，一口吞下了。难道是真的？李寒衣看着苏晨取出一滴蕴含着灼热威严气息的鲜血，并直接吞服口中，心中不由得暗自想到，同时看向苏晨的眼神中也是有着几分关切。苏晨在吞下火凤精血之后，顿时感觉整个人似乎瞬间进入了岩浆炼狱一般，口中忍不住发出了一声闷哼。下一瞬间，苏晨的身上竟然是泛起了淡淡的火焰，将他整个人笼罩其中。李寒衣看着这一幕，对苏晨的话更是没有了怀疑，关切地看着火焰中的苏晨，担心他出现什么问题。呼！突然，苏晨身上的火焰瞬间隐没进入体内，身体再次显露在了李寒衣的视线之中。唰！当火焰隐没，看清苏晨身体状态之时，李寒衣的脸上瞬间像是红透了的苹果，却是因为苏晨身上的衣物在火焰之下全部化为乌有了。你都把我看光了，我可不能亏了。苏晨这时睁开眼睛，看向李寒衣，口中调侃出声。接着，苏晨动用无敌实力，伸手一招，直接把李寒衣拉到了他身边，手上泛起了淡淡火焰。不要，我没有带换洗衣服，我自己来。李寒衣见此，口中连忙惊呼出声。听到李寒衣的话，苏晨心念一动，瞬间收敛了手上的火焰，也放开了李寒衣。李寒衣于是闭上眼睛，缓缓解开了寒衣。上次你意识有些模糊，这次你可要好好感受。苏晨凑近李寒衣耳边低语一声，随即便是在韩愈床上相拥而卧。韩愈床的冰冷，火凤精血的炽热，舒适的体温，几种不同体验同时出现，两人很快便是沉浸其中。一个时辰之后，一切归于平静。苏晨感应着体内由暴躁变得平顺了许多的磅礴真气，对李寒衣道：“寒衣，先不要管衣服，这里有一杯玄冰避火酒和菩提问心酒，你再次饮下，然后运功修炼，或许会有惊喜出现。”声落，苏晨心念微动，从系统空间分别取出了2杯玄冰避火酒和菩提问心酒。李寒衣稍微迟疑了一下，感应到体内有些躁动的真气，最终还是咬牙接过2杯酒，一饮而下，然后收敛心神运功修炼起来。苏晨从李寒衣身上恋恋不舍地收回视线，而后也是分别饮下了玄冰避火酒和菩提问心酒，然后运转圣心诀修炼起来。随着功法的运转，苏晨体内灼热的真气很快便是进入了正常轨道，顺着他的经脉游走，最终汇聚到了丹田之中。而苏晨身上的修为气息也是在逐渐增强。没多久，他的修为便是从神游玄境初期提升到了神游玄境中期，接着又突破到了神游玄境后期，而且距离神游玄境巅峰也只剩一步之遥。直到此时，苏晨体内的能量才炼化吸收完毕。呼！苏晨长长呼出一口浊气，同时缓缓睁开了眼睛。不错，神游玄境后期了。感应到自己如今的修为气息，苏晨不由得满意的点了点头。感应完自己的状况之后，苏晨心念微动，从系统空间取出一套衣服换上，接着再次看向了仍然在修炼之中的李寒衣。当然，苏晨保证只是担心李寒衣修炼过程出问题，绝对不是贪图美色。在苏晨的注视下，李寒衣的修为气息
也是在逐渐增强。不过似乎有什么屏障挡在前面，总是没法跨过去。一直持续了半刻钟，那道无形屏障终于被冲破。李寒一身上的气息瞬间飙升到了极致，而后缓缓稳定了下来。半晌之后，李寒一也是停下修炼，缓缓睁开了眼睛，脸上露出了明显的欣喜神色。看来你也突破了，恭喜。苏晨看着李寒一的模样，口中道喜出声。事实上正是如此，经过之前的一番双修，加上菩提问心酒，增强了李寒一对武道的理解。他终于是从神游玄境巅峰突破到了归元圣境。虽然只是归元圣境初期，但李寒一已经十分欣喜了。听到苏晨道喜的话，李寒一微笑道：这次还是沾了你的光了。苏晨笑着调侃道：要不要再让你沾一次光啊？师妹，你没事吧？二城主，发生什么事了？就在这时，李寒一的客房外面却是传来了几道关切的声音，却是百里东君和司空千落几人感应到了李寒一房间内突然传出两股强大气息，担心李寒一遭遇敌人了。听到百里东君几人的声音，李寒一顿时脸色微变，不理会苏晨的调侃，快速穿起了衣服，同时对门口回应道：我没事，只是修为略有突破。说话间，李寒一已经穿好了衣服，有些犹豫要不要去开门。苏晨微笑道：他们肯定感应到房间内有两股气息，没有亲眼见到，你是不会放心的。你去把门打开吧，到时候就说我们彼此切磋，然后双双突破了。说到切磋二字，苏晨特意加重了语音。李寒一没好气地白了苏晨一眼，不过也觉得他说的有理，于是便上前去打开了房门。师兄，千落，让你们担心了。见到百里东君和司空千落几人，李寒一缓缓说道。百里东君正要说些什么，突然看到房间内的苏晨，不由得出声问道：苏公子怎么也在这里？李寒一听到百里东君问起苏晨，脸色不禁有些不太自然。苏晨则是气定神闲地道：刚才寒一找我买菩提问心酒和浮生若梦酒，想要借助两种酒和寒玉床的功效提升修为，我亲自给他送酒来了。寒一在饮用了这两种酒之后，距离突破却还差了一丝，于是我便和寒一切磋了一场，助他突破了。李寒一听到苏晨再次提起切磋，脸上红晕一闪而逝。一旁的司空千落却是一会儿看看苏晨，一会儿看看李寒一，眼中露出了八卦之色。百里东君听到苏晨的话，倒也没有多想，对李寒一问道：师妹，你真的突破了？那如今岂不是已经到了归元圣境了？李寒一颔首道：不错，我如今已经是归元圣境了，不过还只是初期。说着，李寒一再次释放出了身上那强大的气势。师妹果然天纵之姿。百里东君见到李寒一果真是突破到了归元圣境，顿时欣喜地夸赞出声。萧瑟、雷无节、吴心和司空千落也是纷纷向李寒一祝贺出声。苏晨这时道：寒一刚刚突破，还需要巩固境界，我就先不打扰了，几位也早点回去休息吧。说完，苏晨又对李寒一点头示意了一下，而后迈步出了李寒一的客房。等苏晨离开之后，百里东君几人又和李寒一简单叙话了几句，便也是告辞离去，往各自的房间返回而去。离开李寒一的房间之后，司空千落小声地对萧瑟和雷无节问道：萧瑟、雷无节，你们有没有觉得那个苏公子和二城主之间的关系有些不同寻常啊？雷无节摸了摸脑袋，疑惑道：有吗？我怎么没看出来？萧瑟则是淡淡道：早点回去休息吧，少操心那些有的没的。百里东君原本没有多想，不过听到司空千落的话，突然觉得似乎的确是有些不同呢。吴心只是在一旁含笑不语。没一会儿，几人便也各自散去，返回自己房间，继续借助寒玉床修炼了。李寒一目送众人离去，重新关上房门之后，神色复杂地看了一眼似乎还留着苏晨气息的寒玉床，接着收敛心神，盘膝坐在寒玉床上，运功修炼，巩固起境界来。一夜无话，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早上。李寒一一行人与苏晨简单道别了一番，便是打算离开了。在几人离开之前，苏晨从怀中取出了一本书册，递给了李寒一：这个送你，回去之后可以研究一下，
对你后续的修炼或许有些帮助。谢谢。李寒衣没有多想什么，道谢一声，接过了书册。当看到书封上印着战神屠戮4个大字之时，眼神不由得微微一凝，深深地看了苏晨一眼，不声不响地把它收了起来。不错，苏晨送给李寒衣的正是他昨晚再次让系统复刻出来的一份战神屠戮。司空千洛见到这一幕，越发肯定了苏晨和李寒衣关系不同寻常。百里东军几人也是察觉了一些，不过并没有说什么。再次客套一番之后，李寒衣和百里东军一行人便是迈步离开了客栈，往雪月城返回而去了。苏公子，我们也要告辞了，以后有时间可以到大明华山派做客，岳某定当扫榻相迎。这时岳不群带着令狐冲和岳灵珊也是走了过来，向苏晨辞行出声。苏晨微笑道：若是有暇，定当造访。岳不群对苏晨拱手一礼，带着令狐冲和岳灵珊便是姗姗离开了。没多久，突然有移花宫弟子前来向莲心汇报，说是大公主邀月，让莲心尽快返回移花宫。于是莲心便也是匆匆离去了。啧，说来都来，说走都走，一下子又清静下来了，还有些不习惯呢。苏晨看着再次变得空荡荡的客栈，不由得摇头出声，接着对一侧的江玉燕道：玉燕，再来给本公子按摩一下，你们几个中还是你的按摩手法我最喜欢。是，公子。江玉燕恭敬地答应一声，连忙到了重新躺在椅子上的苏晨身边，温柔地替他捏起了肩膀。就在苏晨享受着温香暖浴，龙门客栈一片祥和之际，大秦帝国咸阳宫御书房之中却是一片肃杀气息。在外面威风八面，手眼遮天的中车府令赵高大人此刻却是五体投地地趴在秦皇嬴政脚下，紧张地额头都沁出了汗水。啪啦，秦皇嬴政看完一份奏报，猛地将那竹简制成的奏报狠狠砸在了赵高脑门之上。顿时间，赵高那满是汗水的脑门便多出了一道血水。奴婢知罪，请陛下息怒。赵高却不敢叫痛，连忙朝嬴政磕头，口中恭敬出声。嬴政淡漠地看了赵高一眼，声音平静道：朕让你派人到黑水城打探那天降异象的详情，谁允许你节外生枝的？赵高再次磕头道：奴婢知罪。不过一个小小的客栈竟敢无视我大秦帝国威严，随意杀死帝国派去的人，奴婢以为应该派出大秦铁骑踏平龙门客栈，追杀叛徒金尼乃是罗网内部的事情。赵高派出6箭奴打探龙门客栈消息的同时，想着顺带解决了金尼这个叛徒，没想到6箭奴竟是全部毙命了。罗网之中最顶尖的杀手便是衍日、玄简、金尼以及6箭奴了。如今金尼叛出，6箭奴被杀，赵高能够拿得出手的便只有衍日和玄简2个顶尖杀手了。为防万一，赵高于是便来到嬴政面前哭诉认罪，想要请嬴政派出铁骑替他除掉龙门客栈这个敌人。嬴政听完赵高的话，不由得盯着赵高看了一阵，只看得赵高头皮发麻，这才悠悠道：赵高，朕对你是否太宽容了，让你胆敢算计起朕来了？赵高闻言脸色一阵大变，连忙砰砰砰地磕起了头。陛下，奴婢只是一心为帝国着想，除去冒犯帝国威压的敌人，绝对不敢对陛下有任何不轨之心啊！来人，把赵高拖出去，杖责100。嬴政没有理会赵高的反应，口中淡淡出声，当即便是有2名殿前护卫从御书房外走进来，把赵高往外拖去。赵高虽然自身武力不俗，远超2个护卫，却是丝毫不敢运功抵抗，只能被动拖着，口中还大叫着多谢陛下不杀之恩。嬴政淡淡道：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很快御书房外便是响起了赵高的惨叫之声。嬴政没有理会外面的动静，对身侧的月神道：月神，你亲自到黑水城一趟，看看之前的神龙异象是否与龙门客栈有关，另外也要查明那客栈的底细。是，陛下。月神闻言眼神微微一闪，口中答应一声，而后便是径自出了御书房，然后直接离开了咸阳宫，往黑水城方向而去。与此同时，大明帝国青城派数百名青城派弟子正一副尽心尽力修炼的架势。
为首的青城四秀在一旁一副师兄派头，对修炼中的青城派弟子不时指点几句。啊，有人闯山！就在这时，青城派山门方向传来了2道凄厉叫声：“你们继续训练！”青城四秀中的侯仁英对那些普通弟子喊了一声，而后对洪仁雄3人道：“师弟，我们一起去看看，是什么人敢来青城派撒野？”洪仁雄3人对此倒也没有什么意见，当即一行4人便是提剑往山门之处赶去。4人赶路之间，从上往下看去，只见青城派山门往上的阶梯上，正有一道穿着青衫、背负长剑的俊秀青年一步步射击而上。在那青年手中，竟是提着2个血淋淋的人头，正是青城派的2名守山弟子。毫无疑问，那青年正是从龙门客栈而来，找青城派报仇雪恨的林平之。青城四秀也是一眼便认出了林平之的身份。林平之，你还敢主动找上青城派来，真是自寻死路。见到林平之手中提着2个青城派弟子的脑袋，罗仁杰口中怒喝一声，直接施展轻功飞掠而下，同时手中长剑朝着林平之胸膛直刺而去。谁找死还不一定呢。林平之口中轻笑一声，随手将2颗头颅扔向了罗仁杰，同时背上长剑刷得出鞘，剑出如电，瞬间便是到了罗仁杰身边。罗仁杰刚刚躲避开那2颗人头，林平之的长剑便已经杀到。嗤一声轻响，林平之手中长剑轻易刺穿了罗仁杰的喉咙。罗仁杰口中发出最后一个音节，满眼不甘地结束了生命。第3个，林平之收回长剑，轻飘飘落地，口中淡淡出声：“罗师弟。”侯仁英、洪仁雄和于仁豪3人见到林平之轻易便击杀了罗仁杰，顿时脸色大变，口中惊呼出声。这其中既有对罗仁杰之死的同情，更多的却是对林平之的恐惧。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一段时间不见，林平之的实力竟然如此强悍了。不要急，我这就送你们去见他。林平之口气轻笑出声，同时飞身而起，长剑抖出一个剑花，主动朝侯仁英、洪仁雄和于仁豪3人发起了攻击。2位师弟，你们先拖住他，我去向师父禀报。侯仁英见状，眼神微闪，口中大喝一声，直接脚底抹油，朝着青城派山门内部而去。洪仁雄和于仁豪见状也想逃跑，却已经来不及了，只能被迫和林平之交起手来。叮叮当当，可惜哪怕是2人联手，也只是简单交手了3-5招，便是毙命在了林平之剑下。林平之不再理会地上的尸体，看了一眼侯仁英离去的方向，当即也是加快步伐，朝着青城派顶峰飞掠而去。青城派演武场上，正在训练的普通弟子见到侯仁英一副见了鬼的模样，疯狂地往山门内逃窜，不由得一阵惊讶，这还是他们的大师兄吗？拦住后面那人，我去请师傅。侯仁英对一群不明真相的普通弟子大叫一声，疯狂朝着于沧海的住所而去。林平之赶到演武场上，恰好看到了这一幕，不过并未阻止侯仁英，而是任由他去找于沧海。刚好等你把于沧海叫来了，我就送你们一路团聚。林平之看着侯仁英的背影，口中呢喃出声：“你是什么人，敢在青城派撒野？”有不明真相的青城弟子围上前来，向林平之厉喝出声，同时拔剑出鞘，准备将林平之拿下。我是来送你们归西的人。林平之口中轻笑出声，同时长剑再次出鞘，整个人像是虎入羊群一般，闯进了青城派弟子人群之中。长剑快速挥动，几乎每一剑都能带走一名青城派弟子的性命。下一瞬间，整个青城派演武场上便是响起了一连串惨叫之声。不一会儿，青城派演武场上便是留下了大片尸体。龟儿子的林平之，你找死！这时得到消息的于沧海终于赶来了，看到演武场上的情形，顿时怒骂一声，提剑杀向了林平之。林平之见到于沧海到来，脸上顿时露出了仇恨之色，身上的杀机也是骤然浓烈了许多。就是于沧海惦记他们林家的辟邪剑谱，带人蛮横地杀了他父母，
并灭掉了伏威镖局满门。再次见到于沧海，林平之似乎又看到了当初那令他心碎绝望的一幕。于沧海，受死！想着想着，林平之顿时红了眼眶，口中怒喝一声，手中长剑顿时加快了许多倍。叮叮叮叮，两人长剑交击，空气中顿时传出了阵阵金铁交鸣之声。一灰一青两道身影彼此纠缠，青城派的弟子根本看不清两人的身影。是数十招过后，一道戾气入肉身影响起，林平之和于沧海两人错身而立，扑通扑通，下一瞬间，于沧海的身体直接从额头正中往下竖着分成了两半，两半尸体重重跌落地面，发出了沉闷的声音。师父，大家快逃啊！见到于沧海竟然死在了林平之手中，青城派侥幸存活的弟子顿时乱作一团，口中惊呼的同时纷纷四散奔逃。咻咻咻！却在此时，林平之再次挥动长剑杀向了那些青城派弟子。没多久，整个青城派便是彻底被林平之灭门了。看着遍地血污和尸体的青城派，林平之心中的仇恨总算得到了缓解，缓缓将长剑归鞘，一把火点燃了青城派的山门，而后则是沿着石阶一步一步走下了青城山。而此时，在大明帝国的另一座城市应天府京都重地皇宫大内，竟也是有着一场大战正在进行。之前程氏妃、云罗、上官海棠三人在龙门客栈跃龙门，先是救治了程氏妃的伤势，然后又得知了程氏妃的身世，最后云罗则是得知了3颗天香豆蔻的下落。离开客栈之后，云罗单独告诉了程氏妃3颗天香豆蔻的下落，可惜两人的对话竟还是被人偷听了去，天香豆蔻的下落因此也是被泄露了。云罗回到宫中，正要拿人鱼小明珠将它打开，取出里面的天香豆蔻之时，竟是被暗中之人出手抢夺。程氏妃和上官海棠联手之下，竟也不是来人的对手，何人敢在宫中放肆？这时得到消息的东厂督主曹正纯也是带着人马赶了过来，加入到了战团之中。砰砰砰，随着曹正纯与黑衣人的交手，空气中顿时发出了阵阵沉闷的撞击声，再加上程氏妃和上官海棠的协助，那黑衣人顿时落入了下风。天罡童子功，曹正纯见到那黑影被程氏妃和海棠的攻击拖住，寻找到了一个进攻契机，口中厉喝一声，施展出了最强的天罡童子功，一掌拍向了那人的胸膛。那黑影见到形势危急，眼神微微一凝，下意识地伸出右手与曹正纯对掌，然而却是忽略了他右手中拿着的人鱼小明珠。砰！在两大强者的对攻之下，那人鱼小明珠顿时被恐怖的真气撞击成了粉碎，里面的天香豆蔻也是直接被毁掉了。曹正纯，你怎么能毁了我的人鱼小明珠？一旁的云罗郡主见状，顿时脸色大变，朝着曹正纯怒斥出声。程氏妃见到天香豆蔻被毁掉，更是骤然失神，一时间忘记了进攻。那黑衣人与曹正纯对了一掌，借着反震之力，又趁着程氏妃失神，直接倒飞了出去。曹正纯想要去追杀那黑衣人，却是被云罗给拦住了，只能无奈道：郡主，不过是一颗明珠而已，奴婢以后再为您寻来一枚补偿就是。现在却是放走了刺客，陛下若是问起该如何回复？云罗怒声道：你知道什么？程氏妃此时也是阴沉着脸看向曹正纯道：曹正纯，你是不是故意的？曹正纯见到两人的姿态，眉头不由得微微皱起，反问道：难道那人与小明珠之中有什么秘密不成？里面可是藏着……云罗心直口快，当即就要说出来，却是被上官海棠给拦了下来。上官海棠对曹正纯抱拳一礼道：此事涉及隐秘，不便告知曹公公。哼，既如此，咱家就先走了，还要去向陛下复命，同时加强宫中防卫工作。曹正纯在三人身上扫视一眼，口中呵呵一声，也并不深究。你不许走。云罗见状，再次上前拦住了曹正纯。程氏妃也有着对曹正纯出手的意思。上官海棠道：
郡主，程氏妃，宫中刺客出现，此乃大事，不要意气用事。我们也尽快返回护龙山庄，调集密探，查探那刺客身份。程氏妃和云罗在上官海棠的劝解下，最终还是任由曹正纯离去了，随即便一起往护龙山庄而去。他们却是不知道，那黑衣刺客已经先一步到了护龙山庄之中。东西拿回来了吗？护龙山庄朱无氏的书房之中，朱无氏正在练着书法，见到黑衣人归来，口中淡淡询问出声。本来已经得手了，可是曹正纯突然出现，最终没能成功。那黑衣人闻言摇头说道：又是曹正纯，处处与本王作对。朱无氏扔下毛笔，口中冷漠出声，接着又问道：那东西还在云罗手中，还是被曹正纯拿去了？在我和曹正纯交手过程中毁掉了。黑衣人再次摇头回答道：你说什么？朱无氏听到黑衣人的话，脸色顿时大变，猛地释放出强大气势，压迫向那黑衣人，沉声道：本王让你一定要小心行事，你竟然把东西毁了。哼，朱无氏，你别忘了，你我也只是合作关系。你现在心情不好，我先走了。那黑衣人见到朱无氏发怒，却是并不畏惧，口中冷哼一声，当即转身离去。朱无氏看着那黑衣人离去的背影，眼中闪过森冷杀机。犹豫了一阵之后，朱无氏终究还是没有出手。看来本王要亲自去一趟那个龙门客栈了，希望龙门客栈有救治素心的方法，不然的话你们全都得死。深吸一口气，朱无氏口中阴沉出声。而此时刚刚清静没多久的龙门客栈，却是再次迎来了新的客人。其中一人是位风姿楚楚，身上透着几分病态，面部蒙着白色纱巾的年轻女子。年轻女子身边则是一个有些吊儿郎当的青年。在两人进入客栈之际，他们的信息也是显示在了苏晨的视线之中。姓名：尹天雪，性别：女，身份：御剑山庄大小姐，修为：逍遥天境初期，目的：治疗因偷学武功而得的怪病。姓名：尹天琪，性别：男，身份：御剑山庄少庄主，修为：自在地境巅峰。目的：陪尹天雪寻找治疗怪病之法。你们这里谁是老板？尹天琪一把长剑抱在胸前，大踏步进入客栈，口中询问出声。如今的御剑山庄还没有遭逢变故，尹天琪的心性还没有成长起来，行事有些轻佻急躁。苏晨听到尹天琪问起，微笑回应道：在下就是龙门客栈的老板，尹少庄主，不知有何见教。尹天琪听到苏晨的话，不由得一阵惊讶：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的？尹天雪也是有些探究的看向了苏晨。苏晨微笑道：龙门客栈自然有自己的渠道。尹天琪闻言倒也没有深究，接着问道：我听说你们客栈之中有一个神奇的龙门，只要跃龙门成功，客栈就能满足任何要求，是吗？苏晨点头道：不错。尹天琪指了指身边的尹天雪道：这是我妹妹尹天雪，她身上不知何故患了一种奇怪的病，便寻名医，却是无法医治。你们客栈能够治好吗？苏晨闻言，似模似样的在尹天雪身上打量了几眼，接着点头道：只要你们兄妹任何一人跃龙门成功，并以救治尹天雪姑娘伤病为要求，本客栈便能救治。尹天琪道：只要能治就行，我倒是要来体验一下你所说的跃龙门。大哥稍等。尹天雪却是制止了尹天琪，接着对苏晨道：若是跃龙门失败的话，又会如何？苏晨闻言微微一笑：尹姑娘果真是冰雪聪明。若是跃龙门失败的话，便要满足本客栈一个要求，或者说答应本客栈一个条件。不同的人需要满足的要求也不同。尹天雪道：那我大哥若是跃龙门失败的话，需要满足客栈什么要求？苏晨在尹天琪身上打量了一阵，微笑道：若是尹少庄主跃龙门失败，等你成为御剑山庄庄主之后，带领御剑山庄归附本客栈。什么？尹天琪听到苏晨的话，顿时惊呼出声：你该不会是故意的，想要哄骗我，贪图我们御剑山庄的基业吧？苏晨淡淡道：跃龙门全凭自愿，
决定全在尹少庄主，本客栈不会勉强任何人的。尹天雪听到苏晨的话，也是皱了皱眉，接着又问道：若是由我自己挑战跃龙门呢？失败的条件又是什么？苏晨上下打量了尹天雪一眼，接着道：本客栈人手还有些少了，若是你跃龙门失败，便留在本客栈做个端茶倒水的侍女吧。我看你是诚心和我们御剑山庄过不去。尹天齐闻言顿时大怒，忍不住就想要出手大哥。尹天雪见状，直接喝止了尹天齐。尹天齐虽然心思浅薄，不过对尹天雪倒是十分宠爱，见尹天雪制止，便忍住了出手的打算，口中道：天雪，我看那什么跃龙门8成也是骗人的把戏，我们还是再继续寻找名医吧。尹天雪却是微微摇了摇头，轻声道：我想试试跃龙门。天雪。尹天齐听到尹天雪的话，顿时一阵心急。尹天雪道：无论成败，我觉得我都不吃亏。为何这么说？尹天雪闻言不由得好奇出声。尹天雪看了苏晨一眼，口中清冷出声：刚才苏公子说了，龙门客栈是有救治我伤病的能力的，若是我跃龙门成功，苏公子必然会出手救治；若是我跃龙门失败，留在客栈做侍女，那就是客栈的人，苏公子想必不会见死不救，不然留下我这个病患又有什么用？苏晨听到尹天雪的话，不由得笑着称赞出声：呵呵，尹姑娘真是心思通透，不错，在下对本客栈的自己人向来都是十分关怀的。罢了。尹天齐听完苏晨和尹天雪的话，欲言又止的叹息一声，终究没有阻止。当即尹天齐便是付了10两银子，然后尹天雪在苏晨的亲自指引下，来到了那神异龙门旁边，略微打量了龙门一阵。尹天雪按照苏晨说的，抬起脚步缓缓踏进了那拱形门洞之中。一旁的尹天齐看着尹天雪开始跃龙门，眼中不由得充满了紧张之色。下一瞬间，一道耀目金光骤然从那神异龙门之上显现，将尹天雪笼罩其中。银，接着一道清越的龙吟声响起，龙门顶部的那神龙浮雕也是再次睁开了双眼，凝视着下方的尹天雪。尹天齐见到这一幕，顿时瞪大了眼睛：苏公子，这是怎么回事？苏晨微笑道：放心吧，这是跃龙门之时的正常现象，不会有任何危险的。那就好。尹天齐听到苏晨的话，倒是稍微放下了心中的担忧。而此时尹天雪在那神龙浮雕凝视之下，却是有种被看透了一切心思的感觉，这让他微微有些不舒服。当即扭转视线，不再与神龙浮雕对视，抬起另一只脚向那拱形门洞踏出。让尹天雪有些意外的是，他竟然轻易的便将2只脚跨过了那拱形门洞，整个身体也是轻易穿过了门洞，没有任何的阻碍。恭喜跃龙门挑战者尹天雪，跃龙门成功。就在这时，之前那道威严的声音再次在客栈内众人耳边响起。听到那声音，尹天齐顿时彻底放松了下来，走到尹天雪身边，高兴地道：天雪，你成功了。尹天雪微微点头：是的，我成功了。晚晚，江玉燕几女看着尹天雪跃龙门成功，都是颇为羡慕，也是上前向她道喜出声。而在晚晚几人恭贺尹天雪的同时，苏晨的脑海之中也是再次响起了系统那熟悉的机械提示音：因跃龙门挑战者尹天雪跃龙门成功，宿主可随机抽取奖励，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20年功力，恭喜宿主获得龙神功，奖励已发放完毕，请问宿主是否使用？不错嘛。听到奖励内容，苏晨心中不由得一喜。20年功力自是不必多说，直接用来提升修为，这是苏晨最喜欢的奖励了。龙神功则是水月洞天剧中天下至刚至阳的武功，由龙神创立，龙腾与龙伯将其发扬光大，一共为9层。龙神功可飞行于空中，变化龙形攻击敌人，以此功可以驱毒、疗伤、夺物、护体，变化多端，威力无穷。反正系统早有说明，只要在客栈之中使用奖励，外人便不会有丝毫感应。因此
苏晨直接选择了使用奖励。下一瞬间，苏晨的脑海中便是多出了一股信息流，正是龙神宫的修炼心法。那心法内容似乎已经映入到他的脑海中了似的，无比纯熟。与此同时，一股精纯的能量也是在他体内经脉之中游走。苏晨当即运转起圣心诀，控制着这股能量的流转路线，将之全部汇聚到了丹田之中。不多时，那股精纯能量便是彻底化为了苏晨自身的真气修为，而他的修为境界也是从神游玄境后期跨过神游玄境巅峰，直接突破到了归元圣境初期。感应到自己修为实力的提升，苏晨心情颇为愉悦。没有什么是比修为的提升更让他喜悦的了。苏公子，我妹妹跃龙门成功了，你是不是可以替我妹妹治病了？就在这时，一旁的尹天琪也是兴冲冲地走到苏晨身边，对苏晨说道。听到尹天琪的话，苏晨收回心思，微笑道：当然可以，两位稍等。声落，苏晨在心底与系统进行了沟通，系统兑现尹天雪的要求，治疗他身体怪病，令其恢复健康。嗡！苏晨刚刚在心底对系统下达完指令，那神异龙门之上便是陡然出现了一道耀目金光，瞬间飞射到了尹天雪体内，在他的身体之中游走。下一瞬间，尹天雪的脸色便是逐渐变得红润了起来。不过片刻之间，他体内的伤病便是彻底痊愈，而那金光也是彻底消失不见了。好了，尹姑娘的伤病已经治好了。苏晨通过系统轻易可知道尹天雪如今的状况，当即笑着对尹天琪和尹天雪兄妹两人说道：真的假的？我都没看到你做什么。尹天琪听到苏晨的话，不由得有些怀疑出声。尹天雪则是道：大哥，我的确已经好了，想必是刚才那道金光发挥的作用。尹天雪闻言啧啧称奇，这龙门还果真像是传闻中的神异呢，若不是失败的代价太大，我也想挑战跃龙门试试了。苏晨微笑道：每个人跃龙门失败的代价都不相同，因为尹少庄主身份特殊，自然代价也是不同了。实际上却是因为苏晨在尹天琪身上没看到什么油水可榨，干脆就直接釜底抽薪了。可惜尹天琪在尹天雪的劝阻下没有挑战跃龙门，不过他若是挑战的话，倒也不一定会失败。这些想法苏晨自然是不会告诉尹天琪的了。还是算了，遇见山庄数百年基业，可不能断送在我手里。尹天琪对苏晨的话倒是没有怀疑，微微摇头，打消了跃龙门的念头。苏晨对此倒也没有多说什么。对了，听闻你们客栈除了神异龙门之外，还有10种功效特殊的美酒，给我上一坛美酒尝尝。顿了下，尹天琪似乎有些不甘白跑一趟，于是对苏晨说道。苏晨对一侧的阿碧道：阿碧，你给尹少庄主介绍一下本客栈的10大美酒。是，公子。阿碧在客栈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逐渐摆正了心态，听到苏晨的吩咐，口中当即恭敬答应一声，而后便是给尹天琪介绍了一遍10大美酒的功效以及价格。尹天琪听完，一手摸着下巴道：这10大美酒若真有如此奇效，价格倒也合理，先给我来一杯青云酒，试试效果再说吧。说话间，尹天琪直接取出一张面值100两的银票，递给了阿碧。尹少庄主稍等。阿碧接过银票，口中说了一声，然后便是去给尹天琪端酒了。世间竟有如此美酒吗？在下李寻欢也想讨上一杯尝尝。就在这时，客栈门口传来了一道清朗的声音。声音落下之际，一行人悠悠从客栈门口迈步而入。苏晨循声望去，在龙门客栈的探查功能之下，一眼就认出了来人的身份。其中一人正是刚才说话的小李飞刀李寻欢，在李寻欢身侧跟着一个魁梧壮汉，则是他的护卫铁传甲。另外还有一家3口，分别是龙啸云、林诗音以及他们的儿子龙小云。李寻欢话音刚落，林诗音立即怒声道：我们来是给小云治伤的，是让你喝酒的吗？原来前段时间李寻欢重归大明帝国，与龙啸云和林诗音的儿子龙小云遭遇，见识到龙小云年纪轻轻便心狠手辣，心思歹毒，
于是出手废了龙小云的武功。后来得知龙小云身份之后，李寻欢心中痛悔不已。可惜李寻欢和龙啸云遍寻名医，也根本无法令龙小云恢复。不久之前，在寻医途中，他们听闻了龙门客栈的传闻，于是在龙小云的坚持下，一行人便往龙门客栈赶来了。龙啸云听到林诗音呵斥李寻欢，则是装模作样道：“诗音，还有外人在呢，莫要如此。”哼！林诗音闻言冷哼一声，不再多说什么。龙小云则是眼神在龙门客栈环视一圈，接着道：“你们谁是客栈老板？”苏晨看了龙小云一眼，淡淡道：“我就是，几位是要住店吗？”龙小云上下打量了苏晨一阵，有些怀疑道：“你真是龙门客栈的老板？听人说你能耐不小，你能治好我的伤势，让我重新修炼吗？”李寻欢、龙啸云和林诗音听到龙小云的话，都是凝神看向了苏晨，神色之间既有紧张，又有几分期待。苏晨淡淡道：“只要能跃龙门成功，任何要求本客栈都能满足。”龙啸云这时对苏晨拱手一礼，客气地问道：“不知跃龙门具体如何进行？若是跃龙门失败的话，又会怎样？”苏晨随意地将跃龙门的方式和规则说了一遍，接着道：“每个人跃龙门失败的要求也是不同的，比如龙庄主你，若是跃龙门失败的话，要求便是交出星云庄。”龙啸云闻言脸色微微一变，让他交出星云庄，这等要求他怎么可能答应？李寻欢抱拳道：“请问在下若是跃龙门失败的话，需要满足客栈的要求是什么？”苏晨微笑道：“小李飞刀名满江湖，若是李大侠跃龙门失败的话，便将飞刀绝技留下。”李寻欢听完毫不迟疑点头道：“那好，就由我来挑战跃龙门，若是我侥幸跃龙门成功，还请苏公子治好龙小云的伤势，令他可以正常修炼。”寻欢，你……龙啸云见状，欲言又止，一副担忧的模样。龙小云则是冷冷道：“我的伤势就是他造成的，自然应该让他负责，就算他因此付出飞刀绝技，也是他应该的。”逆子，住口！龙啸云听到儿子的话，当即脸色一沉，口中厉喝出声。林诗音则是护着龙小云，厉声道：“你吼什么？小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李寻欢看着龙啸云一家三口的模样，心底暗自叹息，摇头道：“大哥，无妨。”说完之后，李寻欢消费10两银子买了一杯宴行酒饮下，口中称赞出声：“好酒。”声落，李寻欢直接迈步走到那龙门旁边，看了一眼那古朴的龙门，毫不犹豫地抬起脚，一脚踏进了拱形门洞。嗡！随着李寻欢一脚踏进拱形门洞，那神异龙门之上顿时再次涌现出了耀目金光，直接将李寻欢整个人全部笼罩其中。银！接着清越的龙吟声响起，龙门顶部的神龙浮雕缓缓睁开双眼，凝视着下方的李寻欢。龙啸云一家三口看到龙门之上出现的异象，神色都是一阵变幻不定。虽然早就听说了龙门的神奇，但他们这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龙门展现出来的神异。面对那神龙双眼的凝视，李寻欢神色不变，平静地抬起另一只脚，向那拱形门洞踏出。下一瞬间，他的另一只脚便也是轻易踏进了拱形门洞，整个身体也跟着穿了过去。恭喜跃龙门挑战者李寻欢跃龙门成功。李寻欢的身体刚刚穿过那拱形门洞，之前那道威严的声音便是再次在众人耳边响起。声音响起之际，笼罩在李寻欢身上的金光骤然消失不见，龙门上显现的所有异象也是全部隐没。与此同时，苏晨的脑海中也是再次响起了系统那熟悉的机械提示音：因跃龙门挑战者李寻欢跃龙门成功，宿主可随机抽取奖励，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李寻欢的小李飞刀绝技，恭喜宿主获得归元丹3枚，奖励已发放完毕，请问宿主是否使用？小李飞刀绝技倒是还不错，这归元丹倒是有些鸡肋了。听到这次抽取的奖励内容，苏晨不由得在心底吐槽了一句，因为归元丹每个人一生只能服用1枚，
而他已经服用过了，再服用也是浪费。归元丹暂存系统空间，使用小李飞刀绝技。随着苏晨对系统下达指令，脑海中顿时多出了使用飞刀的种种要领，随时都能百发百中，似乎他早已经练习了数十年似的。这一切说来话长，实际上不过是苏晨心念几个变动而已。查询完奖励之后，苏晨收敛心神，对李寻欢抱拳道：“恭喜李大侠跃龙门成功。”李寻欢抱拳回应道：“多谢。不知苏公子打算如何救治龙小云？”苏晨微笑道：“李大侠稍等。”接着便是在心底与系统沟通了一番。下一瞬间，一道耀目金光涌现，瞬间飞射进入龙小云体内，在他体内不断游走。苏公子，这是什么情况？龙啸云见此，有些担忧地对苏晨问道。苏晨道：“这就是治疗的过程，稍等即可。”就在两人说话的短短时间里，龙小云体内的金光便是隐没不见了，而龙小云的身体也是已经恢复了正常，不仅伤势恢复，之前被废掉的修为竟然也恢复了，已经好了。苏晨探查到龙小云的情况之后，当即对李寻欢和龙啸云几人说道：“这就好了。”龙啸云听到苏晨的话，有些不敢相信，快步走到龙小云身边，搭上他的脉门探查了起来。很快，龙啸云便是发现龙小云的确已经恢复了健康状态，而且连实力都恢复了。多谢苏公子大恩。查验完之后，龙啸云当即对苏晨拱手一礼，口中感激出声。苏晨淡淡道：“不必谢我，要谢的话就谢李大侠吧，这是他跃龙门成功换来的要求，凭什么要谢他？如果不是李寻欢，我也不会受了这么久的罪了。”不等龙啸云道谢，龙小云直接不客气地说道。龙啸云闻言，当即对龙小云训斥出声：“逆子，还不是怪你！”龙啸云，你住口！小云说的也是事实，既然小云伤势好了，那我们就回去吧。不等龙啸云说完，林诗音直接打断了他的话，拉着龙小云就往客栈外面走去了。抱歉，苏公子，让你看笑话了，龙某先行告辞了。龙啸云对苏晨抱拳说了一声，然后对李寻欢道：“二弟，我先去追他们母子，免得再出现什么意外，你稍后赶来。”说完，龙啸云当即也快步出了客栈。苏公子，在下也告辞了，这次多谢苏公子了。接着，李寻欢也是向苏晨道谢并告辞出声。看着李寻欢一行人来去匆匆，苏晨不由得微微摇了摇头，对李寻欢有些同情。苏公子，我们也告辞了，随时欢迎你到御剑山庄做客。等到李寻欢一行人离去没多久，尹天齐也是向苏晨提出了道别。苏晨看了尹天齐和尹天雪兄妹两人一眼，微笑道：“有空一定会去的，两位保重，尤其是尹姑娘，一些暗中进行的事情还是放下为好。”尹天雪听到苏晨的话，眼神微微一闪，口中清冷出声：“多谢苏公子良言。”尹天齐再次向苏晨抱拳一礼，而后带着尹天雪也是离开了龙门客栈。婉婉、玉燕，你们过来一下。等到尹天齐兄妹也离去之后，苏晨眼神在客栈那众女身上扫视了一遍，口中悠然出声：“公子，什么事啊？”婉婉和江玉燕听到苏晨的喊声，毫不迟疑地来到苏晨身边，有些好奇地问道。苏晨微笑道：“看你们近来表现不错，本公子这里有2枚丹药，便赐给你们了。”“多谢公子，这次是什么丹药啊？”听到苏晨的话，婉婉眼睛一亮，当即向苏晨询问出声。之前苏晨给他了2枚小归元丹，直接为他提升了15年修为。婉婉对苏晨手中的丹药可是十分期待的。江玉燕也是眨着一对无辜的大眼睛，眼神中充满了期待。苏晨道：“这次的丹药名为归元丹，效果是小归元丹的2倍，服用1枚归元丹就可以提升30年功力。不过这种丹药每个人一生只能服用1枚，30年。公子，你真是太好了。”听到苏晨介绍了归元丹的效果，婉婉顿时欣喜不已，口中感激出声：“多谢公子。”江玉燕也是对苏晨感激出声。好了，你们每人1枚丹药，到修炼室去炼化吸收药力吧。苏晨微微一笑，直接将2枚归元丹分别掷到了江玉燕和婉婉的手中。多谢公子。二女接过丹药，
向苏晨道谢一声，而后便是转身往修炼室而去了。苏晨这时看向金妮、阿朱和阿碧，淡淡道：只要你们在客栈认真做事，对本公子忠心，以后自然也少不了你们的好处。接下来龙门客栈再次平静了几天。婉婉和江玉燕在服用归元丹之后，分别提升到了逍遥天境巅峰，和自在地境巅峰，两女对苏晨的态度也是越来越好了。苏晨每日里享受着美女侍候，偶尔有人来跃龙门了，便稍微留意一下，日子倒是颇为悠闲自在。这天，苏晨正在躺椅上享受人生，复仇完毕的林平之却是再次返回了客栈。进入客栈之后，林平之直接跪倒在苏晨身前，口中恭敬出声：苏公子，因为您的帮助，我才能有机会替父母和福威镖局满门报仇雪恨。如今我已经报完仇了，希望余生留在客栈做个伙计，还请苏公子收留。林平之报完血海深仇之后，又到父母坟前告祭了一番。做完这些，林平之突然觉得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些什么，又该以什么为目标。思虑了一阵之后，林平之最终有了想法，那就是回到龙门客栈。一方面是报答苏晨的恩情，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他有一个归处，而且在龙门客栈之中还不用担心任何的江湖仇杀，所以才有了现在的一幕。苏晨听到林平之的话，倒是稍感意外，笑着问道：你为何想要留在龙门客栈？林平之听苏晨问起，并没有隐瞒，当即便是将自己的心思对苏晨讲述了一遍。你倒是诚实。苏晨闻言微微一笑，接着点头道：也罢，你就留在客栈做个跑堂伙计吧。多谢苏公子。林平之听到苏晨答应了，连忙朝苏晨感激出声。行了，起来吧，有什么不懂的就问问阿朱和阿碧他们。苏晨摆摆手，随意一挥，将林平之隔空扶了起来，口中淡然出声：是公子。林平之恭敬答应一声，而后便是去向阿朱和阿碧请教跑堂伙计的业务了。而正在给苏晨按摩的江玉燕见到复仇归来的林平之，眼神不由得一阵闪动，心中却是也升起了几分心思。当天晚上，苏晨回到房间之中，正准备休息，房间门口却是传来了一阵轻轻的敲门声。苏晨起身打开门，看着门口的江玉燕，出声问道：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吗？公子，我能不能进去再说？江玉燕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有些期待地对苏晨询问道。苏晨动用玲珑心的能力，稍微感应了一下，便是得知了江玉燕的心思，眉头不由得微微一动：进来吧。说话间，苏晨稍微后退了一步，给江玉燕让出了空间。等江玉燕进来房间之后，苏晨又随手关上房门，故作不知地问道：现在可以说什么事情了吧？江玉燕走到苏晨身边，靠在苏晨身上，轻声道：公子，我当初满脸红疮，您没有嫌弃我，还出手治好了我，后来又叫我修炼，还屡次赐我丹药助我修炼，玉燕心中一直十分感激。苏晨道：既然你是本客栈的人了，我自然会优待的，而且你这段时间的表现我也十分满意，感谢什么的倒也不必，今后继续用心做事就行了。江玉燕摇头道：公子，您虽然不需要我的感谢，可是玉燕不能不对您表达我的感谢。玉燕别无他物，愿意今夜留下伺候公子，表达对公子的谢意。苏晨微笑道：若是想表达感谢，倒也不必如此，以后好好做事就可以了。公子，您是嫌弃我吗？江玉燕听到苏晨的话，于是抬头看向苏晨，一副渲然欲泣、楚楚可怜的模样。苏晨摇头道：怎么会呢？我并没有嫌弃你的意思，不过你来找我不仅仅是为了表达谢意吧？江玉燕听到苏晨的话，神色微微一变，接着道：公子明察秋毫，虽然玉燕也有别的心思，但对您的感激绝对是真实的。苏晨淡淡道：先说说你想做什么吧。公子想必还不知道玉燕的身世，当初我江玉燕听到苏晨的话，不敢隐瞒，先是把自己的身世讲述了一遍，接着又道：因为今天看到林平之复仇归来，我不禁想到了自己身上的仇恨，因此想要离开客栈一趟，报仇雪恨。等我报完仇之后，一定会尽快返回客栈来，请公子允许我离开一段时间。苏晨闻言一笑：原来如此，
这不过是小事一桩。你想要去报仇，本公子自然支持你，倒也不必如此刻意讨好。江玉燕闻言忙道：公子，玉燕不是刻意讨好您，而是真心感激仰慕您，想要把自己献给您，请公子不要将玉燕拒之门外。苏晨挑起江玉燕的下巴，凝视着她的眼睛，微笑道：你不会后悔。江玉燕郑重道：玉燕绝不后悔。苏晨点头道：既然如此，那就替我宽衣吧。是，公子。江玉燕口中恭敬答应一声，便开始替苏晨宽衣起来。帮苏晨宽衣完毕，又有些紧张地褪下了自己的衣裙。苏晨看着眼前的绝色佳人，也没有端着什么，直接将之搂入怀中，一起滚落到了床榻之上。第二天，苏晨一觉睡醒，神清气爽，看了眼身边躺着的江玉燕，也是颇有几分感怀。没想到这位杀得全剧只剩剧名的狠人，竟是成了自己的女人。看来这一世这位江玉燕注定不会像是原剧之中一般，杀得人头滚滚，最后遗憾落幕了。公子，您醒了。玉燕这就伺候您更衣。恰在此时，江玉燕也睡醒了，看到苏晨正在看着自己，口中柔柔出声。有美人伺候，苏晨自然没有反对的道理，当即便是任由江玉燕替他更衣。两人都穿戴整齐之后，便是打开房门走了出去。苏晨和江玉燕刚刚走出房间没多久，就遇到了同样从房间出来的婉婉。公子，玉燕妹妹，你们这是？见到苏晨和婉婉相携而出，婉婉口中顿时惊讶出声，心中颇有些不舒服的感觉。苏晨微微一笑，就是你想的那样，这有什么不妥吗？当然没有了。婉婉本想说当然不妥，但话到了嘴边却又改变了。苏晨对此也不在意，接着道：接下来我会和玉燕出去一趟，客栈里暂时就由你负责了，让金妮、阿朱和阿碧他们辅助你。婉婉道：若是有人来挑战跃龙门，并且跃龙门成功，要我们客栈满足要求，我们做不到该怎么办？苏晨微笑道：你直接告诉他们，挑战跃龙门之事暂时搁置，他们可以选择先留在客栈住宿，也可以选择离去，等我回来之后再继续进行跃龙门挑战。虽然不能挑战跃龙门，但百年寒玉床和10大美酒的功效，想必还是能够留下不少人的，刚好可以让客栈多赚一些银子，不是吗？这样倒是没问题。婉婉微微点头，接着又道：可是万一有人不遵守客栈规则，对客栈心怀不轨，人家实力不足，无法震慑怎么办？苏晨淡淡道：这点你无需担心，若是有人在客栈里动手，无论他是什么实力，都只有死路一条。这样呀，那我就放心了。婉婉听到苏晨的话，心中不由得一震，口中当即笑着出声：公子，你也和我一起去吗？江玉燕听到苏晨和婉婉的对话，也是有些意外。之前她只是请求自己出去报仇，没想到苏晨会和她一起去。苏晨微笑道：本公子在客栈里待了这么久，有些腻了，便出去透透气，顺便也看着点你，毕竟你的实力还是差了点，还是有些不够安全。江玉燕闻言感激道：多谢公子。苏晨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既然江玉燕已经是他的女人了，他自然不能让江玉燕去犯险。在神州江湖之中行走江湖人士，逍遥天境便称之为高手了，神游玄境已经十分稀少。苏晨这个归元圣境的强者，自然是横行无忌，而且他还有替死木偶做最后保障，万一遇到了4大超级势力中的超级强者与他为敌，也不用担心有性命之危。接下来苏晨又对金妮、阿朱、阿碧和临平之都交代了一番，然后便是带着江玉燕离开龙门客栈，往大明帝国方向赶去。沿途之中并没有什么意外耽搁，两人先是到了之前逼迫江玉燕的那个青楼，将青楼老鸨和几名打手灭杀，随后在众人慌乱神情之中飘然而去。又过了2日，在江玉燕的带领下，两人来到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华宅江府。公子，这就是我那个禽兽不如的父亲江别鹤的府邸了。看着江府大门，江玉燕眼中露出了仇恨的光芒，比对那些青楼之人的恨意更深。当初他为了攀上西厂的高枝，抛弃了我们母女，我或许本就不该对他抱有任何期望的，若是我没有来找他认亲，或许也不会险些丧命了。如果不是公子，
我恐怕早就死了。苏晨道：如今一切苦难都过去了，对于江别鹤，你打算怎么处置？江玉燕闻言略微有些迟疑，接着道：我其实也有些犹豫，不知道该如何对他，有时候恨不得杀了他，可他毕竟是我的亲生父亲。比起原剧之中的遭遇，如今的江玉燕在龙门客栈过了一段安稳舒心的日子，心中的戾气倒似是消磨了一些。或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不想在苏晨面前把自己表现得太过狠辣。苏晨微笑道：不如我们先去见见江别鹤，看看他会如何对你，再做决定如何。我听公子的。江玉燕听到苏晨的话，当即点头出声。江玉燕也想看看江别鹤看到他平安归来会是什么反应，当即两人便是迈步往江府内部而去。面对门口守卫的阻拦，江玉燕毫不留情，随手解决了他们。想当初他在江府的时候，任何人都想要踩他一脚，这些守卫也是并不例外。如今既然有实力了，江玉燕也没想放过他们。不多时，两人便是进入了江府大厅之中。此时在江府客厅之中，江别鹤正在招待客人。这位客人来头颇大，正是西厂督主刘喜。听到外面的动静，江别鹤脸色微微一变，笑着对刘喜道：岳父大人，您先坐着，我去看看出了什么事。去吧。刘喜端起茶杯，随意品尝了一口，口中淡淡出声。江别鹤对刘喜拱手一礼，而后出了客厅，来到院子之中，很快便是见到了刚刚击杀了江府下人的江玉燕。叶儿，是你？你什么时候有了这么强的武功？见到是江玉燕，江别鹤脸色微微一变，挥手让剩余的下人退开，口中询问出声。江玉燕听到江别鹤的话，脸上露出微笑：我的好爹爹，你是不是在想，为什么你将走火入魔之毒转移到我身上，我却没有死，反而实力大进了？想要知道这个秘密吗？哼，叶儿你没事，爹爹当然很高兴。江别鹤闻言笑呵呵地说道：我并不是想要探究你的秘密，只是担心你而已。江玉燕闻言冷笑一声：是吗？爹爹你若真是担心我，不如把你从六人神筛之中得到的神功传给我，等我修炼成功之后，自然不用再担心被人欺负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哪有什么六人神筛？哪里有什么神功？江别鹤闻言脸色顿时一阵大变，对江玉燕呵斥出声，同时小心翼翼地朝客厅的方向看了一眼，希望刘喜没有听到他们的对话。可惜江别鹤注定要失望了。刘喜身为西厂督主，能够和东厂曹正纯、护龙山庄朱无事扳手腕的人，一身实力自然也不可小觑，如此近的距离，岂能听不到外面的对话？听到江玉燕说起江别鹤竟然修炼了六人神筛之中的神功，这让刘喜顿时大怒。咔嚓一声脆响，刘喜直接捏碎了手中茶杯，身形一个闪烁，瞬间便是出现在了江别鹤身边，口中阴冷出声：江别鹤，你敢私吞六人神筛并偷练里面的神功？六人神筛乃是大明江湖之中流传的一件至宝，刘喜也是多方打听，想要将之据为己有。江别鹤是刘喜的女婿，更是他的手下。在刘喜看来，江别鹤寻到了六人神筛，第一时间就应该上交给他才对。如今江别鹤不仅没有将六人神筛上交给他，还暗自破解了六人神筛，偷偷修炼其中蕴藏的神功，简直就是在找死。江别鹤闻言脸色一变，连忙道：岳父大人，您不要听这个逆女胡言乱语，她是我年少不懂事的时候留下的孽种，前段时间找上门来，我看她死了娘可怜，才将她留在府中，给她一口饭吃。可是她不知足，想要在府中当家做主，还顶撞我夫人，被我夫人惩罚了，又怪我没有向着她，我就教训了她一顿，她因此怀恨在心，故意报复我才胡说的。江别鹤之前偷偷修炼六人神筛之中的移花接木神功，结果走火入魔，险些要了他的老命。后来在红叶的指点下，江别鹤将走火入魔之毒推功过写到了江玉燕身上。这段时间江别鹤一直都在研究怎么修炼移花接木才不会出现问题，可惜始终没能找到方法，所以现在的江别鹤实力并没有增长，在刘喜面前根本就不够看。为了活命，江别鹤撒起谎言来，那是一点都不打结的。可惜
江别鹤不知道的是，他这一番话却是彻底葬送了他的生路。好一个江别鹤，我的好爹爹，你还真是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本来我还顾念一丝血脉之情，既然你如此恶毒，那也就别怪我不念父女之情了。江玉燕听到江别鹤的话，顿时一阵大笑出声，声音之中充满了浓浓的讥讽，还有深深的恨意。你忘了我在江府遭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但我没有忘记。实话告诉你，我今天来江府就是来报仇的。本来我只想杀了姓刘的那个恶毒女人，但现在连你我也要一并杀了。江别鹤闻言，眼中愧疚之色一闪而过，对刘喜道：岳父大人，您看到了，这逆女完全是疯了，她的话根本不可信。6人神筛的事情等下再和你算。刘喜狠狠瞪了江别鹤一眼，接着看向江玉燕，冷冷出声：你是说今天来江府是想要杀了我那干女儿？既然如此，那咱家就先杀了你，以绝后患。声落，刘喜右手成爪朝着江玉燕抓去，手掌中心猛地释放出了恐怖的吸力。江玉燕本以为自己如今自在地境巅峰的修为实力已经不弱了，没想到面对刘喜的攻击，竟是丝毫没有还手之力。感应到那恐怖的吸力，江玉燕脸色猛地一变，拼命挣扎了起来，身体却是不由自主地朝刘喜跟前靠近。呵呵，你们似乎都把本公子当空气了呢。就在江玉燕心神慌乱之际，一旁的苏晨突然轻笑出声。声音落下之际，苏晨心念一动，右手微微张开，骤然朝着刘喜师展出了吸功大法。轰！下一瞬间，刘喜便是感觉到一股恐怖的吸力出现，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往苏晨的方向移动，而他对江玉燕的攻击也是瞬间被化解。你怎么会吸功大法？感应到苏晨掌心的吸力，刘喜脸色一阵大变，口中惊呼出声，同时将自身的吸功大法运转到极致，想要对抗苏晨的吸力。可惜他的挣扎注定是徒劳无功。半晌之后，刘喜整个人便是被吸附到了苏晨跟前。苏晨一只手直接捏住了刘喜的脖子，恐怖的吸力发出。片刻之间，在江别鹤、江玉燕等人震惊的眼神之中，原本身体臃肿的刘喜竟是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水，整个人的面庞也是扭曲的不成人形。没一会儿，刘喜整个人便是被苏晨彻底吸成了人干，他的武功修为、武学功法、精气神全部都成为了苏晨的养料。接着苏晨随手一挥，刘喜的干尸便是化为粉末，随风而散了。见到这一幕，江别鹤顿时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看向苏晨的眼神之中充满了惊恐。就连江玉燕此时心中也是对苏晨敬畏不已。不远处，几个西厂番子本来还看着他们督主大展神威，可惜很快就见到刘喜直接化为飞灰的下场，顿时被吓呆了。鬼啊，快逃！突然有人大叫一声，疯狂往江府之外逃窜而去。至于替他们督主报仇，他们此刻丝毫不敢有这样的想法。可惜此刻的他们逃走也是奢望。苏晨心念微动，一招万剑归宗施展而出，咻咻咻！下一瞬间，无数道无形剑气便是在空中骤然出现，朝那些逃跑的西厂番子击射而去。砰砰砰！随即那些东厂番子便是全部被剑气贯穿，死无全尸。扑通！江别鹤见到这一幕，顿时毫不迟疑地跪倒在地，朝着苏晨求情出声：少侠饶命！江别鹤可是知道刘喜的实力的，强如刘喜在苏晨手下竟然撑不过一招，直接化成了粉末。他这点微末实力那就更不用提了。此刻的江别鹤几乎没有任何侥幸的心思。苏晨随意地看了江别鹤一眼，像是在看地上的蝼蚁，淡淡道：你的生死由玉燕决定。江别鹤听到苏晨的话，顿时膝盖扭动，跪倒在江玉燕跟前，求情道：燕儿，爹知错了，爹刚才也是受到刘喜的威胁，不得不那样说的，求你饶了爹这一回，爹以后一定会痛改前非，补偿对你的亏欠。江玉燕闻言讥讽出声：是吗？
那就请你先杀了刘氏那个恶毒女人，我在江府受的罪，全都是因她而起。江别鹤听到江玉燕的话，连忙道：没问题，我早就看她不顺眼了，要不是因为她干爹是刘喜，我又岂会容她放肆？你等着，我这就去杀了那个贱人，为你报仇。说着，江别鹤便起身，准备往江府后院而去。至于是去杀刘氏，还是趁机逃走，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江玉燕这时却是笑呵呵道：我的好爹爹，我们还是跟你一起吧，我要亲眼看着你杀死那个恶毒女人，才能解我心头之恨。好，一切都听燕儿你的。江别鹤闻言，眼神微微一变，不过却也不敢表现出来，只好答应了江玉燕的要求。苏晨在一旁静静看着这一幕，却是并没有表露什么。接下来一行三人便是往江府后院而去，很快便找到了正在江府后院之中耀武扬威的江刘氏。老爷，你怎么又把这个孽种带回来了？见到江玉燕和江别鹤到来，江刘氏顿时脸色一寒，口中怒斥出声。仗着刘喜的撑腰，江刘氏在江别鹤面前也是从来没有任何收敛，向来都是一副颐指气使的模样。江别鹤见到江刘氏的模样，脸色一狠，冷声道：贱人，你骂谁呢？燕儿也是你能骂的。说话之间，江别鹤直接上前，猛地一巴掌将江刘氏扇飞了出去。江刘氏突然被江别鹤扇了一巴掌，不由得愣住了，他还是第一次被江别鹤打呢。愣神过后，江刘氏顿时尖声叫道：江别鹤，你敢打我？我看你是反了天了，我马上就让我干爹好好教训教训你。江别鹤闻听此言，更是怒从心中起，直接上前捏住江刘氏的脖子，恶狠狠地道：你不是想要找你干爹吗？我这就送你去见他。说完，江别鹤直接咔嚓一声扭断了江刘氏的脖子。江刘氏到死都不敢相信江别鹤竟然敢杀他，一双眼睛瞪得老大，显然是死不瞑目。啪啪！这时一旁的江玉燕却是轻轻鼓掌出声：我的好爹爹，你还真是下得去手呢，真是让我佩服。江别鹤脸色微微有些尴尬，勉强挤出一个笑容道：燕儿，这个恶毒女人仗着她干爹刘喜的权势，一直都不把我放在眼里，更可恶的是竟敢欺凌你，实在是死不足惜。我杀了这恶毒女人，也是为了燕儿你报仇啊。燕儿，你看爹什么都听你的做了，你能不能饶了爹一命？江玉燕微笑道：爹，你只要再做一件事，我就饶你一命。江别鹤闻言顿时大喜，连忙道：燕儿，你说无论什么我都答应你。江玉燕道：把六人神头交出来。江别鹤听到六人神头几个字，脸色顿时一变：怎么，你不愿意？江玉燕面带微笑地看着江别鹤，那笑容看起来如此的纯真，却是让江别鹤发自内心的感到一阵战栗。不，怎么会呢？我这就去把六人神头取来给你。江别鹤心头一跳，连忙答应出声。江玉燕点头道：那就走吧。江别鹤闻声，默默地走在前面，往书房走去。不多时，江别鹤带着苏晨和江玉燕就是到了他的书房之中。江别鹤在书柜上摸索了一阵，很快便是找到了六人神头，小心翼翼地递向江玉燕：燕儿，这就是你要的六人神头了。江玉燕也没有任何客气，直接上前去伸手接六人神头。就在这时，江别鹤突然猛地将六人神头扔向了苏晨，同时右手握爪，猛地朝江玉燕的脖子抓去。却是江别鹤担心江玉燕不打算放过他，所以打算直接擒下江玉燕做人质，到时候逼迫苏晨放他离开。至于六人神头扔给苏晨，却是想要干扰苏晨，让苏晨来不及出手救援江玉燕。然而江别鹤注定失算了。苏晨随手接过六人神头，似笑非笑地看着江别鹤，似乎没有出手的意思。与此同时，江玉燕对江别鹤的出手也是没有丝毫意外，右手握爪快速挥动，九阴神爪瞬间施展而出。咔嚓一声脆响，江别鹤的手腕直接被江玉燕一爪捏断。啊！手腕被捏断，江别鹤口中顿时发出一声凄厉惨叫，接着求饶道：燕儿，饶命，爹知道错了，再给爹一次机会。江玉燕闻言，口气轻笑出声：哼，我的好爹爹，
你当我还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农家丫头吗？不，拜你所赐，我已经变了，变得不再那么天真愚笨。江玉燕虽然当初选择了主修小无相功，但这门功夫修炼完毕之后，对其他武学只要了解了原理，便可轻易模拟出来，并且其威力丝毫不减。于是修炼了小无相功的江玉燕，又把《九阴真经》下卷中记载的攻击手法挑选了几门威力强大的参悟了。他此刻施展出的九阴神爪，与《九阴真经》原版的九阴神爪威力也是不分伯仲了。这也是江玉燕选择修炼小无相功的原因之一。叶儿，看在你娘的面子上，饶过我一次。江别鹤此刻只剩下求情了。江玉燕冷笑道：饶过你，下辈子吧。声落，江玉燕手爪挥动，咔嚓一声，直接捏断了江别鹤的喉咙，而后随手一挥，把江别鹤的尸体抛到了一边。苏晨这时拿着六人神头，微笑道：给你，这是你刚才找江别鹤所要的六人神头。江玉燕闻言连忙道：公子，这六人神头我本来就打算献给公子的，还请公子收下。苏晨闻言笑了笑：哦，是吗？那我就不客气了。声落，苏晨随手搓动了几下，便是打开了六人神头，取出了其中藏着的移花接木功法。见到这一幕，江玉燕眼神微微一凝，心中对苏晨更加敬畏了。好了，你还有什么心愿未了吗？若是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我们便走吧。苏晨随手将六人神头和移花接木功法都收进系统空间，对江玉燕说道。江玉燕摇头道：没有了，这里我一刻也不想多留。苏晨点头道：既如此，我们走吧。江玉燕对此当然是没有意见了。当即两人便是一起离开了江府，朝着龙门客栈返回而去。这天两人正在赶路，突然听到前方传来一道猥琐的声音，那声音猥琐之中带着阴冷杀机。女娃子好大的口气，将嵩山派赶尽杀绝，世上可有这等称心如意之事。声音落下之际，山林崖壁之间陡然一道黑影朝着前方一处空地骤然窜去，那里却也恰好是苏晨和江玉燕即将经过的路径。公子，前方似乎有仇杀，我们要不要等下再过去？江玉燕听到那声音，不由出声对苏晨说道。苏晨闻言一笑：我们只管走自己的路，管他什么仇杀，与我们何干？若是有不开眼的主动招惹我们，那也是他们自寻死路。走吧，继续赶路。我听公子的。江玉燕闻言当即恭敬应和出声。接下来两人既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刻意加速，仍然是按照寻常的赶路方式往前方行进着。费斌，你已杀我全家，刘某中了你两位师兄的掌力，也已命在顷刻，你还想干什么？这女娃子说要赶尽杀绝，在下便是来赶尽杀绝啊。女娃子，你先过来领死吧。赶路之间，前面再次传来了几段对话，也是让苏晨明白了前方之人的身份，正是嵩山派费斌、衡山派刘正风、日月神教曲阳和他孙女曲飞烟，以及华山派令狐冲、衡山派夷陵几人。几人唇枪舌战之际，苏晨和江玉燕却是毫无顾忌地闯入到了他们视线之中。费斌本来正要出手击杀曲飞烟，见到苏晨和江玉燕到来，脸色不由得再次一变：你们又是什么人？为何会在这里？此时费斌也是暗自皱眉，先前他要杀刘正风、曲阳和曲飞烟的时候，华山派令狐冲跳了出来，接着衡山派夷陵又跳了出来。就当他狠下心打算将令狐冲和夷陵也灭口的时候，竟然又来了两个人。这么下去，人越来越多的话，他想要杀人灭口，岂不是会更加麻烦了？苏晨淡淡道：本公子想在哪里就在哪里，与你何干？小子，找死！费斌本就在想着要把苏晨和江玉燕一并杀了，免得今天的糗事被传出江湖中，有损他们嵩山派的威名。如今苏晨态度无礼，更是让费斌杀心大起，当即不再迟疑，手持长剑一剑朝着苏晨胸前急刺而去。苏公子小心，少侠小心！见到费斌突然对苏晨出手，令狐冲、夷陵都是连忙提醒出声：哼，自寻死路！
苏晨却是丝毫不慌，口中轻笑一声，右手食指和中指并拢，灵犀一指施展而出。叮！只听一声轻响，苏晨的2根手指轻易便是夹住了费斌手中长剑。咔嚓！随即苏晨右手轻轻用力一抖，费斌手中长剑便是被苏晨的指力扭断成了2截。费斌见到这一幕，顿时脸色狂变，知道眼前之人不好惹，连忙施展轻功，想要抽身后退。然而已经迟了，只见苏晨右手随意一挥，那半截剑尖便是嗤的一声刺穿了费斌的眉心。费斌口中只来得及发出最后一个音节，整个人便是彻底失去了生机，扑通一声，尸体坠落在地，双眼瞪大，死不瞑目。见到这一幕，刘正风、曲阳、夷陵几人都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尤其是刘正风和曲阳，他们和费斌实力相近，对费斌的实力最是了解。在他们看来，实力已经很强了的费斌，在苏晨手下竟然连一招都撑不住，直接毙命当场。苏晨的实力未免也太过强悍了，多谢这位公子救命之恩。这时屈飞烟却是第一个反应过来，对苏晨道谢出声。苏晨淡笑道：无妨，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何况还是那个费斌不知死活先对我动手的。曲阳道：无论如何，公子都救了老朽的孙女，老朽感激不尽，只是可惜今生已经没有了报答公子的机会了。苏公子，刚才多谢您了。这时令狐冲也是上前来，对苏晨道谢出声。苏晨看了令狐冲一眼，淡淡道：是你啊，令狐公子怎么没有和令师门之人一起？令狐冲闻言略微有些尴尬，摇头道：此事说来话长，不提也罢。苏晨淡淡道：既是不便多言，苏某也就不多问了。令狐贤侄，你认识这位公子？一旁的刘正风听到令狐冲和苏晨的对话，不由得好奇出声。令狐冲连忙介绍道：刘师叔，这位是最近在江湖上声名远扬的龙门客栈之主，苏晨苏公子。原来是苏公子，老夫刘正风见过苏公子。听到令狐冲的介绍，刘正风也是强撑着身体，对苏晨拱手一礼，口中见礼出声。苏晨对刘正风没什么恶感，但也谈不上好感，闻言只是淡淡道：在下不过一客栈老板而已，用不着如此客气。一旁的曲飞烟这时突然想到了龙门客栈的传闻，当即扑通一声跪倒在苏晨跟前：苏公子，听闻龙门客栈十分神异，几乎无所不能，您能不能救救我爷爷和刘爷爷？此时的曲阳和刘正风都已经身受重伤，濒临死亡之境，若只是一般的方法根本没有办法救治，所以屈飞烟才会想到向苏晨求助。菲菲，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如今已是油尽灯枯之境了，你就不要让苏公子为难了。曲阳听到曲飞烟向苏晨求助，当即劝说出声。刘正风虽然没有出声，不过却也是相同想法。他们自以为见识广博，对龙门客栈的传闻却是并不太相信的。苏晨淡淡道：龙门客栈的规则，唯有挑战跃龙门成功者才能对客栈提出要求，无论任何要求，客栈都能满足，这都是客栈本身的效用，并不是苏某的能力。令狐公子也是清楚这点的。若是你能跃龙门成功，自然可以让龙门客栈救治你的2位长辈，不过前提是他们能够撑到你前往黑水城，并且跃龙门成功。实际上苏晨身上的回春丹也能救治刘正风和曲阳，不过这2个人和他非亲非故，对他来说还没有什么用处，苏晨自然不会白白浪费2枚珍贵的丹药了。令狐冲这时也有些遗憾地道：苏公子所言不错，我和师父不久之前便曾见识过那龙门的神异。屈飞烟听到苏晨和令狐冲的话，顿时彻底绝望了。菲菲，不必太过执着，爷爷活了这么大年纪，早就活够了，只是今后爷爷不在你身边了，你要照顾好自己。曲阳见到曲飞烟的模样，不由得劝慰出声。爷爷！屈飞烟哭喊一声，扑到了曲阳怀里，满脸泪痕。曲阳拍了拍屈飞烟的肩膀，接着突然对苏晨道：苏公子，老朽有一事相求，不知您能否答应？苏晨看了曲阳一眼，淡淡道：
你且说来听听。曲阳道：老朽即将殒命于此，孙女菲菲尚且年幼，恐无法自立，希望苏公子能够将她收留在龙门客栈，做个打杂的伙计也好，只求能给她一个安身之地。爷爷，我不要你离开我。曲飞烟听到曲阳的话，更是悲痛不已。顿了下，曲飞烟再次向苏晨跪倒在地，求情道：苏公子，您一定有办法的，对吗？求求您救救我爷爷，只要您能救我爷爷，以后我这条命就是您的了，您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苏晨看着曲飞烟的模样，眉头微微皱起，略微沉吟了一下，开口道：这样吧，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或许可以让你爷爷和刘正风多撑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内只要你跃龙门成功，要求客栈救治他们，他们便可无恙。不知苏公子的办法是？一旁的令狐冲闻言不由得好奇出声。苏晨淡淡道：我修炼的功法比较特殊，可以直接将人冰封，只要暂时将刘正风和曲阳冰封，他们的生机也会停止流逝。曲飞烟听到苏晨的话，当即毫不迟疑道：苏公子，谢谢您，就按您说的办。苏晨微微点头，接着心念微动，直接施展出了圣心四绝之中的寒天诀。下一瞬间，几人便是感觉到周围的温度骤然下降，似乎突然进入了万年冰窟似的。刘正风和曲阳两人则是直接被瞬间冰封，形成了两座冰雕。苏公子，我爷爷和刘爷爷他们这样不会有事吗？曲飞烟见到刘正风和曲阳被冰封，不免又有些担忧起来。苏晨摇头道：放心吧，等到了龙门客栈，我为他们解封之后，他们就会和被冰封之前的状态一模一样。多谢苏公子，从此以后飞烟这条命便是您的了，您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曲飞烟闻言顿时放下了心中担忧，再次对苏晨感激出声。苏晨微微摇头：好了，起来吧，我要你的命做什么？曲飞烟闻言站起身来，没有多说什么，不过心中却是记下了苏晨的恩情。苏晨看了眼两具冰雕，接着道：看来还是要找一辆马车才行，不然没办法带你爷爷他们赶路。你们稍等一下，我去找辆马车来。令狐冲闻言自告奋勇地说道：多谢令狐大哥。曲飞烟闻言当即向令狐冲表达了谢意。苏晨几人暂时便停留在原地，等着令狐冲返回。不多时，令狐冲就找来了两辆高大的马车，并帮忙把曲阳和刘正风放到了其中一辆马车之上。好了，我们正准备返回龙门客栈，刚好一起赶路吧。苏晨这时对曲飞烟说道：令狐大哥，依琳姐姐，我们先走了，后会有期。曲飞烟向令狐冲和依琳道别了一声，便是坐到了赶车人的位置，驱赶起了马车。苏晨则是坐上了另外一辆马车，由江玉燕在前面赶车。两辆马车赶路走出去没多远，突然从后方有一队人马急冲冲策马赶来，很快便是把两辆马车包围在了中间。见到来人，曲飞烟脸色顿时一变，因为这些人却正是嵩山派之人，为首者乃是嵩山13太保之中的丁冕和陆柏。小女娃，你们马车之中坐的是什么人？勒马停下之后，陆伯眼神探究地打量着两辆马车，口中阴冷出声。曲飞烟故作镇定道：几位大侠，马车上是我生病的爷爷，怎么了？丁冕阴恻恻道：打开看看。曲飞烟闻言脸色微微一变，迟迟不敢动作。去，把马车打开。陆柏见状，当即对身后的嵩山派弟子吩咐出声。一群苍蝇嗡嗡叫个不停，真是惹人心烦。就在这时，马车内传出一道清朗声音：咻！声音落下之际，一道无形剑气激射而出。那想要上前掀开马车帘子的嵩山派弟子，顿时被无形剑气当场射杀。什么人竟敢和我们嵩山派作对？陆柏见状，脸色一沉，全身小心戒备起来，朝着苏晨所在的马车厉喝出声：嵩山派很了不起吗？很快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有嵩山派了。马车内，苏晨听到陆伯的威胁之语，口中淡漠出声：声落。苏晨心念一动，万剑归宗施展而出，咻咻咻！下一瞬间，无数道无形剑气便是在空气之中骤然出现。
瞬间朝着嵩山派众人击射而去。小心！丁勉见到那恐怖剑气，脸色大变，口中厉喝一声，连忙拔剑抵挡。陆伯和其他嵩山派弟子见状，也是纷纷拔剑抵挡那剑气攻击。可惜他们的反抗注定只是徒劳。吃！转眼之间，在场的数十名嵩山派弟子，包括陆伯和丁勉在内，便全部都是死在了那恐怖的剑气之下。到死，他们都不知道杀他们的到底是什么人。继续赶路，随手解决了嵩山派众人。苏晨对外面的江玉燕和屈飞烟淡淡出声：“是，公子。”江玉燕闻言，口中恭敬答应一声，继续驱动马车赶起路来。屈飞烟稍微愣神了一下之后，也是连忙驱动马车跟了上去。一边赶路的同时，屈飞烟时不时地向苏晨所在的马车偷看几眼，心中充满了羡慕和敬畏。马车之中，苏晨对杀了嵩山派之人却是没有多少波动。不过想到嵩山派还有不少人，尤其是有个野心勃勃的左冷禅在，苏晨不希望自己一直被打扰，于是便直接通过系统对远在黑水城的天池12煞下达了指令：童皇，带上你的人到大明帝国去，灭了嵩山派。这也是苏晨最近发现的系统的一种特殊功能，凡是系统奖励出来的人物，无论相隔多远，苏晨都能通过系统下达指令。黑水城之中，童皇得到苏晨的命令，当即没有任何迟疑，带着天池12煞朝大明帝国的嵩山派杀了过去。嵩山派的左冷禅自然不会想到，他的手下莫名其妙便为他招惹到了一个不可抵抗的强敌，甚至直接会让他们嵩山派走向覆灭。苏晨在对通过系统对天池12煞下达指令之后，便是和江玉燕、屈飞烟一起继续赶路了。这天，一行人正在赶路期间，马车前方突然有一道白影飞掠而出，径自朝着苏晨所在的马车冲来。来人实力颇为不弱，江玉燕想要出手阻止，却是已经来不及了。马车内，苏晨随手一挥，身前便是形成了一道无形屏障，将来人挡在半寸之外。只见来人一身白色工装长裙，面容绝美，气质冷傲，给人一种不可接近的感觉。说出你的来意，不然本公子可就要辣手摧花了。苏晨看了那女子一眼，口中淡淡出声。女子没想到马车之中竟然坐着这样一位实力强大的年轻高手，他一身修为实力早已经达到了逍遥天境巅峰，自以为在江湖上已经是绝顶存在了。没想到在苏晨面前竟然没有丝毫反抗之力，轻易便被苏晨制住，体内真气更是全部被封禁，沦为了待宰羔羊。哼，要杀就杀，本宫岂会受人威胁？虽然心中震惊，女子却是面不改色，口中冷傲出声。苏晨听到女子的自称，结合她的装扮和气质，眉头不由得微微一挑。如此装扮，修为是逍遥天境巅峰，修炼的嫁衣神功，再加上你的自称，若是本公子所料不错，你是移花宫大公主邀月。苏晨猜的没错，这女子却正是移花宫大公主邀月。邀月见到苏晨认出了自己，也并不隐瞒，淡淡道：不错，正是本宫。见到邀月承认自己身份，苏晨略微沉吟了下，随手解除了邀月身上的禁制，将她丢在了马车一侧的座位上。公子，您没事吧？这时马车门口响起了江玉燕的声音，同时江玉燕也是伸手掀开了车帘，见到马车内多出的女人，神色之间有些警惕。苏晨微笑道：我能有什么事？你安心驾驭马车吧。是，公子。江玉燕闻言，口中恭敬答应一声，看了邀月一眼，而后放下车帘，继续驾驭马车赶路了。马车内，苏晨扫视了邀月一眼，轻笑道：邀月公主，这是在被人追杀，还受伤了？哼，若不是敌人卑鄙无耻，买通了移花宫的丫鬟，对本宫使用了散宫散，本宫岂会如此狼狈？邀月闻言，口中忍不住冷傲出声。苏晨闻言微微颔首，不错，你如今的实力气息的确与境界有些差距，不知你的敌人是谁，只怕他们很快就会追上来，本公子先了解一下，也能更好应对。邀月听到苏晨的话，略微迟疑了一下，接着道：是12星象之首的魏无涯。原来
邀月当年曾经拒绝了魏无涯的求亲，并且还将魏无涯打伤驱赶出了秀玉谷。魏无涯因此对邀月怀恨在心，多年培养了一个暗子，让其加入移花宫之中，最近才找到机会对邀月暗中下了散功散，让邀月的功力在短时间内不断溃散。魏无涯趁此机会带着手下对邀月展开了追杀。移花宫之中的高手只有邀月、莲心以及勉强有几分实力的花无缺，可惜莲心和花无缺都不在移花宫，邀月无奈之下只能让移花宫弟子先行分散躲避，而他自己也是逃窜了出来。逃避魏无涯追杀的过程中，邀月恰好遇上了苏晨所在的马车，便想着先进藏身到苏晨的马车中运功调息，熬过散功散的发作时间，到时候再找魏无涯算总账。只是让邀月没有想到的是，在马车之中竟然有苏晨这么一个年轻高手。他刚刚进入马车就被苏晨给制住了，苏晨倒是不知道其中详情，不过对12星象之名还是有些了解的。在原剧之中，12星象阵是大明境内臭名昭著的一个杀手组织，而且实力还颇为不弱。当然那也只是相对普通江湖人士来说，在苏晨面前，所谓的12星象根本构不成丝毫威胁。心中想着，苏晨口中轻笑出声，原来是12星象吗？不过是一群躲在暗地里的臭虫罢了。啊，老鼠，好多老鼠！就在这时，马车外面突然响起了一声惊叫，却是另一辆马车上曲飞烟见到密密麻麻的老鼠，并且还有不少老鼠爬到了他所在的马车上，忍不住有些慌乱出声。苏晨所在的马车上，江玉燕则是不断出手击杀着成群的老鼠，定是魏无涯那厮来了。邀月听到外面的动静，顿时面露寒霜，口中冷冷出声：结节，邀月，你躲不掉的，还是乖乖从了老夫吧。就在这时，一道猥琐难听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声音落下之际，一道身材矮小的灰影也是出现在了马车跟前。听到那声音，马车中的苏晨不由得眉头微皱，也懒得废什么话，右手随手一动，一道六脉神剑的无形剑气便是骤然激射而出。魏无涯正在得意大笑，突然感应到那恐怖的无形剑气袭来，脸色顿时一阵大变，慌忙朝一边躲避而去。然而他的躲避却只是徒劳，嗤一声轻响，魏无涯的脑门直接被那无形剑气轻易刺穿，留下了一个微小的血洞，有鲜血激射而出。下一瞬间，魏无涯便是直接失去了生命气息，尸体扑通一声重重跌落到了地面之上。虽然隔着车帘，但马车内的邀月依然能够感应到外面的情形。见到魏无涯被苏晨随意一招便轻易结束了性命，心中也是震撼不已。邀月自认为，若他在全盛时期想要杀死魏无涯也没有多少难度，但怎么也做不到苏晨这么轻松写意。在邀月心中，对苏晨不禁是更多了几分忌惮。而此时在马车外面，魏无涯的一群手下刚刚赶到此地，便是见到了他们首领的死亡，顿时脸色大变。逃啊！不知是谁口中惊呼一声，所有人都是疯狂往四面八方逃窜而去。然而下一瞬间，这些人便是突兀地栽倒在地，嘴角一血，彻底失去了声息。至于那些老鼠，没有了魏无涯的操控，则是纷纷四散而去。很快此地便再次恢复了清静。感应到魏无涯手下的死状，即使是邀月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震惊，邀月对苏晨问道：你刚才杀魏无涯那些徒子徒孙用的是什么手段？苏晨所使用的正是圣心四劫之中的天心劫，以己之心代敌之心，令对手心腑俱裂而亡。在这个宗武世界之中，除了苏晨自己之外，并没有人知道圣心诀这门神功。苏晨也懒得对邀月多做解释，于是淡笑道：小手段罢了，不值一提。邀月听到苏晨的话，心中微微有些不爽，不过苏晨不愿多讲，他也没有办法。略微顿了下，邀月又问道：你们这是准备到哪里去？苏晨道：回黑水城龙门客栈。回龙门客栈？这么说你们是龙门客栈的人？邀月闻言再次追问出声。苏晨点头道：
不错，本公子苏晨正是龙门客栈的老板。这段时间，龙门客栈在神州江湖之中声名远播，邀月自然也是听说过许多关于龙门客栈的神异。之前他还觉得这些都不过是无聊的江湖人士以讹传讹，但见识了苏晨的强大，邀月对龙门客栈的神异顿时相信了几分，同时也是升起了几分好奇之心。心中思绪变动，邀月面上却是不露声色地说道：原来你就是龙门客栈的老板，听闻龙门客栈神异无比，能够满足他人的任何要求，本宫倒是也要去见识一番。苏晨微微一笑，龙门客栈打开门做生意，邀月公主想去，在下自然是欢迎的。邀月找了个借口道：我不知道龙门客栈具体在哪里，就刚好跟着你们一起吧。苏晨看了邀月一眼，微笑道：随你。接下来一行人继续往黑水城龙门客栈返回，倒是没有再次遇上什么波折了。10天之后，一行人终于是返回了龙门客栈。婉婉、金妮、阿朱和阿碧、林平之几人见到苏晨归来，连忙快步迎了上来。公子，您回来了。婉婉第一个上前，满面笑容的出声。苏晨对几女微微颔首，微笑道：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客栈里最近没有出什么意外情况吧？婉婉摇头道：倒是没有什么意外情况，只不过这段时间客栈里来了不少新的客人，他们都在等着您回来，要挑战跃龙门呢。其中一些人身份特殊，我们都不敢轻忽怠慢。苏晨微笑道：哦，都有哪些人？婉婉道：有大明帝国护龙山庄的铁胆神猴，还有大隋帝国慈航进斋的斋主范清慧，北元帝国汝阳王府郡主，北宋帝国逍遥派聪辩先生，北莽帝国木芒琴师薛颂官，大秦帝国的国师月神等等。苏晨闻言眉头微挑，呵，9大帝国倒是快凑齐了。走吧，我们去见见这些贵客。说罢，苏晨当先迈步往龙门客栈内部而去。对了，菲菲你暂时不要动你爷爷和刘正风，就让他们先留在马车上，你随我进客栈内，只要你跃龙门成功，并要求客栈救治他们，他们2人自然也能恢复。多谢苏公子。曲飞烟闻言再次向苏晨道谢出声，苏晨微微点头，让林平之留在外面看着2辆马车，直接带着其他人一起进入了客栈之中。邀月跟在苏晨身边打量着婉婉、金妮几人，神色一阵闪烁，心中不知在想着什么。而此时客栈内的江湖群雄也都是看向了门口的苏晨一行人。从刚才婉婉和苏晨的对话之中，他们已经知道了苏晨就是这家神异客栈的老板。他们倒是没有想到，这家龙门客栈的老板竟然会如此的年轻。虽然各怀心思，不过在苏晨进入客栈之后，大部分人还都是礼貌性的和苏晨打了声招呼。苏晨也是微笑回应了几声。与众人打完招呼之后，苏晨对曲飞烟道：菲菲，之前已经和你说过跃龙门的规则了，你现在便去挑战跃龙门试试吧，希望你能够跃龙门成功。多谢苏公子。曲飞烟再次向苏晨道谢一声，而后迈步走到了那神异龙门旁边。此时客栈大堂内的众人也都是将视线集中到了曲飞烟的身上，想要看看跃龙门到底是如何的，曲飞烟又能否跃龙门成功。曲飞烟此时心中也是一阵紧张，凝视了那古朴的龙门建筑之后，深吸一口气，而后抬脚便是踏向了那拱形门洞。嗡！就在曲飞烟一只脚踏入那拱形门洞之际，那神异龙门之上顿时绽放出了耀目金光，将曲飞烟整个人笼罩其中。银！接着一道清越的龙吟声响起，龙门顶部那神龙浮雕也是再次睁开了双眼，凝视着下方的曲飞烟。客栈内的众人虽然都已经听说过跃龙门的情景，但此刻见到曲飞烟跃龙门时龙门上发生的异变，心中还是感到颇为震惊。曲飞烟被那神龙的威严双目凝视，心中不由得更加紧张了起来。不过想到如今仍然重伤濒死的2位长辈，曲飞烟还是压下了心中的种种情绪，抬起另一只脚踏进了那拱形门洞，随即整个身体也是穿过了那拱门。就在曲飞烟的身体刚刚穿过那拱形门洞之际，
客栈内再次响起了一道威严声音：“恭喜跃龙门挑战者曲飞烟，跃龙门成功！”在那声音落下之际，笼罩在曲飞烟身上的耀目金光瞬间消失不见，那神异龙门之上出现的种种异象也是全部隐没。客栈内的众人见到曲飞烟跃龙门成功，顿时忍不住一阵惊异出声：“这就跃龙门成功了？这未免也太简单了吧！我看我肯定也能轻易跃龙门成功。就是没道理，我还比不过一个小丫头片子。”也有之前见过跃龙门情景的老熟客，听到那些新人大言不惭的议论，嘴角不由得露出了讥讽的笑容。真以为什么人都能跃龙门成功吗？简直就是在白日做梦。朱无事、范清慧、月神、苏星河几人则都是沉默不语，心中在回放着刚才曲飞烟跃龙门的详细过程，思考着是否有什么特殊技巧。而此时在苏晨的脑海中也是再次响起了熟悉的系统提示音：因跃龙门挑战者曲飞烟跃龙门成功，宿主可随机抽取奖励，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傲寒六诀，恭喜宿主获得血菩提一枚，奖励已发放完毕，请问宿主是否使用傲寒六诀血菩提？听到这次抽中的奖励内容，苏晨心中顿时一阵惊喜，看来当初随手救下曲飞烟还是挺值得的。傲寒六诀出自风云，乃是聂家家传刀法，配合血影狂刀使用效果最佳，一刀出可形成数十米恐怖刀气，威力十分可怖。血菩提同样是出自风云，乃是风云世界凌云窟之中的灵果，服用之后有伤治伤，无伤增功。一枚血菩提可以提升50年的功力，这样的奖励无疑是苏晨最为喜爱的了。使用奖励，半晌之后，苏晨压下心中情绪，在心底对系统下达指令。下一瞬间，苏晨便感觉到脑海中多出了一股信息流，正是傲寒六诀的刀法内容。与此同时，那血菩提也是被苏晨直接服下，一股精纯的能量涌入苏晨体内。苏晨当即运转圣心诀，专心炼化起血菩提的能量。随着苏晨功法的运转，血菩提的能量逐渐被他炼化吸收，苏晨的修为实力也是在逐渐增强。归元圣境初期，归元圣境中期，归元圣境后期，归元圣境巅峰。直到苏晨的修为实力提升到了归元圣境巅峰，血菩提的能量才终于是彻底被他吸收炼化完毕。这次的收获不错，感应了一下自己如今的修为实力，苏晨心中颇为满意。略微压下心中情绪，苏晨对来到他身边的曲飞烟道：“菲菲，恭喜你，跃龙门成功了。”谢谢苏公子。曲飞烟脸上也是露出了喜色，对苏晨道谢出声，接着道：“苏公子，现在要怎么才能救治我爷爷和刘爷爷呢？”苏晨微笑道：“你既已经跃龙门成功，只要你对本客栈提出要求，本客栈便会满足你的要求。”曲飞烟道：“这样的话，那我的要求就是请龙门客栈治好我爷爷和刘爷爷的伤势。稍等一下，马上就好。”苏晨闻言微微颔首，接着在心底对系统沟通出声：“系统对现曲飞烟的要求，治愈刘正风和曲阳的伤势。”客栈内的众人听着苏晨和曲飞烟的对话，不由得一阵神色各异，想要看看龙门客栈到底是如何救治曲阳和刘正风的。尤其是朱无事、苏星河对此格外的关注，因为他们此行也是想要让龙门客栈救人的。嗡！苏晨刚刚对系统下达完指令，在众人惊异的眼神之中，那神异龙门之上便是骤然涌现出一道耀目金光，并朝着客栈门口的马车之上激射而去。苏公子，这是什么情况？我爷爷他们什么时候能好？曲飞烟见到那龙门之上出现金光，并激射到了他爷爷和刘正风所在的马车上，口中不由得疑惑出声。苏晨微笑道：“已经好了，你去马车上一看便知。”“真的吗？太好了！”曲飞烟听到苏晨的话，顿时欣喜不已，口中欢呼一声，当即快步朝那马车跑了过去。朱无事、苏星河、邀月、范清慧等人也都是看着曲飞烟跑向客栈门口的马车。此时那辆寻常马车却是成为了在场众多江湖群雄瞩目的焦点。
屈飞燕走到马车旁边，迫不及待地掀开车帘，顿时见到了已经恢复到巅峰状态的刘正风和曲阳。刘正风和曲阳并不知道他们被苏晨冰封之后发生的事情，此时突然醒来，彼此也是一阵面面相觑。当见到曲飞燕的时候，两人脸上都是露出了喜色。菲菲，你没事吧？这是在哪里？我怎么感觉自己的伤势全好了？曲阳看着满脸喜色的曲飞燕，口中不由得询问出声。曲飞燕见到曲阳和刘正风果然恢复了，顿时兴奋道：爷爷，刘爷爷，你们的伤势真的好了，真是太好了！我们现在在龙门客栈，是苏公子救了你们。当即曲飞燕就把之前发生的事情大概对曲阳和刘正风讲述了一遍。听完曲飞燕的话，刘正风和曲阳又是一阵面面相觑。他们没想到龙门客栈的神医竟然都是真的，并不是江湖人士的以讹传讹。如此，我们该去好好感谢一下苏公子。顿了下，曲阳对曲飞燕说道。刘正风也是跟着道：曲大哥说的没错，我们的确该好好感谢一下这位苏公子。当即两人便是下了马车，和曲飞燕一起进入到了龙门客栈之中。苏公子，多谢您的救命之恩。到了客栈之后，曲阳和刘正风同时向苏晨感激出声。苏晨微笑道：我并没有做多少，主要还是因为菲菲跃龙门成功了，这也是你们的造化。刘正风和曲阳闻言不再多说什么，心中却是记下了苏晨的这份恩情。好了，你们先随便找个位置坐下吧。我之前离开客栈了一段时间，客栈来了不少新的客人，都等着挑战跃龙门，我正要招待他们一番。苏晨没有理会二人的心思，口中淡淡出声：苏公子您忙。刘正风和曲阳对苏晨礼貌地回应了一声，而后便是在曲飞燕的引领下，在客栈内找到一处空座位，暂时坐下了。朱无事等人见到刘正风和曲阳真的被那神异龙门救治好了，心中不由得充满了期待。苏晨这时看向客栈内的众人，微笑道：在下听闻，在场的诸位英雄有很多人都是想要挑战跃龙门的，不知哪位先上前一试呢？听到苏晨的话，客栈内的众人一阵神色各异，一时间却是并没有人主动做第一个。便由本王先来试试吧。突然人群之中响起了一道清朗的声音，众人循声望去，见到出声之人却正是大明帝国护龙山庄的庄主，也是大明皇帝的皇叔铁胆神猴朱无事。苏晨看了朱无事一眼，伸手示意了一下那神异龙门的方向，口中微笑出声：神猴请。朱无事眼神微微一闪，打量了那神异龙门一阵，随即对苏晨问道：听闻若是跃龙门失败者，需要满足客栈一个要求，万一本王跃龙门失败的话，不知需要满足什么要求？朱无事心思缜密，喜欢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在跃龙门之前他就要谈好条件，免得等跃龙门过后万一失败了，岂不是任由苏晨宰割？客栈内的众人听到朱无事的话，也都是看向了苏晨，等着他的回答。苏晨闻言一笑：神猴放心，在下不会让你太过为难的。听闻你手下训练了一支暗卫，合称36天罡，若是你跃龙门失败的话，便把这36天罡交给本客栈吧。唰！听到苏晨的话，朱无事脸色顿时一变。朱无事道：不是舍不得36天罡，在素心的性命面前，朱无事可以舍弃任何东西任何人。让朱无事变脸的主要原因，却是他暗中训练36天罡之事，除了万三千和湘西四鬼之外，并没有任何外人知道。苏晨竟然会知道他在暗中进行的动作，实在是让朱无事心中不安。范清慧、月神和赵明等人听到苏晨口中提到的朱无事暗中训练的36天罡，也是神色一阵变幻，心中暗自决定，回去之后要派人仔细调查一下这位铁胆神猴，看看他到底还隐藏了多少东西。毕竟明面上铁胆神猴是大明帝国皇室的最强护盾，他们这些对神州江山有兴趣的人，对大明帝国皇室自然也是不能不多关注一些。朱无事此刻却是顾不得那么多了，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躁动，沉声道：好，本王答应你的要求。苏晨微微一笑，既如此，龙门就在那里，神猴现在就可以去挑战跃龙门了。朱无事微微点头，没有多说什么，直接迈步
走向了那看上去平平无奇的龙门跟前，而客栈内的众人也都是随着朱无事的动作，将视线转移到了那神异龙门跟前。朱无事略微打量了一阵那神异龙门，而后便是抬起脚，一脚踏入了那拱形门洞。让朱无事有些放松的是，并没有出现什么阻碍。也就在这时，一道耀目金光从那神异龙门之上涌现，瞬间将朱无事笼罩其中。吟。接着，一道清越的龙吟之声响起，龙门顶部的神龙浮雕也是再次睁开了双眼，凝视着下方的朱无事。与此同时，客栈的顶部也是出现了一条五爪神龙虚影，正在不停地盘旋不休。客栈内的江湖群雄再次看到这神异的一幕，心中仍然是忍不住十分震撼，对那神异龙门也是越发好奇了起来。朱无事微微抬头，与那神龙浮雕对视了一眼，顿时觉得自己所有心思都被那神龙给看透了，这让朱无事心中很不舒服。不过为了救素心，朱无事却也不得不忍了下来。朱无事任由那神龙双目凝视他，渐渐放空自己心思，除了救治素心之外，不让自己多想任何事情。接着朱无事收敛心神，抬起另一只脚向那拱形门洞踏了出去。一脚踏出，朱无事并没有感应到任何的阻碍，这让朱无事心中顿时大喜，当即整个身体也是快速越过了那拱形门洞。恭喜跃龙门挑战者朱无事跃龙门成功。就在这时，之前那道威严的声音再次在众人耳边响起，同一时间，笼罩在朱无事身上的耀目金光瞬间隐没不见，而龙门和客栈内外的种种异象也是在同一时间消失不见了。听到那声音，朱无事顿时彻底放下了心中的担忧，脸上也是不免微微露出了几分喜色。恭喜神侯了，恭喜恭喜！见到朱无事跃龙门成功，客栈内的不少江湖人士都是纷纷上前向朱无事道贺出声。朱无事无论是在大明朝廷还是在神州江湖，都是有着不小的影响力的。朱无事此时心情大好，也是一一与众人进行了回应。与此同时，苏晨的脑海之中则是再次响起了系统那熟悉的机械提示音。因跃龙门挑战者朱无事跃龙门成功，宿主可随机抽取奖励，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先天罡气。注：本系统已经消除其功法弱点。恭喜宿主获得不良人组织天罡36校尉召唤卡，奖励已发放完毕，请问宿主是否使用？先天罡气天罡36校尉召唤卡，这次的奖励也还不错。听完奖励内容，苏晨心中暗自低语出声。先天罡气乃是出自魔剑生死棋，是大反派关玉天的绝学。原著之中，关玉天仗着这门武功，可是在江湖上称霸了许多年的。唯一有些遗憾的地方，就是原著之中修炼这门武功，到了月圆之夜会使自身功力大减，乃至武功全失，即使一个寻常江湖人士也可轻易将他杀死。让苏晨欣喜的是，系统很贴心的解除了他的这个缺陷。而另外一份奖励，苏晨就更是满意了。不良人组织出自不良人系列作品，其中的天罡36校尉正是不良人的核心力量，为首者正是不良帅元天罡。天罡36校尉的实力比起天池12煞更要强出了许多，至于朱无事暗中训练的36天罡，在天罡36校尉面前根本就不值一提。略微沉吟了下，苏晨在心中对系统下达了指令，使用奖励将天罡36校尉暂时安置在黑水城之中。苏晨刚下达完指令，便是感觉脑海中多出了一股信息流，正是先天罡气的修炼之法。与此同时，黑水城的不同角落里也是悄然出现了36道实力强大的身影。整理完自己的收获之后，苏晨也是顺应潮流，上前对朱无事道贺了一声，恭喜神侯跃龙门成功了。多谢。朱无事也是客气地回应了一声。苏晨微笑道，那不知道神侯想要本客栈满足你的要求是什么呢？客栈内的月神范清慧、赵明等人听到苏晨的话，都是下意识地看向了朱无事，等着朱无事的回答。在他们心中，朱无事的分量可是不轻，在他们看来，朱无事的要求说不定会威胁到他们各自所在的帝国。不过
他们显然担心过头了。此时的朱无事心中却是根本没有想那么多，他唯一想要的就是让素心恢复健康。朱无事听到苏晨的话，当即毫不迟疑道：本王有一心爱女子，名为素心，多年之前不小心身受重伤，本王虽然给她服用了一枚天香豆蔻，但仍然没能治好，如今仍处于昏迷之中。本王的要求便是请龙门客栈将素心治好，让她恢复健康。月神、赵敏和范清慧等人听到朱无事提出的要求，都是神色微闪，却是没有想到朱无事竟然会放弃如此大好机会。苏晨听到朱无事的要求，倒是没有什么波动，微笑道：如此吗？没问题。朱无事道：素心已经被我带来了龙门客栈，如今正在天字客房之中，请苏公子随我去一趟客房，出手为他救治。这倒是不必了。苏晨微笑摇头，接着道：神侯现在便到客房去，等你到了客房，相信已经可以见到你心爱的女人恢复了。说完，苏晨直接在心底对系统下达了指令，系统兑现朱无事的要求，治愈素心的伤势，令其恢复健康。苏晨刚刚下达指令，便是有一道金光从那神异龙门之上涌现，瞬间朝着楼上素心所在的天字客房激射而去。朱无事闻听苏晨之言，不由得有些难以置信：苏公子，你都没有见到人，如何救治的？苏晨微笑道：救治素心的并不是我，而是龙门。刚才龙门之上出现的金光，便是救治素心的手段，你上去一看便知。好，那我先去看看素心如何了。朱无事闻言，眼神闪烁了一阵，口中答应一声，而后快步往素心所在的天字客房而去。此时龙门客栈内的众人也听到了苏晨和朱无事的对话。想到之前龙门上出现一道金光，往楼上的客房位置激射而去，不由得都是一阵惊异，对那神异龙门更是充满了好奇。同时众人都是默默地在一旁等待着，想要看看那位让朱无事如此看重的女子等下能否会痊愈而出。而身为客栈员工的婉婉、江玉燕、阿朱、阿碧几人对素心的救治结果却是没有丝毫怀疑，因为这样的情景他们已经见过多次了。而此时在客栈楼上，朱无事既有几分紧张，又有着浓浓的期待，快步走到了素心所在的天字客房。当朱无事进入天字客房之后，一眼便看到素心正坐在那百年寒玉床上，眼中正有着茫然之色。无事，见到你真是太好了，这是在哪里啊？我为何会躺在这样一张冷冰冰的床上？见到朱无事，素心眼中的茫然之色顿时消失了，连忙向朱无事询问出声。朱无事见到素心已经清醒过来，又听到素心和自己说话，顿时欣喜不已，微笑着说道：素心，这里是一家叫做龙门客栈的地方，这家客栈颇有神异之处，你之前身体有些不适，一直处于昏迷之中，我便把你带到这家客栈来寻求救治之法了，如今果然让你恢复了。这样吗？素心闻言微微点头，脑海中的种种记忆突然也是重新涌现，脸色不由得一变，紧张地问道：无事，那天你和三通大战结果如何？三通现在怎么样了？朱无事听到素心问起古三通，神色不由得微微一变，压下心中不爽，温言道：素心，你已经昏迷了近20年了，这些年发生了太多事情，稍后我会慢慢告诉你的。现在既然你恢复了，我先带你出去透透气，也感谢一下救治你的那位客栈老板。素心听到朱无事的话，顿时一阵惊讶，竟然已经过去20年了吗？我还以为只是昏睡了几天呢。你说的对，我们是该去感谢一下那位救我的恩人，其他的事情稍后你慢慢的告诉我。好，朱无事口中答应一声，当即带着素心出了天字客房，往客栈大堂而去。很快两人便是出现在了客栈大堂内众人的视线之中。见到朱无事和素心两人到来，顿时有人忍不住低声议论了起来：这位就是铁胆神侯心爱的女人吗？长得真是漂亮，也难怪铁胆神侯会为之倾心了。看起来这位姑娘根本不像是受过重伤的样子，看来龙门客栈真是有些能耐呢。你们不知道，我之前见过这位素心姑娘，朱无事带着她来的时候，那完全就是面无血色，整个人浑身冷冰冰的，就像是尸体一样了。如今的素心姑娘可是面色红润，
没有丝毫伤病的模样。龙门客栈的手段真是高明。朱无事并没有理会客栈内众人的议论，带着素心直接走到了苏晨身边，对素心介绍道：素心，这位就是龙门客栈的老板苏晨，苏公子，也是他治好了你。素心听到朱无事的介绍，当即向苏晨微微一扶，口中感激出声：多谢苏公子救命之恩，没想到苏公子竟然还这么年轻，我之前还以为是一位老先生了呢。苏晨微笑道：姑娘不必多礼，本客栈救你是因为神侯月龙门成功提出的要求，这既是神侯的心意，也是姑娘你的造化，不管怎样都要谢谢你。素心闻言笑了笑，再次对苏晨客套了一句，接着又对朱无事问道：无事，苏公子说的月龙门是怎么回事？朱无事听到素心问起，当即把他龙门客栈的规则以及他挑战月龙门之事对素心讲述了一遍。素心听完也是十分感动：无事，谢谢你。朱无事摇头道：这是我应该做的，而且你我之间何须言谢？程世飞，你冷静点，千万不要冲动。就在这时，龙门客栈门口传来了一道清脆的声音。声音落下之际，一男两女三道身影急匆匆地进入了龙门客栈之中。朱无事听到那声音，看着眼前出现的三道身影，脸色不由得微微沉了下去。三人之中的男子正是护龙山庄四大密探之中的黄自密探程世飞，在程世飞身边跟着的分别是云罗郡主和上官海棠。刚才出声喊程世飞的正是上官海棠。原来程世飞和上官海棠从皇宫到了护龙山庄之后，得知朱无事已经离开了护龙山庄，并带走了素心往龙门客栈而来，于是程世飞便也再次往龙门客栈赶来了。云罗和上官海棠担心程世飞和朱无事起冲突，于是也跟了上来。程世飞三人赶到客栈门口的时候，恰好听到了朱无事和素心的对话。程世飞当即冲进客栈，走到素心跟前，大声道：你不要谢他，若不是他，你根本就不会受伤昏迷这么多年，也不会和我爹分开，现在我们一家三口肯定还快快乐乐的在一起生活呢。素心昏迷了近20年，当初的程世飞还只是襁褓中的婴儿，因此并没有第一时间认出程世飞。不过在素心的心中却是莫名的觉得程世飞十分亲近。看着程世飞激动的模样，听着程世飞的话，素心有些不解地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我不会和你爹分开？你爹是谁？问话的时候，素心的心中也是有了几分猜测。朱无事沉声道：素心，这小子每天浑浑噩噩，根本就是个小混子，你不要把他的话放在心上。说完，朱无事又对程世飞道：程世飞，你还不给我滚回去，再继续胡言乱语，别怪本王对你不客气了。程世飞大声道：我没有胡言乱语，我爹是不败顽童古三通，我娘是素心，你害死了我爹，还害得我娘昏迷了20年，还想怎样不客气？不过这里是龙门客栈，在龙门客栈之中禁止动武，我程世飞不怕你。嗡！素心听到程世飞的话，脑子顿时嗡的一声，他实在是没有想到，眼前的少年竟是他和古三通的儿子，而且从程世飞口中得知，古三通竟然已经死了，还是被朱无事害死的。半晌后，素心压下心中躁动，对程世飞道：孩子，你说我是你娘？你是我和古三通的孩子？程世飞点头道：没错，这件事还是龙门客栈的苏公子告诉我的，而且我回去找到我的养母证实了，我养母名叫程欢。程欢。素心听到程世飞的话，顿时再没有了怀疑。朱无事见状，脸色阴沉如水，对程世飞道：程世飞，你当真要找死不成？程世飞讥讽道：就算我要找死，你敢动手杀我吗？朱无事被程世飞言语一激，就打算强行出手灭杀了程世飞。这时素心却是猛地跑到程世飞跟前，挡住了朱无事，求情道：无事，他是我的孩子，求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素心，你让开，这小子根本就是故意来捣乱的，他根本不是你的孩子。朱无事阴沉着脸对素心劝阻出声。素心摇头道：不，我能感受到我和孩子之间的血脉亲情，他就是我的孩子。当初你和三通决斗，
我没能阻止，三通如今已经死了，你就放过我和他的孩子吧。程氏妃对素心道：娘，你不用担心，只要我们在龙门客栈之中，根本不用怕朱无事这个卑鄙小人。你可知道，当年江湖传闻说我爹杀死了8大门派108名高手，还吸干了他们的功力，这都是朱无事干的，他故意嫁祸给我爹的，然后我爹才会被人人喊打。他也是装模作样的，说是为了武林除害去找我爹决斗，最后更是卑鄙的将我爹圈禁了20年，想要逼迫我爹交出金刚不坏神功。素心听到程氏妃说的一切，顿时满脸不可思议地看向朱无事。无事，妃儿说的都是真的吗？原来当年的一切都是你做的，你为何要这样做？不等朱无事开口，程氏妃直接道：他就是为了害死我爹，然后好霸占你。程氏妃，你是在找死？朱无事不理会素心的问话，看向程氏妃的眼神之中充满了杀机。苏晨这时在一旁提醒道：申侯，本公子提醒你，身处客栈之中，最好遵守本客栈的规矩，不然的话，可别怪在下不讲情面了。朱无事已经知道素心和古三通的事情都是苏晨告诉程氏妃的，心中本就对苏晨动了杀心，此刻听到苏晨的话，心中杀意更是凝成了实质，口中张狂大笑出声：哈哈，什么狗屁规矩，本王偏偏不遵守了，你能奈我何？声落，朱无事猛地抱起吸功大法，骤然施展而出，恐怖的吸力吸得云罗和素心都是不受控制的往他的位置移动而去，便是程氏妃和云罗也是神色难看，拼命抵抗了起来。上官海棠脸色微变，劝解道：义父，不要啊。朱无事对上官海棠的话却是并不理会，打算先杀了程氏妃，然后再将苏晨拿下，到时候再决定如何处置苏晨。甚至朱无事的心中还对整个龙门客栈升起了据为己有之心。客栈内的江湖群雄见到这一幕，都是一阵神色闪烁，默默地在一旁观看，心中不知在想着什么。施飞轩有些不忍心，对范清慧道：师父，您不能出手阻止朱无事吗？范清慧闻言微微摇头，朱无事一身实力恐怕不在宁真人之下，为师不是他的对手，若只是为师一人在倒也无妨，可是为师不能让你也陷入危机之中。人群之中还是12、13岁小姑娘的少敏郡主看着这一幕，眼珠微微转了转，对身边的玄冥二老道：两位师傅，等下若是朱无事对客栈老板动手的话，你们便也出手。贺比翁道：郡主放心，我们一定会保那小子无事的。赵敏闻言微微一笑：不，你们趁乱将他抓住，然后我们直接返回大园。月神看着场中一幕，面容平静，没有人知道他心中想法。苏晨见到朱无事竟然真的敢动手，当即脸色一寒，冷声道：朱无事，你在找死？声音落下之际，苏晨直接调动在客栈内的无敌实力，右手握爪，朝着朱无事的方向隔空抓去，同时体内吸功大法也是施展而出。嗖！在客栈内江湖群雄震惊的眼神之中，转瞬之间，朱无事便是不受控制的朝着苏晨飘飞而去，喉咙直接卡在了苏晨的手掌之中。朱无事也根本没有想到，他在苏晨手中竟然没有丝毫反抗之力，轻易便被苏晨擒拿在手。与此同时，朱无事更是感应到自己体内的真气疯狂地往苏晨的手中涌去。吸功大法？你怎么会吸功大法？感应到这一幕，朱无事忍着身体的不适，口中沙哑出声。说话的同时，朱无事的面容忍不住一阵扭曲，身体也是不受控制的时而膨胀，时而收缩，似乎是孩童手中的泥人正在被捏成不同的形状。客栈内的江湖群雄见到朱无事的模样，听到朱无事口中的嘶哑声音，都是忍不住一阵面色大变。吸功大法之名，神州江湖之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苏晨竟然也会这门被无数江湖人士视为魔功的功法，而且看样子苏晨早已经将此功法修炼到了极高的境界。尤其是看到在整个神州江湖都有着赫赫声名的朱无事，在苏晨手中竟然像是一个任由搓圆捏扁的泥人一般，更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位苏公子，
实力未免也太强了吧？是啊，起初我还以为这位苏公子这次要被朱无事落面子了，毕竟那可是威震天下的铁胆神猴啊。呵呵，铁胆神猴，不知道现在他的胆还是不是铁的。不过就算是铁胆，此刻只怕也被苏公子捏碎了吧。大秦帝国国师月神看着朱无是在苏晨手中没有丝毫反抗之力，眼神也是不由得微微一凝。月神觉得他的实力和朱无事当在伯仲之间，就算仗着功法的特殊能稍胜朱无事一筹，也绝对不可能如此轻易的就拿捏朱无事。如此看来，若是他与苏晨起了冲突，只怕在苏晨手中也根本撑不过3招。此时月神也总算明白罗网六剑奴为何会陨落在这家客栈之中了。慈航进斋的范清慧见到苏晨轻易揉搓朱无事，神色也是一片凝重，心中更是将龙门客栈的危险程度提升了一个等级。逍遥派的无崖子和苏星河师徒看到苏晨展现出的强大实力，心中也是颇为震撼。起初苏星河要带无崖子来龙门客栈尝试救治他的腿伤，无崖子还有所怀疑，但此刻看到苏晨展现出的强大实力，他的心中却是再没有了怀疑北元帝国一方。看到这一幕，贺比翁有些艰难地咽了口唾沫，脸色有些发苦道：郡主，您还是趁早打消了掳走这位苏公子的想法，不然的话我们只怕是有死无生啊。陆丈客闻言也是连忙跟着附和出声。赵敏白了两人一眼，没好气道：你们看本郡主像是傻子吗？那位苏公子的实力只怕是与魔师大人相比也毫不逊色了，我当然不会傻到对他用强了。苏晨却是没有理会众人的心思，听到朱无事的话，口中淡笑出声：本公子如何会西宫大法，你就不必知道了。将死之人何必知道那么多呢？你敢杀本王？朱无事闻言脸色一变，口中挣扎着出声。苏晨淡淡道：从你不顾本公子的警告，在本客栈出手的时候，便已经注定了你的结局。好了，你闭嘴吧。声落，苏晨咔吧一声卸掉了朱无事的下巴，在朱无事惊恐的眼神之中，加快了运转西宫大法的速度，不断吸取着朱无事的真气。功法精气神，苏公子，您能不能饶了无事一回？这时一旁的素心却是突然上前替朱无事求情起来。是啊，苏公子，我义父刚才一时情急冒犯了您，求您宽宏大量，饶了他这一次。上官海棠也是连忙跟着求情出声。程氏妃则是连忙道：娘，你不要替这个卑鄙小人求情，如果不是他的话，我们一家3口又怎么会遭受如此多的苦难？云罗见到程氏妃态度坚决，略微迟疑了一下，选择了默默站在一旁。苏晨看了素心和上官海棠一眼，淡淡道：任何违背本客栈规则的人都要付出代价，更何况这位铁胆神猴还主动挑衅本公子，更是死有余辜。声音落下之际，苏晨已经是将朱无事的真气、功法、精气神全部吸取干净了，接着手中微微用力一震，砰的一声，便是将朱无事当场震碎，成了粉末。苏晨见到飞舞的粉末，眉头微皱，一挥手直接将那粉末给扇飞了出去。见到朱无事因为挑衅苏晨而落得尸骨无存的下场，客栈内的江湖群雄再次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看向苏晨的眼神之中充满了敬畏之情。原本前段时间苏晨不在客栈，他们在客栈等候苏晨归来之际，也不免有人动了歪心思。在见到苏晨年轻面容之时，不少人已经等着寻机动手了，只不过朱无事却是抢先了他们一步而已。此刻看到朱无事挑衅苏晨的下场，众人全都是熄灭了那不该有的心思。义父，上官海棠见到朱无事的下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口中痛呼出声，却是只能无奈接受这个现实。素心则是神色微微一变，身体一个踉跄。程氏妃见状连忙上前扶住了素心，倒也没有什么大的动静。解决了朱无事之后，苏晨看向客栈内的其他人，淡淡道：本客栈打开门做生意，欢迎任何客人的到来，但若是有人仗着自己有几分实力，便敢挑衅本客栈的规则，乃至挑衅本公子，那么死亡就是他最好的归宿。希望各位不要做出愚蠢的举动。
客栈内的众多江湖群雄听到苏晨毫不掩饰的威胁之言，连忙表态出声：苏公子放心，我们一定遵守客栈规则。对，谁不遵守客栈规则，我张三第一个不放过他。既要遵守客栈规则，还要尊重苏公子。对，兄台说的极是。范清惠见到这一幕，眉头微微皱起，起身对苏晨微微一礼，口中道：苏公子，朱无事冒犯了您，杀人不过头点地，您刚才的手段未免太过狠辣了一些。而且西宫大法乃是当世魔功，希望苏公子能够谨守本心，不要被魔功影响了心神。您刚才出言威胁在场的英雄，未免有些过分了些。客栈内的众人听到范清惠的话，都是神色莫名地看了过去，想要看看苏晨如何处置。苏晨闻言则是眉头微挑，淡漠道：范斋主，你再叫我做事。看着苏晨那毫不客气的态度，范清惠脸色微微有些难看，沉声道：凭你只是好心提醒苏公子而已。苏晨淡淡道：本公子如何行事，就不劳范斋主操心了。你范清惠从来都是被人尊崇惯了，哪怕是大隋帝国先帝杨坚对他也十分客气，怎么也没有想到苏晨一定也不给他面子，顿时被气得不轻。施飞轩担心范清惠触怒苏晨，连忙道：师父，您稍安勿躁，苏公子性格坚毅，肯定不会受到魔功影响的。哼！范清惠闻言脸色变幻一阵，口中冷哼一声，而后再次坐到了座位之上。客栈内的江湖群雄本来还想等着范清惠和苏晨起冲突，再次看一场好戏，没想到范清惠却是偃旗息鼓了。尤其是婉婉见到范清惠认怂，不由得颇为失望。苏晨见到范清惠闭口不言，也懒得搭理他，直接对客栈内众人道：接下来还有人要挑战跃龙门的话，便可继续进行了。听到苏晨的话，客栈内江湖群雄纷纷神色变幻不定。半晌之后，人群之中一个其貌不扬的青年站了出来，对苏晨询问道：苏公子，在下路喷子，我想问一下，只要跃龙门成功，龙门客栈真的可以满足任何要求吗？苏晨看了那人一眼，淡淡道：不错，任何要求都可以。陆喷子闻言眼中露出亮色，追问道：若是我想要成为神州大地的世界之王，天下独尊呢？唰！听到陆喷子的话，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扭转视线，向他看了过去，一阵神色莫名。苏晨听到陆喷子的话，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接着淡淡道：只要你跃龙门成功，龙门客栈便能满足你的要求。好，那我就来试试。陆喷子闻言当即毫不迟疑地迈步上前，走到了龙门旁边。因为陆喷子在龙门客栈已经有些日子了，消费早已经超过了10两银子，因此倒也不必另外付钱。走到龙门旁边之后，看了那神异龙门一眼，而后陆喷子便是抬起脚步，朝着那拱形门洞一步踏出。嗡！在陆喷子一步踏出之际，那神异龙门之上顿时涌现出了一道耀目金光，直接将他整个身体笼罩其中。银！接着清越的龙吟声再次在客栈之中响起，而那威严的神龙浮雕也是再次睁开了双眼，凝视着下方的陆喷子。那神龙浮雕在凝视了陆喷子一阵之后，神色突然变得有些莫名起来，凝视着下方的陆喷子，像是在看一个傻逼。陆喷子并没有看懂那神龙浮雕的眼神，再次抬起另一只脚踏向拱形门洞。这时那拱形门洞之上突然出现了一道透明的金色光门，挡在了陆喷子的脚步前方，任凭陆喷子怎么用力，都始终无法踏前一步。陆喷子脸色被涨得通红，紧咬牙关，用出了吃奶的力气，拼命向前挤压，似乎已经看到自己成为世界之王的画面了。砰！突然一道沉闷的撞击声响起，却是陆喷子直接被那透明的金色光门给反震出去，发出的声音噗！陆喷子被那反震之力震飞，口中猛地喷出一口鲜血，神色萎靡地跌落到了客栈地板之上。傻逼！就在这时，更让客栈内众人感到惊异的事情发生了。那龙门顶部的神龙浮雕口中突然吐出了2个字，然后才是重新闭上了双眼。与此同时，
神翼龙门的种种异象也是全部消失不见。跃龙门挑战者陆喷子，跃龙门失败。与此同时，之前那道威严的声音也是再次在众人耳边响起。哗！直到此时，客栈内的江湖群雄才是从刚才的惊变之中反应了过来，顿时忍不住一阵哗然。你们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什么声音？是不是那个神龙骂人的声音？我也听到了。哈哈，大家估计都听到了。那个陆喷子还想当世界之王呢，连神龙大人都看不过去了。就是能有这种想法的人，的确很符合神龙大人吐出的那2个字。月神、赵敏、范清慧、无崖子等人看到这一幕，也不禁一阵神色怪异。虽然早就听闻了龙门的神意，也知道那神龙浮雕似乎有意识，但那神龙浮雕出生还是第一次听闻呢。别说是他们了，就连苏晨自己也都是有些愣神，他也是第一次听到神龙浮雕出生。看来那个陆喷子的想法连那神龙都看不过去了。陆喷子听着客栈内众人的议论，顿时一阵面色羞惭，踉跄着站起身来，就想要灰溜溜地离开客栈。这时苏晨却是悠悠开口了：这位客人，你似乎忘记了跃龙门失败还需要满足本客栈一个要求。刷！听到苏晨的话，陆喷子脸色再次一变，想到刚才朱无事的下场，他不敢造次，小心翼翼地问道：不知苏公子想要我做什么？苏晨略微沉吟了一下，接着突然想到了什么，微笑道：既然神龙都因为你开了金口下批语了，这样吧，以后你出去之后每天口中喊100遍陆喷子是傻逼。苏公子，你这要求未免太羞辱人了。听到苏晨的话，陆喷子还没有开口，一旁的范清慧却是忍不住再次站了出来。苏晨看了范清慧一眼，淡淡道：看来范斋主是把本公子的宽容当成了软弱，本公子如何行事，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智慧？你以为全天下男人都得围着你们慈航寄斋转不成？范清慧听到苏晨的话，脸色顿时一阵铁青，沉声道：苏公子，你太放肆了。慈航寄斋的说法背地里有人提及，但当着范清慧这个慈航进斋斋主的面提及，苏晨却是古今第一人，这让范清慧顿时出离愤怒了。苏晨淡淡道：本公子便是放肆了，你又待如何？范清慧冷声道：不要仗着你有几分实力就可以小觑天下英雄，今日之耻，日后慈航进斋必要讨回。说完，范清慧便是想要扭头离开，并不是范清慧不想出手杀了苏晨，只是他心中清楚自己根本没有那个实力。苏晨冷笑道：何必等到日后，便在今日了解了吧。声落，苏晨随手一挥，空气之中便是出现了一道虚幻大手印，瞬间朝着范清慧抓去。苏公子，手下留情。一旁的施飞轩见到这一幕，顿时脸色大变，连忙向苏晨高声求情出声。身为被攻击对象的范清慧更是感觉到了死亡危机，想要调动真气反击，却是陡然发现自己的真气竟然无法调动了。顿时间，范清慧的一颗心便是沉入了谷底。不等范清慧有多余心思，那虚幻大手印便已经从天降落了。看着那从天而降的大手印，范清慧双目紧闭，心中哀叹一声：我命休矣。月神、赵敏和无崖子等人见状也是神色微变，没想到苏晨竟然说出手就出手，而且还是对慈航进斋的斋主范清慧出手。苏晨身侧的婉婉则是双眼放光，充满了兴奋的色彩。范清慧这个老尼姑一直与他们阴鬼派作对，这下终于要嗝屁了。砰！在众人神色各异之中，那虚幻的掌印从天而降，猛地将范清慧整个人都是拍到了地板之上，化作了软软的一团，似乎成了无骨动物似的。你为何不杀了我？范清慧感应到自己全身修为被废，骨骼经脉尽数断裂，五脏六腑没有一处完好的，一阵心如死灰，忍着身体的疼痛对苏晨怨恨出声：师父！施飞轩本以为范清慧必然会死在苏晨那一掌之下，见到范清慧还活着，当即有种劫后余生的惊喜，口中惊呼一声，快速到了范清慧身边，将她扶到自己怀里。苏晨听到范清慧的话，微笑道：本来你罪不至死，
因此本公子只是略施惩罚。不过既然你一心求死，若是本公子不满足你的话，岂不是有些不近人情了？说着，苏晨便作势要出手杀了范清惠。施飞轩闻言连忙道：苏公子，我师父如今已是废人，不会对您有任何危险，求求您饶了他一命。范清惠道：飞轩，你不要求他，让他杀了我。苏晨没有理会范清惠，听到施飞轩的求情声音，暂时停下了攻击，伸手摩挲着下巴，淡淡道：本公子说了要满足你师父心愿，送他去死的，如今反悔，似乎有些不太好呢。顿了下，苏晨又道：想要你师父活命也不是不可以。这样吧，若是从现在起你脱离慈航净斋，做本公子的暖床侍女，那本公子便饶了范清惠一条贱命。飞轩，不要答应他。范清惠听到苏晨的话，顿时脸色涨红，似乎重新恢复了元气，连忙阻止施飞轩，接着对苏晨道：你这个恶魔，我不会让你如愿的。聒噪！苏晨看着喋喋不休的范清惠，眉头微微皱起，随手一挥，隔空扇了他一个大嘴巴子，同时封禁了他说话的能力。范清惠满心屈辱，瞪大了眼睛想要咒骂苏晨，可惜却是话都说不出来。师父，施飞轩看到范清惠的模样，更是一阵忧心，略微迟疑了一下，紧咬嘴唇道：苏公子，我答应你，求你放了我师父。没问题，你随便联系个慈航净斋的人，把范清惠接走吧。苏晨闻言一笑，口中淡淡出声。施飞轩闻言默默点头，没有多说什么。解决了范清惠的事情，苏晨又看向两股战战几乎小便失禁的陆喷子，微笑道：陆公子，怎么样？本客栈的要求，你有意见吗？陆喷子闻言连忙摇头道：没意见，我没有意见，在下一定遵照要求，每天大喊100遍陆喷子是傻逼。嘴上这样说着，陆喷子心中却是在想，等他离去之后，每天喊不喊，苏晨又不会知道，到时候他直接找个地方躲起来不就行了？可惜他注定失望了。龙门客栈的要求，没有人能够抵赖，直到事后他每天不由自主地大喊100遍陆喷子是傻逼的时候，才知道龙门客栈的厉害。行了，滚吧。苏晨看了他一眼，并不在意他的想法，口中淡淡出声：是，我这就滚。陆喷子口中答应一声，连忙灰溜溜地离开了。客栈内的江湖群雄看着苏晨大展神威，先是杀了护龙山庄朱无事，又废了慈航净斋斋主范清惠，还要挟慈航净斋圣女做暖床侍女，对苏晨不由得更是忌惮敬畏不已。一时间竟是没有人敢主动上前挑战跃龙门了。半晌之后，人群之中的苏星河在无崖子的示意下，终于是迈步上前，对苏晨拱手一礼，客气道：苏公子，在下逍遥派苏星河，想要挑战跃龙门，请问若是老朽跃龙门失败的话，需要满足客栈什么要求？苏星河这是受到了陆喷子事件的启发，他可不想和陆喷子一样，不动脑子上来就白日做梦，连最基本的要求都没有问，所以才有后面的遭遇。苏星河可不希望自己也像是陆喷子一般，天天大喊自己是傻逼。苏晨看了苏星河一眼，微笑道：放心，本客栈对你的要求很容易完成，若是你跃龙门失败，只需要把你师父手上的掌门扳指交给本客栈即可。苏星河听到苏晨的要求，不由得眉头微皱。这要求操作起来的确简单，但掌门扳指乃是他们逍遥派掌门的象征，岂能轻易交给他人？这时一旁的无崖子道：星河，答应苏公子。苏星河听到无崖子的话，略微迟疑了一下，对苏晨抱拳道：那就依苏公子所言。苏晨微笑道：别紧张，我看你还是有很大机会跃龙门成功的，只要你跃龙门成功，这个要求自然也就作废了。多谢苏公子。苏星河闻言心中稍安，向苏晨道谢一声，而后走到那神异龙门旁边，抬脚踏向了那拱形门洞。此时客栈内的江湖群雄，包括月神和赵敏、玄冥二老等人在内，也都是将视线投注到了苏星河的身上，想要看看苏星河到底能否跃龙门成功。在众人的瞩目之下，那神异龙门之上再次绽放出了一道耀目金光，瞬间将苏星河笼罩其中。与此同时，龙吟声音再次响起：
那神龙浮雕也是再次睁开眼睛，凝视着下方的苏星河。各种跃龙门时的神异景象全部出现在了客栈内众人的视线之中。苏星河略有些紧张地与那神龙浮雕对视了一眼，而后抬起另一只脚踏入了那拱形门洞。让苏星河惊喜的是，他的另一只脚也是轻易便跨过了那拱形门洞，随即整个身体也是越过了拱形门洞。当苏星河整个人越过那拱形门洞之时，笼罩在他身上的耀目金光顿时消失不见，那神异龙门上的种种异象也是全部再次隐没。与此同时，之前那道威严的声音再次在众人耳边响起：恭喜跃龙门挑战者苏星河跃龙门成功。听到那威严声音的宣告，苏星河终于彻底满足，放松了心神，满怀喜悦地走到无崖子身边，欣喜道：师父，弟子成功了。无崖子也是微微点头，满意道：星河做得不错，恭喜苏先生跃龙门成功。恭喜苏先生。这时客栈内其他的江湖人士则是纷纷上前向苏星河道贺出声。与此同时，苏晨的脑海之中也是再次响起了系统那熟悉的机械提示音：因跃龙门挑战者苏星河跃龙门成功，宿主可随机抽取奖励，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逍遥派所有传承。注：此传承包括武学功法、医卜星象、琴棋书画等等。恭喜宿主获得绝世轻功逍遥游。奖励已发放完毕，请问宿主是否使用？听到系统那熟悉的声音，苏晨倒是并没有什么意外的，只要有人跃龙门成功，他便可以抽取奖励，他已经习惯了。当即苏晨直接在心底选择了使用奖励。下一瞬间，苏晨便感觉到自己的脑海之中多出了数股庞大的信息流，其中包括了逍遥派的北冥神功、凌波微步、小无相功、生死符、天山六阳掌等武学，还有琴棋书画、医卜星象各方面的完善知识。最后一项则是出自烟雨江南之中的顶级轻功逍遥游的信息。片刻之间，苏晨便已经将这些信息全部吸纳到脑海记忆之中，并且对各种武学或是医卜星象等知识都可以是信手拈来了。挺不错的。感应到脑海中的信息，苏晨揉了揉有些发胀的脑袋，心中暗自低语出声。对于这次的奖励倒也还挺满意。这时苏星河也与众人客套完毕，缓缓来到了苏晨身边，向苏晨躬身一礼，道：苏公子，老朽的要求便是请贵客栈救治我师父，让我师父恢复到巅峰状态，还请苏公子出手救治，老朽和逍遥派上下感激不尽。星宿老仙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法驾中原。就在这时，客栈门口传来了一阵喧闹的声音。声音落下之际，一行数十人闹闹哄哄地进入了龙门客栈之中。这些人全都是一副域外打扮，身上带着诡异气息。队伍中间7、8人抬着一顶软轿，软轿之中则是坐着一个满头银发，穿着华服，手中拿着一柄羽扇，看上去颇有几分仙风道骨意味的老者。在进入客栈之际，那老者的头顶上方便是有一道只有苏晨可以见到的虚幻荧幕出现，荧幕之上显示着他的基础信息：姓名丁春秋，性别男，身份逍遥派叛徒，星宿派掌门，修为自在地境巅峰，目的阻止苏星河替无崖子寻找治伤之法，夺取逍遥派传承。不仅是为首的丁春秋，丁春秋身后众人的信息，苏晨也都是一目了然。那些人正是丁春秋收下的一群妖魔鬼怪一般的弟子。客栈内的江湖群雄见到丁春秋到来，也是一阵哗然。星宿老怪丁春秋，他怎么也来了？这个家伙祸乱西域还不够，还想到中原来作威作福呢。千万不要让这家伙跃龙门成功，不然只怕他会成为更大的魔头了。这就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了，一切还得看龙门客栈老板苏公子的意思。丁春秋这家伙在神州江湖之中名声还是不小的，因此很多江湖人士都知道他，当然基本上全都是恶名。无崖子和苏星河一对师徒
自然也是发现了丁春秋一群人的到来。见到丁春秋，两人的脸色都有些难看。相比之下，无崖子倒是平静一些，苏星河看向丁春秋，眼中则是充满了恨意，恨不得当场将丁春秋碎尸万段。这一切说来繁杂，实际上却是片刻之间发生的事情罢了。丁春秋进入客栈的时候，恰好听到了苏星河对苏晨提出要求，让龙门客栈救治无崖子之语。当即丁春秋便是笑容满面对苏晨道：苏公子，在下星宿派丁春秋有礼了，还请苏公子不要出手救治无崖子那老匹夫，老夫日后定当厚报。丁春秋，你这欺师灭祖之徒，还有何脸面出现在这里？丁春秋话音刚落，不等苏晨开口，苏星河顿时忍不住向丁春秋怒斥出声。丁春秋眼神在无崖子和苏星河身上扫视了一眼，笑容不减道：若不是这老家伙偏心，而且不识好歹，我又怎么会对他出手？原本丁春秋得知无崖子没死，心中还有些惧意，不过在看到无崖子此时的状态之后，丁春秋顿时就放心了，说起话来也是毫无顾忌。逆徒！无崖子听到丁春秋的话，只是简短的呵斥了2个字，并未多说什么。丁春秋则是笑盈盈道：我的好师傅，您既然已经贪了几十年，又何必挣扎什么呢？就这么安心老去，不是挺好吗？当然，在你死之前，最好还是把逍遥派传承交给我，不然的话，只怕逍遥派有灭门之危啊。后面一句话看似好心为逍遥派着想，实际上却是充满了丁春秋的威胁之意。混账！老夫当初真是瞎了眼。即使是无崖子的心态，也被丁春秋气得不轻，口中忍不住怒喝出声。丁春秋却丝毫不把无崖子放在眼中，威胁完无崖子之后，转而看向苏晨，再次道：苏公子，你考虑的如何了？希望苏公子能做出明智的选择。听到丁春秋的话，客栈内的江湖群雄都是看向了苏晨，眼中神色闪烁，想要看看苏晨会如何选择。苏公子，您千万不要听丁春秋这个恶贼的，他这种人根本没有任何信誉可言。苏星河担心苏晨真的会答应丁春秋，不给无崖子救治，连忙向苏晨劝解出声。苏晨闻言，口中轻笑出声：放心吧，苏先生既然跃龙门成功了，你的要求本客栈自然会满足的。苏星河听到苏晨的话，顿时心中一松。客栈内的江湖群雄对苏晨倒是更升起了几分敬意。苏公子，你这是存心要和我丁春秋过不去了？丁春秋听到苏晨的话，却是脸色一寒，口中冷冷出声。苏晨淡淡道：本公子如何行事自有章法，岂轮得到你丁春秋饶舌？况且就算本公子存心和你过不去，你又能如何？小子，敢对老仙无礼，真是找死！苏晨话音刚落，不等丁春秋出手，他身边的一众徒弟便是朝着苏晨大声吆喝起来：还不快快跪下，向老仙磕头赔罪！若是赔罪的迟了，只有死路一条。星宿老仙法力无边，只需稍微动动手指，你便死无葬身之地。聒噪！听到这些妖魔鬼怪聒噪的声音，苏晨眉头微皱，直接隔空一掌朝着星宿派门人拍去。轰！下一瞬间，客栈上空顿时出现了一道虚幻的大手印，瞬息之间便是朝星宿派众人当头落下。那大手印的攻击范围，也是直接将丁春秋笼罩在了其中。该死！真当老夫怕你不成？丁春秋见状，口中顿时怒喝出声，同时从软轿上飞身而起，猛地迎上了那真气大手印，同时手中羽扇却是朝着苏晨的方向挥动了几下。雕虫小技！苏晨见状，口中讥讽出声，随手挥出一道真气，直接将丁春秋羽扇散出来的毒粉全部反弹到了星宿派门人身上。哈哈！下一瞬间，那些星宿派门人口中便是发出了惨叫之声，很快便是中毒惨死当场。与此同时，那虚幻的真气大手印也是与丁春秋的掌力撞击到了一起。砰！只听一声沉闷巨响，丁春秋整个人直接被那真气大手印一掌拍在了客栈地板之上。至于他发出的掌力，完全就是泥牛入海，
没有丝毫动静。噗！丁春秋脸色猛地一片苍白，口中一口鲜血喷出，其中更是夹杂着五脏六腑的碎末。在丁春秋身边还有几名倒霉的星宿派弟子，直接被那掌印拍成了肉饼。星宿派的门人原本还在大声呼叫着星宿老仙法力无边，此刻却是彻底懵逼了。快逃啊！不知是谁大叫了一声，所有的星宿派门人纷纷朝着客栈门口逃窜而去。哼，一群妖魔鬼怪，还是留下吧。苏晨见状，口中冷哼一声，再次一掌拍出，砰砰砰！下一瞬间，那数十名星宿派弟子便是全部被拍得飞出了龙门客栈，接着爆裂而亡，碎裂的肉块漫天飞舞，降落到了龙门客栈之外的空地上。呼！接着，在丁春秋惊恐的眼神之中，苏晨右手微微张开，吸功大法施展而出，瞬间将他吸附到了手心，开始吸取着他的真气、武功、精气神等等。不！丁春秋口中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整个人便是被苏晨吸成了人干，而后随手将他拍成粉末，一道掌力便是将他刮出客栈，最后随风消逝了。咕咚！看着苏晨那干脆利落的手段，客栈内的江湖群雄顿时忍不住艰难地咽了口唾沫。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到苏晨出手了，但每次看着这样的场面，还是让他们感到一阵心惊肉跳。若是其他的江湖仇杀，可能只是一死，最多被碎尸万段，但在苏晨这里，可是直接被拍成粉末，然后骨灰都给扬了的。他们心中时刻告诫自己，千万不要触怒苏晨。月神、赵敏、玄冥二老等人也是对苏晨忌惮不已。倒在地上的范清慧看着丁春秋几人的下场，再想想自己似乎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幸好自己还有飞轩这个好徒儿。呸！我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念头？想到这里，范清慧突然对自己有些不耻了。好了，碍事儿的人处理了，接下来满足你的要求。苏晨没有理会其他人的心思，直接心念微动，让龙门客栈自行清理了客栈内的尸体血肉，而后对苏星河淡淡出声。客栈内的江湖群雄看着原本血肉模糊的客栈地板，骤然变得清澈如新，似乎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似的，心中不禁对苏晨的手段更加敬畏了几分。多谢苏公子。苏星河闻言连忙收回心神，对苏晨感激出声。苏晨微微颔首，没有多说什么，直接在心底对系统下达了指令，兑现苏星河的要求，救治无崖子的伤势，令其恢复到全盛状态。嗡！苏晨刚刚对系统下达完指令，那神异龙门之上便是涌现出一道耀目金光，骤然击射到了无崖子的身上。在那金光击射到无崖子身上之后没多久，无崖子便是感觉到双腿有了知觉，又过了一会儿，整个人便是彻底恢复到了全盛状态。多谢苏公子。无崖子恢复之后，直接起身朝着苏晨抱拳一礼，口中感激出声。苏晨微笑道：这也是你的造化，不必言谢。无崖子闻言没有多说什么，心中却是记下了这份恩情。苏晨眼神在客栈内环视一群，主要是在赵敏、月神、薛宋关几人身上多停留了一阵，随即悠悠开口道：接下来哪一位还要挑战跃龙门的？赵敏眼珠转了转，微笑道：我不急，先看看别人跃龙门，多积攒一点经验也是好的。月神则是恬淡出声：苏公子，在下此来并不是为了跃龙门，只是想见识一下龙门客栈的神意。不过我想向苏公子请教一下，龙门客栈可有令人长生之法？长生这两个字似乎有着无穷魔力。听到月神的话，客栈内的江湖群雄顿时脸色一变，齐齐看向了苏晨，眼神之中充满了期待。苏晨看了眼客栈内众人期待的眼神，淡笑道：只要跃龙门成功，任何要求本客栈都能满足，想要获得长生自然也包括在内。呼！听到苏晨的话，客栈内的江湖群雄呼吸顿时变得急促了起来，眼神之中也是充满了火热之色。当然也有少数保持镇定之人，比如赵敏、月神、妖月等人。月神对苏晨一礼，柔声道：多谢苏公子相告。
月神这次来龙门客栈，乃是奉了秦皇嬴政的命令，打探龙门客栈的详情。月神作为大秦帝国的国师，对秦皇嬴政最想要的是什么，心中十分清楚，所以才会有了先前一问。不过，月神并没有选择自己去挑战月龙门，达成秦皇嬴政的夙愿。他准备返回大秦帝国，向嬴政汇报这个消息，具体如何做就看嬴政自己了。苏晨微微颔首，没有多说什么。不知是否因为受到了长生的诱惑，接下来的时间里，挑战月龙门的江湖人士倒是多了一些。只不过很可惜，大多数都月龙门失败了，只有少数人月龙门成功。因为这些人在江湖上名气不怎么高，本身实力又不强，并没能给苏晨带来什么有价值的收获。半个时辰之后，客栈内的江湖群雄大多数都已经挑战过月龙门了，只剩下邀月、赵敏、玄冥二老、月神少数几人还没有挑战。邀月眼神在那神异龙门上打量了一阵，突然上前一步对苏晨道：苏公子，本宫也想要挑战一下月龙门，若是本宫月龙门失败的话，需要满足客栈什么要求？苏晨闻言微笑道：是邀月公主的话吗？本客栈对你的要求便是带领移花宫作为本客栈的附属势力。哼，你的野心倒是不小。邀月闻言口中冷哼一声，接着却是直接迈步上前，走到了那神异龙门跟前，略微沉吟了一下，邀月抬起脚，一步朝那拱形门洞踏出。下一瞬间，那神异龙门之上便是绽放出了一道耀目金光，将邀月整个人笼罩其中。银。与此同时，一道清越的龙吟声响起，那龙门顶部的神龙浮雕也是再次睁开了双眼，凝视着下方的邀月。邀月眼神微凝，与那神龙浮雕对视了一眼，接着继续抬起另一只脚，往那拱形门洞一步踏出。客栈内的江湖群雄此刻也都是紧紧注视着邀月的动作以及那神异龙门的反应，想要看看邀月能否跃龙门成功。邀月一步踏出，只见那拱形门洞之上陡然有一道虚幻的金色光门，似乎就要涌现而出。见状，邀月眉头不由得微微皱起，因为他观看了半个多时辰，已经摸清了状况，知道凡是那金色光门出现的跃龙门之人便全部都是失败结局。邀月眼神一闪，突然心念变动，改变了原本的心思。也就在邀月心思改变之际，那出现了一半的金色光门竟是再次缩了回去。果真是这样吗？邀月口中呢喃一声，而后稳稳地踏出了另一只脚，很容易的便是踏过了那拱形门洞，随即他的整个身体也是越过了那拱形门洞。客栈内的江湖群雄见到这一幕，不由得一阵惊疑不定，这是什么情况？邀月公主明明眼看着就要跃龙门失败了，那金色光门怎么又消失了呢？真是怪事。虽然大多数江湖人士都是不明所以，但也有如赵敏和月神这等心思通透之人，已经大概明白了怎么回事。不过他们自然也不会站出来给其他人解释的。恭喜跃龙门挑战者邀月，跃龙门成功。就在众人惊疑不定之时，之前那道威严的声音再次在众人耳边响了起来。与此同时，笼罩在邀月身上的耀目金光全部消失不见，而那神异龙门之上出现的种种异象也是再次隐没了起来。听到那声音，看到龙门的变化，众人明白邀月这次跃龙门算是尘埃落定了，当即也是纷纷上前向邀月表达了祝贺之意。恭喜邀月公主跃龙门成功，恭喜邀月公主。就在这同一时刻，苏晨的脑海中也是再次响起了系统那熟悉的机械提示音。因跃龙门挑战者邀月，跃龙门成功，宿主可随机抽取奖励，现在开始抽取。恭喜宿主获得回天冰诀，恭喜宿主获得万道森罗，奖励已发放完毕，请问宿主是否使用？回天冰诀、万道森罗竟是这两门神功。听到这次抽取的奖励内容，苏晨也是略感惊异。回天冰诀乃是风云之中无名的师傅剑会修炼的绝学。无名的师傅当初为了让破军得到万剑归宗，安排了无名和破军之间的一场剑决，更请来了当世绝顶高手前来观礼。结果无名即将获胜，
剑会却施展了回天冰诀这门武学，一瞬间将整个剑宗冰封，当时12大高手都一起被冰封，此功之可怕可见一斑。至于万道森罗，同样出自风云，乃是12金皇之首校三校所创，可容纳各种不同甚至互相排斥的武功为己用。校三校的儿子大当家校傲世，凭借万道森罗神功，在江湖之中掀起了一片腥风血雨。这2种神功的威力都是颇为不俗的，苏晨当即毫不迟疑地选择了使用奖励。苏晨刚刚对系统下达了指令，他的脑海之中便是多出了不少的信息，正是这2种神功的修炼心法乃至运用经验，似乎苏晨早就修炼了许多年似的。查验完自己的收获之后，苏晨心中也是暗自满意，不愧是大名鼎鼎的妖月，果然就是不一样，给自己带来的奖励也是颇为丰厚。心中想着，苏晨对刚刚摆脱众人道贺的妖月道：不知妖月公主，想要本客栈满足你的要求是什么呢？客栈内的江湖群雄听到苏晨问起，也都是有些好奇的看向了妖月，不知这位令无数江湖男儿闻风丧胆的移花宫大公主会对龙门客栈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妖月心中早就有了思量，听到苏晨问起，毫不迟疑道：本宫要求龙门客栈让本宫直接将嫁衣神功修炼到圆满，包括移花宫失落的嫁衣神功最后一层移花接木。说完，妖月紧紧盯着苏晨，想要看看苏晨会作何反应。听到妖月的话，一旁的江玉燕神色不由得微微闪烁。她记得当初江别鹤手中的那枚6人神头之中藏着的功法，似乎就是移花宫的失传绝学移花接木。苏晨微笑道：如此吗？倒也简单。妖月公主稍后。回应了妖月之后，苏晨直接在心底对系统下达了指令，系统对现妖月的要求，让妖月将完整的嫁衣神功直接修炼到圆满级别。嗡！苏晨刚刚对系统下达完指令，那神异龙门之上便是再次涌现出一道耀目金光，直接将妖月笼罩其中。妖月已经见识过几次，倒也没有什么慌乱的，默默感应着自己身体的变化。就在那耀目金光将他笼罩之际，妖月发现自己脑海中竟是多出了一些信息，正是嫁衣神功失传的部分，甚至原本他修炼过的部分似乎也是略微有了部分调整。随即完整版的嫁衣神功竟是在他的身体之内自行运转了起来。随着嫁衣神功的自行运转，妖月感觉到自己的修为气息也是在逐渐增强。逍遥天境巅峰，神游玄境初期，神游玄境巅峰，归元圣境初期，一直到妖月的修为气息来到了归元圣境初期，笼罩在他身上的那道耀目金光这才骤然消失不见。而此时妖月感觉自己对嫁衣神功的理解已经达到了圆满，并且也已经将之修炼到了最高层次。恭喜妖月公主实力大进。苏晨看着妖月身上的变化，上前一步，口中微笑着道贺出声：这还要多谢苏公子了。妖月闻言向苏晨道谢一声，心中对苏晨的好感也是再次增加了不少。恭喜妖月公主实力大进。这时赵敏、玄冥二老、婉婉等人也是纷纷上前向妖月公主道喜出声。妖月公主只是不咸不淡地应付了一番，并没有太多喜悦表情。苏公子，我们又来了，你快出手救治一下叶姑娘。就在这时，客栈门口传来了一道有些自来熟的声音落下之际，一行4人缓缓踏入了龙门客栈之中。其中2人苏晨都已经熟悉了，正是李寒一和雷无杰姐弟。另外2人却是一个英武的中年男子和一位看上去有些病弱的妙龄美女。而他们2人的信息在进入客栈之际也是出现在了苏晨视线之中。姓名叶笑英，性别男，身份北离帝国大将军，修为逍遥天境初期，目的陪同救治女儿叶若依之病症。姓名叶若依，性别女，身份北离大将军叶笑英之女，修为金刚梵境初期，目的寻求救治先天心脉不全之症。苏晨对4人微微点头示意，在李寒一脸上多停留了一阵，而后微笑道：雷兄弟来了，苏某自然是欢迎的。
雷无节笑着道：“苏公子，我之前跃龙门时提出的要求是想要请龙门客栈治好叶若依姑娘的先天心脉不全之症，您应该没有忘记吧？”苏晨点头道：“自然没有。嘿嘿，您看什么时候可以救治？”雷无节闻言摸了摸头，嘿嘿笑着说道。这时一旁的叶笑英对苏晨抱拳一礼，朗声道：“苏公子，听闻龙门客栈手段通天，不过事关小女安危，在下不得不多嘴一句。之前您没有见过小女，现在看到了小女之后，不知可还有把握救治？”叶若依没有出声，听到父亲的话，只是静静地看向了苏晨，想要看看他会有什么反应。苏晨微笑道：“叶将军放心，这既是雷无节跃龙门成功之后提出的要求，本客栈自然能够满足，稍后即可。”说完，苏晨直接在心底对系统下达了指令：“系统，兑现雷无节的要求，救治叶若依的心脉不全之症，令其恢复健康。”嗡！苏晨刚刚对系统下达完毕指令，那神异龙门之上便是再次涌出一道耀目金光，朝着叶若依击射而去。叶笑英见状，脸色微变，就想要出手阻止。苏晨微笑道：“叶将军稍安勿躁，这正是本客栈救治叶姑娘的手段。”说话之际，也是轻易便是封禁了叶笑英的修为实力。感应到自身修为被封禁，叶笑英心中顿时一惊，看向苏晨的眼神之中不禁多出了几分敬畏。李寒衣这时也是出声道：“叶将军不用担心，苏晨说的是真的，我之前也经历过。”叶笑英听到李寒衣也这么说，顿时放下了心中担忧，紧紧注视着叶若依的情况。在众人的瞩目之下，那金光在叶若依身体内游走了一阵，很快便消失不见。苏晨略微感应了一下，接着微笑道：“叶将军，令爱已经好了。”说话之际，也是直接解开了对叶笑英的封禁。叶笑英听到苏晨的话，快步上前搭上叶若依的脉搏检查了起来，很快便发现叶若依果然是和正常人一样了。顿时叶笑英脸上充满了喜色，扭头对苏晨抱拳道：“多谢苏公子大恩，您的恩情叶某铭记在心，以后有用得到叶某的地方尽管吩咐。”苏晨微笑道：“不必客气，这是雷无节跃龙门成功的奖励，也是叶姑娘的造化。”就在这时，一旁的邀月突然对苏晨问道：“苏公子，这几位是什么人？和你的关系似乎很不一般呢。”说话之际，邀月的目光却是凝视着李寒衣，心中不自觉地升起了几分敌意。苏晨微笑道：“你眼前的这位，乃是北离帝国雪月城二城主雪月剑仙李寒衣，是我的很好的朋友。另外，苏晨本想直言和李寒衣之间的特殊关系，不过得到李寒衣的眼神示意，于是稍微改变了一下口风。很好的朋友吗？”邀月对苏晨后面的话已经不在意了，口中呢喃一句，接着对李寒衣道：“本宫移花宫邀月，雪月剑仙威名，本宫早已耳闻。今天有缘相见，不如我们切磋一场如何？”